滔天巨响震彻寰宇，令大地颤动。一道浅色身影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反冲下来，狠狠地撞上大地，砸出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大地的裂痕如皲裂的树皮，快速地波动开来。正当一个粗壮高大的汉子从空中陡现，手拿克山印准备砸向这个洞时，被击飞的魔修已经立刻从洞中飞了出来。这一厢，七洛与浩明的战斗显然十分焦灼。七洛落了下风，能够打到空间破裂，已然证明了二者的实力。这浩明的实力原本就比七洛高上一筹，如今他打压七洛是理所应当。甚至可以说，若不是浩明10天前被魔千秋打成重伤，恐怕今日的战局根本不会是如此情况。此刻，在看不见的空间里，广灵子尊者和妖尊行威也在激烈大战着。然而洛剑清却没有时间去管七洛的事情。明光青玉珠飞旋在魔山上空，散溢出磅礴雄浑的能量。这些力量带着洛剑清最熟悉的气息，全部都是九连本心路的力量，也是历代太华山玉霄峰的峰主穷尽毕生在临终前留下的全身灵力。这种力量可撼天地，洛剑清只是催动了其中的1/10，便能与劲离抗争。不过他们仍旧处于下风。高贵的神兽轻吟一声，便呼风唤雨，它微微摆尾，大地便为之震动。妖尊劲离是洛剑清见到的第一只神兽，也只能是唯一一只。何为神兽？当今天下，所有妖兽皆不可成仙，唯独神兽可以成仙，这是天道给神兽的特许。这便是神兽。妖族不可成仙，就算修炼到天阶巅峰，实力远超同等级的化神后期人修，也不可成仙。所以天下间从未听说过有妖兽可以成仙，甚至跨越数万年，劲离都是唯一一只神兽。没有人知道他从何而来，但是他一出世便是7阶修为。天道给了他极大的便利，令他能有如今实力。雪白的白龙如同一条精美的玉链，在空中不断翻滚，他的身影形成一道道美妙的幻影，每一道龙吟都令大雨倾盆。他咆哮着冲撞向魔山，被一朵小小的青莲挡在魔山外，始终无法逼近半步。洛剑清已经将体内的灵力催动到了极致，甚至天地间的灵气已经形成一道可怖的漩涡，疯狂地向他这里涌来。魔千秋3人的力量，再加上他自身不断涌入的灵力，所有的一切都被洛剑清打入明光青玉珠中，借由青莲元神作为中心，与这条白龙抗衡。洛剑清能否将劲离暂时击退？秦归鹤问道。洛剑清双手交叠，滚滚灵力从掌心涌了出去。他道：我只能催动明光青玉珠里不足1/10的能量，现在已经过了7天，若是再这样下去，我恐怕撑不住了。一听这话，白家老祖立刻急道：我等只是与劲离勉强相抗衡，他根本没有损伤。洛剑清紧蹙了眉头，他正欲开口，便听耳旁传来一道冷冷的笑声。他转手看去，只见戴着银白色面具的魔尊红唇一勾，目光轻蔑地看了那白家老祖一眼，语气淡淡的说道：如此下去确实也不是法子。洛剑清，你在这里等着，本尊为你创造机会。话音一落，一直附在洛剑清背后的手忽然移开。洛剑清惊骇的喊道：魔千秋！只见一道血色身影如同流星，急速窜出了明光青玉珠的保护范围，在白龙面前停下。在这条100丈长的白龙面前，魔千秋削瘦的身形仿佛是一粒沙尘，微不足道。然而当他主动离开明光青玉珠的庇护后，白龙却倏地停住了攻击。他微微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一双冰蓝色的瞳仁凝视在眼前这人的身上，毫无感情，似乎在看待一个死物。峥嵘气势随之溢散开来，空气间温度陡降，喝出一口气都成了白雾。白龙盘旋着身体，垂眸
望着这个人修。二者对视片刻，却是屹立漂亮的魔修先低低的笑了一声，直鞭对向白龙，倨傲张扬的说道：“敬离，本尊已经站在这里了。本尊倒想知道，你还能如何杀了本尊？100年前，魔千秋与妖尊行威大战时，实力比他只差了一丝，行威却远不及敬离。然而先前便有说过，顶级大能之间，若不是实力差距极大，一般而言很难击杀对方。上一次敬离几乎快要将魔千秋的心给剖出来，除了他的实力本就比魔千秋高的缘故外，更为重要的是，当时魔千秋刚与浩明大战一场，损耗颇大，受了不轻的伤。如今魔千秋的伤已经好了大半，敬离想要再杀他，确实非常困难。凝视着眼前这小到几乎可以忽略的人类，白龙透彻明亮的双眸如同天底下最纯洁的宝石，微微闪烁着光芒。他轻轻吐气，一层冰凉的水汽便洒在了魔千秋的身上，令他发丝扬起。神兽之音轰然而起，伴随着滚滚雷鸣。你既已站出来，本尊自然可以遵守诺言，100年内不参与两族战争。魔千秋闻言，却忽然大笑出声，一身血色红衣在阳光下烈烈发光。他长鞭一甩，在空中鞭出了一道巨响，笑声戛然而止。魔千秋鞭指白龙，双目一冷，想要本尊的命，便拿你的心来换。魔千秋！白龙的怒吼声响彻天际，双方顷刻间便开始了一场大战。天空中，红色魔修与白色长龙于云层里若隐若现，发出轰隆隆的响声。他们的每一招的波动，都令骆剑清心神颤动。见到这番情景，秦归鹤着急的往前一步，道：“我去帮公主。”骆剑清却伸手拦住了他：“不要去。”秦归鹤闻言一愣，道：“为何不让我去救公主？公主的伤还没好，而且以她的身体，现在只要每动用一次力量，便会减少1分寿命。我怎能不去帮公主？”骆剑清忽然觉得喉间一涩，他将情绪掩藏住，道：“刚才魔尊与我说，他要为我创造机会，你可懂什么是机会？”敬离是个聪明人，他看似一直都盲目的与我们相斗，但事实上从头到尾他没受过一点伤。再这样下去，我们的情势将会越来越不妙。白家老祖闻言，偷偷的看了骆剑清一眼，道：“确实如此。”骆剑清又说：“所以魔尊刚才故意出去，便是要引得敬离发怒，从而拼尽全力的想要杀死他。且不说敬离对魔尊的恨意，便是说他在大战中也很难保证没有弱点。只要他露出那唯一一丝的破绽，我们便可将其击伤。”此时天空中，魔千秋被白龙击伤，整个人倒飞10里，连续撞上了10座小山，山山崩碎。秦归鹤原本便不善这些计谋，见状他更是急得双目一红，直接问道：“那到底什么时候是那个破绽的时机？”骆剑清的眼睛紧紧的凝视在红衣魔尊身上，眨都不眨一下。他看着魔千秋被这条白龙连连击伤，也看着魔千秋口吐鲜血，勉强避开了白龙的致命一击。时间仿佛凝滞，双方的争斗只是一瞬间，却已然漫长到了100年。就是这个时候，骆剑清眼眸一亮，立刻催动起明光青玉珠。只见浑身是血的魔尊此刻借着白龙的一道疾风，正巧落回了魔山上。他破裂的手猛地按在了骆剑清的背上，而骆剑清早已将明光青玉珠的力量催动起来。两人对视一眼，异口同声道：“他的心口。”铮！一股庞大可怖的力量从明光青玉珠上陡然窜出，直直的钻入青色莲花之中，而那莲花瞬间幻化成了6把青色宝剑，每一道剑上都携带着磅礴的灵力，根本不给对方反应的机会，直刺向白龙的心口。刚才为了追逐魔千秋，白龙不知不觉中竟然从魔山下方飞了上来，
正巧将自己的胸膛暴露在了众人面前。那心口的位置十分好认，有一道异常丑陋的伤疤，好似蜈蚣般的扭曲。轰轰轰！青莲宝剑全部刺向那一点，从胸前刺入，从胸后而出。整整7天时间内，这是白龙第一次被击飞出去。浅蓝色的血液从他的胸口不断涌出，白光一闪，便化为了人形。只见高贵俊美的妖尊被击飞在地，一连往后倒滑了1000米，才终于稳住了身形。嗨！蓝色的鲜血从静离的口中喷出，洒在大地上，顷刻间变化为白烟。他的胸口鼓鼓的流血，一个大洞出现在那胸膛上。然而，即使被6把青莲花瓣幻化的宝剑击穿，那颗心脏也依旧扑通扑通的跳着。别说停止，连一点伤痕都看不见。由此可见，1000年前魔尊和吴萧子能偷走静离的心脏，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这一击只有1瞬，却让静离脸色渐渐沉了下去。当他再抬起蓝眸时，目光中已然没有了任何温度。剧烈的杀意好似成了食物，将他身遭100米内的东西全部碾压成齑粉。静离在胸前轻轻一抹，这个大洞便忽然消失。他半撑在地上，擦拭了自己唇边的血液。他站起身，微眯了双目，遥望远处的众人。魔千秋，人类。声音落地的下一刻，蓝色身影陡然消失。再出现时，已经在洛剑清众人的面前。魔千秋双目一缩，台边就将洛剑清往旁边一拉，但是静离的目标从来不是洛剑清。他一掌击在了魔千秋的身上，令他口吐鲜血，立刻往后倒飞。静离的情况却也不是很妙，这一掌后，他的身子稍微晃了晃，等魔千秋已经飞走时，才追了上去。洛剑清见到这一幕，惊骇的睁大双眼。他只见这两人一个追一个逃，当魔千秋好不容易又回到魔山上时，根本不用他说，洛剑清便再次全力催动了明光青玉珠。这颗珠子可以释放出可怖灵力，却也要吞走无数灵力。静离漂浮在魔山之前，不断的攻击着明光青玉珠，双方一下子陷入僵局。洛剑清听到身后传来一道闷哼声，他下意识的转手，只见魔千秋体力不支的倒在了秦归鹤的身上，但是右手却还紧紧的按在自己后背上。魔千秋抬袖擦了擦唇边不断溢出的鲜血，抬起漂亮的桃花眼望了洛剑清一眼，到这个时候竟然还笑了一声，问道：你觉得这个静离长得如何？这样的话才此时显得非常突兀，但是不知怎地，洛剑清却觉得这句话由眼前这人问出来，非常的恰合时宜。他声音微哑，不知怎的，竟然反问道：你觉得他如何？魔千秋抬眸看向不远处金贵高雅的神兽，他只是轻轻的看了一眼，便将视线又移到了洛剑清的身上，红唇微微勾起，即使是狼狈的躺倒在属下的身上，魔尊也依旧拥有不容低视的危险气场。他从喉咙里发出一道低低的笑声，说出来的话却让洛剑清浑身僵住。这世上，本尊只承认一个人比本尊好看。小美人，你若死在这里，那该多么遗憾。话音落下时，洛剑清只看见眼前红影一闪，再见时，魔千秋已经消失在了秦归鹤的怀里。洛剑清立即回首，只见那道红色身影已经出现在了蓝袍妖尊的面前，指尖还在滴血，但是说出来的话却傲慢张狂。不过就是一颗心，静离，还给你又如何？清润俊逸的妖尊倏地怔住，有些茫然的望着眼前的红衣魔尊。洛剑清却用尽全力的大喊道：不要！只见魔千秋伸手为爪，十分淡定的将手刺入胸口，股股鲜血顿时流了出来。他的唇边溢出鲜血，手指轻轻一动，一颗沾满鲜血的心脏便被他握在了掌心。
还在扑通扑通的跳动着，眼泪直接夺眶而出。骆剑清蹬的便往那边飞去，却被人一把抓住。他回首一看，只见白家老祖正神色严峻的望着他，认真道：若是没了静离，就算玄灵子不在，人族此战也不一定会败，但若是有他，人族却几乎必败。骆剑清能被白家老祖拉住，但秦归鹤怎么可能？他一边飞向空中，一边喊道：公主！血色长鞭直接劈向秦归鹤。秦归鹤压根没有抵挡，便被这鞭子抽落下地。曾经美艳霸道、猖狂一世的魔尊，此刻脸色惨白，转手看向魔山上的众人。他的右手里还捏着自己的心脏，胸前破了一个大窟窿，浑身上下都是伤，脸色的面具不知何时也已经掉落，一道浅白色的伤疤横亘在那张极美的脸上，显得十分狼狈，却并未减弱这张面庞的美丽。他低低的笑着，目光最后落在骆剑清身上，说道：本尊说过，你从来不必愧疚。骆剑清睁大眼睛，几乎傻了一样的看着那里。魔千秋低声自语了一句，这句话骆剑清没有听清，但是他却看到，在这句话后，魔千秋忽然转手看向那静离，将右手高举，炽热血红的心脏于阳光下成了一团烈火，燃烧了骆剑清的理智。他看到魔千秋的手指渐渐捏紧时，终于再也忍不住，声嘶力竭的喊道：莫秋！轰！一道可怕的灵力从骆剑清的身上涌现，顿时青色火焰以他为圆心，向四周极快的播散开去。这力量虽说对白家老祖造不成威胁，却也让他们惊骇的纷纷避开。当火焰燃烧到明光青玉珠时，火焰玉珠交相辉映，绽放出万丈光芒。啊！骆剑清痛苦的高喊出声，一道青色光芒如同利刃，直直刺向静离。静离并未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他忽然感受到一丝危及生命的气息，于是抬手便挡，谁料却被这道力量击退，整个人倒飞数里。青光过后，魔千秋也正然的望着骆剑清，然而骆剑清却倏地昏迷过去，即将倒地。此人不可再留！静离低吟一声，化作一条白龙，再也不管什么报仇，他拼尽全力的冲向骆剑清。魔千秋也睁大双眼，赶紧的飞过去抵挡。然而未曾受伤的魔千秋不是静离的对手，重伤的他则更无法与对方相抗衡。一切只发生在眨眼之间。静离竟然放下了一切的骄傲，偷袭一个小小的合体期修士，魔千秋竭尽全力的阻挡，终是没能赶上。秦归鹤想要出手，速度却还没有魔千秋快，而距离骆剑清最近的白家老祖却只是眼睛一闪，象征性的伸了伸手。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眼见着静离的手已经快要碰到骆剑清的衣袍，轰！一股肉眼可见的灵力波动瞬间散开，金色光芒大亮天地，将静离击飞。骆剑清恰巧落地，正正落在了一个怀抱里。他昏死过去，唇边有鲜血溢出，一只白皙修长的手仔细的擦着他唇边的鲜血，小心翼翼的将那些血液擦拭干净。秦归鹤倏地停住了脚步，妖尊静离连撞3座小山，不知生死。魔千秋在距离骆剑清3步的地方停住，一双明艳的桃花眼中波光潋滟，瞳孔微颤。只见白衣尊者怜惜的将昏死过去的青年抱了起来，他脚尖一点，刹那间便有一层无形的灵力散溢出去。他在双指合拢，指向天空中的2个方向，倏地，广灵子尊者、七落、妖尊行威和浩明的身形便露了出来。4人惊愕的望着魔山，在看到那个白衣身影时，妖尊行威和浩明都一下子惊住。旭日骄阳下，只见这清俊挺拔的白衣尊者一世独立，大袖随风而动，动作轻柔的抱着一个昏死过去的黑发年轻人。
他微微扬手，一双淡漠的眸子便在全场扫视了一眼，薄唇微张，声音清冷。独觉天老说：“休战10年。100年前，刚刚步入化神期的玄灵子独占4大妖尊，扭转大战局势，令妖族不得不签下和平契约。100年后，玄灵子再次现身，已入化神中期，带来了两族休战10年的消息。当他这句话落下后，一道清亮的龙吟便响彻天地。狭长优美的白龙从9天之中盘旋而下，落在玄灵子面前。凛冽寒风夹杂着尖锐刺骨的水汽，几乎要将魔山掀翻。然而玄灵子站在众人面前，微微往前一步，便硬生生地扼住了这高贵无二的神兽之怒。二者在魔山之上有一番对峙，双目相对，磅礴凶悍的灵压在半空中对撞，令大地震颤。最终劲离长啸一声，飞身离去。玄灵子收回了强大的威压，站在魔山之上，俯视那错愕中的妖族大军。这一战就此结束。从云州之乱到魔山中战，双方只打了1个月，却已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伤。云州被屠，尸横遍野，妖族献祭，血流成河。到最后，竟然也不知道到底是人族死的很多，还是妖族死的更多。云州已然成为了一座空城，然而为了摆出天晴破海阵，死去的妖族却也可以用千万来计算。当这一战陡然结束时，幸存的人类并未有多么庆幸。云州之上，仅剩的凡人神情麻木地收拾自己破碎的家园，有的凡人直接选择了离开这里，迁移到其他地方，但有的凡人明明已经失去了所有家人，却仍旧固执地回到这里，重新搭建家园。落叶归根，生于何处，便死于何处。云州地理位置险要，却是他们一生长大的地方。修士们开始处理这些凡人的去留问题，飞花宗和归元宗也派了人手，帮助这些凡人国家建立起阵法。最小的阵法以村子为单位，一一摆下；最大的阵法是保卫每个国家的护国大阵。每一座大阵都要耗费一位大成期修士的心血，没有半年，绝对无法完成。这便是云州现在的情况，也是与妖族接壤的明州、潮州和冲州现在的情况。而与妖境最为接近的魔域，此刻早已是一片死寂。人类和妖兽的鲜血渗入这片大地里，令本就深褐色的土壤更浓郁了几分。或许这大地上的红色便是鲜血所凝聚而成的，它红得如此纯粹，又红得如此触目惊心。那一日，当玄灵子以化神中期的压力逼迫劲离离去后，他抱着昏死过去的徒儿转身就走，没给妖族任何一个解释。妖尊行威与妖尊浩明面面相觑，他们自然不可能怀疑玄灵子是在诈他们，因为这种事根本没有任何可以欺骗的地方。当最后一个天阶妖尊陨落后，天妖尊独觉天老变成了妖族当之无愧的主心骨。他若是真的想要与人类讲和，那便等同于妖族想和人类讲和。而且倘若玄灵子真的是在骗他们，那为何还会说出一个具体的数字？10年。这个数字到底代表什么意思？行威和浩明暂且不懂，但是并不妨碍他们回去问独觉天老。并且玄灵子已经进入了化神中期，他们二人绝对不是玄灵子的对手。连劲离都离开了，那他们此刻转身离去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而当两位妖族相视一眼，齐齐挥臂让妖族大军撤离之后，他们并没有发现那个笔挺颀长的身影猛地一顿，脚下的步子也微微停了停。玄灵子在转过身之后，脸色便陡然白了下去。他的背脊依旧挺得笔直，化神期修士的可怖威压也没有减弱一分。然而一丝鲜血却从他的唇边流了下来，轻轻滴在了骆剑清的衣领上，如墨般晕染开来。等玄灵子抱着骆剑清进入魔道宫大殿后，他剧烈的咳嗽了一声，立即吐出了一口黑色的污血。玉清子见状，
顿时脸色一变，赶紧道：“师弟，你这是怎么了？”玄灵子动作轻柔的将骆剑清放了下来，道：“师姐，你先看一下剑清的情况。”玉清子哪里有心思去管骆剑清的情况，他急急道：“我早就用灵石探查过剑清了，他只是灵力亏损的厉害，元神也受到了一点小伤。师弟，你将手交给我，你的修为远超于我，我并不可以用灵石直接为你诊断。”玄灵子却摇了摇手，直接将骆剑清的手放入了玉清子尊者的手中。在后者惊愕的目光中，他淡然平静地说出了一个事实。他云淡风轻，周围听着的人却被吓得双眸圆睁。只听他这样说道：“在离开极北之地的时候，我遇上了独绝天老，与他交手了一次。他已然跨入天阶，实力不容小觑，所以我受了点轻伤，并不碍事，只是为了赶路来这里，所以没有停下来疗伤。”广灵子尊者不敢置信的说道：“独绝天老跨入天阶了？”白家老祖也惊骇的说道：“这怎么可能？据我所知，那独绝天老至少在地阶巅峰停步了7000年，天下人都知道他没有迈入天阶的可能，他为什么突然就迈入天阶了？”玄灵子凤目微垂，淡淡的扫了白家老祖一眼，没有吭声。正在众人思索之时，一道血色身影飞快的从殿门中飞了进来。来人的胸口还在不断的渗着鲜血，脸色也十分不佳，但是他却直接来了这里，第一句话便是：“骆剑清如何了？”众人转手看他，玄灵子微眯了眼睛，望向对方。随之而来的是魔道宫的大管事七落，左护法秦龟鹤和右护法秦思仪。秦龟鹤焦急的说道：“公主，你就伤未愈，又添新伤，应当赶紧疗伤。”魔千秋没有回答，他直直的看向玄灵子，两人的视线在空中相碰，仿似最平淡的对视，却又好像有火花噼里啪啦的交触。最终是玉清子尊者实在看不下去，强硬的将魔千秋带走。以一个丹修大师的身份呢，他可不能对如此重伤的人坐视不理。玄灵子的伤虽重，但他可以自己治愈，骆剑清的伤并不算多重，玄灵子便可为他疗伤。然而魔千秋的伤却令玉清子十分为难。数日前他才为魔千秋疗伤，以8阶神丹为引，偷下漫天雷霆，为他修复了被劲力损坏的心脉筋骨，而现在魔千秋居然又受了心神之伤，且这一次远比上次还要凶险，竟然已经将心脏直接取出。对于普通凡人来说，剖心即死，无一例外。对于普通修士来说，被剖了心，他们也没有活路。也就只有魔千秋这样的顶尖大能，才能将自己的心剖出来，再放回去。然而心神之伤却不是那么好愈合的。那妖尊劲离是妖族，他更是神兽，他可以剖心，你怎么可以？凡人有句话叫做医者父母心，此话用在玉清子尊者身上也没有任何不适用。他一边为魔千秋疗伤，一边苦口婆心的说道：“这世上也只有那唯一一头神兽没了心，1000年来都可以依旧活着。我们人类的身体本就不如妖族那般强悍，你虽然修为境界高，但寿命却……”声音戛然而止。玉清子尊者忽然发现自己说的有些太多了。在看到魔千秋那满身的伤痕时，他早已忘了对面站着的人是谁，尤其是那胸口一道血淋淋的伤疤，看得他心惊胆战。这样的伤对于任何修士来说都是致命的，甚至可以说渡劫以下必死无疑。然而这一切都不是他可以戳别人伤疤的理由。长叹一声后，玉清子尊者道：“我不当提起那件事。魔尊，是我的错，你不要在意。”魔千秋却目光游离的望着地面，似乎根本没有听到玉清子的话。见状，玉清子是又无语又庆幸。无语的是，世上还有这样的修士，竟然敢无视一个单修的嘱咐；庆幸的是，自己刚才的话没有被魔千秋注意，否则
不足50年的寿命，确实太过残酷。这一次的心神之伤，足以令魔尊只剩下50年寿命，50年后便堕入轮回361万世的畜生道，361万世的折磨。想到这，玉清子尊者不由浑身一颤。尽管受到那样天罚的人并非是他，他也心中一寒，不敢想象那样的日子，那得是怎样绝望的轮回。曾经是世人敬仰的天之骄子，之后却是人人可欺的牲畜。玉清子摇摇手，在心中感叹道：若是能休战50年，倒也能让这魔千秋享受一下最后的时光了。偏殿中，躺在床上的青年结语微颤，不过多时，骆剑清便睁开双眼，醒了过来。刚醒时，他便觉得整个身体都快碎了，经脉好像被挤压成了碎片，丹田里也疼得仿佛千万根小针在刺。他想要翻身，却觉得无法控制身体，想要起身，连手臂都动不了。这种无法控制身体的感觉真是太过折磨。骆剑清正欲强硬的使用灵力，看一看自己如今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他刚刚运转起一点灵力，忽然便被拉入一个温暖的怀抱里，身子陡然一僵，清冷的莲香涌入鼻尖。骆剑清缓缓睁大眼睛，只听一道低柔的叹息在自己的耳旁响起。剑清，温热的呼气吹拂到他的耳畔，仿佛细腻的亲吻，令他耳尖一红，万千种情绪顿时齐上心头。骆剑清想要转身，却仍旧无法动弹，仿佛发现了他的困境。玄灵子将手掌贴在他的后腰，轻轻的梳过去一丝灵力。刹那间，九连夺天路快速的运转起来，凶猛的夺取天地间的灵气，也令骆剑清发现自己的身体原来是因为灵力亏空的太厉害，才无法动弹的。然而此刻骆剑清并没有心思去理会这样的问题，他立即转身，一眼便看到了那个人。这一眼忽然变得无限漫长。双目对视的那一刻，骆剑清好似听到自己的心顿时颤抖了一下，惊喜、激动、艰辛、酸楚，他的喉间慢慢的发苦发涩，眼睛里也有点湿润。骆剑清稍稍闭了闭眼，止住了自己这样小姑娘家事的行为。然而他就是眼睛酸，心里酸，连身体的疼痛都顾不上了，就是觉得委屈。在玄灵子被困于枯山之后，骆剑清经历的东西实在太多。莫秋的陨落，佛子与云香的危机，妖族大军攻上36州，以及那满目疮痍、鲜血遍地的战场。面对这一切时，骆剑清没有说一声承受不住，他只是默默的接纳一切。当数位大能的灵力快要挤爆他的经脉时，他没有说一个不字。当大能们要求他以身犯险，穿越天晴破海阵时，他也没有说一个不字。这半年来，骆剑清一直咬牙坚持着，挺过了无数能让普通人崩溃的事件。他仅仅是一个合体期修士，他如今才活了不过50多年。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两族间那残忍无情的战争，然而只是第一次，便要他直接走到第一线，承担起许许多多本不应当由他承担的责任。所有的事情，骆剑清无声的承受下来了。他没有时间去悲伤挚友的陨落，也没有时间去关心心爱之人的安危。没有人会想到他是否承受得下来，连他自己也无法去想，只能一味的接受，一味的努力。原本骆剑清一直认为他是个自私冷血的，上辈子他被无数修士追杀，他陷入险境，几乎无人信他，所以他再也不信这个世界，只要玄灵子和自己所有在意的人还安然活着，那么其他人的生命便与他无关。但是当他看到尸横遍野的云州时，他终于承认自己无法那般无情。若是能面对2000多万无辜同胞的尸体还仍旧面不改色，那他便不是人，他是野兽。而现在他独自一人撑到了这里，他终于可以将心里的痛苦发泄出来。不过到最后，骆剑清也只是一把抱住了玄灵子，将自己脸埋在他的肩膀里。他没有哭泣，
却紧紧的抱着，仿佛这样就能抓住对方，能将过去这半年来那些快要压垮自己的东西驱散。玄灵子拥紧了青年的身体，将对方纳入怀中，眼中全是心疼。他的手轻轻的抚摸着骆剑清的身体，动作温柔，带着无限缱绻，令骆剑清慢慢的放松下来。这半年内的事情也令骆剑清的承受能力大大提升，他很快恢复精神。接下来，玄灵子简单的说了一下两族休战的事情，同时为骆剑清疗伤。听到两族休战的时候，骆剑清难言喜悦，然而听到最后时，骆剑清却忽然身子一僵，想起来魔千秋，顿了顿。他又道：“师父，魔尊前辈不知如何了？”玄灵子目光微变，淡然道：“有玉清子师姐在，他并无大碍。”话落，他又说道：“剑清，你已经昏迷3天，这次的枯山之崩和两族大战对你来说是一次生死考验，但也是一番机遇。若你能利用好，或许可以借由此次被他人灵力硬生生扩大的经脉，一举突破。”骆剑清沉默了一会儿，问道：“师父，魔尊前辈真的无事？”玄灵子薄唇微抿，垂眸道：“自然。”接着骆剑清开始调息修炼，玄灵子在一旁为他护法。等到天色渐暗，玄灵子被广灵子派人叫去，再详细商谈此次大战事宜。而在他离开之后，骆剑清便倏地睁开眼睛，悄悄地开门离去。在骆剑清开门离开的时候，正拐了弯的玄灵子脚步微顿，最终还是没有吭声，沿着雕花走廊一直往前走，再转了2个弯，骆剑清便看到了那座大殿，金碧辉煌，雕梁画栋。这座大殿如同它的主人一般，气势巍峨轩昂，毫无挑剔的霸道之美充斥在宫殿的每个角落。骆剑清在门外稍稍犹豫了一会儿，始终没有敲门，但他还未考虑好，便听到吱呀一声，高达10丈的殿门无声自动，为他敞开。低柔微哑的声音响起：“你若有事寻找本尊，又何必在门外扭扭捏捏？”这句话令骆剑清大步走了进去。进去后，黑暗的环境令骆剑清眉头微蹙。他再往前走了几步，却见穿着红色纱袍的魔尊此刻正盘腿坐在一张棋盘前，执起白子在上面轻轻拨点。他穿的极少，露出了大片白皙平坦的胸膛，明明双方同是男子，骆剑清却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视线很快扫了过去。魔千秋道：“既然来了，那就坐下，陪本尊下棋。”骆剑清问道：“我不知你还会下这凡人的棋？”说着，骆剑清便坐了下来，摆下了一颗黑子。魔千秋艳丽的容颜在夜明珠悠悠的光线下显得有一丝朦胧，这一分朦胧令他左脸上的伤疤倒不再那么明显，反而十分柔和，连往日里的嚣张气势都少了些许，更显得这张脸庞有着一种惊人的美丽。他淡然道：“你不过是一个晚辈，为何要知道本尊的事情？”骆剑清微愣，执起黑子还未落下，便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莫秋，玄灵子的徒弟，魔千秋淡漠无情的声音打断了骆剑清的话，令他倏地怔住。只见这双明媚细长的桃花眼中倒映着熠熠光辉，然而说出来的话却显得十分生冷。本尊只是看在你是玄灵子的弟子的份上，才待你稍微亲近了些。玄灵子于100年前曾经救过本尊性命，我等魔修向来知恩图报，但你若是太过逾矩，本尊并不会因为你的师父就对你宽容。骆剑清手指一紧，黑色棋子便被他掐入掌心。莫秋，魔千秋抬眸，为何要喊本尊徒儿的名字？骆剑清灼灼的目光盯着他，道：“当年我和莫秋在流焰谷第9层共处3年，之后更是历经生死，他救过我多次，我也救过他多次。我骆剑清向来只有一个生死好友，就算是将生命交给他，也绝无怨言。”说到这，
骆剑清抬目看向了红衣魔尊，他双目凛然，仿佛要将对方看透，许久后才一字一顿的说道：“你若真是我的生死好友，就不会对我说谎。”魔千秋脸上的笑意早已消失得一干二净，他微敛着眸子，面无表情的望着骆剑清。二人对视许久后，魔千秋轻笑出声，接着更是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玄灵子的徒弟，你是否想得太多？本尊没听懂你到底在说什么，你若有事便直言，无需与本尊躲躲藏藏。本尊向来不会说谎，更何况是面对你这样的小辈，难道本尊还会怕了你不成？骆剑清身子僵硬，不敢置信的望着眼前狂笑出声的魔尊。魔千秋的手指点了点棋盘，道：“轮到你了。”骆剑清想都没想，下意识的便将棋子放了上去。他这一步落下后，魔千秋却从喉咙里发出一道笑声。骆剑清诧异地抬手看他，只见在昏暗的光线下，红纱美人唇角一勾，低笑着望他：“你已经输了。”骆剑清蹙紧眉头：“若我能够起死回生，你可否答应我一件事？”前辈。魔千秋挑起一眉：“何事？”骆剑清面色平静：“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不可说谎。”魔千秋红唇微翘：“你觉得在下了这一步棋后，你还能赢了本尊？”骆剑清垂了眸子：“你是不敢了吗？”魔千秋红袖一摆，放言道：“本尊有何不敢？”骆剑清微微俯身，行了一礼：“那晚辈就不客气了。”一个时辰后，骆剑清下出了最后的一子，定了大局。魔千秋神色不变，看不出心里的情绪。望着他这番模样，骆剑清捏紧了手指，压住心中紧张忐忑的情绪，声音微颤。他只说了一个字，便发现自己的声音竟然抖得无法开口。待稳定了一下情绪后，他才说道：“我的问题是，魔千秋，你可是莫秋？”魔千秋单手撑着下颚，柔软的红纱便从他的腕间滑落。他笑盈盈的看着眼前一脸郑重的青年，语气随意的说道：“自然不是。”骆剑清双目一缩：“你说谎？”魔千秋却掩唇笑了起来：“本尊何须说谎？若是本尊说了谎，不如便让那劲离把本尊的心剜去，如何？”骆剑清感觉好像浑身没了力气，整个人瘫软下去。待他离开魔尊的宫殿时，魔千秋也依旧笑眯眯的看着他，那笑容里带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倨傲冷硬，虽然是在笑，却根本没有笑到骨子里，也令骆剑清心中生寒。骆剑清也不知自己是怎样回去的，原本他心中已经升起了希望，如今又全部浇灭。而他自然也不知道，在他离开之后，魔千秋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眨眼间，一道白衣身影出现在了这座宫殿里，就站在骆剑清刚刚坐下的位置后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便站在那里了。魔千秋后仰着靠在椅背上，抬眸道：“你来这里做什么？”玄灵子并未回答，反而说道：“你为何骗他？”魔千秋笑了起来：“本尊做什么事，要知会你做什么？3日前你来找本尊的时候，不就是希望本尊不要告诉他吗？怎么，玄灵子，你现在后悔了？”玄灵子淡淡垂目：“我只是在想，你刚才的毒誓有些过了。若是被真的剜心，你活不过3年；若是被劲离剜心，那以龙族的秘法，他或许可以令你生生世世都无法逃脱。其实你直接告诉他真相，也并无不可。”闻言，魔千秋却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得前仰后翻，连眼泪都快笑了出来。直到玄灵子甩袖离去时，他才止住了笑声，喃喃道：“既然我已经只剩下50年了，又为何要让他接下来数千年的岁月都活在愧疚里？莫秋死了，不过是再入轮回；魔千秋死了，却是300万世的畜生道。对他而言，莫秋的死永远比我的死要好。”玄灵子脚步一顿，就在他即将离开之时，
却听身后传来魔尊冰冷的话语：“你若是敢对我的生死好友有所亏欠，玄灵子，我魔千秋便是死，也要将你碎尸万段。”一道流光从殿门前一闪而过，再一看，玄灵子已然离去。3日前，玄灵子将重伤的徒儿安置好，便来到了这座宫殿。他独自一人见了身受重伤的魔尊，原本是想要以自己浑厚的灵力为对方续命，却发现对方的心脉早已破损到药石无用的地步，能活下去，却无法再救。这是天道给每个修士的大限，轮到你该走之时，便是真的走了。既然无法可救，那便只能放弃。然而玄灵子并没有立即离开，他向魔千秋询问了一件事，却得到了自己从未想过的答案。1000多年前，魔尊跨入大成后期，从此再未进阶。这1000年来，魔千秋试过千万种方法。世人都说天道有情，万事都留一丝生路，可他却将魔千秋的生路堵死了，令他只能一年年的看着自己离大限之日又更进一步。一切便开始于17年前。那一夜，魔千秋不知多少次地又尝试了血灵大法，和之前的100万次不同，这一次他竟然成功了。9颗血灵果被凝结出来，一个新的血灵分身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魔千秋知道，他的血灵大法自然和那些合体气魔修的血灵大法不同，他就算能凝聚出无数个新的身体，那都不需惊讶。然而就算是他也万万没想到，他自己的身体没有消失也就算了，凝聚出来的这具身体竟然不能直接吞吃血灵果。唯有一个办法，如同重新再修炼一遍似的，以9颗血灵果核心的身体踏上修炼之途。若是在登大成后期，魔千秋有70%把握可以使2具身体合二为一，助他一举化神。为何要叫莫秋？只不过是在前往36州寻回血灵果的时候，正巧在云州碰上了一个愚蠢无知的小修士。既然一定要有个身份，不如就借助他的身份好了，将他困在大阵里10年，再送上一份天大的机缘。魔尊向来行事乖张，不讲道理，困上一个修士也不过是随手之事。然而冥冥之中自有因果。早在17年前血灵大法成功之时，他便已经注定了要面对如今的抉择，是选择把握机缘突破化神，还是选择救下自己的好友。那一天，莫秋做下了选择，从此世上再无莫秋，只剩魔千秋。冥冥之中是我欠你的，我欠你的到底是什么？若那个助他成功的人并非洛剑清，那莫秋永远只会选择机缘，绝不可能选择他。你可曾见过小美人哭？魔千秋想，他见过了。在那魔山之上，在他当众剜出了自己的心时，他看到那个小美人哭了，哭得非常凄惨。然而就算是哭，也哭得那般好看。既然哭也好看，笑也好看，那为何不能就这样一直笑下去呢？莫秋已死，往事变风，魔尊之死又何足挂齿？他呀，最见不得就是美人哭，这一生只见过一次，便死而无憾。10年对于修真之人来说，不过是弹指一瞬。云州、冲州、明州和潮州都开始布置阵法，而与13海最为接近的魔域也做出了更多的安排部署。魔道宫2大护法秦思仪和秦归鹤全部都被派遣到临近13海的望城，2人联手布下了对抗妖族的第一道大阵。在这之后，再过3000里，由魔道宫大管事七落镇守春都，魔域正中央的魔山则是由魔尊亲自镇守。这样的重重关卡下，妖族想要再发起突然袭击，难度便上升了一个层次不止。而且坐以待毙向来不是人族的喜好。10年和平期的第1年，太华山的昊星子尊者和断魂宗的鬼岩老祖便齐齐来到了魔域，召集人族修士，准备10年后的进攻。
这两位尊者都是极其擅长排阵步兵的，虽说他们在阵法上都不如已逝的凤丝仙子，但也赫赫有名。当这一切都尘埃落定后，玄灵子带着骆剑清直接离开魔域。未来10年将会是两族隐藏实力、暗自提升的重要时机，谁也不能保证10年后妖族会不会再多出一个天阶妖尊，或者10年后人族会不会再多出几位尊者。玄灵子日日夜夜的与自家徒儿一起，寸步不离。这样的行为令玉清子等人颇为诧异，但是玄灵子却语气镇定的说道：剑清在此次战役中立下奇功，也暴露了自己的实力。他不过合体中期便可催动明光青玉珠，成功偷袭劲离。妖族定然已经将剑清看作是人族最新崛起的天才大患，在这10年内恐怕会有暗杀，所以我必然得守着他。玉清子尊者想想也是，但还是有些不明白的。师弟，虽说如此，但是有一件事我倒是不大清楚。当时在对抗那劲离时，我曾经看到了剑清的元神，他的元神怎么会是那般模样？听到这话，骆剑清眸色一变，不紧不慢的垂了眼睑。玄灵子却目光清澈的望着自家师姐，用淡定的声音说道：剑清在修炼9连本心路上别有天赋，所以他的元神与常人不同。玉清子尊者了然颔首。然而在玄灵子即将带着骆剑清离开的前一夜，浩星子尊者却找上聊天，将骆剑清暂时支开，神色肃穆的问道：元神变成莲花这种事，玉霄峰上万年都没出现过。师弟，剑清出现这等异变，可与9连夺天路有关？玄灵子翻手取出一块血色玉牌，这玉牌出现的一刹那，天空中隐隐有雷云聚集。玄灵子很快将玉牌收了回去，看向一脸困惑的浩星子，淡淡道：师兄，有我守护9连夺天路，你又有何可担忧？浩星子尊者仍旧觉得不妥，可是师弟，剑清的元神实在是……师兄。清俊如墨画的白衣尊者微微蹙眉，启唇道：剑清的事情我自然心中有数，他修炼9连本心路的结果确实与我不同，但是敢问世上又有哪位修士能在60岁前就达到合体中期的境界？便是3万年前的9连尊者，也远远不及他吧。浩星子终于哑口无言。确实，放眼3万年间，还真没有哪个修士能在60岁前便修炼到合体中期。在骆剑清这个年龄的时候，玄灵子不过才元婴期。根据记载，就算是太华山有史以来最精彩绝艳的9连尊者，在这个时候也不过才出窍中期而已。将魔域的事情处理结束后，玄灵子便带着骆剑清离开了。当两人离开这一座高耸巍峨的奇山时，骆剑清忍不住的回首，神色复杂的凝视着高山之上的那座雄伟宫殿。只见在一片猩红色的土壤之上，一座险峻陡峭的山峰拔地而起，突兀的横亘在平原之间。在这山上，一座堂皇宫殿独自矗立，无数的人族大能都聚集在此，商讨10年后的大事。而这座宫殿的主人却已经在数天前闭了关。不问世事，漆黑的长发在空中猎猎起舞，一身青衣银丝勾画，玉石腰带紧紧束起，描绘出青年尽寿美好的腰线。在这片凄凉冷寂的魔域大地上，飞旋于青天之间的俊美修士似乎有几分茫然，一双狭长的凤目凝视在那魔山和宫殿上，久久未曾移开。剑清。骆剑清闻言转手，只见玄灵子翻手取出一只竹木宝船，看向自己，他脚尖一点，便飞上了宝船。玄灵子将一道金色灵力打入了船头的一颗白玉色宝珠上，顿时珠子里灵光大作，眨眼间这艘船便飞出了数里距离。玄灵子在炼气上虽不如火明子尊者，也不如那魔尊，但却也别有一番造诣。这是他炼制出来的一艘天阶飞行宝船，可日行万里，从魔域飞往那极北之地，
也只需要不过4-5日的时间。师徒二人很快便离开了魔域，横穿大河，到了云州。无论是在魔域还是云州，到处可以见到忙碌布阵的修真者。过去100年来，所有人已经快遗忘了曾经的战士。如今很多年轻的修士甚至没有参与过战争，然而战争一旦开始，他们却没有任何反应的机会。骆剑清站在飞行宝船的船头，看到成百上千个不足100岁的修士正分布在一座座大阵的节点，帮助高阶修士布置阵法。他们中有的人的身上还带着伤痕，有的人甚至受伤未愈，却也站了出来。他们的脸上并没有任何表情，仿佛麻木一般的布置阵法，然而双眼里却包含着不可熄灭的仇恨与愤怒，只需要一点火星，便可以燃起熊熊大火。望着这一幕，骆剑清觉得心中有点堵塞。他喃喃道：这10年停战真的好吗？10年停战酝酿的不是和平，而是一场更大的战火。如今看上去两族是暂时休战，各自喘了一口气，但是谁都知道两族都会在这段时间内提升自己，准备10年后掀起一场更为残酷的大战。恨意10年时间无法抹平，家破人亡之恨更是一生难消。骆剑清不忍再看下去，他转开视线，看向玄灵子，问道：师父，你还未曾告诉过我，为什么那独绝天老会想要休战10年？虽说你离开极北之地后，人族的实力大涨，可是那独绝天老也突破了天阶，同时神兽劲离也恢复了实力，两族旗鼓相当。闻言，玄灵子停住了拨弦的动作，抬手看向骆剑清，他伸手抚在仍在震动的琴弦上，将这声音止住，说道：你在好奇什么？骆剑清道：我在想，你和那独绝天老是不是达成了什么协议？眼中飞快的闪过一丝惊异，玄灵子很快遮掩了情绪，没让骆剑清发觉。他再次低手，轻轻拨弄起了琴弦，低柔婉转的乐声在船头回荡。玄灵子语气平静的说道：为师只是重伤了那独绝天老，他自知此刻不再是开战的时机，仅此而已。骆剑清抬步上前，一边走一边道：那10年后便是适合开战的时机了。玄灵子薄唇微勾，没有再回答。骆剑清又问：我想定然是有什么事情令你和那独绝天老必须休战。玄灵子翻手将这把琴放回了那戒里，抬步走到了自家徒儿面前，垂眸看去，只见在一片晴朗湛蓝的天空下，青年清俊秀雅的眉眼好似被能工巧匠以最精巧的画笔精心描摹一般，双眸璀璨，鼻翼挺直，即使是一副严肃的模样，也好看的让人无法移开眼。玄灵子忍不住的伸手抚上了这张脸庞，骆剑清被他的动作惊得怔住，还未做出反应，便听玄灵子声音含笑的说道：我的剑清为何会这般聪慧？这句话令骆剑清心脏漏跳一拍。半年来的诸多事件令骆剑清早已习惯了去分析身边的任何事情，不可以错过任何一个小细节。他甚至都快忘了全心全意依赖眼前这人的感觉，在与这人相处的时候，也没有卸下自己的防备。如今听了玄灵子的话，骆剑清心神微颤，抬手便将他的手拍去，抬眸道：你果然又在骗我。玄灵子难得的勾唇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不是骗你，是未曾来得及告诉你。骆剑清挑起一眉：这种话你当我会信吗？玄灵子微微蹙眉，迟疑了片刻，才道：为师何曾骗过你？骆剑清抬手望着玄灵子道：我的师父或许从来不曾骗过我，但是吴英却骗了我不止一次。玄灵子陡然一怔，只见骆剑清抿着嘴唇，一件事一件事的数着。以前他与我说过，我每次晋升一个大境界，他都会送我一样法宝。玄灵子眉头紧蹙：你晋升合体期时，
为师并不在场。骆剑清又道：那吴英又曾说过，在任何时候他都不会弃我一人。可是当日那枯山崩塌时，他却将我推开，自己一个人迎了上去。玄灵子微微张唇，错愕地望着眼前的青年剑清，骆剑清却根本不给他一点反应的时间。有些话一旦说出来，便会有更多话跟在后面。他继续说道：你可知道，当我看到你被吞入枯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吗？你又是否知道，当我面临是否回去找你的选择时，我是怎样才选择了理智的逃离，而非转身寻你？你瞧，吴英他又骗我，他说过会一直与我一起，却丢下我一个人。话音落下时，骆剑清的脸上早已没了笑意。玄灵子更是目光犹豫地望着他。只见青年微微一笑，瞬间便绽出一抹温煦灿烂的笑容来。他无奈而又茫然地笑着，笑到最后只问了一句话，便让玄灵子彻底僵住。在最后，吴英还曾经骗过我一次。17年前，我于一座遗迹里得到了一个功法，1年前，我将这件事告诉了吴英。吴英好似并不知道这件事，但是我如今才知道，那个功法名为九连夺天路。剑清，玄灵子急道。骆剑清摇手道：我并不生气，只是觉得自己还不够聪明。比如我知道你在那个时候有跟着我一起去了北斗真君的遗迹，那时候我就应该联想到，北斗真君怎么可能拥有那般可怕的功法？这件事绝对有疑。说到这后，骆剑清稍微顿了顿，接着才道：所以说，总是骗我的吴英，现在你可以告诉我，到底什么是九连夺天路了吗？嘴上说的话虽然听上去很宽容，但是骆剑清炙热紧逼的目光却令玄灵子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玄灵子的视线往左而去，骆剑清便拉着他的身子，逼他再看自己。玄灵子再看向右边，骆剑清就直接站到右边，又与他对视。就这么一来二往后，玄灵子还是躲躲闪闪的没有回答。骆剑清却忽然拉住了他的手，怒目相对，道：师傅，你难道还想再瞒着我？你到底说不说？这徒儿到底是怎么养歪成了这样的？明明小时候非常乖巧可爱的，事已至此。玄灵子也无法再隐瞒，他并不知道骆剑清是从哪儿得到九连夺天路这个名字的，当初在北斗真君的遗迹里。为了不让骆剑清察觉，玄灵子还特意费了很大功夫，将这个功法改了名，不过到头来还是被骆剑清发现。玄灵子反手握住了骆剑清的手，削瘦的手指顺着指缝插了进去，很快便十指相扣。玄灵子坦然道：不错，那样功法确实应当叫做九连夺天路，也是为师17年前放在北斗真君的遗迹里令你拿到的。骆剑清的手指微微用力，将玄灵子的手指夹了一下，后者面不改色。骆剑清原本也没有惩罚对方的意思，只是表示一下自己的不满。他道：那这个九连夺天路，莫非就和我想象中的一样？玄灵子长叹一声，终于说出了掩藏在历史烟云中3万年，只有历代太华山的掌门和玉霄峰峰主才知道的一段往事。九连本心路与九连夺天路同出一源，和你想的一样，他们都是九连尊者创造出来的绝世功法。然而剑清，世上几乎没有哪位大能创造出截然不同的2种功法，就算是九连尊者也绝对不可能。骆剑清困惑道：那这九连本心路和九连夺天路到底是什么关系？玄灵子说，准确而言，九连夺天路是九连本心路的一种改进。为师也不知道那九连尊者到底做了什么事，竟然能让一个功法有这般可怕的改变。但是事实便是，他做到了。两者本质相同，但是却有细微差别，而正是这细微的差别，在千万次的灵力运转后，造成了截然不同的结果。骆剑清更加好奇了一些，师傅，那到底为什么
我们玉霄峰修炼的一直是九莲本心路，而并非九莲夺天路。玄灵子握着骆剑清的手稍稍紧了紧，他沉默的垂目看着自家徒儿，凝视许久，低声说道：因为修炼九莲夺天路的修士，除了九莲尊者，从无一人可以修炼到第6层，等待他们的只有陨落。骆剑清赫然怔住，玄灵子望着自家徒儿错愕的模样，忍不住的心头一软，微微用力，便将人拥入怀中，紧紧的抱着这个温暖的身体。玄灵子一直紧着的心头终于松了一些，他低缓柔和的声音在骆剑清的耳边轻轻响起：但是为师又怎么会害你？骆剑清抬眸望他，只见玄灵子一脸正色的说道：大约在20年前，为师不小心窥探了天道，自此知道你命里有上一劫，这一劫是死劫，根本无法可解，于是为师便将这九莲夺天路交付于你，希望你能够借此突破劫难。竟然是这样！骆剑清微怔的望着玄灵子，玄灵子也垂目望他。骆剑清并未注意到，玄灵子抱住他的手指早已紧握成拳，指甲掐进掌心，留下一道道月牙形的痕迹。他的这番话令骆剑清信了，然而骆剑清却不知道，这些话连玄灵子自己都不信。上辈子同样是20年前，玄灵子陡然间窥得天道，知道自己的徒儿于20年后将会有一场死劫。为何会窥得天道？玄灵子并不知晓，然而接下来任他耗费灵力的掐算，却始终算不出如何为骆剑清避开这一道死劫。这是一道必死的死劫，无论身在何处，无论与谁为伴，终是必死无疑。那3年，玄灵子闭了死关，不见骆剑清一眼，将自己困在竹屋里，成天成夜的掐算。天道反噬令他受了重伤，吃了不知多少灵丹，却仍旧算不出一点点的希望。若真是一点希望都没有，那为何要让他知道这道死劫？3年后，太华山10年一度的新人试炼，玄灵子费尽心思，终于算出了一条生路。李修尘于是收徒，于是悉心教导，一切都遵循那千辛万苦才算出来的一道生机。玄灵子将全部希望都放在这李修尘身上，却没想到他最心爱的徒弟却在这18年内声名尽毁，甚至堕入魔道。难道天道有错？玄灵子再费了1年灵力，几乎快跌下化神期，算出来的结果仍旧是李修尘。只有李修尘，唯有李修尘。玄灵子慢慢闭上了眼睛，挡住了那滔天的恨意。等他在睁眼时，已经恢复如初，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玄灵子说道：当年九莲尊者失踪，墨家先祖身陨，人族的其他化神期修士陨落了9成，妖族的天阶妖尊也几乎死绝。众人全部讨伐上太华山，为了给他们一个交代，太华山玉霄峰再也不炼九莲夺天路，列为禁物，并且由每任峰主保管。太华山共有3样至宝，一样是明光青玉珠，一样是太华剑，最后一样便是九莲夺天路。3万年前的事情早已埋没在历史风尘中，再难追寻。玄灵子也只知道一个大概，因为当年的事情是太华山的禁忌，除了历任掌门和玉霄峰峰主，太华山的其余尊者连知晓的资格都没有。毕竟谁敢相信3万年前太华山曾经被千夫所指？这并非什么光彩的事情，越少人知道自然越好。既然连玄灵子都无法解释九莲夺天路的事情，那骆剑清也只能作罢。玄灵子说，修炼九莲夺天路的修士，除了九莲尊者外，没有一人可以修炼到第6层，而如今骆剑清已经修炼到第5层，下一步便是第6层。这件事两人都默契的没有再提，玄灵子心中在想什么，骆剑清并不知晓。然而骆剑清却相信自己，
九莲夺天路给了他再修炼的可能，也让他能够只用17年时间，便从金丹中期一路走到合体中期。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候肯定会有到时候的办法。简约朴素的飞行宝船快速的穿越云州上空，往极北之地而去。妖境深处，两道流光一闪而过，妖尊行威和妖尊浩明疾步向大殿走来。二者一进大殿，便齐齐走向端坐在宝座上的殷姬。浩明性子更急，开口便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何突然要讲和？殷姬，如今的局势，我们还是隐隐占了上风的。就算那玄灵子突破了化神中期，可是天老不也突破天阶了吗？殷姬此刻正襟危坐，再也没有了往日里的恣意潇洒。他沉着一张脸，望着眼前两个明显压抑住怒火的妖尊，许久后才道：你们太过低估玄灵子的实力了。天老受伤不轻，恐怕需要他与那劲离联手，才能将玄灵子拖住。顿了顿，殷姬又道：这样对我们并不有利。行为脸色一变，天老竟然受了重伤。殷姬道：大约需要几年才能恢复。众人一起沉默。背手在后，行为紧蹙着花白的眉毛，说道：若是如此，10年停战也确有蹊跷。殷姬，天老现在已经回来了，他可曾说过什么话？需要让你注意的吗？殷姬双眸微眯，手指搭在尖细的下颚上，轻轻敲击着。他长腿一翘，便露出万般风情，一张妖娆动人的脸庞上，即使没有笑意，却十分冷艳。天老说，枯山并不简单，10年停战为的不仅仅是玄灵子，更为了那近期不知是否会再次崩塌的枯山。不过多时，妖尊行威和浩明一起离开了大殿。殷姬向来掌管妖境中的大小事务，他处理得井井有条，深受独绝天老的重视。而这次的大战由独绝天老言定开始，也由他决定暂停。这一切行威和浩明并没有可以选择的权利。然而行威却非常在意一件事，在我离开前，天老前往了那极北之地，原本是想看看枯山的情况，同时寻找可以永远封住玄灵子，甚至将他击杀的方法。虽说没想到玄灵子竟然正巧逃脱，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能让天老决定停战？浩明想的没有行为这么多，他粗鲁的摆摆手，既然天老这么说了，那就听他和殷姬的吧。行为若有所思的眯着眼睛，没有再言。然而二人并没有走多久，刚刚转弯，便见一道湛蓝色的身影出现在了眼前。行为和浩明齐齐怔住，两人呆站在走廊的拐角处，久久无法动弹。只见在一条9曲18弯的回廊上，水波潋滟，波光粼粼。回廊下的湖水因风微动，吹拂起阵阵涟漪，碧澈清亮的流水叮咛作响，仿佛敲击着世上最动人的旋律。而在这回廊上，一个挺拔清冷的身影安静地站着，背对他们，一头如瀑黑发笔直落下，湛蓝长袍中由银丝勾勒出复杂的藤蔓花纹，仅仅是一个背影，便端得一副高雅清贵的模样，仿佛与这水融为一体，又仿佛被这直扑于天的湖水众星捧月，供奉成尊。这世上唯有神兽才能有如此气质，也唯有神兽能让天地间的万物甘愿臣服。妖兽不是神兽，神兽却也算不上完全的妖兽。1000年前，天下最后一只神兽失去了心脏，从此浑浑噩噩，成为一个懵懂无知的傻子。那时候妖族还有一位大妖尊，乃是天阶中期的实力。他曾经为神兽窥探天道，得出的结论是妖丹已碎，此生不可恢复。于是从那以后，妖境里再无人惧怕这只神兽。曾经的第一海主敬离不喜与他人往来，从来只待在龙岛上，除非是两族大战的关键时机，他并不出门。然而后来的第一海主敬离却不再拥有那般高高在上的权利。
他被打入了凡尘，甚至心智丧失，除了一身实力，连普通妖尊都暂且不如。这1000年里，邢威和浩明所做之事，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所有的事情，只有他们与那被欺辱的当事人知晓。大概是他们做的太过了一些，300年前连独绝天老都看不下去，从此将静离放到自己旗下，不许别人再与静离直接接触。邢威的脸色已经渐渐变白，浩明更是满头大汗，抖得好似筛糠。大妖尊明明说了，他的妖丹已经碎了，那他为什么会恢复？这根本不可能，这为什么会恢复？妖族向来不讲情理，也荒蛮粗鲁。放眼整个妖境，有多少人不喜欢这静离，简直是难以数清。因为所有妖兽都知道，他们永生永世不可成仙，唯有静离可以成仙。这样的愤恨与嫉妒早已蒙蔽了他们的双眼，甚至看着静离那紧锁龙岛一步不出的模样，他们更是莫名其妙的怒火中烧。邢威曾经说过，他便是瞧不起我们，自认为与我们不同。这世上还有什么会比将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打入尘土，自意凌辱，让人更加感到兴奋呢？根本没有。想到曾经做过的事情，浩明惊的想转身便逃，却被一道可怖的威压锁住。其实以他的实力，完全可以闯破禁锢，可他却不敢。大概因为2000年前，他不过是一头刚刚跨入地阶的小狼，对方却已经是半步天阶的绝世妖尊吧。他第一眼见到对方的时候，便觉得自己好像是低贱的野兽，对方却是高贵的神兽，于是就埋下了羡慕与畏惧的种子。这样的情况也发生了邢威身上。然而邢威终究活了近万年，更加沉稳几分。他抖着身体拱手道：静离，往日里有所不对，我在这里向你道歉。现在是两族大战的关键时刻，若你愿意，尽可以向我索要补偿，我定会一一奉上。听了这话，浩明却也忽然明悟，对，我错了，你想要什么都我弥补给你。这话落地后，颀长轻挺的背影微微一动，缓缓转过身来，一双碧蓝色的眼眸安静的凝视着眼前二人，在这眼睛中间是一点雪白的瞳孔，蓝眸白瞳，目光淡然澄澈，并无半点波动。邢威和浩明又说了一遍，在这微弱的风声中，只听静离低声说道：我是龙。邢威身子一僵，只听静离又道：何为蛇？不远处的大殿里，鹰姬摇摆着长尾，抬手掩唇，低低的笑着，不就是让你当了几百年的蛇吗？又有什么好不乐意的？我们蛇族照样可以化二为蛟，虽说万年来没有蛇成功化蛟，也没有蛟龙飞升成龙，但我们也是一家。鹰姬的声音刚落，便听轰的一声，大殿里的一盏琉璃长明灯瞬间破裂，化为碎片。鹰姬脸上笑意顿僵，他眯了眼睛看着那满地的碎片，最后不屑的说道：你在泥浆里打滚，缠着其他蛇类的样子，我可曾经见过。嗨嗨！鹰姬伸手擦去了唇边剩下的血丝，正欲发作，却听耳边传来一道叹气声。独绝天老沧桑悠长的声音响起：这件事你不曾插手过，现在又何必去故意惹怒他？鹰姬，他从来不喜欢与我们争论，也只是在两族大战时才会现身帮忙。我所认识的静离，只是一心想要飞升成仙，去寻找自己的同族，并无与我等争论尊卑的意图。这一次是邢威和浩明错了。紧紧的掐住手指，鹰姬终于还是没有离开大殿。其实在整个妖境里，想要羞辱静离的人，又何止邢威和浩明？鹰姬是因为本身不喜欢趁虚而入，落井下石，才没有在静离丧失心智的时候出手。事实上，比起邢威和浩明，他才是最为厌恶对方的人。为何你就是神龙，我就是蛇类？为何你就能成仙，我就必须止步天阶？在那几百年里，
当曾经尊贵的神龙被人欺骗，以为自己是条蛇以后，他被骗入一条沼泽中，欢乐的与那成千上万条小蛇纠缠。白色的龙尾上全是泥水，他钻入泥土里，甚至被骗入银河中，主动放荡的想要与其他小蛇交尾。若不是龙族的种族威压令这些小蛇不敢作乱，谁也不知当年的神龙会堕落到哪种地步。这一切殷基不曾参与，却巧自看着。每当他看到这白龙被其他蛇类骑在头上，他便忍不住的愉悦；每当他看到这白龙被其他蛇类伏低作小，他便心生痛快。你不是龙吗？你从此以后就是条蛇，而且是愚蠢到远不及其他蛇类的蛇。妖境大殿内，殷基不再吱声，只是咬牙，独觉天老闭关深处，不问世事。行为和浩明一味的求饶示好，却没有得到任何原谅。不过多时，大殿深处便传来他们的痛嚎声。妖族内部早已开始混乱，而此时此刻，骆剑清也和玄灵子正式来到了冲州，只往前一眼，便可以看见无边无际的极北之地。极北之地的事情自然没有解决，然而现在大多数人休都忙于准备10年后的大战，所以只有飞花宗以及周围的一些小门派来处理枯山崩塌的事情。枯山崩塌看似危险，却不知何时才会发生。然而两族大战却是结结实实的10年后就要开始了。我虽说并不擅长阵法，却也可以与飞花宗一起，暂时以阵法锁住枯山的危险。玄灵子带着骆剑清来到飞花宗的驻地，对他说道：这段时间你便在这里待着，大约1个月，为师就可以回来。闻言，骆剑清道：师傅，我和你一起去。两人抵达冲州的时候已经是深夜，黑夜深邃。飞花宗的人给他们安排了住所，就等着第二天一起进入极北之地。骆剑清炙热坚定的目光令玄灵子眉头一蹙，他说：以你的修为，若是遇到危险，连你都护不了我，那这危险一定到了能让你受伤，甚至再次被困的程度。骆剑清直接打断了玄灵子的话，他认真的望向对方，明亮眼眸里全是不容更改的决然，语气决绝，就算是枯山再次崩塌，我也一定要与你一起。玄灵子微微怔住，哑然无言。当日夜晚，两人相对坐，打坐修炼。玄灵子正闭着双眼，忽然便感觉到自己的手被温暖的东西缚住了。他睁眼一看，只见不知何时自家徒儿已经张开眼睛，望着自己，握住了自己的手。这双透亮清澈的眸子里倒映着盈盈月光，望了许久。骆剑清才哑着嗓子说道：师傅，我们真的一定要进入那极北之地？玄灵子轻声道：是，至少布下大阵，将枯山暂且锁住一些。骆剑清垂了眸子：我不想再进那里了。上一次进去，我险些失去你，又失去了。声音戛然而止。骆剑清没有说出那个名字，然而玄灵子的神情却慢慢凛然。骆剑清微微垂手，额前的碎发便落了下来，遮挡住他的眼睛。他的心中早已被苦涩酸楚埋没。就在几个月前，就在那里，他失去了一生的好友，而如今他又要再次踏入其中。极北之地，这4个字仿佛梦魇。上辈子左云墨和修痕死在其中，连尸首都未曾找到。这辈子莫秋死在其中，也是尸骨无存。若是这一次再进去，会不会又发生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会不会遇到更可怕的灾祸？会不会剑清？低柔绵长的声音倏地响起，打断了骆剑清的思绪。他怔怔的抬手望去，只见在一片朦胧清和的月光下，玄灵子清雅的眉眼无奈的弯着，他轻轻垂手，在骆剑清的眼脸上吻了一下，温柔道：有我在，你又在害怕什么呢？可是莫秋玄灵子突然封住了骆剑清的嘴唇，封住了他口中的那个名字。
滚烫火热的纹好似烙铁，在骆剑清的心头印下一个深深的印记。舌尖熟练地撬开他的牙齿，钻入其中，吸吮着他口腔里的每一寸肌肤。酥麻的感觉顺着这动作传入大脑，令骆剑清暂且忘了刚才的事。已经有半年没有再吻过这个人，也有半年没有这么疯狂过了。骆剑清放肆地压在玄灵子的身子，让对方进入了自己。半年多没有做的事，一旦做起来，便好似天雷勾动地火，一发难以收拾。当元神融合起来的那一刻，骆剑清更是被刺激的瞬间释放，整个人瘫软在了玄灵子的身上。玄灵子立刻翻身，压住了这个清美俊逸的青年，用力冲撞。然而元神的融合只是一个开始，连玄灵子都没想到，当两人心神结合之后，那藏在他身体深处久久未曾动弹的灵丹居然有了反应。磅礴的灵力顺着两人结合的地方传入骆剑清的身体里，这种感觉实在太过美好，令骆剑清浑身战栗，身体里的元神也狂喜似的吸纳灵丹中的灵力。等玄灵子抵达那一点时，两人一起释放，齐齐到达巅峰。玄灵子很少出汗，这一次身上却蒙了一层薄薄的细汗。他微微喘气，施了个法术，帮自家徒儿清理了一番。然而就在他用灵石随意的扫荡过骆剑清的身体时，却惊骇的发现，骆剑清的修为竟然有了可怕的提升。玄灵子立刻反观自己丹田里的灵丹，果不其然，这灵丹竟然小了一些。原来这灵丹竟然还能这么用。玄灵子诧异的转手看向自家熟睡中的徒儿，不知怎的竟然耳尖一红，尴尬的别开脸去。第二日，骆剑清醒来后便觉得神清气爽，体内的修为不仅巩固了许多，而且好像更上一层楼。他只当是双修造成的结果，没有想那般多。很快他就与玄灵子以及飞花宗的众多修士一起飞入极北之地，往枯山而去。枯山山脉连绵上千里，这一次众人的目标十分明确，便是那位于最东北角的枯山。一行近100人浩浩荡荡的穿过阴泽涧，跨过无底窟，从枯山旁绕路而行，眼见着便要来到最东北角的枯山。然而就在此时，只听飞花宗的飞行宝船上传来一道惊呼声：“凤丝师叔！”话音落下，骆剑清立刻转手往出生处看去，只见一位合体后期的女修睁大双眼，不敢置信的望着脚下。几乎没有一点犹豫，那女修突然就从宝船上跳了下来，全然不顾自己此刻是往危险重重的枯山里跳去，带着一股视死如归的决绝，义无反顾的往下飞。那女修哭喊出声，大声喊着：“师叔，凤丝师叔！”骆剑清转头一看，只见在一片山脉上空，一道浅黄色的身影悬浮于半空中，不知在做些什么。心里突然觉得不妙，骆剑清赶紧开口：“不要去！”玄灵子也双目一缩，脚尖一点，便去追赶那人，同时道：“不要碰他！”然而话出时，一切已然晚了。那位合体后期的飞花宗女修一把抱住了浅黄衣衫的凤丝仙子，但就在她碰到对方的那一刻，眨眼间，那道窈窕动人的身影便化为漫天光点，飞落成花，轰然飘散。女修惊怔的望着这一幕，玄灵子也停住脚步，诧异的望着。飞花宗的飞行宝船上，众多女修全部愣住，不知过了多久，才有人第一个哭喊出来：“凤丝师叔！”接着便是更多痛绝的哭喊声，然而那道身影却是彻彻底底的消散了，再也没有重组的可能。此地距离枯山只有不足10里，然而众人却没有再往前行。重峦叠嶂的枯山山脉中，一座座陡峭山峰好似笋竹，窜地而出。而在这所有的山脉之中，最为突出的无疑便是那最东北角的枯山。一座陡峭的山峰直窜云霄，不见峰顶，从骆剑清如今所在的地方
远远的也能看见枯山的身影。他便如同一道黑色的暗影，被浅黄色的沙尘和云雾遮掩住，若隐若现。那位飞花宗的长老也从未想过，自己这不经意的一碰，便让凤丝仙子沉睡了1年的身体灰飞烟灭。当他发现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后，他悲痛欲绝的痛哭出声，全然没有一个高阶修士镇定冷静的模样。然而他的反应却合情合理。飞花宗的掌门刘玉仙子说道：“幻清向来与凤丝师叔亲近，他的师傅很早就过世了。他与凤丝师叔相处600年，几乎是由凤丝师叔一手带大的。凤丝师叔将自己在阵法上的诸多感悟都传授给了幻清。幻清的修为只有合体后期，但是他在阵法上的造诣却极高。此次他前来，便是要为布下枯山大阵而尽一份力。”玄灵子微微颔首，骆剑清则是转过头，悄悄地看向了那哭泣不止的女修。合体后期的修士，就算是在飞花宗，也是长老之一，可以叫得出名号。然而，当看到教导自己的师叔因为自己的失误，连尸身都没保全下来后，这位女修的失态完全可以理解，也令骆剑清心中微酸。都说修炼一途，大道无情，然而修真者并非真的无情。若是真的无情无义，那修的哪里是人之道？那是猪狗不如的畜生之道。望着脚下那仍旧在闪烁光辉的大阵，骆剑清轻轻的叹了口气，与飞花宗的许多长老弟子一起，对着凤丝仙子消失的地方鞠了一躬。他只见过这位仙子一面，却也知道对方是一个通朗明阔之人。为之悼念，乃是理所应当。不过悲伤终究不可持续太久，没过多久，那位泣不成声的幻清仙子便慢慢的止住了哭声，眼泪还在不由自主的往下流淌，但是他却开始仔细检查这个大阵，最终看向玄灵子。玄灵子道友刚一开口，仍旧带着哭腔的声音便令幻清仙子止声。他稍稍酝酿了一会儿，在开口时已经只是声音沙哑，却不再那般带着哭声。玄灵子道友，这大阵乃是我师叔独步天下的凤羽相思阵，乃是天阶顶级阵法。师叔以身体为阵眼，应当是在很短时间内布下这座大阵的，所以阵法并不算多么完善。据我观察，从我们所处之地再往西3里处，有一座崩塌的小山。我想师叔是为了阻止那座山崩塌的威力扩散，才会情急之下布下这凤羽相思阵。玄灵子自然也发现了这点，他颔首道：“这确实是凤羽相思阵。”幻清仙子道：“既然师叔已经布下了这阵法，那我们便可以省了一份力，就借着他的阵法雏形再往下完善。”如今师叔的声音微微顿住，片刻后，这幻清仙子才继续说道：“师叔的尸身已经消失，阵眼也被破坏，想来只需要3个时辰，这凤羽相思阵就会瓦解。所以我们必须得快一些完善阵法，让整座阵法笼罩整个枯山。”玄灵子欣然同意。接下来便是布阵。骆剑清并不擅长阵法，玄灵子便将他留在了身边，让他走到最临近的一个节点。而飞花宗其余门派的修士和许多散修则各自飞到自己应当前往的节点，准备好布阵事宜。骆剑清站在玄灵子面前的3丈3尺3寸处，抬目望他，只见辽阔广袤的枯山山脉中，白衣尊者神色肃穆，双指并拢，看似随意的一点，一道道金色剑光便倏地划过天际，往远处而去。玄灵子一共点了107下，等到第108下时，他转手看向骆剑清，望着不远处的青年，玄灵子清冷的面容稍稍柔和了一些，他动作温柔的一点，顿时骆剑清便感觉一道清凉的灵力从自己的百会穴中灌入，很快流遍全身。这股力量柔和绵长，好似一汪温水，暖入心脾，令骆剑清舒坦的闭上双眼，情不自禁的享受在其中。
幻清仙子站在玄灵子的身旁，恭敬道：“请玄灵子道友进入阵眼。”玄灵子抬步走到了刚才凤丝仙子所在的地方，他只是往那边一站。骆剑清倏地浑身一震，惊讶地睁开眼睛，只见玄灵子就站在骆剑清的面前，两人相距不过半步。然而骆剑清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好像被对方掌控住了。不仅是如此，骆剑清忽然感觉到了另外107位修士的存在，他们好似棋子，被周详缜密地安排在了某个节点位置，差一分一毫都决然不行。所有人都站在各自准确的位置上，布下着天罡地煞阵，作为一道引阵，引动天地灵气和枯山之力，驱动起凤羽相思阵，反过来将枯山镇压住。正在骆剑清好奇困惑的时候，只听玄灵子轻轻道：“剑清，你乃天魁。”骆剑清抬手，天魁星。玄灵子颔首。一旁的幻清仙子道：“再过一炷香时间，便是掩星之时。虽说这掩星之时并不如罗日之时和天月之时那般适合布阵，但是却也是数天难得一见的好时辰了。我们正巧碰到这般时间，或许也是师叔在天有灵，保佑我们。”玄灵子问道：“再过一炷香时间，引动天罡地煞阵。”幻清仙子点头：“是。凤羽相思阵是师叔毕生心血，我资质粗鄙，学艺不精，修为更是不够，并没有把握可以布下它，所以要借助掩星之时，一举布阵。想必有玄灵子道友在，胜算定然会大上许多。”一炷香时间很快便到，只见天空中隐隐有一道星光闪起。就是这个时候，幻清仙子的声音刚落，玄灵子便忽然伸手，一指点在了骆剑清的眉间。微凉的指尖抵触在温热的皮肤上，令骆剑清微微发痒。然而没让他再仔细感受，突然有一股温缓却庞大的灵力从他的眉间钻涌进来，令他发出一道低吟。轰！骆剑清身上青光大作，雄魂灵力全部燃烧起来，疯狂地涌动。如果有人此刻从天上往下看，便会惊骇地发现，在枯山山脉的东北方向有一颗星星冉冉升起。这颗星星绽放出璀璨光芒，忽然放射出一条线，连向了西南方向。接着西南方向又亮起了一颗星，然后是第3颗、第4颗、第5颗、36颗明亮耀眼的星辰在枯山山脉中升起，仿佛真的是星辰坠地。在此刻，大地成了星空，天空却成了大地。与此同时，骆剑清忍不住的闭上双目，感受这可怕奇异的境界。他的灵力好像与其他35位大能联合成了一体，在这36人中，他的修为最低，其余最低的也是合体后期。然而现在，他们全部成了一个人。那磅礴凶猛的灵力实在太过充沛，让骆剑清产生了一种自己可以轻易毁灭枯山的错觉。玄灵子的手指仍旧点在骆剑清的眉间，他的另一只手则开始掐弄手诀，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到最后左手已经幻化出了虚影。一道道金色灵力在他的指尖闪烁，玄灵子再次抬手，这一次指点骆剑清的天灵穴。切！轰！刹那间，72地煞全部亮起。这星光稍微比36天罡星要暗淡了一些，但仍旧熠熠生辉，在连绵不绝的枯山山脉中绽放出自己的光芒。至此，天罡地煞阵便已经开启。玄灵子垂目望着眼前的青年，不曾再动。一旁，幻清仙子和其余的修士则开始忙碌起来。他们一个个的开始掐弄手诀，接连的施展法术，将一道道的灵力打到了空中某个虚无的点上。当一切都结束时，只见幻清仙子神情严肃的伸出右手，双指合拢，站在玄灵子身后3丈处，往前一指，火凤腾天，雨落相思，凤羽相思阵起。轰隆隆！
只听一道清亮的凤鸣顿时响彻天地。从骆剑清的脚下，一只火红色的凤凰忽然腾跃而出，从大地中升起。枯山山脉中数不尽的力量从每个角落涌现，往这只凤凰身上聚拢。凤凰的身体穿过骆剑清和玄灵子的身体，令他们浑身一颤，体内的灵力更加雄厚了一分。这凤凰展开双翼，翱翔9天，无数火星便从它那绚烂艳丽的羽毛中落下。当真的落下时，骆剑清惊讶地发现，这些火星居然都是这只凤凰的羽毛。凤凰展翅飞翔，从骆剑清的这一点开始，一路飞过了36天罡星与72地煞星所在的节点。在它飞行的一路上，它的羽毛便不断的洒落，化为一道道火色光芒，消失在大地之中。幻清仙子的脸色渐渐苍白起来，她咬紧牙齿，倾听那在天地间回荡的凤鸣。终于，火凤穿过的魁星所在的节点陡然抬身，高高的飞向9天云霄。此时，火凤的羽毛已经几乎掉光，身上的灵力也已经快要消散。它几乎是在用尽全力往更高的天空上飞。然而随着它越飞越高，幻清仙子的面色便越来越苍白。当他飞到某个高度时，幻清仙子终于再也忍不住，喷出了一口血。骆剑清立刻惊道：“幻清前辈！”幻清仙子身子颤抖，然而他却咬牙道：“无事，小友你千万别动。”骆剑清怔然的望着这一幕，最后只得转眸看向玄灵子。只见玄灵子仍旧维持着刚才的动作，他轻轻摇手，低声道：“凤羽相思阵已经开启，为师若是现在出手帮他，天罡地煞阵便会被破坏，那引出来的凤羽相思阵也会失败。我等前功尽弃。”如今这火凤已经飞到999丈的高度，只待它飞到9999丈时，便是凤羽相思阵涅槃成功之际。骆剑清问道：“真的没有办法？”玄灵子垂眸：“真的无法。凤羽相思阵已然开启，如何让它持续到结束，便是幻清仙子的事情了。”在场的所有人中，玄灵子即使修为最高，在阵法上的造诣也不如幻清仙子，而且幻清仙子还是唯一一个熟悉凤羽相思阵的修士，这阵法只能由他开启，也必须由他开启。当火凤飞到3000丈的时候，幻清仙子面如金纸，唇边的鲜血再也止不住。当火凤飞到6000丈的时候，幻清仙子眼中气血仿似下一秒就能跌倒下去。而当那火凤飞到9000丈时，幻清仙子终于再也支撑不住，他一口精血喷洒出来，整个人往后倒去。玄灵子低叹一声，赶紧的收手，准备去救人。谁料就在此刻，却听一道清净明亮的龙吟倏地响起。玄灵子身体一僵，立刻转手看向东北角，他目光灼灼，死死凝视在那巍峨峭立的枯山之上。只听一道道悠长的龙吟从这枯山之中发出，直窜9天，令那本来就要陨落的火凤竟然速度加快，一举突破了9999丈的高度。轰隆隆，火凤涅槃，大阵出城。当这大阵全部布下的下一刻，骆剑清便看向玄灵子，说道：“师傅，是龙吟。”玄灵子道：“不错，是龙吟。”骆剑清双眸一转，立即分析道：“难道说那枯山之中有一条龙？师傅，除了妖尊镜离，这世上莫非还有第二条龙？”玄灵子双眸一眯，为师也不知。骆剑清蹙起眉头，目光复杂的看向那不远处的枯山。只见在昏黄沙尘之中，这枯山若隐若现，仿佛一个巨人屹立在群山之中。凤羽相思阵虽说已经基本布下，但要将大阵完善，仍旧需要一段时间。接下来的20天，玄灵子和幻清仙子等几位对阵法颇有研究的修士联手将阵法完善。
当这凤羽相思阵彻底落成之时，骆剑清仿佛看到了一只沉睡的火凤，正隐藏在这大阵之下。只要有一丝变动，他便会立刻苏醒。凤羽相思阵布成之后，所有修士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几乎没有一点迟疑，全部赶紧离开了枯山山脉，仿佛身后有洪水猛兽追赶似的，连一点时间都不愿耽搁。不过他们的逃离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次为了布下这凤羽相思阵，修士们都不得不进入枯山范围。天下人都知道枯山的危险，这些修士也时时刻刻在担心自己会不会陨落其中。这一次是他们走了大运，竟然没有一个人陨落。然而他们也不敢考验自己的运气，大阵一成就直接离开。飞花宗的女修们暂时没有离开，他们守在这大阵之外，为凤丝仙子悼念。封锁枯山的阵法已经落成，飞花宗已经付出了他们所能拥有的一切，做了他们应当做，甚至是不需做的事情。如今他们问心无愧，只想在这里为自家师祖弹上一曲百花音。百花开时我不开，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迷香凝玉炼，炼起璎珞断红颜。骆剑清站在一旁，望着这近百位飞花宗修士，齐齐奏响了这一首惊动天地的百花音。每一道琴音都仿佛低泣，每一声琴语都好似哀吟。当众人了结了最后一个音时，天空中不知从哪飘来了一朵浓厚如墨的雨云。不过多时，大雨倾盆，倾倒在这群山之中，沾湿了女修们的青丝。骆剑清以灵力护体，这样寻常的雨水自然不可能近身。然而在他的面前，63位飞花宗的仙子却无一人运转灵力。他们捧着自己的琴，向着前方缓缓鞠了一躬，当收琴后，只是无声的哽咽。谁也不知他们有没有在哭，雨水与泪水混合在一起，将这片大地浸湿。当日，玄灵子和骆剑清便离开了这里，与飞花宗的众位仙子辞别。临行时，飞花宗掌门刘玉仙子郑重道：“玄灵子道友，当日大阵出城之时，我们都听到枯山之中传来一道龙吟。此事事关重大，我已经派人通知天下道友，让他们知晓。”玄灵子并不意外，他微微颔首：“无妨，我接下来便要去那里。”刘玉仙子错愕道：“那里可是枯山？”玄灵子淡然抬眸：“是，那是枯山。”刘玉仙子哑口无言。刘玉仙子自然不可能阻拦玄灵子，他也无法阻拦。于是玄灵子便带着骆剑清往枯山而去。然而在距离枯山100米时，他却停住了脚步，转手看向一旁的徒儿，道：“剑清，这里若是真有龙，为师未必能护得住你。”闻言，骆剑清挑起一眉，道：“我便是在这里等你，也不可能免受你们大战时的波动，不如和你一起进去。”玄灵子只得答应。然而令两人奇怪的是，他们抱着必死的决心进了这枯山，却没有看到任何奇怪的事物。枯山中云雾弥漫，白气蒸腾，可是别说龙的身影了，连一头妖兽的影子都无法见到，当真是荒无人烟。既然如此，骆剑清二人也只得暂时离去。这枯山山脉好像在崩塌之后就没了任何危险。他们此番上百人进来，竟然无一人遇难，连受伤的都只有幻清仙子一人，真是奇怪至极。在离开枯山山脉之际，骆剑清忍不住的回首，看向这峰峦起伏的枯山山脉。只见在朦胧昏黄的沙尘之中，群山变成了不可看清的黑影，仿佛一头头沉睡的野兽，隐藏了巨大的秘密。然而这秘密却不会有人知道。为什么枯山之中会发出一道龙吟？为什么枯山山脉忽然变得如此无害？骆剑清隐约觉得，或许李修成会知道这一切。想到这，骆剑清嘴角微翘，语气轻快的说道：“师傅，我想其实我们这次不该去云泽之地。云泽之地固然危险，
在其中历练可以快速提升修为。但是或许我们该去另一个地方，在那里大概能找到更多的机缘。玄灵子转手看向骆剑清，哪里？骆剑清微微扬手，淡笑勾唇，寒光洞。阴冷潮湿的山洞内，光线暗淡，伸手不见五指。滴滴答答的水声从山壁的每一个角落传荡过来，慢慢的流入溪河之中，汇聚成一条5尺宽的细水，一路往前而去。只见正在此时，7、8个散修打扮的修士警惕的从这里走过。他们走到如今这个岔路口，停住了脚步。众人纷纷看向站在最前头的那位修士，问道：大哥，往哪里走？寒光洞中最多的便是数不尽的洞穴，运气好的时候可以一条路通到底，遇到许许多多的寒光玉液；运气不好时，则一直选错路，会遇到许许多多同来寻找机缘的修士，甚至可能遇到寒光洞独有的冰兽。寒光洞位于玄天大陆的西侧，在龙州旁边。天下共有4大险地和8大荒原，这寒光洞便身处在8大荒原之一的寒墨荒原的正中央。每日都有许多修士进入冒险。这里并不像极北之地有深陨的危险，倒是一个较为平和的历练之地。此刻这8人小队便走过3个岔口，又停了下来。他们这次真是非常幸运，连续3个洞口的选择都正确无误。虽说没有见到寒光玉液，却也没有碰到冰兽。为首的男子听了伙伴的话，仔细想了想，道：那便往左边走好了。众人立刻点头，往前继续走了起来。在这8人小队中，一个英俊高瘦的身影显得十分突兀。他的穿着不似其余7人那般简素普通，反而穿了一件华丽的锦袍，腰间也别着一只垂落下来的玉牌，玉冠束发，相貌堂堂，比先前那几个粗糙的汉子多了几分雅俊的气质。此人正是李修臣。站在首位的壮汉转过头来，笑着与李修臣说道：李兄弟，你是第一次来寒光洞，倒不知道其实在这寒光洞里，没有碰上寒光玉液是小事，最头疼的就是碰上那冰兽了。李修臣好奇道：哦，还有这等事？大汉点头道：那冰兽虽说实力不高，以我等金丹期的修为，就算来了头2星冰兽，也能将其击杀。但是冰兽却会吐出一种冰液，这冰液与那寒光玉液截然不同。若是被这冰液溅到了身体，会冻结丹田，对丹田损害极大。李修臣赞同的说道：对于修真之人来说，丹田可是最为重要的地方。没想到这冰兽的冰液如此厉害，那我们真得小心了。众人齐声笑开。然而就在不远处的一道山壁后，一个俊美清逸的年轻修士听了这话，却面色古怪的蹙了眉。他转手看向一旁，只见一个白衣修士正垂眸望着一本书籍。见对方不理自己，青衣修士说道：师傅，这才多少年不见，这李修臣竟然都会撒谎了。玄灵子轻轻抬手翻到了第2页，道：你很关心他？骆剑清道：我哪里有关心他，只是我忽然想起来，17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可不是现在这般模样。那时候他非常愚蠢，当着移天派的面就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后来的几年，他也依旧蠢笨不堪。没想到如今竟然还有了点小算计。李修臣真的是第一次来寒光洞，别人不知道，骆剑清可是非常清楚。在1个月前，骆剑清带着玄灵子来到了寒墨荒原。2人一进入这里，第一件事并非前往寒光洞，而是赶望了这一脉的墨家所在地。虽说墨秋不是墨家人，但是骆剑清却也欠了墨家先祖墨清许多东西。他尽量的送了墨家一些礼物，在玄灵子的允许下，还挑出了2个根骨异品的墨家孩童，稍稍点化了他们一下。墨清的后人果真是与众不同，即使是生活在这荒僻贫瘠的寒墨荒原3万年，墨家的年轻一代中，居然有4个异品根骨，有2个还
还是一品极品。若是真能觉醒玉清子尊者曾经说过的那个墨道血脉，想来这一脉的墨家人绝对可以重现当年的辉煌。不过墨家的事情，骆剑清也不好插手，他只能稍微做了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至此，与墨清的因果便算是了结了。骆剑清并不再欠墨清什么东西，他甚至也连带着墨秋欠墨家的那一份一起还清。而这一切结束后，骆剑清便来到了寒光洞。骆剑清清楚地记得上辈子的这个时候，他即将被李修尘击杀，李修尘不过才筑基后期。然而如今，李修尘却已经达到了金丹后期。他也不知道李修尘是如何修炼的这么快的，但是只是变化了这么小的一部分，那也不足为虑，毕竟他自己可是从金丹后期跨步到了合体中期。在求仙寺中有说过，李修尘在奉命追杀骆剑清前，曾经来到寒光洞中历练。李修尘这个人，若是说他机缘太多，那确实是真，否则有谁能凭借极差的根骨20年内跨越到元婴期？但若要说他运气不够好，那其实也有一点，因为他这次在寒光洞中便碰到了相当于渡劫期修为的5星冰兽。冰兽一共只有5星，1星冰兽大约是金丹期修为，2星是元婴期，5星则已经达到渡劫期大能的修为。即使冰兽的杀伤力并不如许多妖兽，但是他们的冰液却令人足够头疼。若是被这冰液见到的次数太多，那丹田重伤之后，等待修饰的也只有陨落这一条路。半个月前，骆剑清和玄灵子来到寒光洞，花了3天时间便找到了李修尘。那时候李修尘还是一个人在试炼，他要么就不碰到冰兽，要么就碰到一大群冰兽，他自己过得也相当不舒坦，然而却屡次化险为夷，总是能找到很多寒光玉液。短短10天，他便找到了其他人1年都找不到的寒光玉液，积攒了大半个玉瓶。对于那些最普通的寒光玉液，骆剑清并不在意。寒光玉液的作用只有一种，洗精伐髓。这是天底下最冰冷之物，用它来洗精伐髓，不会有任何后遗症。1瓶寒光玉液能将3品根骨提升到2品根骨，10瓶寒光玉液便可以将2品根骨提升到1品根骨。若不是寒光玉液实在太难寻找，而且数量稀少，恐怕寒光洞早已被修士踏平。骆剑清靠在冰冷光滑的山壁上，垂目看着悬浮在自己面前的细长宝剑。双符剑早已从他的眉心飞出，如同顽皮的孩童一样，不断的左右乱飞，好似在与骆剑清玩耍。寒光洞中实在没有太多的危险，身为超品根骨，骆剑清对普通的寒光玉液也并无兴趣。他随意的与双符剑嬉闹着，开口道：“师傅，你便一点都不好奇，我为什么知道李修尘在这里？我又为什么想来这里？”玄灵子道：“你是否又得到了曾经的那本书？”骆剑清顿时一愣，诧异的抬眸：“你怎么知道？”玄灵子薄唇微勾，清冷的眉目稍稍弯了几分，果然如此。以前骆剑清曾经向玄灵子大致说过求仙前3本书中的内容，这次却没有告诉他求仙寺的事情。骆剑清不由来了兴趣：“那你大概猜猜，以后在这里会发生什么事情？”玄灵子放下手中的书籍，转眸看向不远处的8人小队，他的目光在那7个粗犷直率的散修身上扫过，最后在李修尘的身上停留了一瞬，接着看向骆剑清，镇定道：“这里有一只5星冰兽，就在距离此地不过10里的地方。能够诞生5星冰兽的地方，自然会有大量的寒光玉液。莫非有人能击败5星冰兽，得到寒光玉液？”骆剑清惊道：“你怎么知道10里外有一只5星冰兽？”玄灵子理所当然道：“在进入寒光洞的时候，为师便用灵石发现了它。”顿了顿，他问道：“有何不对吗？”“当然不对，你根本是在作弊。”这一厢，骆剑清用冰冷的眼刀子嗖嗖的往玄灵子身上刮着，而那一厢
8人小队又到了一个岔路口。这一次众人都轻松了很多，毕竟他们从来都没有过这么好的运气。没有碰到一只冰兽也就罢了，刚刚竟然还得到了不少寒光玉叶。为首的大汉原本是想大家一起平分，但李修臣却十分大度的拒绝了。在下受了一些伤，幸好遇上林大哥才能化险为夷，否则以在下一个人独自在这寒光洞里历练的话，一旦遇上冰兽便不好了。诸位大哥无需照料在下，若是以后在下为大家出了力，才敢取走这寒光玉叶，否则在下无功不受禄啊。一番话说下来，大义凛然，配合着一张仪表堂堂的外貌，令那7个汉子不由心生好感。林业感慨道：“李兄弟真是深明大义，但下次若是还有寒光玉叶，你可别再推辞了。”李修臣笑着答应。这一切都被骆剑清看在眼里，令他忍不住的勾起唇角，玩味的看向他们，仿佛是为了印证李修臣的话。这一次在岔路口时，林业选择错误，令众人遇到了一只2星冰兽。8个金丹修士各显神通，众人齐心协力，费了一番周折，终于将这冰兽击杀。只有一个修士被冰叶溅到手臂，受了轻伤。林业收起大刀，走到李修臣面前，感激道：“李兄弟，这次多亏了你，我们才能如此迅速的斩杀这头冰兽。太华山果然名不虚传，李兄弟年纪轻轻便有如此实力，在下佩服。”李修臣张大眼睛，诧异道：“你怎么知道我是太华山的弟子？”林业憨厚的一笑，低头看向李修臣腰间悬挂的玉牌：“我倒是认识这块玉牌。”李修臣一脸惊讶，接着无奈的笑道：“没想到竟然忘了收玉牌，真是让林大哥见笑了。在下并没有想过在外显露身份，宗门是宗门，我是我。如今我不过才金丹后期，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林业又感慨道：“李兄弟果然谦虚啊。”骆剑清看着这一番和睦融洽的场景，微微抿了嘴唇，脸上的笑意慢慢消失。他目光幽深的望着那满脸笑意的林业，再看了看他周围那6个散修，只见他们同样热情的笑着，用真诚的目光看着李修臣，向他道谢。看了许久后，骆剑清才收回视线，转手望向玄灵子，道：“师傅，这次在寒光洞中，你果真不会出手？”玄灵子道：“那头5星冰兽不过才刚刚跨入5阶，实力并不算多么强悍。剑清，你已是合体中期大圆满的修为，若是为师再插手，那这次的寒光洞之行对你而言并无任何历练作用。”骆剑清静了声，良久才又道：“他们心思淳朴，以我之力未必能护得下那7个散修。”玄灵子翻手将书籍收入那戒中，抬眸往不远的地方扫了一眼，接着声音清冷的说道：“是非因果，可有宿命。既然你想强行更改他人之因果，那便需要你自己一人承担。若是你护不住，他们便想要为师来帮忙，那为师若不是在这里，你又该如何是好？”骆剑清正欲再开口，却听到那边已经开始选择下一段路的方向。林业朝李修臣拱手道：“李兄弟，今日我们的运气很好，不如由你来选一次路吧。”其他人连连应和道：“是啊是啊，李兄弟，你随意选上一条路吧。”李修臣微笑道：“既然如此，那在下便恭敬不如从命。”话音落下时，李修臣已经看似随手的指了一个方向，他的手指指在正中央的一个洞口处，黑漆漆的洞口里没有一丝光线，好似一头凶猛的妖兽正张大嘴巴，准备吞吃每一个进入的人。明明这洞口和其他的没什么分别，但是不知怎地，林业竟然心里一慌。他刚准备告诉李修臣再重新选一条路，却见李修臣微微笑道：“林大哥，我见这条路不错，我们便选择这里吧。”林业吞了口水，好。骆剑清望着这8个人一起进入了洞口，他双目一眯，赶紧瞬移跟了上去，
玄灵子便也抬步跟去。求仙寺中是如何描写李修臣这一次的寒光洞之行的呢？3个月后，当李修臣一身血污的从这洞口里逃出时，他浑身是伤，整个右掌几乎要被削断，他的左腿被咬得血肉淋漓，右半边身子更是被冻结成了冰块。李修臣没有片刻犹豫，赶紧饮下了一大口的万年寒光玉液，顿时奇光大现，冻结了他的右半边身体的冰块慢慢瓦解，他也疼痛的开始嘶嚎起来。细小的血珠从李修臣的毛孔里渗透出来，让他眨眼间就成了一个血人。剧烈的疼痛仿佛烈火炙烤着他的身体，然而他却咬牙死撑，悲痛的喊道：林大哥，我一定会为了你们宰杀了那头孽畜，以为你们的在天之灵。寒冷阴湿的山洞中，清脆叮咛的水珠低淌声好似落珠，在这宽阔寂静的山洞里响起。骆剑清跟在李修臣8人的身后，进了正中央的这条路。这条路显然和以往李修臣等人走的路不一样，越往里走，刺骨的寒风便越是嗖嗖的刮吹过来，好似刮过了每个人的骨头，令众人瑟瑟发抖。除此以外，这里也光线也越来越暗。原本在这寒光洞里就没有任何照明，凡人根本无法视物。至于修真者则好上许多，可以勉强看到东西。然而到了这条路上，环境的黑暗已经不是光线的问题，而是有一层朦胧的寒气挡在众人眼前，遮挡视线。走了大约1里的时候，为首的林业便道：李兄弟，这条路似乎有些古怪，我们要不赶紧回头换一条路吧。李修臣却摇摇手，笑道：林大哥，这才走了1里地，我们便发现了不少寒光玉液，如今也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你实在太多心了。我们接着往底下走就好了，一定可以发现更多的寒光玉液。可是，林大哥，最多便是碰上3星冰兽吧？我们8个人合力，就算是3星冰兽也有一战之力。冰兽的攻击力向来不强，只需要抓准时机，3星冰兽我们也不是不可以斩杀。林业终于没有再反对。这一路上，他们确实见到了不少寒光玉液。短短1里地，这寒光玉液的数量便超过了他们往常3天可以见到的数量。恐怕这里真的是一个大机缘。俗话说，富贵险中求，已经30年没有人在寒光洞里见过4星冰兽了。李修臣说的不错，他们这8人的实力在金丹修士中也算是强者了。真碰上3星冰兽，至少顺利脱身还是没问题的。于是一行8人继续往前走，骆剑清跟在他们后面，只隔了100米的距离，可他们却没有一人发现。望着这8个人小心翼翼的背影，骆剑清双眸微眯，叹气道：这世上大多数的修士都是死于寻找机缘的路上，机缘往往伴随着危险，他们又何尝不知？玄灵子淡淡道：我辈修士怎能畏惧险难？骆剑清笑着颔首，抬眸瞧了自家师傅一眼，问道：那师傅，听说你以前也去过很多险地，经历过很多磨难，当时你是怎么度过的？可曾像这里修臣一样，总是3番2次的死里逃生，经常所有人全部陨落，只剩他一个人逃脱，然后立誓要给死去的同伴报仇？清俊脸庞上并无一丝波动，玄灵子垂眸望着自家徒儿，眼神渐渐柔和几分。为师从不与他人一起。骆剑清惊讶的说道：师傅，原来你这般孤僻。玄灵子脸眸，当时2族战事十分紧张，你师祖并无太多时间来教导为师，大多数时候为师要一边躲避那些暗杀的妖族，一边去寻找机缘，借机突破。尤其在元婴期前，为师的修炼速度并不算多快，等结成元婴，面对那些追杀而来的妖族，才有了反击之力，也轻松许多。听着这话，骆剑清面露一色，良久才道：原来我还算很幸福的。玄灵子情不自禁的勾起唇角，
能生于和平年代，向来是幸福的。正在两人说话的时候，不远处只听一道惊异的呼声忽然响起。骆剑清立即往那边看去，只见一个大汉惊恐的伸着手指着3丈外的一片水洼。这么多的寒光玉液！那水洼澄澈蔚蓝，一层白色的寒气不断的从水面上涌现。水洼直径不足半丈，然而就在这水洼周旁，一层层的冰白雪霜凝结成了朵朵冰花。即使远隔上百米，骆剑清也能直观的感受到一阵逼人的寒意，从脚底直直的往自己的丹田里钻。骆剑清立即运转起体内的9连夺天路，抵御住这可怖的寒气。曾经有炼丹大师分析过，寒光洞中的寒光玉液很有可能和冰兽的冰液是同样的东西，只不过冰液更为残暴，无法被修士正常吸收，反而会损害丹田。隔着这么远的距离都能感受到这钻心的严寒，可想而知。在不远处，那一汪寒光玉液是多么可怕。骆剑清远远的瞧着，并未凑上前去。他看见李修臣等人纷纷拿出自己准备好的容器，将这一汪寒光玉液分配干净。灵业道，这至少得是500年以上的寒光玉液。李修臣也露出了一丝喜色，这么多的寒光玉液真是太珍贵了。取完寒光玉液后，灵业忽然脸色变了变。他想了会儿，说道：李兄弟，这地方居然会有这么多寒光玉液，那一定也十分危险。我想我们还是赶紧回头吧，有这些寒光玉液也够了，对吧，兄弟们？一旁的修士们纷纷赞成灵业的话。却见李修臣眼中闪过一道暗光，他开口道：林大哥，你也知道机缘不是那般好获得的，这里已经有这么多的寒光玉液，若是再往里走，说不定我们会碰见更多。现在有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就放在我们面前，难道我们就这么视若无睹，转身放弃？林业还是十分犹豫，可是李兄弟，我们……李修臣摇摇头，一脸痛心的说道：既然诸位大哥不想进去，那请恕在下先行告辞。在下还想要再往里面走走，去寻找更多的机缘，寻找更多的寒光玉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话音刚落，李修臣抬步便走，不管身后的这些散修。见李修臣已经更往里走，林业为首的散修们面面相觑，一时间没有做出选择。有散修提议离开，但是林业却为难的蹙着眉头，最终还是叹气道：我们赶紧跟上去吧，李兄弟一个人在里面，总归是不如我们一起待的好。人多力量大，实在不行，我们还能逃出来不是？这句话在一刻钟后，令林业悔恨到了骨子里。一头高壮魁梧的白色巨兽站在他们面前，狮子一般的头上有5只眼睛，每一只眼睛轻轻一眨，便有滔滔寒气散溢出来。他轻轻喷吸，雪白的冰花在大地上瞬间凝结。他放声嘶吼，整个山壁顿时结满了冰花。五星冰兽，快逃！这是5星冰兽，相当于渡劫期大能的5星冰兽，这是5星冰兽。8个人疯狂地往洞口外逃窜。第一个进入山洞的李修臣右手一抹，一道白色的光芒便飞入了他的那界。林业等人没有见到这一幕，然而骆剑清却看在了眼睛，微微眯了眸子。轰轰轰！一道道夹杂极寒气息的冰液喷溅而出，洒在山壁上，将山石冰冻。李修臣等人奋力逃跑着，然而那冰兽四蹄蹬地，只听砰的一声，冰兽便挡在了他们的面前，愤怒的朝他们咆哮怒吼。冰兽并非是纯粹意义上的妖兽，即使到了渡劫期，这冰兽也不能开口说话，他只能用仇恨的目光紧紧盯着人群中的李修臣，鼻孔里喷出一道道白色的寒气，仿佛已经怒火中烧，下一秒就能直接攻击上来。林业浑身颤抖，
那些散修也都吓得脸色惨白。而在这众人中，唯独李修臣看似也受到了惊吓，但是眼睛里却全是期待的神色。他躲在7个散修的中间，被人群夹在中心，举起了自己的剑，却没有一点攻上去的意思。好，好，好好！五星兵兽发出数道怒吼，却没有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散修之中，林业咬紧牙，举起了自己的长刀。他忽然脚尖蹬地，整个人便窜了出去，如同一颗急速的流星。而在他飞出去后，还有3个散修也飞窜出去，与林业一起，正好组成了一个正方形。灵力在4人的身体里飞速运转，一道繁复的大阵忽然出现。这大阵的4个角落正好是这4人所在的位置。他们齐齐的飞到兵兽的四周。林业大喊一声，忽然一刀看向了自己的左手，顿时鲜血直流。其余3人也和他一样，一刀砍伤了自己，令股股鲜血顺着手腕流了下来。这些鲜血顺着大阵的纹路往中心汇聚，当汇聚到最中央时，一道刺目的红光倏地亮起。轰隆隆！骆剑清远远的望着这一幕，只见一头魁梧高大的火麒麟陡然出现。他的身体由鲜血组成，胸膛正心是一块鲜红色的宝石，闪烁着耀眼光辉。去！火麒麟嘶吼一声，疯狂地撞向那冰兽。就在2头巨兽相撞的时候，另外的3位散修带着李修臣便跑。其中一人说道：“这是我们7兄弟10年前得到的一座大阵，叫做天火麒麟阵。李兄弟，咱们快跑！这火麒麟只有合体期的修为，远远不是这5星兵兽的对手。”李修臣一边跑一边好奇的说道：“居然可以只凭借4个金丹期修士的力量，就聚集出一头合体期修为的火麒麟？”另一人想都没想，回答道：“那是因为刚才火麒麟胸膛的那颗火石，那颗石头就是这天火麒麟阵的关键。没时间再说了，那麒麟支撑不了多久，我们赶紧啊！”三哥，一团冰白色的液体从这汉子的身后袭来，只见到了他的手臂，却令他的手臂瞬间化为冰块。眼看着这冰块竟然要往自己的身体蔓延，这汉子二话不说，抬刀便剁掉了自己的手臂。手臂落在地上，立即破碎成细小的冰渣。快跑！一头巨大的冰兽从李修臣4人的身后追来，在他的身后是一个失去了左腿和右臂的中年男子。这男子拼命的往外飞，一边飞一边大声喊着快跑。然而他面前的冰兽就是连一点余光都不留给他，死命的追逐李修臣4人。冰兽向来不喜欢远离自己的驻地，这头5星冰兽为什么要追着我们？他是不是疯了？为什么一直追着我们？正在此时，只见冰兽忽然口喷冰液，快要浇上那位三哥的身体。李修臣距离那三哥最近，见到这一幕，他竟然直接往旁边避让了许多，根本没有一点出手阻拦的意思。情急之下，其余人也没注意到他的行为。眼看着那团冰液就要包裹住这三哥的身体，恰恰就在此时，千万道青色剑光猛地窜过，剑光击打在那冰兽的身上，令他痛苦的嚎叫一声。借着这个机会，那三哥赶紧的跑出一段距离。李修臣惊愕的望着这一幕，只见一位清挺俊逸的青衣男修缓步从山壁之后走出，淡定的走到了那头5星冰兽的面前。这男修的脸上戴了一块银白色的面具，只露出一双清澈的眼睛和尖细的下颚。当这男修出现时，那冰兽也没有攻击，反而警惕的盯着他。男修一路走到冰兽的面前，微微扬手看他，嘴唇一勾，问道：“既然他们已经离开了你的领地范围，你为何又要追着他们不放？”一听这话，死里逃生的林业等人也赶紧看向那冰兽。这一点他们也非常好奇。众所周知，寒光洞里的冰兽大多性情温和，只要你不进入他们的领域范围，他们不会主动攻击你。当然，
绝大多数的寒光玉液都在冰兽的领域范围里，是他们的宝物，人族不得不侵入他们的地盘，与他们发生斗争。那冰兽瞪着一双铜铃般的大眼，死死地盯着青衣修士。见状，青衣修士抬起一把普通的玄铁剑，手腕一动，轰隆隆，一块巨大的石头便化为齑粉。看着这一幕，所有修士都屏住呼吸，那冰兽也更加往后缩了一分。片刻后，冰兽开始嘶吼起来，吼吼！青衣修士很有耐心的听着，听到最后，他转手看向灵叶，道：“你们抢走了他的寒光玉液。”灵叶立即睁大眼睛，怎么可能？前辈明鉴，我们才刚刚进入那山洞，这头五星冰兽便对我们发起攻击，我甚至都没看到那山洞里有寒光玉液，又怎么可能抢走？其余散修纷纷出声赞同。轮到李修尘时，他毫不犹豫的说道：“我也不曾看到任何寒光玉液。”此话一落地，那冰兽便狂怒的咆哮起来，一口冰液便喷向了那李修尘。这一次，青衣修士并未出手阻拦，然而李修尘的反应却相当快。这五星冰兽也竟然没喷准，那冰液只是擦着李修尘的头发而过，连他的皮肤都没碰上。见状，林业等人齐齐怔住，青衣修士却笑出声来：“是你拿走了？”李修尘仓促的应付了冰兽的攻击，哪里有时间隐藏自己的情绪？听着青衣修士的话，他脸上顿时闪过一丝紧张狭促。但是破绽只需要一瞬间，便让林业等人愤怒的喊道：“李兄弟，我们待你不薄，甚至在这种时候也尽量让你先行逃脱。你若是真拿了这五星冰兽的寒光玉液，你就赶紧还给他，我们惹不起他。”李修尘却坚定的说道：“我根本没有拿什么寒光玉液。”此话刚落，五星冰兽又恼怒的喷出了一口冰液，被李修尘堪堪躲过。李修尘、林业等人此刻早已没了任何和善的模样，他们甚至拿起了大刀，好似看待仇人一般，瞪着那毫发无损的李修尘，道：“你若是不将寒光玉液交出来，休怪我们兄弟翻脸无情。”李修尘闻言，双眸一转，在众人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他竟然转身就跑。然而早在一旁等着的骆剑清会让他就这样逃脱？林业只见那位青衣前辈抬起手指在空中徐徐一点，一颗宝珠便飞快的窜到李修尘的面前，堵住了他的去路。宝珠上闪过一道亮光，刹那间一道浅色的结界将李修尘困在其中，令他瞬间惊愕。李修尘努力的想要逃跑，可是这结界却纹丝不动的困着他。见状，那五星冰兽忽然安静下来，懒洋洋的抬起爪子，开始往李修尘的方向走去。谁料就在此刻，骆剑清忽然一剑将林业七人抽飞。在五星冰兽转身的一刹那，双符剑从眉间飞出，青色的剑光大起，铺天盖地的剑影直直的劈向这冰兽。嗷啊！两道惨叫声同时响起。前一道是被偷袭的五星冰兽，他的胸口被剑气破开了一道血口，数不尽的寒气从这血口飞快的往外溢出。后一道惨叫声则是李修尘的，只见他面前的宝珠忽然绽放出一道亮光，李修尘还没做好准备，就被这宝珠的光芒给劈晕过去。没了碍手碍脚的人，骆剑清终于抬手揭下了面具，抬眸望向眼前这暴怒的冰兽。冰兽向来不擅长实战，所以这五星冰兽也有些忌惮他，已经放弃了追杀李修尘的念头。然而骆剑清却不可能就此罢手，他来到这里为的不是从冰兽手下救下那些素昧平生的散修，也不是单单为了打压李修尘，让其他人看清他的真面目，他是为了那万年寒光玉液而来。好！骆剑清单手接住双符剑，直剑身后，微微抬手望着眼前的巨兽。下一刻，两者碰撞，发出滔天巨响。
作为在寒光洞里天然形成的冰兽，这五星冰兽的攻击手段只有冰叶一种。不过它的爪子却极为锋利，一身兽皮好似千年玄铁，双幅剑刺在其上，只能留下极浅的白印。它的冰叶则更是可怖，只要喷出口中，便能冻结空气。骆剑清屡次三番的险些躲过，但是脸颊上还是被冰叶溅到了一丝。骆剑清手起剑落，将脸上的一小块皮肤割下。双幅剑刺向自家主人的脸庞时，还非常的不情愿。然而，只要沾染上冰叶，就必须得割去，这是最明智的选择。站在阴影处看着这一幕，清冷俊雅的白衣尊者捏紧了手指，费了极大气力，才止住了自己想要一剑上去了结这头冰兽的欲望。而接下来的厮杀，更是对玄灵子的一场考验。五星冰兽就算再怎么名不副实，那也是渡劫期的妖兽。这一战下来，骆剑清在五星冰兽的身上留下了上百道伤口，可是他自己身上也是伤痕累累，每一道伤口都是由他自己下手除去的，脸上便破了2块皮，身体上更是伤口遍布，一身青衣早已被割裂成了条状，露出了许许多多斑驳的血口。骆剑清以剑撑地，大口的喘气。那五星冰兽也不比他好多少，他的四蹄已经艰难的在地面上撑着，鲜血流满一地，还有不少血液仍旧从伤口中汩汩流出。双方对视许久，忽然齐齐挪动，剑影苍穹。好！凌厉剑气化为一朵6瓣青莲，旋转着撞向白色冰兽。两者碰撞的一瞬间，整个山洞剧烈颤抖了2下，无数山石砸落下来，将那巨兽压在下面，形成一座小山丘。鲜血从山丘之下溢了出来，很快便染红了整片大地。只听一道凄厉的嚎叫声过后，那小山丘微微颤抖了2下，最终还是恢复平静。骆剑清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抬手召回了那颗宝珠，困住李修臣的结界也立刻消失。下一刻，玄灵子的身影一闪而过，他直接拉住了骆剑清的手，便将雄浑的灵力传输过去。骆剑清好笑的看他，道：“师傅，我被这五星冰兽压着打的时候，你不出现，现在好不容易解决他了，你倒是出现了，为我疗伤。你知道吗？你这样的行为在凡人世界里有个词语可以形容。”玄灵子哪里有心思去想这个，他取出丹药，轻轻的涂抹在骆剑清的伤口上，动作轻柔。只听骆剑清说道：“这就叫做马后炮。”玄灵子身子一僵，片刻后才继续为骆剑清涂抹药膏。骆剑清虽然嘴上谴责着，可是却也乖乖的让玄灵子给自己敷药。他抬眸望着对方，睫羽翕动，一张清贵俊美的脸庞上突兀的横亘了2道结了疤的伤口，显得十分凄惨。等玄灵子将药上完后，骆剑清才转手看向那躺倒在地上意识全无的李修臣。他手腕一动，李修臣手指上的那戒便飞到了他的掌心。骆剑清抬手抹去了那戒中属于李修臣的那一抹意识。与此同时，李修臣闷哼一声，唇边流了一丝鲜血。玄灵子目光平静的看着这一幕，完全没有谴责自家徒儿夺人宝物的意思，反而在李修臣即将苏醒的时候，一道灵力过去，将这李修臣再次击晕。见状，骆剑清理所当然地点点头，拿了那戒便想离开。这倒令玄灵子有些惊讶了，他站在原地，望着自家徒儿抬步走人的模样，不曾开口。骆剑清转手看他，只是一眼便读懂了玄灵子的意思。他笑道：“师傅，你也知道他是这个所谓的求仙的主角。我之前有试验过，第一我杀不了他，第二我若是想要做什么能够影响他命运，甚至毁了他的未来的事情，比如击碎他的丹田，天道都会出来阻止我。”玄灵子微微颔首：“所以你便放任自由？”骆剑清举起手中的那戒，翘起唇角，露出一抹狡黠的笑容：“
你不觉得他现在所有的宝物都在我的手中了吗？玄灵子呼吸微顿，良久才道：骆剑清没有在意玄灵子的模样，他一边往外走，一边说道：我其实也不大清楚天道的底线到底在哪儿，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现在抢走李修尘的那件，天道没有用神雷来劈我，说明这还在他的允许范围内。玄灵子来了点兴致，所以骆剑清轻轻一笑，笑容无害又纯洁，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师傅，我们以后每隔3年就来找一找李修尘吧，他的那件可是个宝物，我一直非常眼红啊。这样的剑青明明很可爱，一点都不可怕。便如同骆剑清所说，接下来的7年时间内，骆剑清每隔3年就去找一下李修尘。起初想要找到李修尘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然而李修尘却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习惯，他每次离开太华山历练，都会向宗门禀报自己的行踪。自从发现这件事，骆剑清想要寻找李修尘便是易如反掌。时间一年年的流过，李修尘从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倒霉，总是3年5载的被人夺走那件。除了已经半步元婴的修为，他这7年里已经穷得叮当响。无论有什么样的宝物，总是会被人夺走，这已经让李修尘开始怀疑是否有人故意针对自己。与此同时，当初从寒光洞里逃出来的7个散修也愤怒地追杀他，他们还在散修之中传播李修尘的坏话，将寒光洞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说他是一个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的小人。这令李修尘颇为苦恼，历练途中多了许多艰辛。他的名字在散修中已经成了小人的代名词，众人都远远躲着他。李修尘屡次为自己辩解，可这些人却不信他的话。他明明只是跟着那群人在寒光洞里历练，同时还帮着那群人得到了那么多的寒光玉液，到最后他也没有得到那万年的寒光玉液啊，凭什么那些人就知道说他的坏话？怎么就不记得他还帮着那些人得到许多寒光玉液呢？而那一边，骆剑清的修为稳步提升，手中有2枚属于李修尘的那戒，再加上那效果非凡的双修，仅仅7年的时间，骆剑清的修为便已达到半步渡劫。为何会是半步渡劫，迟迟没有进阶？这是玄灵子刻意为之。若是真的达到渡劫境界，那天道绝对会降下9981道雷霆，将骆剑清往死里劈。如今的骆剑清需要积攒实力，压制境界，争取以最好的状态和最完全的准备，应付那一道生死雷劫。然而，就在这第7年结束、第8年开始之时，有一件事却出乎了所有人预料。妖境的第13海上掀起了惊涛骇浪。1日之内，第13海海主惨死当场，还未曾来得及将消息传回妖境，乌压压的人修大军便直接从魔域侵袭而来，占领了整个第13海。10年之约还剩2年，维系在两族之间本就岌岌可危的一层窗户纸，终于被人族一举捅破。所谓突袭，讲究的便是速战速决，能在1日之内拿下妖境第13海。由此可见，这次人族的准备之充分，以及所动用上的力量之强大。在过去的这8年里，人族已经将许许多多的妖族奸细都抓了出来，其中光是太华山便有6位长老与妖族有勾结，魔道宫也有2个城主与妖族暗地里牵扯。当然，妖族抓出来的人族间谍也有不少，两族都卯足了劲，清理自己手下的一切污点。这一次拿下第13海，实在速度太快。妖族那边还未反应过来，魔尊便长鞭一甩，将第13海海主的头颅卷飞。此事令人族信心倍增，士气大振。趁着这一股锐气，人族开始进攻第12海。得知此事的时候，骆剑清的第一反应就是绝对出了什么问题。他立刻转手看向玄灵子，只见后者神色镇定，并无一丝惊诧。
反而垂了眸子望着地面，不知在想些什么。骆剑清眸子一转，顿时明白，师傅，你早就知道。骆剑清和玄灵子此刻正在四大险地之一的卯家之地里历练，这里到处都是潮湿的沼泽，平原处沼气弥漫，高山区又都是瘴气，其中蕴含了不少已是大能的执念，也被称为埋骨之地。卯家之地天生可以吸纳人类的怨念，所以在这里历练可以锻炼意志，磨砺元神。然而骆剑清此行的目的却不是磨练自己的元神，而是寻找一样东西。听着自家徒儿的质问，玄灵子微敛双眸，并不回答。骆剑清却拧紧眉头，急道：师傅，为何不再等2年？8年前我人族被妖族偷袭，损失惨重，至今都没有完全恢复过来。若是再等2年，养精蓄锐，或许会有更好的效果。玄灵子抬眸看向焦急的骆剑清，他的目光在青年身上停留，良久才叹了一声气，启唇道：8年前之所以人族会伤亡惨重，是因为妖族突然发起进攻，我等正巧被极北之地的事情拖住，所以才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两族都知道10年之约必然会持续5年以上，却也定然不可能真的有10年之久。这一点骆剑清并非不知道，然而他却仍旧说道：两族都在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但为何要是现在？细长清俊的凤目里闪烁着璀璨的光芒，玄灵子欲言又止。骆剑清又问了一遍。青天明日下，白衣尊者站在群山之间，山中瘴气充盈四周，令他的神情有些朦胧，并不能看得真切。这张清冷淡雅的脸庞上只有平静和淡然，他望着骆剑清，嘴唇翕动，又过了许久才低声说出原因。这原因令骆剑清赫然怔住，心中剧烈颤动，却无法反驳。魔千秋等不及了。3日后，骆剑清取走了卯家之地深处的一粒玉石，将它融入双符剑中，令剑身更为圆满完善。这一次的卯家之地历练，除了沿路修炼元神外，骆剑清的最大目的便是到卯家之地的深处，找到这里独有的一种灵石，以此来锻造双符剑。如今骆剑清的修为已然是半步渡劫，为了抵御未来必然会有的生死雷劫，他自然要做足完全的准备。双符剑原本就是地阶宝剑，再加上卯家玉的淬炼，已然晋升到了天阶中品，还有了可以继续进阶天阶极品的可能。不过骆剑清在硕大的卯家之地找了3天，一共也只找到1颗卯家玉。这玉实在太过稀少，骆剑清却没有太多时间去寻觅它，只能就此放弃，赶紧转身赶去13海战场。这次人族之所以发动突袭，一共有3个原因。第一，是要趁妖族防备不足，打他一个措手不及。第二，是要将战场确定为妖境，否则如果是在36州开战，那必然又是一场生灵涂炭。而这最后一个原因，便是魔千秋大限将至，实在等不住了。8年前，骆剑清曾经听玉清子尊者说过，因为屡次重伤，魔千秋的大限早已只剩下不足50年。这对于一个活了2000多年的尊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眨眼的时间。50年，其他大成期大能的闭关一次都可能不止这个时间，可对于魔尊而言，他只剩下50年。两族开战向来会持续100年以上，魔尊还能撑多久？他陨落后，人族会面临什么样的劣势？这一切都值得所有人考虑，也必须确定好真正开战的时机。而且玄灵子也说，对于任何临近大限的修士，他们的实力都会大幅度倒退。你师祖在临终前的100年内，便从化神中期退到了化神初期。10日前，掌门师兄传于为师，他说那魔千秋虽说如今实力还压制着没有倒退，但是却已然撑不住10年。10年期到，他的实力可能会不如掌门师兄，甚至有可能不如广灵子师兄。说这话的时候，
玄灵子语气平静，好似说的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实。然而听在骆剑清的耳中，他却瞬间描摹出了一幅残酷的画面。魔尊一死，必然赤地千里。玄灵子一人可以制约独绝天老和妖尊尽离，最多再勉强应付一位妖尊。然而人族中呢，少了魔尊后，定然会落于下风。顶尖实力上的差异，决定着两族大战的胜负。若是劲离未曾恢复，也便罢了。如今劲离已然恢复，那想要再取胜妖族，便是难上加难。骆剑清的脑中顿时闪过一道血红色的身影。上一次见面时，对方还是那般孤傲狂妄的模样，如今再从玄灵子口中听到这一句大限将至，骆剑清总觉得十分不真实，便好像是一位久未见面的故友。当你在听到他的消息时，别人却告诉你他快死了。这件事一直被骆剑清刻意遗忘，此刻转念一想，其实他早就该知道。事不宜迟，骆剑清和玄灵子立刻离开卯家之地。然而在离开卯家之地后，玄灵子却道：剑清，为师需要返回太华山去取一样东西，你先去第12海与你的众位师伯会合，注意安全，切勿大意。闻言，骆剑清却睁大眼睛，下意识的说道：师傅，不若我和你一起去吧。从卯家之的去往太华山也不过只需要10日时间，我与你一起先回太华山，然后再往第12海去。但是玄灵子闻言却沉默许久，接着道：你先去吧。骆剑清惊讶的问道：师傅？玄灵子目光深沉的望着眼前一脸困惑的青年，俊逸脸庞上看不出什么情绪，但是说出来的话却如同晨钟敲响，令骆剑清输的金针早一日去，总是好的。此刻妖族应当已经在第12海与人族大军对上，或许正是这10日耽搁，你便再也见不到一些人了。话音落下，玄灵子在骆剑清的身上轻轻一点，留下了一道灵力。做完这件事，他便立刻转手往太华山赶去，只留下一脸错愕的骆剑清。再也见不到一些人了？我会再也见不到谁吗？不过多时，一道流光划破天际，飞速的往妖境方向而去。此时此刻，第12海上，妖兽与人修的尸首在茫茫大海中上下沉浮，鲜血染红了这片蔚蓝的海域，腥臭刺鼻的气味充斥天地，空气灼热的好似火烤，一片狼藉。一道血色身影悬于天空与大海之间，他右手中指着一柄长鞭，手腕轻轻一动，长鞭好似红色巨龙在空中翻滚，激起一阵惊涛骇浪。而当他抬鞭指向对面时，那伤痕累累的妖尊早已是皮开肉绽，一脸惊恐的望着他，好似看到了什么魔鬼修罗。第12海海主连连求饶道：我愿投降，魔尊，我愿投降。狂风大作，掀起红衣魔尊的长袍，猎猎作响，一张明艳白皙的脸庞上只有讽刺轻蔑的笑意。魔千秋垂着眸子，以放肆嚣张的目光轻飘飘的扫了对面那妖尊一眼，接着嗤笑一声，语气淡淡的说道：如何投降？那妖尊猛地一愣，反射性的说道：我愿将12海直接让出来，送给你们。哈哈哈！自一道近乎猖狂的笑声在广阔无边的12海中响起，魔千秋笑得毫无顾忌，令对面的12海主满头雾水，却见不过片刻，他的笑声戛然而止，台边一指，冷冷道：你这等背叛族人，毫无廉耻的小人，连那13海主都不如。话音落下，一道鞭声陡然响起，血色长鞭在空中舞出千万条鞭影，瞬间擒住了那抖抖索索的12海主。正在此时，却听远方传来一道清亮的龙吟，魔千秋双目一紧，手腕一动，立即将那12海主扔到了身后，被七落正好接下。恰恰就在这一下之后，一道湛蓝身影
忽然出现在刚才第12海主消失的地方。魔千秋勾起红唇，漫不经心地望着对方。烈风巨浪之间，只见清逸雅致的蓝衣妖尊站在汹涌起伏的浪涛之上，脚下便是成千上万的妖兽尸体，可他却仿佛与之格格不入。一根浅白的发带将3000青丝系在脑后，他微微扬手，蔚蓝色的双眸便看向了站在不远处的红衣魔尊。魔千秋翘起唇角，笑望对方，两人便这般对视许久，却见静离手指一动，顿时一股雪白的浪花翻涌而来，钻入他的掌心，形成了一道可怖凶悍的水龙卷。静离神色平静地望着对面的魔尊，根本没有在一旁的12海主身上停留一眼，只是淡然开口道：魔千秋，本尊仍旧给你2个选择。第一，你若自刎，本尊可10年不踏入两族战场；第二，你若束手就擒，本尊可20年不踏入两族战场。听着这话，魔千秋唇边笑意更盛，一双明媚艳丽的桃花眼里倒映着漫天水色。一旁的七洛紧张的喊了一声公主，魔千秋却抬起鞭柄，阻止了他接下来的话。静离给了魔千秋时间，让他好生考虑，然而魔千秋却只是看了他一眼，便转手望向七洛，声音带笑的问道：来了吗？七洛脸色微白，他稍稍欠身，还没有来。魔千秋抬目望天，看似随意的说道：几天了啊？七洛恭敬的说道：已经过去6天了。是吗？6天了呀。魔千秋转了眸子，看向不远处的静离，他的目光从白龙清俊的眉眼扫到对方手心中蠢蠢欲动的水龙卷，最后他长舒了一口气，仿佛在笑，又仿佛是在叹息，道：本尊在等他1天。话音刚落，红光一闪，一道夹杂魔气的鞭影直直的击向静离。轰轰轰！水龙卷与红色魔鞭在空中相遇，激起漫天海啸。见状，七洛神色一凛，赶紧将那12海主囚禁住，带着其他修士往后连连倒退。就在他们逃离后，只见2道磅礴可怖的灵力撞击在一起，突然爆炸开来，恐怖的力量令整个海域都颤抖了3下，将10里以内的大海也全部蒸发成了空气。蓝衣妖尊被猝不及防的击飞，足足倒飞了3里，才停住脚步，抬手擦去了唇边溢出的血丝。而在不远处，魔千秋却低低的笑着，纵是万千湖光山色，也不及这一笑来的动人妩媚。一身红衣在此刻鲜艳夺目，他任由血丝从自己的唇边流下，也不擦拭，只是放声笑着，一人一边立于空中，竟然以滔天气势压住了那实力超越自己的白龙妖尊。静离蓝眸微眯，神色渐冷，看着不远处那好似疯了的魔尊。下一刻，两人再次瞬移相击，令12海上风浪永不停息。当骆剑清抵达魔域时，已经是第4日的清晨。晨光熹微，一轮红日从东边的地平线上升起，迸射出万道金色霞光。骆剑清还是第一次前往13海，他一路往西而去。等跨越了硕大魔域，真正抵达第12海时，已是日薄西山。刚踏上这片海域，一阵阵可怖的冲击波便扑面而来，将骆剑清震得往后连跌3步。大海在颤动，海水不断起伏，撞击出雪白的浪花泡沫。一路而来，骆剑清早已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妖兽和人修的尸体，然而再往前看，这些残骸断肢却少了很多，只有鲜血染红了整片大海。夕阳的光芒洒在这样的血海上，波光粼粼，触目惊心。不知怎的，骆剑清竟然觉得心中有些忐忑，好像有一只小鼓在滴滴答答的敲响着，那速度不快不慢，声音也不响不清，就那样非常平静的敲着，可就是十分慌张。骆剑清不由自主的伸手摸向了脖子里的一条项链，他的指腹在3片铃铛的碎片上摩挲而过，更加快了速度。
往前而去。此刻第12海上早已成为了修罗战场，妖尊行威站在妖族那一侧，远远地望着这边的战争，不知心里在想些什么，竟然没有插手。而在仁修那里，魔道宫大管事七洛和玉清子尊者也都只是远远观着。玉清子尊者只有渡劫后期大圆满的实力，他自然不可能出手，七洛的实力也远低于静离，他无法插手。只是那行为的旁观行为却惹人深思，令玉清子尊者悄悄地看了几眼。他们所旁观的正是一场绝世大战。银白色的巨龙翱翔9天，直冲而下，血红色的魔鞭铮铮作响，将空间击碎。即使是神兽，即使有着超越凡人的强硬身躯，静离也并不是完全不会受伤。如今他修长洁白的龙身上便多了许多道狰狞可怖的口子，每一道都翻出血肉，鼓鼓的往外流着鲜血，很明显是被夹杂着浓郁魔气的鞭子抽打出来的。然而与之相比，魔千秋的状态更为糟糕，他的左手无力的向下垂落，若是有人用灵石扫探，便会轻易发现，从他手肘往下的骨头节节粉碎，经脉也全部被震断。除此以外，他的灵力更是枯竭的厉害，身上遍布伤口，肋骨更是早已断了好几根。红色的血打湿了血色的衣衫，令鲜红的颜色更加深沉。在夕阳的照射下，这红衣好似燃烧成了一团熊熊烈火，炽热夺目的向雪白巨龙冲去，二者碰撞，发出滔天巨响。望着这一幕，行微若有所思，抬起头，似乎不经意的看了一眼人族。七洛早已捏紧了手指，然而每当魔千秋受伤时，他只是咬牙怒视，却始终没上去帮忙。砰！魔千秋一边擒住白龙的脖子，将他拉到跟前，一脚踩下，白龙坠海，激起漫天海啸。他咆哮着抬手，怒目相视，长尾一甩，海啸瞬间变成10条长龙，纷纷盘旋着往魔千秋的身上撞去。轰！魔千秋往后倒飞出去，被再也忍不住的七洛飞身接下。他不断咳嗽，大口大口的鲜血便从口中流出。魔千秋一把拉住七洛的手臂，这才再次站了起来。他回过身看向一旁，低声问道：“来了吗？”这语气看似平缓，却隐藏着焦急。七洛微微怔住，片刻后才移开视线，道：“还未曾。”魔千秋沉默的抿了嘴唇，他双目微眯，最后长叹一声，甩开了七洛的手。后者惊愕的望着他，只见一道清瘦单薄的红衣身影举步往前，抬鞭向天，指向那头于空中飞舞的白龙，道：“静离，你敢与本尊比拼一次灵力吗？”七洛立刻睁大双眼，惊道：“公主，你不等不及了。”极轻的一句话落下后，魔千秋脚尖一点，再次飞跃上天。无边无际的蔚蓝天空中，白龙身上发出刺目光芒，再看时已经变成了一个俊美清雅的男子，一身超逸清新的蓝色长袍上被抽出数道口子，黑衣发也被打断了一束。静离的脸颊上有一道细细的血口，他抬起手指往那血口上抹了抹，这伤痕顿时泯合。静离垂眸望着眼前的红衣魔尊，只见后者明明早已重伤，却仍旧背脊挺直，以一种骄傲昂然的目光望着自己。他不懂对方这自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无论是比战还是比灵力，他都足以击败眼前这个人，可是为什么这个人就是一点都不害怕？静离启唇道：“你明明知道，你早已输给我。”魔千秋勾起红唇，嗤笑道：“是谁说本尊输给你了？”静离右手微动，无数海水便从他脚下的第12海中翻滚上来，在他的掌心形成一条水龙。他手指捏紧，只听轰的一声，这水龙幻化成成千上万的水箭，刺向了魔千秋身后的人修。七洛和玉清子脸色一变，赶紧出手抵挡。
两人堪堪挡住了这一道攻击。静离淡然道：“你是否要认输了？”摩千秋长鞭一甩，反问道：“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本尊要和你比灵力，听到了吗？”此话一落地，妖族大军中的妖尊行微蹙起眉头，狐疑的目光在摩千秋和静离的身上打转，嘴唇翕动，似乎想要开口，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这世上也便只有一个妖尊静离会如此耐心的与人族说话了。放在其他妖族身上，就算是那不知活了多少年的独绝天老，都很少会在比斗时浪费一点机会。然而静离却总是这样拘泥于所谓的章法，他这一生恐怕也只有一次背弃了自己的准则，那就是偷袭洛剑清那一次。望着眼前已然濒死的魔修，静离俊眉蹙紧，最终却仍旧道：“好。”一道红光从魔千秋的眼中飞快闪过，他抬起右掌，与静离的手掌在空中相遇，两只手掌触碰到一起的刹那，轰隆隆，天地震颤，无尽水流好似喷泉，在静离的身后涌起，遮天蔽日的，仿佛要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滔天魔气则从魔千秋的身体里蔓延开来，那血红色的魔气里，每一丝都夹杂着无数的怨念与痛恨，浓烈的血腥味将大海的咸涩遮掩住。这已然不像是魔气，反而像是数不清的血液。神龙有天生威严，可驾驭世间所有的水，魔尊一生却杀了361万人，夺万物的恨意，修的是一场修罗之道。魔千秋的灵力显然令静离没有防备，竟然身子一闪，险些后跌一步。这一下静离再也不敢轻敌，他双目一缩，顿时一双眼睛变成了晶莹剔透的湛蓝色，雪白的瞳孔里绽放出一道道的冰花，好似有大雪在其内纷飞。砰砰砰，这种级别的灵力对撞已经不是七洛可以承受的了。他让玉清子尊者带领其他人修赶紧再往后退，自己却留在了原地。玉清子道：“你若是在这里一起待下去，恐怕也会有所受伤。”七洛闻言微怔，嘴角微微的翘了起来，令玉清子尊者倏地呆住。玉清子与七洛也算认识了上千年，竟然还是第一次见对方笑。在玉清子的记忆里，这位魔道宫的大管事向来沉稳，不苟言笑，很少失态。然而在如今这样的时候，他却笑了。七洛声音温柔，语气无奈的说道：“我自103岁起便一直跟着公主，如今算来已经有2300多年。我亲眼见着她以一品下品的根骨，从合体前期一路崛起到大成后期。这一次，我怎能不送她最后一程？”玉清子尊者哑然无言。昏黄朦胧的夕阳下，人族与妖族的大军全部撤退。就连妖尊行威都只是犹豫了一瞬，便赶紧离开。这场比斗的结果早已被世上所有人知晓，能胜过静离的人修中，唯有那玄灵子能击杀静离的，世上却绝无一人。这便是天道对神兽的优待。失去心脏亦能活过100年，失去妖丹也只是实力略损。和他相比，魔千秋又怎么可能获胜？灵力的碰撞起初时，血色魔气还占据上风，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滔滔不绝的妖力却将魔气逐渐侵蚀。鲜血从两者相触碰的掌心里流淌而下，静离不由蹙了眉头。他的掌心有些黏湿，那些血明显不是他的，而是对方的。静离语气平静的说道：“既然你不愿投降，那本尊只好亲自剜了你的心。”魔千秋闻言却笑了：“你当真觉得你能剜去我的心？”静离薄唇一抿，似乎有些茫然。按照眼前这情势，孰胜孰负已然成了定数，就算是那玄灵子现在赶来，也绝对无法从他的手中将魔千秋救下。他只需要稍稍抬手，眼前这人族的心脏便会被他剜下。自此以后，虽说或许可以再活几年，
但是却始终是失了心的。静离轻轻叹了口气，准备收手。既然如此，那现在便弯曲你的静离。白衣妖尊的声音戛然而止，静离抬目看向眼前的魔修，只见魔千秋红唇微勾，低低的笑着，一双桃花眼中情光潋滟，霞云倒映其中，激起漫天火光。静离心中微颤，顿时便想收手，谁料魔千秋却忽然反手抓住了他的手。在静离错愕的目光中，只听魔千秋冷冷的一笑，道：1000多年前，本尊与那吴萧子联手，夺走了你的妖丹和心脏。你只记得这件事，难道就不记得其他的了？静离瞬间呆怔，竟然没有开口。魔千秋却放声大笑起来，这笑声却也只有一刹那，便突然停住。桃花眼中带着无尽冷意，他嘲讽的勾起唇角，说出来的话更是句句钻心，令静离身子微颤。偷天换日，你就真的不记得这个了？魔千秋，偷天换日。轰！以魔千秋为中心，刹那间，方圆10里内的海水全部被轰开，只留下一个圆形大洞。空间被强悍磅礴的灵力蛮横的撕裂，大成后期的魔修以元神之力撕出了一个小世界，他一把拉住那白衣的妖尊，两人一起跌入这世界中。而当那偷天换日的大阵启动时，轰隆隆，以第12海为节点，7处亮光拔地而起。这7个地方都是之前魔千秋与静离大战时曾经重伤坠落过的地方。7个地方齐齐亮起了血色魔光，以北斗七星为雏形。时隔1000年，偷天换日再次开启。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偷天换日，这是布置了细密阵法，真的可以偷天换日的大阵。大阵启动的下一刻，那方小世界骤然陷入黑暗，无边无际的黑暗好似张大嘴的妖兽，将魔千秋和静离吞噬进去。原本静离已经幻化为原形，咆哮着想要冲出这世界，谁料那光线陡然被夺去之后，他竟然发出一道惊恐害怕的龙吟，再也没了曾经的高贵清雅，声音颤抖的好似一个胆怯的孩童。小世界的空间裂缝渐渐泯合，当这世界完全泯合之后，便会形成一道封锁大阵。想要冲破这样的大阵，其难度不下于击杀一个化神期修士。1000年前，魔千秋和吴萧子联手撕开一个小世界，将快要晋级天阶的妖尊静离封锁在其中，整整180年。他们改变时间流速，令这180年变成了1亿8000年。再加上一道偷天换日，曾经的神龙便被关在无边黑暗中，足足1亿8000年。莫秋曾经对骆剑清说过，静离畏惧黑夜，任谁被困在黑暗中1亿8000年，他都会畏惧黑夜。遥远的地方，妖尊行微惊愕的望着这一幕，他刚想上去阻止，手中的动作却忽然一顿，等到再往前飞去的时候，已经绝对没了救人的可能。而在人族那边，玉清子尊者远远的望着这一幕，心神颤动，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距离那小世界只有不足3里的地方，魔道宫的大管事七落单膝跪下，行了最后一礼，一张清丽的脸庞上早已被泪水打湿。他是深得人心的魔道宫大管事，他是天下仅存的绝世大能，但在此刻，他却只是一个普通的人。2000多年的陪伴，在这一天终于画上了句号，就好像2300年前的那个雪夜，在一片茫茫的大雪中，他浑身冰冷的倒在雪地上，看见那个红衣少年从遥远的地方走了过来。那个人的脚步很轻，一张艳丽容颜足以将这洁白的大雪倒映出满地华色。那人停在他的面前，垂目只看了他一眼，抬步便走。他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竟然大喊道：救我！我愿意当你的仆从100年。那少年并未理睬他，仍旧往前走。他痛恨的再说道：200年。少年仍旧毫无反应。于是
他终于说出自己的底线，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愿意永远侍奉你。脚步倏地停住，雪白的大地上，这道血红的身影缓缓转身，嘴唇一翘，嗤笑道：你的一生能有多久？不过300年，你就要死在天道大限之下。他努力道：我一定会活下去，我要报仇，我要报仇。你要报仇？少年的长靴踩在这蓬松的雪花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当他低下头时，七洛才发现这人竟长得这般好看，好看的让他忍不住的屏住呼吸。下一刻，他只听到对方低低的笑了一声，道：你这般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倒也有意思，那你便去报仇吧，我今日心情好，就救了你了。正当七洛欣喜若狂之时，却听一道悠长的声音在雪地里缓缓响起：你能活300年，我又还能活多久呢？再多往事，如今也只成为浮云。七洛跪在这逐渐泯合的空间裂缝前，不敢抬眼。他只怕自己再看到对方一眼，便会按捺不住的扑过去救人。他也怕那个人曾说过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他，会因为这满脸的泪水让对方失望。全是黑暗的空间里，白色巨龙疯狂地冲撞着，已然失去了理智。而在那空间裂缝的关口，一道血色身影却守在那里，即使身受重伤，也挥舞着长鞭，没有让白龙往外逃走。身后的空间裂缝在逐渐泯合，明艳漂亮的魔修慢慢的收了鞭子，目光平静的望着眼前这条几乎癫狂的白龙。自黑暗落下的那一刻，这条龙便好像疯了。应该快要结束了吧？不可能困住180年，那便困住50年吧。50年沧海桑田，对于其他人来说，或许只是眨眼一瞬间，但是对于那个人来说，肯定能从合体期至少迈步到渡劫后期。有了渡劫期，那便就有了自保的能力，再加上那颗明光青玉珠，人族也未必会败。魔千秋收起了长鞭，就站在空间裂缝的边缘。他转手往后看了一眼，仍旧没有看到任何熟悉的身影。他凝视着外面许久，忽然听到身后响起一道破空声。他抬鞭便上，又拦住了那条疯狂的巨龙。最后的一丝光线终于即将消失。正在此时，魔千秋忽然听到了一道声音：洛剑清。他立刻转手，眼中瞬间明亮，身体颤抖的往后看去，却只看见了空间裂缝完全泯合的一瞬间，没有见到任何人。当洛剑清赶到第12海时，见到的便是一道几乎成了线的缝隙。他刚到，便听到七洛撕心裂肺的大喊出了自己的名字。可他转手看向对方，却见七洛满脸泪水的望着自己。他痛绝的神情令洛剑清呆傻的僵在原地，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辽阔大海上，一路奔波的青衣修士茫然的站在原地。他的不远处，浅衣魔修单膝跪地，再也忍不住的痛哭出声。他的面前，妖尊行威则一脸莫名的停住了脚步，脸上不知是悲是喜。而在那仿佛真空似的10里海域中，只有微风吹过，卷起阵阵浪花。人族撕毁和平协定的第7日，魔尊魔千秋以元神之力撕裂空间，与妖尊静离一起被困在一方小世界里，二者再无音讯。狂风怒号，群浪滔天，人族与妖族的大军对立于第12海上，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方才的大战仿佛已经成为了过眼云烟，局势变幻之快，令妖族全无准备。那妖尊行为脸色阴冷的盯着人族这边，虽说以他一人之力足以应对七洛和另外2位大乘期的人修大能，可是他们明显已然处于下风。劲离的消失给妖族带来的不仅仅是一次实力上的锐减，更是一次信心上的冲击。行为虽说不如殷姬那般聪慧狡黠，但亦不是个愚蠢的。面对此番情景，他的第一反应便是撤退，将第12海暂且让了出来。
等待其他妖尊和妖族大军赶来，再在第11海行事。面对全面撤退的妖族，人族并未乘胜追击。这一战看似人族获胜，然而却胜得十分疲累。骆剑清很快便找到了玉清子尊者，向他说明了自己此次的来意，并说清楚了玄灵子正前往太华山取出秘宝的事情。玉清子尊者轻轻颔首道：“你如今来了也好。剑清，8年未见，不想你竟然已经有了半步渡劫的修为。你如今才不过70岁，便有这般的修为，当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再加上明光青玉珠，你在两族战场上也将会是主要战力。”骆剑清淡笑道：“我的实力还是太低，如今师父仍旧不允许我跨出渡劫的那一步。”玉清子先是摇手，接着又点头。他抬起眼睛，目光幽深地望着那一片空荡荡的海域。海风吹拂，耳边响起浪涛拍岸的水流声。玉清子叹气道：“玄灵子师弟的想法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如今人族的天才能多一个便是一个，我们已经承担不住更多的事去了。”闻言，骆剑清忽然心中一紧，好似有一根细小的针在他的脑海中刺戳，微微发疼。每一次都刺得不深，可偏偏就是疼得很紧。他哑着嗓子酝酿了片刻，才问道：“师伯，有谁陨落了吗？”玉清子道：“哎，你来的正巧，并没有看到。是那魔道宫的，是公主陨落了。”一道嘶哑沉闷的声音在骆剑清的身后响起。骆剑清立刻转手看去，只见刚才还哭得撕心裂肺的魔道宫大管事，此刻已经失去了泪痕，目光平静地看着自己。七落走到骆剑清的面前，向他轻轻点头，接着再看向玉清子，道：“第一步计划已经成功，那接下来便开始第2步吧。”玉清子道：“不错，就等玄灵子师弟来了。”骆剑清一头雾水地望着这一幕，喉咙里好像有火在烧，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口。等到众人返回时，骆剑清才从玉清子尊者的口中听到了那个庞大的计划。人族从未有过这么周密繁杂的计划，从第1步开始便为妖族设下了大局，此后每一步必须得步步小心，将妖族全部引入其中。为何要做出如此多的事情，考虑到这么长久的事情？因为这一次人族需要的不是短暂的胜利，而是长久的和平。而唯有将妖族真正的镇压，让妖族再无反击之力，才能拥有获得和平。玉清子尊者只是稍微说了一下大概的局面，并且命令骆剑清立下天道誓言，绝不透露此事。然而在骆剑清立完誓后，他却怔怔地望着玉清子，声音微哑地问道：“师伯，魔尊真的陨落了？”清俊出尘的面容上全是茫然，一双姣好的凤眸微微睁大。即使到了现在，骆剑清也有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怎么他才刚来，所有人便告诉他魔尊陨落了？望着他这番模样，玉清子尊者倒没想太多，只是叹息道：“不错，魔尊确实陨落了。这第1步计划便是要困住妖尊静离。那魔千秋曾经修习过一个秘法，名为偷天换日。这秘法对修炼的要求极高，除了他以外，似乎无人修习成功。他曾经便用这秘法令静离被困其中近200年。玄灵子师弟或许可以重创静离，但是却无法困住他。在阵法上，魔千秋确实出色。”顿了顿，玉清子尊者仿佛回忆地说道：“若是凤司道友还在，想来此战也会轻松许多吧。”玉清子说完这些，便与其他道友商量事情去了，留下骆剑清一人在原地，目光正然。说起来，这种感觉也很奇怪。骆剑清其实与魔尊没有太多交流，两人之间最大的牵扯便是魔尊的弟子莫秋是骆剑清的生死好友，而且在8年前，魔尊还曾经讽刺了骆剑清无端的想法，决然的否定他的猜测。可是
骆剑清就是觉得心里堵得慌，好似有什么东西被藏起来了。他看不到摸不着，然而他就一定存在在那里。当日晚上，骆剑清找到了七洛，踌躇许久，才问道：前辈，莫秋到底是谁？七洛神色平和的看着骆剑清，在夜明珠明亮的光线下，他面容凛然，语气镇定的说道：莫秋便是莫秋，是公主的徒弟，你有何事要再来询问？骆剑清铩羽而归，而他自然不知道，就在同一日，守在魔道宫的秦氏兄弟，远在归元宗即将赶来的魔女云香，都朝着西边的方向行了一礼。秦归鹤明显更为感性，即使活了2000年，他也无法藏住自己的心思，忍不住的流下眼泪。秦思怡只得在一旁安慰。归元宗里，满头白发的魔女云香摇着一只黑色的小铃铛，月光下，这铃铛叮叮作响，她一边摇着，一边看着，唇边噙着一抹甜甜的笑，泪水却止不住的往下流淌。逝者已逝，人族更需要抓住的是时机，需要趁机强攻。7日时间，人族拿下了妖境的第13海和第12海，将战场往前挪到了第11海。第13日清晨，一道黑色妖风从第10海上刮过，强劲猛烈的吹进了第11海。当这铺天盖地的黑色妖风吹来时，数万头妖兽都颤抖的跪伏下来，向对方行了一个大礼。妖风狠烈的吹进了妖境第11海上的一座宫殿，宫殿内金碧辉煌，穷奢极侈，6阶灵木只能作为衡量，7阶半尾古刹鱼的鱼目也当作照明的明珠。当这妖风吹刮进来的时候，大殿里正响起一阵笑声。黑色妖风直直的吹向了坐于首位的黑发老者，好似千万道锋利的小刀，将那老者的脸上割出了无数细小的血口。老者脸色一变，右脚跺地，挡住了这阴狠的妖风。却听一道森冷无情的声音在硕大的宫殿里响起：行威，你为何作弊上官，不出手相救？妖尊行威身体一抖，他脸色微变，但是却极好的藏住了情绪，反而委屈的说道：天老，你不过才刚来，便这般责怪于我。你可知道，我当时已然去救静离，是我未曾想到，这人族竟然会如此歹毒，一时没来得及反应，才会让他们得了手。黑色妖风旋转一变，便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独觉天老拄着一根枯木拐杖，缓缓抬步走上了大殿高台。站在行威的面前，天妖尊的身形略显佝偻，似乎气势不足，然而他身上却散发出磅礴可怖的气势。他拐杖一跺地，顿时36颗半尾古刹鱼的鱼目全部化为齑粉。事已至此，你还在狡辩？行威神色凛然道：我为何不去救静离？若不救他，我妖族便会在此次落了下风，我并无理由不去救他。独觉天老，本尊敬你守卫妖族万年，却从未畏惧于你。若你今日硬要诬陷本尊，本尊绝不会善罢甘休。正在此时，只听一道低柔的笑声响起，一道巨蛇从大殿门口迅速飞过，落在地上时变成了一个妖娆妩媚的美丽女子。她抬手掩住红唇，轻轻的笑着，看向周围碎了一地的鱼目，摇摇头，这么多的半尾古刹鱼目，可真是浪费。行威蹙了眉头，看向对方，阴姬，这等时候，你莫要搅乱浑水。阴姬闻言，却挑起眸子，一双蛇瞳聚缩成线。他的视线在面无表情的独觉天老和一脸愤慨的行威身上扫了扫，忽然放声轻笑道：那位高高在上的大人可是神兽，反正他又不会死，我们现在担心他做什么？不如来想想，为何人族愿意付出让魔千秋陨落这个代价，也要困住静离，这是为了什么？大殿里一片寂静。第二日，妖尊阴姬飞旋于大海之上，望向那黑压压一片好似乌云的人族大军。阴姬微微抬手，
3000妖兽呵斥一声，开启第一道大阵。鹰姬再转手看了一眼，6000妖兽齐齐斩断手臂，以身体血肉作为祭祀，召唤出上古神兽黑死凤凰。双方于第11海上掀起一场大战。那一天，海浪滔天，肉骨横飞，大海上翻滚出来的已然不再是碧蓝的海水，而是浓郁刺目的红色血沫。排兵布阵上，妖尊鹰姬与凤丝仙子不相上下，然而凤丝仙子已然陨落。于是昊星子尊者和鬼岩老祖两人联手，才堪堪以大阵与鹰姬相抗衡。这一战打了整整3天3夜，第11海被鲜血浇灌。放眼望去，只见血色。妖尊劲离被镇压一事，令妖族大军士气萎靡。然而只需要鹰姬一人，便重振了这低落的士气。妖族连连大胜，以3方大阵和每日献祭1000妖兽为代价，打得人族渐渐没了反手之力。从第2海到第11海，上百位妖族尊者全部降临。为何这些年来人族在战事上始终无法取胜？明明妖族已经没有天阶妖尊，明明在顶级实力上，人族的力量不比妖族逊色，为何会始终处于下风？便是因为妖族实在太多了。人族中有优秀修炼资质的人类万中无一，可修炼成绝世大能的人更是100万人中也无一个。而妖族呢？只要他们时间和资源，他们便能毫无顾忌的进阶。天道不会给他们设下诸多心魔，力求他们心智上的考验。只要在达到那个顶峰前，他们都无需担心瓶颈。所以每头妖兽都有自己的修炼上限，人族却无。所以妖兽不可成仙，人族可以成仙。天道在此事上有所公允，从未偏颇。这一日，以第3海主为主力，鹰姬展开了一座并不算多么庞大的天晴破海阵，趁势而来，即将破开人族在第11海上的大军。谁料就在双方碰面的时刻，只见一个英俊清朗的年轻修士站在上万人修面前，直见立地，微笑着望着浩浩荡荡而来的妖兽大军。这修士笑容温和，虽说不算多么俊朗，却让人看得极为舒服。第3海主眯了眼睛，上下打量了这修士一眼，接着嘲讽的笑道：“本尊暂且不知这人族什么时候穷酸到这种地步了，竟然需要一个刚刚达到出窍后期的修士站出来与我妖族大军对抗。昊星子，你是已经黔驴技穷，走投无路了吧？”这讽刺的声音在天地间回荡，令无数妖兽哈哈大笑起来。只见这被讽刺的当事人却微微颔首，一身浅色衣袍在狂风中猎猎起舞。他目光平静地看向那率领无数妖兽而来的妖尊浩明，笑道：“庆兴妖尊，久仰大名。我人族并非没了人才，只是面对乌合之众，向来不需要手段尽施，只需略加小计便可轻易取胜。”没等庆兴妖尊发怒，一位渡劫后期的妖尊便怒道：“你这人族的小畜生，巧合善变，看本尊不取了你的舌头，将你下酒吃！”话音落下，那妖尊便化身成一头雄狮，呼啸着向这年轻的修士扑来。那修士竟然没有一点畏惧，他抬起手中宝剑，左脚轻轻往右边动了动，漫天大阵便被启动，数不尽的力量从他身后的人族修士中向他的身上涌来。他双眸一眯，忽然一剑刺向那凶狠的妖尊。砰！妖尊往后倒飞数米，一脸惊骇。那年轻修士却也脸色微白，显然还没掌控好这股雄浑的力量。他手上的剑在这一刻好似变成了一块玉石，在日光下熠熠生辉。这年轻修士手腕一动，剑身上的那滴妖尊之血便往下滑落，落在无边大海中，令方圆10米内的海水被蒸发。在下太华山苍霜峰大弟子左云墨，奉师命镇守朱雀口，请各位前辈赐教。同样的情景
还发生在第11海的其他地方。正北方，一个英俊朗逸的白衣修士执枪肃立，一柄金铁宝枪锃光料峭，枪头白羽微动，铁一般的冷色在枪身上划过。这便是白家的至宝白绫枪，执枪之人乃是白家年轻一代的第一天才白吉。正西方，一个儒雅温善的年轻僧人微笑而立，他轻轻拨弄手中的木色佛珠，每拨弄一下，海浪拍打的节奏便奇异的停上一拍。这便是归元宗的至宝神魔珠，辅珠之人乃是归元宗的大弟子佛子宇辰，再加上正南方的左云墨与太华山的至宝太华剑。骆剑清正在正东方，远远望着那铺满天空的妖兽大军，神色平静镇定。他的手指在一颗圆润饱满的青色玉珠上轻轻一点，顿时只听嗡的一声，好似有什么东西绽放开来，向四周散去，海浪往外翻滚出一道涟漪。这道涟漪从骆剑清的脚下涌现，等过了10米，变成了一道半人高的浪潮。再往100米去时，这浪花已经打到了10米高的位置，最终来到万千妖族大军的面前，浪潮如瀑，哗啦啦的降临，将无数元婴期以下的妖兽拍打口吐鲜血。骆剑清淡然抬手，身后跟着的是成千上万个合体期以下、元婴期以上的人修。太华山玉霄峰弟子骆剑清奉师命，镇守青龙卫，请前辈们赐教。这一战，鹰姬派上了第2海至第5海的4位海主，同时还派上了足32位妖尊。他们分为4组，各自从4个方向攻向人族，每支军队都布下了一座小型的天晴破海阵。然而浩星子和鬼岩老祖早有准备，一座4方定神阵早已展开。玄灵子之所以要先回太华山一趟，为的就是取出太华山3大至宝之一的太华剑。太华山出过天才，比如玉霄峰的第3任峰主九莲尊者，便是万年难得一见的绝世天才。然而太华山之所以叫做太华山，绝不是因为九莲尊者，而是因为那开派祖师太华真君。这把太华剑便是太华真君飞升之时留给宗门的至宝，能拔出太华剑的人世间罕见。为什么左云墨能以一品下品的根骨被浩星子尊者破格收入门下，还成为了苍霜峰的大师兄？便是因为左云墨可以拔出太华剑。当然浩星子和玄灵子也能拔出这把剑，于是玄灵子此番特意回去，就是专门取剑。至此，太华山的3大至宝已经有2个出现在了2族战场上。这座4方定神阵即为东之青龙，西之白虎，南之朱雀，北之玄武。1万名修士于4个方位各自布下阵法，将全部力量汇聚成一只神兽，再以神器的威力将其激发出来，这等力量足以与化神7大能相抗衡。所以白家的白绫枪、归元宗的神魔珠、太华山的太华剑和明光青玉珠，这些无疑不是仙器级别的宝物，也能够完美发挥出神兽的实力。浩瀚无边的大海之上，骆剑清一手持珠，运转起九莲夺天路，将身后这1万修士的力量全部传入明光青玉珠里。九莲夺天路的虚无力量从骆剑清的手掌中传入明光青玉珠里，顿时激起层层海啸，将妖兽大军击溃。1夺春秋，2夺法义，3夺是非，4夺因果，5夺生死，6夺日月。骆剑清呵斥一声，轰隆隆，只见一座正方形的阵法在第11海上缓缓形成。天色陡然暗下，太阳仿佛都被吞噬了一般，只剩下一道金色的光芒闪烁在天地间。大海上东南西北4个角落仿佛组成了一个圆满的循环，以青龙之强悍击溃妖族之信念，以朱雀之卓艳破除妖族之抵御，以白虎之强攻打退妖族之大阵，以玄武之稳固破碎妖族之反击。浅浅的金光在这一座大阵上隐隐闪烁，
四方神兽的威力全部汇聚在了一起，再也没有了任何的缺点漏洞，也没有任何的弱势命门，每一个方位都强横勇猛，也都稳若金汤。第二海主化为一只三眼巨鸟，俯冲下来，骆剑清元神出窍，以小莲花反困巨鸟。第三海主怒吼一声，掀起狂风巨浪，左云墨剑指苍穹，引下道道神雷。第四海主将整片大海燃烧起来，佛子与陈清叹一声，拈花一指，神魔珠化为金色莲座，护住众人。第五海主疯狂地攻向人族，白棘长枪冷血，以华丽枪花刺破巨兽的手臂。这一刻，日夜颠倒，天空中再无日月，阴风席卷，鬼哭神嚎，澎湃汹涌的灵力在第11海上轰隆激荡，以摧枯拉朽之势收割生命。短短半个时辰，大海上便全是妖兽与人族的尸体，这些尸块大多再无完整形态，当真是触目惊心。然而这一战从四方定神阵结成的那一刻开始，便已然定下了结局。另外3个方位上，左云墨、白吉和佛子各自坚守，双方势均力敌。而在青龙位上，那第二海主却被骆剑清所率领的人修大军打得节节败退。骆剑清的脸色已然惨白，身体里被这近万名修士的灵力冲荡，浑身经脉都胀得发疼。但是在他的对面，第二海主的局势却更加糟糕。3只眼睛里有一只已经被戳破流血，一只翅膀更是断了半截。任凭妖境第二海主魔域妖尊如何猜想，都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被一群合体期以下的修士打到这般地步。大成后期大圆满的修为，在仙气与神兽的面前也显得微不足道。魔域妖尊羞恼的再次攻击上前，然而玄武卫传送过来的极强防御力却让他无法完全突破这座大阵。而且不知道为什么，魔域妖尊竟然发现他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修的实力居然在不断的上涨。随着越来越多的灵力涌入他的身体里，他从一开始的勉强慢慢变成了现在的游刃有余，本就是半步渡劫的实力。如果还要再突破，那岂不是轰隆隆？正在魔域妖尊心存疑惑时，他忽然便听到天空中传来一道震耳欲聋的雷鸣。青龙位上所有人修全部呆住，妖兽们也纷纷惊讶地看向天空。人群之中，骆剑清脸色一变，他眉头紧蹙，抬手看着这逐渐汇聚起来的乌黑雷云，几乎是没有思考。骆剑清转手便对身旁的合体期修士说道：“这是我的本命剑，你将它拿在手中，我可与它进行心灵感应。我即将渡劫，不可再留在这里，你们继续维持青龙卫的阵法，我渡完劫便立刻回来。”那修士目瞪口呆道：“骆道友，你若是走了，那我们这青龙卫岂不是？佛子那边应该还能再撑住一段时间，只要他的玄武卫不破，我们这里就没有问题。”话刚说完，骆剑清飞身便走，他完全不能再等下去了，因为每过1秒，雷劫都有可能砸下来。砸中他是小事，他就怕再砸中这些人修。以他的实力和天道对他的仇视，这些雷劫绝对不可能是普通雷劫这么简单。就算是骆剑清面对这些雷劫，都是轻则重伤，重则殒命的程度。那修士手里捧着双符剑，眼睁睁地看着骆剑清飞出大阵。他惊呼：“骆道友，你要渡劫，怎可不带你的本命剑？这可是你的重要法宝，你不带本命剑，渡劫时该怎么办？”与此同时，正往朱雀位赶去的白衣尊者忽然停住了脚步，目光惊愕地转头看向东边。他双目一缩，怒斥：“天道，你怎可趁人之危？”话音落下，玄灵子转身便往青龙位而去。这些事骆剑清并不知晓，然而他就是想走，魔域妖尊也不可能让他走。见到骆剑清从青龙阵里出来时，那魔域妖尊先是一愣，接着喜出望外：“
天柱妖族，你竟然要渡劫！你竟然要渡劫！本尊绝不让你渡劫！说着，魔域妖尊愤怒的朝洛剑清喷出一口紫色神雷，那些雷霆好似一条条粗壮的巨蛇，向洛剑清飞奔而去。雷霆恰恰劈在了洛剑清的眼前，挡住了他往外奔逃的去路。洛剑清怔愣的望着这一幕，他一回首，只见魔域妖尊哈哈大笑道：“本尊生于雷霆海中，天生六阶，渡雷劫如吃糖丸。天助妖族，天助本尊，今日本尊便要与这雷劫一起，将你这小辈击杀。”洛剑清微微眯了眼睛，祭出明光青玉珠，冷冷道：“那你便往前试试。”这等情景发生在任何时候，都会无比古怪。一个半步渡劫的修士，竟然还叫嚣一位地阶巅峰的妖尊，两人已经差了2个大境界，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然而此刻却也显得有些适宜。虽说洛剑清身体里的灵力也枯竭的厉害，但是他却毫发无损，不似这魔域妖尊已经断了一臂，瞎了一只眼。洛剑清的狂妄令魔域妖尊双目血红，咆哮着便向他冲来。洛剑清勉强的以自己一人的力量催动了明光青玉珠，而妖族大军见状则趁机冲向了青龙阵，准备与那数千位人修厮杀。这数千人修借助四方定神阵的威力，勉强挡住了这些妖族的进攻。站在首位的合体期修士更是把持着洛剑清的双符剑暂替了他的位置，攻击向着成山成海的妖兽大军。天空中，魔域妖尊双翼扑闪，降下数道雷霆。洛剑清勉强的躲过了这些雷霆大雨，却听轰隆隆一声巨响，一道红色神雷从雷云中落下，劈在了洛剑清的后背上，令他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毫无防备的往海面砸去。本尊要了你的命！魔域妖尊怒吼道。洛剑清双目一红，反手举起明光青玉珠，再次与魔域妖尊对峙起来。与此同时，朱雀位、白虎位和玄武位上，因为青龙位的失守，三方攻击力大减，好不容易取得的优势也渐渐消散。白吉咬牙怒道：“是谁？竟然失败了！”左云墨却是目露忧色：“是谁？一定不会是剑清。”佛子雨辰微微一冷，忽然止住了所有攻击。他双手合十，祭出了那串神魔珠。阿弥陀佛，小僧只得以少代功。波涛起伏的海面上，洛剑清与那魔域妖尊缠斗在一起，几乎被对方全程压制。洛剑清凭借明光青玉珠，勉强能够一次次地从魔域妖尊的手中逃脱，但是那无孔不入的雷劫却一次次地劈在洛剑清逃跑的道路上，令他屡次受创。鲜血染红了洛剑清的眼睛，他的身后是穷追不舍的妖尊，身前则是不知何时会劈下的雷劫。魔域妖尊放声道：“你这小畜生，休想再逃！”洛剑清咬紧牙齿，忽然转身看向对方，反而笑了：“我为何要逃？今日我便不逃给你看。”话音刚落，在魔域妖尊错愕的时候，只见俊美秀朗的年轻修士突然化为一道青色光芒，飞向了广阔无边的妖兽大军。魔域妖尊双目圆睁，大吼道：“小辈儿敢！”此时洛剑清却已经飞入了那数不清的妖兽大军中，令那些妖兽愣住。魔域妖尊率领的这支军队里还有8个妖尊，见状他们面露喜色，赶紧的便向洛剑清扑来，准备抢攻。谁料就在其中一个灰袍老者即将碰到洛剑清的时候，只听轰隆隆，一道红色神雷劈在了这老者的身上，后者重伤吐血，整个人倒飞出去。下一刻，所有的妖尊全部惊住，不敢再动。即使站在妖兽大军中，洛剑清也面不改色。他用冰冷的目光扫视周围一圈，最后大笑起来，右脚跺地，霸道无畏的说道：“想要杀了我，
想要让这雷劈死我。今日我便告诉你们，到底这雷会劈死谁。轰轰轰！红色雷霆再次劈下，每一次的劈落都令上百妖兽惨嚎出声。一共18道红色雷霆全部劈落结束时，妖兽们已经溃不成军，纷纷四处逃散。然而他们的数量终究是太多，即使往各个方向逃窜，也足以让神雷劈下时一劈就砸死一群。第19道雷是一道紫色的神雷，自此往后，直到第49道都是威势骇人的紫色天雷。魔域妖尊震撼的看着这一幕，不敢置信的颤抖道：这才第19道雷，便是紫色神雷，那再往后他到底有多少道雷劫？回答魔域妖尊的是一道纯白色的雷劫。魔域妖尊一生7000年，从未见过这样的雷劫。他自诩生于雷霆海中，将雷霆当作糖丸来吃，却不敢相信这一生还能见到这样一道恐怖可害的雷劫。这道雷已经变成了纯粹的白色，只有毁天灭地的威能藏在其中。即使是他魔域也不敢硬生生的接下这样一道雷劫，他一定会受伤。然而此时洛剑清早已浑身血污，他仍旧往妖兽最多的地方跑，引着这一道雷劫劈在了妖兽大军里。15道纯白雷劫过后，洛剑清已经抛出了无数的法宝，他抛出的每一个法宝都足以让渡劫期的大能眼红，但是他却眼都不眨都抛了出去，只是为了挡住雷劫。第65道雷劫时，魔域妖尊早已不敢去追洛剑清，他颤抖着身体抬手望天，只见那雷云已经遍布了整个天空，几乎要将妖境覆盖。一道道金色的光芒在这雷云中酝酿，仿佛要酝酿出什么足以灭世的东西。跑！魔域妖尊下意识的转身就跑，谁料洛剑清却突然看向了他，冷笑一声，往他这里冲来。当洛剑清冲到魔域妖尊的身后100米时，只见一道金色的光芒从雷云中忽然劈下，直直的往洛剑清和魔域妖尊这里砸下来。本尊生于雷霆海，从不畏惧雷霆。魔域妖尊疯狂地大喊着。洛剑清祭出了一尊黑色小鼎砸向雷霆，魔域妖尊却狂妄的转身迎向雷霆。只见这金色雷霆轰隆隆的劈在了魔域妖尊的身上，他整个人口吐鲜血，倒飞出去，连手掌都被劈裂。洛剑清见状，双目一亮，赶紧又追了上去。魔域妖尊此时哪里还有刚才的傲慢姿态，他眼神惊恐的往前直逃。然而洛剑清就是追着他，上天下海，一刻都不放松。你不要追本尊啊！你给本尊滚啊！本尊怎么可能怕雷霆？求求你，不要再追着本尊了。当第80道雷劫劈下来的时候，魔域妖尊早已少了一只翅膀，恢复成了3目巨鸟的模样。他痴傻似的看着天上的雷云，眼见一道金色雷霆忽然向他和洛剑清的方向劈下，他竟然长鸣一声，展翅迎了上去。本尊从不畏惧雷霆，难道真的劈傻了？轰！一道刺目的白光过后，与那金色雷霆相撞后，3目巨鸟划出一道抛物线，重重的落入大海中，竟然没有再飞出海面。视线从平静的海面上渐渐移到了那遮天蔽日的黑色雷云中，洛剑清抿住了嘴角，目光森冷的望着对方。此刻大海上的妖兽们已经各自逃散，2只渡劫期的9阶妖尊被活活劈死，地阶巅峰的魔域妖尊也是生死不明。洛剑清转手看向仁修方向，道：把剑给我。那仁修立刻将剑抛了出去，双符剑化为一道流光，飞到洛剑清的手中。洛剑清右手执剑，目光凛然的望着天空的雷云。他忽然有了种错觉，好像这雷云仿佛也有意识，正悄悄的打量着他。双方注视片刻，只听一道道沉闷的雷鸣声响起，
骆剑清双目微眯，轰隆隆，一道金光从雷云中倏地劈下。这光芒已经不再像是雷劫，反而像是一道纯粹的能量攻击。骆剑清长喝一声，手执双符剑迎面击上，身体里的九连夺天路疯狂地运转起来。天道万物第一线，日升月落，白昼黑夜。我夺万物第一线，明日皓月，不分昼夜。夺日月。砰！时间好似静止，耀眼的金光成了此时唯一的焦点。一个清瘦单薄的人修和那携带天道威能，好似沧海一样浩瀚的金光撞击在了一起，令远处的无数人修胆寒心颤。这一瞬间被放大到了无限漫长的地步。当尘埃落地之时，只见那金光能量倏地破碎成了万道碎片，向四面八方冲撞过来。即使力量已经被分散成了许多道，但是当这些能量一个个撞击上四方定神阵的结界时，却仍旧令这座大阵微微颤动。众人只见那削瘦的身影忽然倒飞出去，落入海中。一刻钟过去了，2刻钟过去了，3刻钟过去了，骆道友该不会？一个修士声音颤抖的说道。有人立刻回答道：应该不会吧？对，怎么会呢？虽然雷劫很可怕，但是骆道友可是70年渡劫的绝世天才啊！正在众人议论纷纷之时，只见一道青色身影从大海中突然飞了出来。他的身上早已全是血水，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血人。拿剑的手无力的垂下，鲜血顺着他的指尖往下滴淌，看上去狼狈不堪。但是他终究是挺过了9981道雷劫。果然是骆道友，他到底是怎么挺过那最后一道雷劫的？那雷劫可是连魔域妖尊都劈死了啊！不管了，只要挺过这最后一道雷劫，那就没有问题了。是啊是啊，以后我们是否要改口？哪能再是骆道友，得叫尊者了吧？不对，这天上的雷云怎么还没散去？此话一落地，众人立刻惊骇地看向天空。果不其然，只见那沉闷压抑的黑色雷云竟然还在天空中弥漫，好似一座巨山压在所有人的心头。骆剑清的脸色渐渐沉了下去，目光平静地望着那空中仍旧未散的雷云。他想要握紧自己的剑，可是手却已经完全动不了，手骨尽断，只是维持着握剑的姿势。浅青色的光芒在乌黑的雷云中轻轻闪烁，骆剑清抬手擦去了脸上的鲜血。谁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只见一道青色的雷霆忽然从那黑色雷云中劈下。这雷霆看似简单，远远没有刚才那道金色雷霆来的声势浩大，然而它却夹杂着一丝毁灭的气息，令所有旁观者浑身颤抖。骆剑清手指颤抖的抬起双符剑迎了上去，然而就在此时，却见一道金色剑光从远方飞来，瞬间击在了那雷霆上。愤怒的声音传遍整个海域，大道有言，99归一。81道雷劫后，天罚终止。天道，你可知错？无边雷云浓黑发紫，将整片天空遮蔽。骆剑清的眼睛已经被鲜血打湿，他勉强的将眼睛睁开一条缝，只见一道白色的身影挡在自己面前。向来清冷淡漠的尊者此刻怒发冲冠，一把玄灵剑直指向天，浩瀚凌厉如同大海，疯狂地往四周散去。师傅，骆剑清哑着嗓子喊出了2个字：为师在。玄灵子左手向后拉住了骆剑清的手，仍旧将骆剑清完全遮在身后，以一己之力应对这漆黑可怖的雷云。骆剑清垂下眼睛，呆愣地看着从玄灵子宽广大袖中流下来的鲜血。就算是化神中期的修为，但是强硬地挡住了刚才那第82道雷劫后，玄灵子还是受了伤。玄灵子的血与骆剑清的血混在一起，骆剑清怔怔地看着，而玄灵子却向那雷云怒目相对，
接着转手便道，将明光青玉珠给为师。骆剑清身体一颤，迟疑了片刻，没有回答。玄灵子见状也是微愣，然而看着骆剑清犹豫的神色，他没有一点怀疑，直接执起玄灵剑，脚尖一点，便飞身往那雷云而去。竟然没有拿明光青玉珠！轰隆隆，黑色雷云发出一道道沉闷的雷鸣声，但却没有再降下一道神雷。玄灵子手指一点，一滴金色的精血便滴在了玄灵剑上。他的手中不断的掐弄手诀，不消片刻，却见玄灵剑旋转着飞舞出一道金色的九瓣莲花。古老沧桑的气息从这莲花上散溢出来，玄灵子手掌一拍，莲花便呼啸着飞向黑云。二者相撞的那一刻，第11海上被轰出了一片虚无地带，海水瞬间蒸发，在海中沉浮的数万尸块也突然间化为齑粉。躲在四方定神阵里的数千人修忽然感到双耳轰鸣，暂时失去了听力，眼前好像亮起了一道金光。这一道金光过后，许久，天地间才恢复宁静。那一朵每个渡劫期修士都必须要面对的雷云，在这惊人的攻击下，终于慢慢消散。玄灵子伸出左手，一道金色剑光便飞入他的手中，化为玄灵剑。而在他的指尖、虎口全部被震裂流血，这该是多么强大的力量，才能让一位化神中期的剑修最为重要的手受伤？然而做完这一切后，玄灵子却没有立即为自己疗伤，反而折回头来，赶紧将浑身是血的骆剑清抱了起来。就在这数千修士的面前，他直接将自己的徒儿打横抱起，为骆剑清吃了一颗7阶灵丹。骆剑清却拉了他的衣襟，声音沙哑的说道：“师傅，你不是要去二师弟那里的吗？”玄灵子动作一滞，接着垂了眸子，镇定道：“浩星子师兄已经去了。”骆剑清这才放了心。在这次人族的计划中，玄灵子将会前往朱雀位，从朱雀位进行攻破。因为云家老祖掐算天道，得出的结果是朱雀位的妖族将会是最难击败的，他们所需要面对的敌人也最强大。为了节省实力，朱雀位原本派出的就是修为最低的左云墨，同时也让玄灵子前去支援。当玄灵子将骆剑清放回人修中时，他再仔细照看了一下骆剑清的伤势，接着便准备飞身离开。就算再怎样不想离开，但玄灵子也必须去应对50里开外正在往青龙位飞来的妖族尊者，不能就在此停留。四方定神阵更需要的是修士的数量，即使玄灵子能一剑击杀在场的所有修士，他也不能代替这近万修士布下青龙位的大阵。玄灵子道：“剑清，接下来往这里而来的妖族，为师会为你铲除。你用明光青玉珠在这里继续布阵，保持住四方定神阵。”话音刚落，玄灵子还未离开，忽然便感觉自己的衣袖被人拉住。玄灵子错愕的转身看去，只见骆剑清一双沾了血的眸子里全是复杂的神色。过了片刻，他才谨慎的传音过去：“师傅，明光青玉珠裂了一条缝。”玄灵子睁大双眼，骆剑清和那魔域妖尊一起抵挡了数十道天雷，为何实力远超于骆剑清的魔域妖尊此刻已经陨落，骆剑清却只是身受重伤。就算妖族天生不需要渡雷劫，没这方面的经验，就算魔域妖尊掉以轻心，没有全力以赴，但是以骆剑清的实力，绝对不应该能够接下最后那第81道金色雷劫。一切只应当骆剑清视死如归的冲上去时，就在双符剑即将迎上金色雷劫的一刹那，明光青玉珠忽然从骆剑清的袖子里飞了出来，化为一道青色流光，轰的一声便撞上了雷劫。自此，明光青玉珠裂了一条细缝，雷云也竟不顾大道规定，降下了第82道雷劫。双眸微微眯起，玄灵子轻叹一声，抬袖将一道金光甩去。骆剑清赶紧抬起双手接下，只见一把冰冷刺骨的长剑正落在他的手上。玄灵子传音道：“
若是明光青玉珠真的撑不下去，剑清用这把剑。骆剑清瞳孔一颤，但还是点头应下了。此时此刻，东南西北4个方位人族大能已经全部到齐，先以4方定神阵破了妖族大军，令数万中阶妖兽无法前进一步，再令各位尊者前往4个方向，只留下魔道宫大管事七落、断魂宗的鬼岩老祖以及太华山的广灵子尊者守在4方定神阵的阵心。青龙位上，妖尊浩明怒吼一声，与第6海、第7海以及第10海的3位海主，再加上20个9阶巅峰的妖尊，一起对上了玄灵子。朱雀位上，天妖尊独觉天老破空而来，只身一人，却有浩星子尊者和魔道宫的2位护法相对抗。白虎位上，妖尊阴姬柔笑妩媚，望着眼前的白胡子老头道：姓白的小朋友怎么都认识2000多年了，你还是这点修为呢？玄武位上，归元宗的太上长老灵上大师盘坐下来，拨弄着一串深褐色的佛珠，诵念佛经。他叹息道：阿弥陀佛，行威施主，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话音落下后，一旁的佛子带领数百归元宗的弟子也默念道：阿弥陀佛，施主，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骆剑清站在青龙位的中心，手里捧着一颗圆润的青色玉珠，浑身紧绷。雷劫对于任何修士来说都是一次生死考验，但同时也是一次极大的机缘。只要挺过了雷劫，便可以跨入渡劫期，甚至可以得到一次非同凡响的淬炼肉身的机会。越是实力高深、底子扎实的修士，越是不喜欢在渡雷劫这一条路上用法宝。如果是对于上辈子的骆剑清来说，假设他真的有机会渡雷劫，那他也绝技是不会用法宝的，因为那样对淬炼身体并无好处，只是为了渡劫而渡劫。然而这辈子却不同，骆剑清清楚的知道，自己若是不用法宝，那绝对挺不过40道雷劫，最多36道雷劫便能将自己劈死。所以在过去的这8年里，骆剑清和玄灵子游历玄天大陆，走了4大险地中的2个，去了8个荒原中的3个，历经艰险，不辞辛劳，为的就是找寻天地灵物，练出可以渡雷的法宝。不过即使几乎一直在用法宝渡劫，但是这一次的雷劫对骆剑清而言也绝对是一场历练。正如同玄灵子所猜测的一般，这天雷要么不降，一旦降下，就是将骆剑清往死里劈。即使有那般多的法宝，骆剑清也被雷劫打成重伤，身体里的灵力早已干涸，经脉也全部受损。然而当他缓过神时，他便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恢复，经脉变得更快宽敞，可以供更多的灵力运转，丹田也变得更加坚固，当真是固若金汤。曾经干涸的灵力一旦恢复起来，足足增加了3倍之多。而且这一次骆剑清最大的收获并非是肉身和灵力的增长，更是对九莲夺天路的修炼。这4方定神阵刚启动时，骆剑清便借用大阵，感受到了九莲夺天路第6夺的屏障。自他修炼完第5夺后，他就连这第6夺是什么都不再知道，只是隐约的有个感觉。4方定神阵夺走日月后，骆剑清恍然明白，这第6夺应当是夺日月。然而明白是一回事，看到屏障是一回事，可这屏障却极难突破。正在此时，81道天雷降临，帮骆剑清硬生生的劈开了这一道屏障。为何3万年前，除了九莲尊者外，其余修炼九莲夺天路的修士，无一不止步第6夺。前5夺皆是夺走与生命万物有关联的规则。人修作为人，自然更为了解生命，在这前5夺上也有一定的领悟。然而到了第6夺，九莲夺天路夺走的便是真正只属于天道的东西。
日升月落，潮起潮伏，这些都是天道注定，无论世间有无生命，这些都无人可以更改。第六夺，夺明日呜夜，夺苍莽岁月。骆剑清有一丝感觉，他一旦将这九连夺天路完全的修炼成功，那他所能夺走的将会是天道真正拥有的东西。这得是何等的天才，才能创造出这般可怕的功法。数千修士的灵力源源不断的流入骆剑清的身体里，而骆剑清则运转着九连夺天路，将自己的灵力传入裂了一条细缝的明光青玉珠中。青龙卫再次稳固起来，四方定神阵气势磅礴，抵挡着万千妖兽的进攻。而在那不远处的海域上，俊美清雅的白衣尊者双手空空，目光平静地看着眼前的数千妖兽。他的目光并未放在那些8阶以下的妖兽身上，只是看着那些9阶妖尊和数个地阶妖尊。薄唇微抿，浩明一开始看到玄灵子时浑身一颤，下意识的就想跑。然而他再看看自己身旁的10几个妖尊，终于放下心来。他朗声大笑：“玄灵子，你便是真的如此狂妄自负，竟然敢一个人来面对我妖族大军吗？”玄灵子凤目微抬，淡淡道：“本尊一人。”足矣。浩明横眉怒道：“那今日本尊便要让你知道，你的实力还不够你说出这种话。”与此同时，朱雀卫、白虎卫和玄武卫上，妖族与人族的顶尖大能直接开战，在第11海上掀起滔天巨浪。第11海上狂风怒嚎，磅礴灵力在这无边大海上对撞破碎。4个年轻一代的天才人杰镇守四方定神阵，抵挡住10万妖族大军。而属于绝世大能的战争则在另一个空间里打响。这些尊者们一次次地撕裂空间，又一次次地将空间打破，再重新撕裂。海上的小岛被大能们从空间里震慑出来的力量波及，一座座地沉没海底。即使是无边无际的大海，可以包容万物，也能看见这些海水被强大的力量卷起来，形成龙卷海啸，然后又被更加强大的力量炙烤蒸发。骆剑清守在青龙卫上，能够听到遥远的地方传来一阵阵的巨响。他右手紧握着玄灵剑，左手则捧着明光青玉珠，心中早已急得揪疼起来，但是表面上却十分镇定，带领身后仅存的6000多人修，继续维护这座四方定神阵。明光青玉珠上的力量不断扩散，从空中降下朵朵青莲，令这上万的妖兽大军被镇压击破。时间过得越长，骆剑清心里便越着急。他不知道玄灵子遇到的对手到底是哪些妖尊，但是他知道，他的师傅就算修为再高，连本命剑都不在手中，肯定实力大减。在这样的情况下，假设玄灵子遇上的是独绝天老，那处境将会非常危险。正在骆剑清焦急的时候，却听嗡的一声，明光青玉珠微微颤抖起来，从珠子裂开的那条细缝中闪烁出了一点点白色的光芒。骆剑清双眸一缩，反手就将明光青玉珠收了回去，同时举起玄灵剑，轻而易举的将剑拔了出来。铮！一把修长冰冷的宝剑在日光下闪烁起了熠熠光辉，仿佛是由寒冰铸成的一般。剑身上泛着凛然的冷光，不似明光青玉珠那般温润。太化剑一出鞘，便锋利尖锐的割破空气，发出一道极细的剑音。一旁的修士诧异的看着这一幕，问道：“骆道友，你这是？”骆剑清蹙起眉头，语气淡定道：“我师傅的这把剑也算是半个仙器，足以应对。”那修士原本还想再问些什么，但是看着骆剑清一副冷肃的模样，他只得将自己的问题收了回去。骆剑清举起玄灵剑，剑指妖兽，每当他挥动宝剑，剑光就会扫荡过一大片的妖兽大军，割开无数妖兽的头颅。
十头八阶妖兽见状，咆哮着向骆剑清冲来。骆剑清以一敌十，毫不畏惧。不说他如今已是渡劫期的修为，就算他仍旧是合体期，也绝不会惧怕这同样身为合体期的4个妖兽。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骆剑清已经战到麻木。一场战争令人疲惫的不一定是战争的艰辛，也不一定是战争的困难，而是这一场战争持续下来对人心意志的折磨。骆剑清觉得自己一定已经杀了1万多头妖兽，或许有2万。可是乌压压的妖兽大军却好像怎么杀也杀不完，杀了1只还有2只，杀了2只还有4只。骆剑清第无数次的挥动玄灵剑，再次割下23头妖兽的头颅。正在他即将再次挥剑时，却听到一道破风声从远处响起。他双目一亮，赶紧放眼看去，只见一道白色的身影从遥远的海天交际处快速的向自己这里飞来。那人的身材并不算魁梧高大，但是右手里却拎着一头生死不知的巨大白狼。骆剑清睁大眼睛看着这人的出现。当这人出现时，那些中阶妖兽全部惊骇的往后退去，地阶妖兽也被对方强大的威压给震得连连后退。只见玄灵子右手一动，浑身是血的白狼便被他扔在了海平面上。也不知施了什么法术，巨狼就躺在海水之上，浑身都在流血。骆剑清看着这头熟悉的白狼，第一眼就认出了这是谁。然而他还未曾来得及惊喜，在抬眼时便看到玄灵子飞到了自己面前，一张清俊秀雅的脸庞上沾了少许鲜血。骆剑清的目光从玄灵子的脸庞移到他的下颚，最后停在他的左肩处，整个人一下子惊住，然后下意识的说道：“师傅，你受伤了。”说着，骆剑清就赶紧扶住了玄灵子。一身白袍早已被鲜血打湿，斑驳的血迹衬在纯白的锦袍上，触目惊心。玄灵子摇摇手，并无大事。骆剑清收紧手指，犹豫了片刻，终归还是没在这么多人的面前乱说什么。至此，这场大战已经持续了整整18天。青龙卫收获了第一场胜利，有玄灵子在，骆剑清很快便操控青龙阵，将这残剩的数千妖兽全部俘虏，其中有3000妖兽被斩于剑下，还有上万妖兽直接投降，无心再战。同时，玄武卫上行威遇上了归元宗的僧人们所把控的玄武阵，也是毫无办法。你打他们，他们就是坐下来念经；你用尽全力打他们，他们还是坐下来念经。一个玄武阵被这群僧人守成了彻彻底底的乌龟壳，别说能不能攻破，连打伤都不可能。行威只是耗费了许多灵力，打了整整3天，没有受伤，而以灵上大师为首的僧人们也安心念佛，并不主动攻击。至于白虎镇上，情况则危急了许多。白家老祖乃是8大世家中唯一一个达到大成后期大圆满的绝世大能，放眼人族中，他的实力也能排上第5。但是如今在他面前的却是妖尊阴姬。阴姬虽是4大妖尊之末，但是凭借他在阵法上的研究和他多端的诡计，却可以说是4大妖尊里最为难缠的一个。如今的修真界，除了已逝的魔尊魔千秋，年岁最长的便是白家老祖。然而与阴姬相比，白家老祖也不过是个晚辈。在1000年前，阴姬便在2族战场上大放光辉。与行威相斗时，白家老祖挥舞着长枪，变换成了一只白色的凤凰，呼啸着冲向阴姬。虽说无法取胜，但是凭借4方定神阵，白家老祖能够勉强与阴姬缠斗一起，拖住他的脚步，令他无法得手。然而无论白家老祖做出什么样的攻击，阴姬都能立即找出最简单的法子抵御他的攻击。每当这蛇尾用力一甩，白虎卫中的近万修士便面色发紧，
时刻担心殷姬会不会破了这四方定神阵。而在整个第11海上，战局最为焦灼的，则是朱雀卫。独绝天老常年幽居于妖境深处，很少暴露实力，但是却没有人敢敌视他。1000多年前，在妖族还有天阶妖尊的时候，独绝天老明明只有地阶巅峰，当时的天阶妖尊却都给他几分面子。如今独绝天老已然跨入天阶，这个佝偻驼背的白发老者站在近万的人修面前，抬起手中的苍黄木拐杖，轻轻一动，便是地动山摇，海水暴涨。浩星子尊者与其他几位尊者联手抵抗，竟也只能勉强挡住独绝天老的攻击，稍稍占据了下风。这一场大战是一场消耗战，独绝天老的妖力络绎不绝，源源不断，浩星子尊者那里却渐显颓势。长此以往，独绝天老必能将这朱雀卫的阵法击溃，从而破除这四方定神阵。独绝天老神色平静，将熊熊灵力灌输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海中，攻打向浩星子为首的人族大军。这一日的傍晚，他如同往常一样，不紧不慢的攻击着，保存体力，直到他忽然动作一顿，目光诧异的看向东边的方向。攻打青龙卫的妖族大军败了。独绝天老花白的眉头紧紧的皱起，他怒喝一声，陡然收回了拐杖，右手成拳。这一刻，所有人修才发现，当独绝天老的衣袍缓缓从手腕处落下后，他藏在衣服里的肌肉竟然如此遒劲，硕大的肌肉球结成了块状，刚猛的力量富有极强的视觉冲击，令众人瞠目结舌，万目枯腾，独此一支。轰隆隆，恐怖的妖力在空中形成了一座巨大的山，将天空遮蔽住。海面上的数千名修士惊恐的看着这座巨山，只见那漆黑的妖力在大山的底部形成了一只巨手。说是山，其实更像是一只山石凝结出来的大手，手背上有一座不见山顶的大山，手心却直直的向着数千修士抓来。浩星子双目微缩，大喊道：云墨，剑来！左云墨立刻将太化剑捧起，浩星子尊者右手一握，太化剑便化为一道流光，飞到了他的掌心。苍老白发的尊者手执长剑，仅以一人一剑，与这巨山相斗。青阳为令，太化为剑。只见一道巨大的剑影从太化剑上浮现，这把剑足有100丈宽，10000丈长。当这道剑影形成时，天空中响起了阵阵雷鸣，一道银白色的雷霆从天空中劈下，砸在了这道剑影上，令虚无的剑影凝结成了实物，散发出雄浑威势。太化剑第3式，奔雷侵天。当大山与巨剑相撞时，大海被震出了100丈方圆的真空，无数修士接连往后倒退，修为只有合体后期的左云墨更是差点要跌出朱雀卫的中心。然而他却咬着牙，用自己的剑挡在身前，硬生生的从这可怕的冲击波中稳下身子。这一撞，巨剑穿破了大山，但是剑影也瞬间碎裂。浩星子尊者喷出一口鲜血，独绝天老也脸色惨白，唇边流血。而浩星子身后的左云墨更是面如金纸，他紧紧的抿着嘴唇，却听咔嚓一声，他手中的长剑竟然寸寸断裂，成了碎片。浩星子惊骇的转身，云墨。鲜血从左云墨的口中不断流出，他抬手擦血，但是血却仍旧不断的流了下来。左云墨翻手从那戒里取出一颗丹药，直接吞吃下去。他微微勾起唇角，露出一抹温煦的笑容，嗓音嘶哑的说道：师父，弟子没事，本命剑都断了，怎能没事？但是如今能不能守住朱雀卫，却比一个合体后期修士的伤势要重要的多。浩星子也无力去查看左云墨的伤势，他抬起太化剑，再次与那独绝天老对上。
二者在虚无的空间中厮杀来回，又打碎空间，在第11海上不断对战。浩星子根本无法与独绝天老相抗衡，眼看着独绝天老找到一个时机，直接攻向左云墨。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一道金色剑光从遥远的天际倏地冲来，划破海水，与独绝天老的妖力攻击相撞，一起破碎。独绝天老身体一顿，他慢慢的转过头，看向来人。玄灵子的左肩上还有3道深可见骨的爪印，但是他的神情却十分镇定，双目平和的看着眼前的白发老者，淡淡道：独绝天老，大事已定。独绝天老的目光在玄灵子和他身旁的青衣修士上转了转，接着他面色沉静的说道：若是静离还在，这次的结局绝不会是这样。玄灵子道：然而他并不在。独绝天老沉默许久，最终长叹一声，转手看向身后呆怔住的诸多妖兽，然后他又低头看向大海上那些暂且还没被自己和浩星子等人的威压碾碎的妖兽尸骸。良久，他抬手看向玄灵子，道：妖族败，人族胜。短短的6个字，在凛冽刺骨的海风中呼啸而过，渐渐湮灭。骆剑清目光微正，只觉得刚才好像听错了什么，似乎没抓住什么关键词，又似乎刚才听到的只是一声错觉。玄灵子转眸看了自家徒儿一眼，不动声色的勾起唇角，难得的露出一丝笑意，又很快掩藏。他看向独绝天老，道：我人族要的不是胜利。独绝天老面色微沉，那要什么？玄灵子右手一抬，一头体型庞大的白色巨狼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独绝天老瞳孔一缩，还未开口，只听玄灵子道：人族要的是妖族再无反击之力。玄灵子尔敢！轰！金色的剑光从巨狼的后背穿心而过，再从胸前窜出。这伤痕累累的白狼浑身抖了一下，勉强的睁开眼睛，看向自己眼前满脸怒意的独绝天老。天老！独绝天老满脸通红，愤怒的咆哮道：玄灵子！那巨狼目光呆傻的看着天老，发现后者并没有注意自己，只是用愤恨的目光注视着那个击碎了自己妖丹的人修。巨狼沉默了片刻，一道白光闪过，化成人形往大海里坠落。玄灵子却执起长剑指向独绝天老，眉目清冷的说道：除了浩明的妖丹，我人族还要行威的妖丹。这一天，骆剑清恐怕一生都不会忘记。妖族与人族大战多年，两族间的精英天才死伤无数。数万年前，妖族里有近百的天阶妖尊，人族里也有无数人可以成仙。可如今，整个玄天大陆上，化神期修士只有玄灵子一人，天阶妖尊也只有独绝天老一个。谁也不知大战是为何而开始，只知道这场战争一旦开始，便无法停下。不仅仅是为了资源，也更是为了两族间死去的亿万同胞。当黑夜降临时，人族全面获胜。玄灵子一剑刺穿了浩明的妖丹，逼迫独绝天老不得不同意停战，愿意与人族商量如何再次划分资源地盘，往后两族间该如何相处。咸涩的海风拂过辽阔的海面，激荡起雪白的浪花。这里是第11海主的宫殿，屹立于一座小岛上。巍峨雄浑。往日里，这座宫殿不允许普通妖兽靠近，11海主会在这里纵情欢歌，通宵达旦。而如今，两族的顶尖大能却聚集在了这里，商讨协议的具体规定。这样的事情，浩星子尊者和鬼岩老祖更为擅长。于是玄灵子便坐在一边，并未太多插手。独绝天老也坐在一旁，神色平静，将喜怒蕴藏言下。阴姬细眉紧蹙，一双蛇瞳早已凝聚成线，散发着幽幽的绿光。他语气坚定地说道：人族，你们已经
毁了浩明的妖丹，还妄想行威的妖丹？这绝对不可能。为了避免让行威难堪，这次的协议商定，他并没有到场。玉清子尊者挑眉道：“这是我们的底线。”殷姬眯了眼睛看他，再转手看向浩星子，道：“第11海往东的妖境都可以交给人族，往后每隔10年，我们也可以给人族上供。第4海的碧波珠1000颗，第2海的长生木万根，都没任何意义。”浩星子道：“尔等不愿在行威这件事上妥协。”鲜红尖细的蛇信子从美艳妖娆的妖尊的口中探了出来，发出嘶嘶声响。殷姬的眼睛早已被气得成了墨绿色，他尽量稳住了情绪，这才冷冷道：“这件事绝无可能。人族想要做什么？其实双方都非常清楚。浩明可不是神兽，他是妖丹被毁，更不是妖丹被偷。自此以后，他的修为必然跌倒9阶以下，甚至还有可能跌到8阶，寿命也会大大缩短。妖族的4大妖尊，独绝天老若是能够陨落，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然而人族却都知道，这种要求绝对不能提，只会令两族无法和平，所以必须找到一个有利于人族、妖族又可以答应的中间条件，那便是击碎行威和浩明两者的妖丹。即使已经到了地阶巅峰，但殷姬最为出挑的并不是他的实力，是他的智慧，而行威和浩明则真的是妖境的主要战力。他们二者的妖丹若是被击破，妖族就会实力大退，至少1000年内无法与人族相抗衡，只得臣服。这场战争只持续了数月，而且是由人族挑起，但是妖族却不得不服输。3万年来的第一次长久和平或许就要实现，两方谁都在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因此更要小心谨慎，步步为营。等到第76天的清晨，妖族终于与人族达成协议。人族占据了从第12海往东的所有地域，妖族若想进入36州，必须得到人族的许可。每隔100年，妖族将会向人族上供，同时允许人族击碎行威的妖丹。这件事刚刚定下来，门外便有人羞快跑进来，大喊道：“不好了，不好了！行威妖尊逃了！”玄灵子目光一冷，看向殷姬，只见后者抬手掩住红唇，柔柔一笑：“行威又不是浩明那个傻大个，他自然知道我们将他隔在外面，自己商量事情。那么商量的东西肯定与他有关。他安排1、2个探子在我们之间为他通风报信，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玄灵子根本不去理会殷姬，脚尖一点，身影便消失在了大殿中。殷姬脸上的笑容顿时敛去，他刚想起身去追，却被独绝天老拦了下来。殷姬目光不定地看着眼前的白发老者，只见对方脸色深沉，淡淡道：“若是行威真的能跑了，那便算他的命；若是他逃不了，那也是他的命。”独绝天老话音刚落，便见一道青色身影飞快地窜出大殿。玄灵子追上去的时候，骆剑清没有反应过来。待他反应过来时，玄灵子已经追得不见踪影。骆剑清的额上渐渐渗出了细汗，他扩大灵识，开始寻找玄灵子的踪影。接着忽然看向西南的方向，立刻往那里追了过去。行威此刻已然化成原形，快速的逃离第11海，往妖境深处而去。4大妖尊中，若说独绝天老心思隐秘，无人明晓。殷姬诡计多端，算无一策；浩明粗犷愚笨，不拘小节。那行威绝对是其中最为刁钻的一个。正如那些年欺压劲离的时候，他向来会站在浩明的身后，不轻易的让自己主动上前。这一次两族协商，居然要让他退避，这件事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行威费了一番功夫，才将自己的手下安插进去。不过多日，他便得到了殷姬同意人族摧毁自己的妖丹的消息。凭什么？他行威
可是为妖族出生入死，凭什么允许人族直接击碎他的妖丹？难道是独绝天老居然怕了人族？还是两族争斗3万年？就在这个时候，妖族居然要向对方屈服，牺牲自己，这种事情行为绝对不可能答应。他要是没了妖丹，可能只会剩下2、3千年的寿命了。同时，境界也会从地阶巅峰跌到9阶，甚至8阶。自此便再没了妖尊行威，只有妖兽行威。这是行威绝对不允许的事情。行威将全身的妖力运转起来，疯狂地往前逃窜。一道黑色妖风刮过海面，眨眼间便消失在了大海上。然而就在行威已经快要逃到第10海时，却听一道破空声从自己的身后响起。嗖！行威赶紧往旁边一让，速度也顿时慢了下来。他立即回首，只见在20里外的地方，一道白色身影正以更快的速度向他追来。玄灵子！妖尊咆哮怒吼的声音在宽广的海面上回荡。一个逃，一个追。行威的速度比玄灵子慢了1分，片刻之后，玄灵子便到了他的身后10里处，漫天剑光从身后涌来，令行威的速度越来越慢。得到最后，行威愤怒的大吼一声，再次变为人形。他翻手取出一把长弓，右手拉满弓弦，刹那间，一支黑色的弓箭自动在琴弦上形成。给本尊碎！铮！剑一离弦，便化为数万道黑色剑光，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片天空。玄灵子停住脚步，抬起玄灵剑，左手掐弄手诀，一指点在了剑身上，一道无形的结界便在他的身遭形成。等玄灵子再往前看时，行威又逃了5里远。玄灵子再次追上，这一次是在两人抵达第10海与第11海的边缘时，玄灵子才将行威追上的。凌厉刺骨的长剑与凶猛疯狂的妖兽在海面上厮杀战斗，行威就像是一只被逼到了绝路的野兽，不顾一切的攻击玄灵子。就算自己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他也不断的攻击玄灵子，似乎失去了理智。在失去妖丹和直接陨落之间，行威宁愿选择陨落。玄灵子勉强闪过了行威的一道攻击，却正好牵扯到了左肩上的伤口。他俊眉微蹙，不动声色的又迎击上去。行威呼啸着俯冲下来，玄灵子抬剑便挡，二者轰然相撞，令整片海域颤动。当广灵子尊者带着洛剑清抵达的时候，看到的便是这么一副紧张急迫的场景。一白一黑的2道身影早已化为流光，在天与海之间不断交触碰撞，妖兽的血不停地洒在大海上。然而无论受了多么严重的伤，行威也绝不放弃，仍旧一直攻击着。即使玄灵子的修为比行威高上一个大境界，可是面对对方这种不要命的打法，他仍旧无法很快占据上风。广灵子尊者眉头紧蹙，再这样下去，妖族也快过来了，情势不妙。洛剑清更是捏了把冷汗，压低声音道：师伯，若你可以，不如在此布下一个阵法，困住那行威。我们要的只是抓住他，并非击杀他。行威知道我是师父的徒弟，师父绝对不会看我不管，以我为诱饵，可以引君入瓮。广灵子立刻惊道：剑清，你不过才渡劫初期的修为，怎么可以？师伯，再这样下去，师父的伤势就会被发现了。广灵子静声不言。与浩明一战时，玄灵子直接击杀了20位妖尊，并且重伤浩明，最终还将他带到独绝天老的面前，击碎了他的妖丹。众人并不知道为什么浩明没有说出玄灵子受伤的事情，但是这对人族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过去的这数十天里，玄灵子一直没有仔细疗伤。面对浩明，再加上20多位妖尊，就算是玄灵子也颇为吃力，更不用说他的本命剑还不在手中。
玄灵子虽说未曾战败，元神却受了不轻的伤，当时他的左肩更是差点被浩明一爪子击碎。玄灵子的伤不能被妖族发现，一旦发现，两族的关系又再次落入之前的局面。广灵子根本没有选择，悄悄地开始布阵。当他的阵法形成的那一刻，骆剑清立刻飞身上前，故作紧张地喊道：“师傅！”玄灵子微微一愣，转手看来，邢威更是双目一亮，忽然就向骆剑清冲来。骆剑清大惊失色，赶紧往后逃跑，然而邢威的妖气还是击伤了他的后背，令他闷哼一声，速度大大减慢。正在邢威即将抓到骆剑清的同时，轰然一声，一道大阵倏地被激发，邢威撞在了大阵的结界上，神色惊骇地望着这一幕。骆剑清咳了口血，背上的青衫早已被鲜血打湿。邢威在结界里咆哮着：“人类！人类！”骆剑清抬手擦去了唇边的鲜血，忍受着后背火辣辣的灼烧感，道：“妖尊邢威，今日两族已经立下协约，妖族同意人族将你的妖丹击碎，你竟敢再逃，你可知错？”邢威疯狂地在结界里冲撞着，然而这结界虽说只是不擅长布阵的广灵子尊者着急布下的，但也不是那么好冲破的。只见在他的冲撞下，这结界不断的震颤，但终究是没有破碎。凭什么？凭什么你们想破了本尊的妖丹，本尊就要坐以待毙？本尊不服！本尊不服！那如今求助你，再碎了你的妖丹，你可服气？骆剑清淡定地问道。邢威已然疯癫，不再回答骆剑清的问题，只是一味的冲撞结界。正在此时，玄灵子飞身下来，广灵子立刻笑道：“师弟。”谁料玄灵子只是冲他点了点头，便赶紧来到骆剑清这里。当看到青年身后那一大片的血迹时，玄灵子双目一缩，整个人怔了怔。旋即，玄灵子抬手附在了骆剑清全是血迹的后背上，令后者浑身一颤。当玄灵子的手碰上去时，骆剑清已经疼得咬牙。邢威的攻击自然不是普通修士可以接下的，骆剑清不过刚刚渡劫初期，邢威却已是大成后期大圆满。邢威的这一击没有将骆剑清活活劈成两半，便已经是骆剑清的幸运，只是他的后背早已被对方的击出了一个大洞。虽然这件由明秒杀制成的青衣没有破碎，但是衣服之下却破出了一个大洞，雪白的脊骨暴露在淋漓的血肉之中，令人不忍入目。怜惜和自责从玄灵子的眼中一闪而过，他将灵力顺着手掌传入骆剑清的身体里，但是骆剑清却拉住了他的手，传音过去：“师傅，你的伤势比我还重，此刻不要为我疗伤。”骆剑清的伤看上去很重，却只是皮外伤，对于一个渡劫期的修士来说，只是疼了点，算不得什么。要知道，当初的魔尊可是连心脏都能取出来再放回去的，达到一定境界后，肉身的伤便不再那么重要。反倒是玄灵子元神之伤极为复杂，不过事已至此，只要将邢威困住，那便不算大事。玄灵子将手从骆剑清的后背上挪开，翻手取出了一颗灵丹。当这丹药出现时，天地间便飘起了一阵阵浓郁的丹香，连一旁的广灵子尊者都眼红起来。玄灵子将丹药喂入骆剑清的口中，接着提剑便打算上前击碎邢威的妖丹，却在此时，只听轰隆隆，一整片的天空开始剧烈的颤抖起来，并非是第11海上方的天空，而是遍布在整个36州和妖境上的天空都开始微微的颤动起来，苍穹震颤，大海翻滚。玄灵子双目圆睁，第一反应就是拉住了一旁的骆剑清，而被困在结界里的邢威也痴傻的看着这一幕，仿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这颤动并不算多么剧烈，可是天空却是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颤抖，
36州上，无数凡人惊恐的指着天，连连大呼：天要塌了！正从第11海的宫殿向这边赶来的人族与妖族的诸多尊者也纷纷停住脚步，不敢置信的望着天空。独觉天老更是浑身颤抖，难道那个传言是真的？轰！62道黑色的光芒从妖境深处忽然一起飞出，以极快的速度飞越了第1海，径直的往第11海飞来。当他们穿过11海的上空时，一股雄浑苍老的力量令所有人都惊骇失色。却见这力量竟然义无反顾的飞向了36州，消失在了遥远的天边。玄灵子心中顿觉不妙，他立刻握紧了洛剑清的手，但是不消片刻，只听轰的一声，好似有什么东西碎了一样，大地剧烈的颤抖着，大海也跟随着不断波动。这一声轰然巨响后，一道黑色的光芒却忽然从那消失的地方又飞了过来，径直的钻入洛剑清的身体里。玄灵子根本来不及阻止，那光芒便窜入洛剑清的身体里，令他低哼一声，唇边渗出了一丝血。行微双目微颤，惊异的看着这一幕。没等众人反应，又是一道轰然巨响，黑色流光再次飞来，被玄灵子赶紧击碎，未能攻向洛剑清。隔着小半个第11海，两族无数的尊者都面面相觑，而在另一边，玄灵子一心一意的护着自己的徒儿。当第3道巨响传来时，鬼岩老祖忽然惊道：难道是枯山？玄灵子也望着那再次飞来的第3道黑芒，双目一缩，低声道：枯山。极北之地虽说早已封禁，不会再有修士找死地进去历练，但是一旦枯山真的崩塌了，那么首先遭殃的肯定是冲州、明州和潮州的普通凡人。对于人族而言，这必然是一场大难。几乎没有一丝犹豫，人族的所有尊者立刻动身前往极北之地。原本殷姬看着人族如此行色匆匆的模样，正在凝眉思索，然而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却见独觉天老神情严肃，语气郑重的说道：我们也前往枯山。殷姬诧异的传音过去：天老，为何我们也需要前往枯山？就算那所谓的枯山全部都塌了，也不可能影响到我们妖境。此刻正是我们反攻人类的好时机，若是抓住机会，或许我们能在他们焦头烂额之际反转胜利。独觉天老一敲拐杖，大海上便荡起一层波浪。难道你还没看出来是什么东西刚才飞过去了吗？森冷肃穆的声音令殷姬倏地怔住，过了片刻，他才缓缓睁大双眼，不敢置信的说道：难道是妖尊们的玉像？与人族不同，妖族从没有国家之分，也没有宗门之分，妖兽只讲究实力，谁实力强，那谁便是王，谁就可以统帅所有妖兽。即使王者要你去死，你也没有选择的权利，因为你不得不去死。如今的妖族中，可被称为王者的也只有天妖尊独觉天老。然而和上古时期的妖王相比，他差得太多，并没有绝对的实力可以统领妖族，让任何人都闭嘴。比如说，如今行威便敢违抗独觉天老的命令，拒绝奉献上妖丹，誓死逃命。若是放在那些有真正王者的时代，行威连逃跑的心思都不敢有，只能乖乖送上妖丹。绝对强大的实力是妖兽的信仰，正是因为他们无法成仙，才会对实力那样痴迷。而在妖族最为强大的时代，曾经诞生过64位绝世的天阶妖尊。那时候的妖族拥有无与伦比的辉煌显赫，几乎将人族的光芒压得不见踪影。等过了一段时间，或许是天道为了保持平衡，人族也诞生了许多超级大能。那个年代好似百花绽放时的盛春，天地间灵气浓郁，可以修炼的凡人也数不胜数。但是谁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人族的绝世大能全部陨落，妖族的64妖尊也无声消失。人族大能的事情
妖族并不知晓，但是妖族大能却留给了他们64尊玉像。岁月无情，沧海桑田，历史的真相早已掩埋在时间的沙尘里，无人可知，唯有这64尊玉像还铭记着曾经的辉煌时代。当玄灵子和独绝天老一前一后的来到极北之地时，枯山已经崩塌到了第29座。原本还有人族大能想要阻拦妖族踏上36州的土地，但是独绝天老却翻手取出了几块碎片。墨黑色的碎片在阳光下闪烁着冷冽的光芒，即使已经成了碎渣，但是一股雄浑古老的力量却从这碎片上溢了出来。独绝天老冷声道：若是不想让你们的枯山全部崩塌，便让本尊过去。人族这才放了行，无因其他，只因这些碎片上散溢出来的力量，竟然与枯山崩塌时候的力量极其相似。这是何等壮阔的景象！一条狭长连绵的山脉上，一座座的山峰正在相继坍塌。每一座山峰坍塌时，都会有强大的力量波动扩散，然后被一座金色的大阵阻拦住，将所有的力量全部限制在结界之内。凤羽相思阵，人族的天才阵法大师凤丝仙子的杰作，即使他已然身亡，却仍旧无声的阻挡枯山崩塌的力量的扩散，保护人族不受这股毁灭性的能量的破坏。天空中有数十颗黑色的星辰不断闪烁，每当一座山峰崩塌，便有一颗星辰亮起，分为2束光芒，其中一束光芒耀眼夺目，几乎有星辰90%的力量，狠狠地砸向枯山中还未崩塌的山峰，而另一束光芒虽说暗淡许多，却也决然地砸向人群，引得其余众人纷纷避让开来。那光芒好似流星，带着一丝同归于尽的意味，凶悍地砸向玄灵子，被他用剑抵挡。人族大能们个个惊异地看着这一幕，太华山的尊者们本想上前阻拦，可是这力量却十分强大，根本不理会他们，硬是要砸向玄灵子。至于妖族的妖尊们，则都是以看好戏的态度来看待这幅场景。阴姬掩住红唇，轻声说道：莫非前辈们也知道，这玄灵子是我妖族的大患，所以在天有灵，想要帮助我们将他除去。独绝天老目光幽深地看着天空中的数十颗黑色星辰，不吭一声。玄灵子的一身白色锦袍上已经落了一些鲜血，但他仍旧挡在骆剑清的面前，将这不断砸下的力量抵挡。虎口被震得开裂，剑柄上也沾染了鲜血，即使有玄灵子先做一个抵抗，但是仍然有不少力量透过他击打到骆剑清的身上，令他脸色愈加惨白。玉清子尊者在一旁着急的呼喊道：剑清，你帮不了你师父的忙，还待在那里做什么？你快点过来，就让他站在那里。玉清子的话还没说完，广灵子尊者便出声打断。玉清子尊者诧异的转手看向他：师兄。广灵子目光复杂的看了一眼骆剑清和玄灵子，对玉清子传音过去：那些星辰是砸向剑清的。玉清子一时怔住，这凤羽相思阵虽说是人族目前最顶尖的阵法之一，但事实上也不可能阻拦多少次。当第40座山峰崩塌时，金色的大阵剧烈的颤抖起来，结界上光芒闪烁，忽明忽暗，令众人惊住。浩星子尊者立刻转手道：阴姬布阵封锁枯山。阴姬闻言却是轻笑，一脸古怪的问道：本尊凭什么要为你们人族布阵？浩星子脸色一变，却根本没有理由来说服对方。就在此时，只见广灵子尊者身形一闪，忽然飞到了行威的身旁，大刀横向行威的脖子间。后者怒道：你做什么？广灵子冷声道：阴姬，你若不为我人族布阵，现在老子就取了他的妖丹。阴姬见状，却笑得更加柔媚了。笑着笑着，他竟然更高兴的大笑出声，一道绿光闪过，一条长长的绿色蛇尾便在他的身下不断扭动。等笑了许久，忽然间这笑声戛然而止，阴姬眯了眼睛，
冷冷道：“你们人族中唯一一个可以取走行威妖丹的人，正在那边自顾不暇，竟然还想以这种谎话来威胁本尊，真是愚笨不堪。”广灵子怒道：“你！”阴姬布阵。独觉天老语气平静的说道。阴姬身子一顿，诧异道：“天老！”独觉天老淡漠无情的目光扫过阴姬，再扫过这枯山旁的两族的所有尊者，最后看向了遥远的东北方。在那里，一座陡峭高耸的山峰直入云霄，好似一把宝剑，笔直的插在了地面之上。独觉天老道：“为人族布阵，枯山与我妖族有关。”独觉天老虽说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妖族王者，却也向来是说一不二。百般不情愿下，阴姬冷笑着取出了4颗宝珠，他手指一点，这4颗宝珠便向东南西北4个方位飞去，形成4道极亮的光束。阴姬道：“大成七修士来10人，渡劫七修士来30人，合体七修士来100人。”浩星子蹙着眉头问道：“你要做什么？”阴姬挑起细眉，看他来不来。浩星子犹豫片刻，抬手让140位修士上前。只见阴姬的目光在这140人的身上扫过，他长尾一甩，在众人还来不及防备的时候，那100位合体七修士的左臂便被他突然砍下。阴姬，你竟敢伤人！话音落下，浩星子一剑刺来，被阴姬挡住。阴姬嘲讽的笑道：“本尊最擅长的阵法便是天晴破海阵，而要胜过那凤司的凤羽相思阵，也只有天晴破海阵。要不然，你就给本尊找1万个筑基期以上的修士，全部扔进来，让本尊把他们当祭品杀了；要不然，就老老实实的让这140人全部砍下左臂，作为祭祀，开启大阵。”浩星子的脸上阴晴不定，片刻后，他甩起大袖，同意了这个决定。那剩下的40个人族尊者面面相觑，谁也不肯主动先砍了自己的左臂。阴姬竟然也不逼他们，只是笑意盈盈的看着，一双舌瞳里都是玩味的色彩。正当此时，却听轰的一声，又是一座山峰崩塌。凤羽相思阵在崩塌的余波里不断颤抖，仿佛下一秒就能湮灭。然而还是没有人愿意先砍自己的手。就在第42颗星辰摇摇欲坠时，只见人群中一位粗犷的彪形大汉忽然站了出来。他朗声一笑，挥舞着大刀道：“哈哈哈哈，不就是一条手臂吗？本尊右手执刀，要左臂何用？”话音落下时，刀起手臂落，那大汉脸色一白，却仍旧笑着。有了第一个带头的人，很快接二连三的有人站出来，主动砍去自己的左臂。等到最后，仍旧有3位大成期的修士和12位渡劫期的修士不愿动手。这时，从人群里又站出几人，他们并非一开始的那40人，却个个大笑着砍去了自己的手臂。此时，大成期修士中已经有10人砍去手臂，但是渡劫期修士才只有29人。眼看着再没有人站出来，玉清子尊者咬紧了牙齿，往前一步道：“不就是一条手臂吗？本尊也不需要。在场所有的修士都可以找本尊来疗伤，虽说新长出来的手臂可能不及曾经的好用，但疗伤这种事，本尊还是毫无问题的。”刚说完，玉清子尊者便抬起了手上的拂尘，手腕一动，便要砍去手臂。正在此时，只见一个粗壮的渡劫期散修站了出来，道：“要一个女人去砍手臂，这种事情老子还看不下去，老子砍了就是了。”话落必断，140条手臂全部伏在了阴姬的面前。对于任何修士来说，修为越高，那么他们的肉身也会更加完美。虽说同境界可能有实力的高低差别，肉身也有可能有的更坚固，有的稍次一些，但是无论如何，肉身的实力基本上是与境界一同进退的。
一旦失去手臂，即使可以用丹药将手臂再催生出来，长出来的手臂也没有经过数年的淬炼，只会是凡人的手臂。修为越高，身体越难修炼回去，对修士的伤害越大。阴姬怔愣的王者眼前这140条血淋淋的手臂，一时竟然没有回过神来。顷刻，阴姬的脸色变了变，抬手将这140条手臂全部拍向了4个方向。手臂消失后不久，滔天红光从4个方向中闪烁起来，强大的血腥味夹杂着雄浑能量，轰隆隆的向阴姬冲来。阴姬脸色沉重，赶紧掐弄手诀，引导着这股力量，在空中写下了一个个复杂的符号。就在这一刻，轰隆隆，一座山峰突然崩塌，玄灵子费力的挡住了黑色星辰的攻击，往后倒跌一步，被骆剑清扶住。就在骆剑清准备开口询问自家师傅的伤势时，他忽然转手看向枯山，只见砰，凤羽相思震碎了。阴姬厉声呵斥道：“鬼炎，你的1万恶鬼呢？”鬼炎老祖微微愣住，他眼珠子一转，阴姬又喊了一遍，他这才不情不愿的将一面招魂幡取了出来。当这幽黑色的招魂幡出现在天地间的一刹那，顿时鬼哭狼嚎，阴风阵阵，1万只罪孽滔天的恶鬼呼啸着从招魂幡里飞出，在枯山的上空盘旋。阴姬道：“求天震海，晋生绝死！”轰隆隆，一道血红色的光芒从阴姬的手心中飞旋出来，很快便飞向了枯山。正在此时，只见又是一颗星辰垂落，阴姬脸色大变，一口精血从口中吐出，他手掌一拍，那道红光终于飞到了枯山的顶上。天晴破海阵，给本尊定！血红色的大阵在枯山的上方缓缓的展开，黑色星辰悄无声息的探入了大阵中，撞上了一座耸立的山峰。那山峰立刻开始震颤，顷刻间便直接崩塌，化为一地碎石。它的崩塌所波及开来的能量，90%被还未完全展开的天晴破海阵挡住，还有1成透过大阵的缝隙攻向了守在枯山旁边的无数尊者。浩星子、鬼炎老祖、七洛、广灵子无数尊者立刻出手反击。妖族中，独绝天老和阴姬等妖尊也出手抵抗。这力量磅礴雄浑，一个照面便将刚才断了手臂的100位合体期修士击打吐血。大能们同时出手，令这股力量无法再向外扩散。此刻，那道天晴破海阵也终于不成了。人族大能们纷纷松了口气，却没发现独绝天老和阴姬脸色微变，两者对视一眼。这是妖族大能的妖力，这是妖族大能的妖力。被人族擒住的行威也是神色严峻，用复杂的目光看着不远处的独绝天老和阴姬。接下来，一连10几颗星辰连番坠落，整个枯山山脉不断有山峰崩塌。等到第61颗星辰坠落时，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座巍峨高峻的山峰，坐落于东北角，俯视着苍茫大地。这便是枯山，枯山山脉中最为高耸的一座山峰，也是最为可怖的一座山峰。10年前，枯山山脉已经崩塌了2座山峰，如今又崩塌了61座山峰。如此算来，再加上这最后一座枯山，便是整整64座山峰。众人的目光全部落在了那峭立的枯山之上，玄灵子不动声色的伸出手，拉住了骆剑清的手。他的掌心全是血迹，刚才那连续61道的攻击，也令他的手掌被震开，裂出了数道血口。元神本就受了伤，此刻玄灵子的脸色更是泛白。骆剑清紧紧拉着他的手，玄灵子便也望他。两人的目光只是短暂的交汇，却好像说了千言万语。骆剑清哑着嗓子道：“师父。”玄灵子的唇边留下一丝血迹，他目光温和，低声道：“不怕，为师在。”轰隆隆，
天空中那最后一颗极其闪亮的黑色星辰突然散发出万道光芒。玄灵子提起玄灵剑，警惕地看向天空，谁料这一次，那星辰竟然没有再分成两束，反而直直地砸向了枯山。阴姬急道：“不好！”一整颗星辰完整的坠落，砰的一声，便将那天晴破海阵击碎。黑色的星辰此刻已经落在了枯山之上，只见在满地的碎石之间，枯山好似瞬间化为一尊宝玉，通体剔透，无比璀璨。苍莽悠久的力量从枯山上慢慢溢出，那力量掀起了一道微风，将极北之地的沙尘卷起，黄沙弥漫，整个极北之地瞬间成了昏黄色的世界。玄灵子等人互看了一眼，已然决定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必然要阻拦下这枯山的崩塌。谁料正在此时，一道清亮的龙吟从枯山之中忽然响起。昏黄朦胧的黄沙世界里，一条金色的长龙从山峰之中飞跃而出，直冲云霄。那龙身完美圆满，多一分则异，少一分则瑕。金色的鳞片在日光下反射着粼粼的光辉，好似一条黄金的长链，在空中蜿蜒曲折，自枯山而起，没入苍穹。骆剑清彻底的正在原地瞠目结舌，而其他人族的大能们也纷纷呆住，不敢置信的望着这一幕。至于那些妖族尊者，则纷纷激动的红了眼睛，独觉天老更是身体颤抖，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阴姬呆了片刻，接着大喜过望的说道：“这是龙，而且好像是一条比劲离还要强大的龙。妖族这次必然胜利。天阶神龙就算只有初期，实力也绝对不会亚于玄灵子。我们妖族不必言败，不必言败。”妖族能想到这一点，人族自然也能想到。玄灵子双目一眯，身形一闪，下一刻就来到了邢威的身边。邢威大惊失色，急促的喊道：“你想干什么？”玄灵子却根本不给他躲避的机会。玄灵剑化为一道冰冷无情的金色剑光，径直的刺向邢威的心口。然而正在此时，却听天空中传来一道尖锐的龙吟，令玄灵子身体一顿，唇边渐渐渗出一丝血。3个月前被浩明和20位妖族尊者留下的伤势，再加上刚才连续对付61颗黑色星辰造成的伤势，如今的玄灵子早已内伤暗运。他沉默的转过身，直剑看向那条向自己飞来的神龙。神兽明明已然绝迹数万年，出了一个劲离就已经是奇迹，为何还会有其他？玄灵子提起长剑，目光镇定的往着那条翻滚而来的长龙。许许多多的妖兽都跪伏在地，激动的不断叩首，而人族则个个警惕，随时准备开战。正在此时，却见这神龙飞到了众人的面前，停下。硕大的龙首微微垂下，一双房屋大小的眼睛里闪烁着冷漠的光芒。他无情的看着脚下的所有妖兽和人类，并无一丝情绪，只是这样看着，最终忽然将目光移到一个青衣修士身上。神兽的威压在这一刻轰隆隆的降临。骆剑清闷哼一声，被那浩瀚如大海的威压压迫的往下矮了半个身子，好像有一座山正压在他的肩膀上，死死的将他往下按，要他跪伏下来。然而骆剑清却咬着牙，运转起全身的灵力，努力抵挡着可怕的威压。当九连夺天路的灵力运转到肩膀处，与这威压触碰到一起的时候，这威压好似被烫着了一样，倏地消失。浩星子尊者顶住压力，往前一步道：“敢问阁下是哪位妖尊？”但他话音落下，金色神龙却连一点余光都没分给他，只是一直死死的盯着骆剑清。众人将目光向骆剑清投来，独觉天老也神色犹豫的看向骆剑清，等看了许久，忽然惊骇的睁大眼睛，大声道：“难道你就是预言中那个会毁了玄天大陆，灭了所有生灵的妖物？”此话一落地，全场霎时寂静。骆剑清微眯了眸子，
警惕地看着四周。玄灵子则握紧了手中的玄灵剑，气氛紧张压抑，所有妖族立刻用仇视的目光看向洛剑清，连许多人族看向他的眼神里也闪过惊讶、恐惧、欣喜与讽刺。恢恢雷鸣于天空中炸响，将这凝固了的氛围打破。金龙携雷而来，白龙伴水而生，巨龙摆尾，张口便是惊雷。随着他的开口，天空中雷鸣不断。天劫之后，不见多年。九莲，事已至此，你可有何话要与我兄妹64人交代？一道道凶悍的雷霆劈在了满是碎石的枯山山脉中，除了最东北角的枯山，其余山脉全部成了满地的石块。在这声音中，它们翻滚下来，好似在无声的回应。这巨龙的眼中渐渐露出一丝难以形容的复杂神色，好似在惋惜，又好似在痛恨。他目光幽深地看着眼前的洛剑清，明明后者只有他的一个指甲大小，他却仿佛认真地望着，用无形的威压锁住了洛剑清的动作。洛剑清身子微僵，如今上万人族和妖兽的目光全部都凝视在他身上。许久后，洛剑清行了一礼，道：“前辈，您可是认错人了，晚辈并非九莲师祖。”那巨龙却十分平静：“你是与不是，谁又知道？但当你练了他的九莲夺天路后，在本尊眼中，你便是他了。本尊此刻与你说话，你又怎么知道他是否听得见？只是他无脸见本尊而已，你便当他不存在了。他或许就在这里，又或许不在这里，你看得见，他便在；你看不见，他便不在。”洛剑清一头雾水，不远处的佛子却倏地正然，立即打坐，竟然进入了顿悟状态。那神龙轻飘飘的扫了佛子一眼，没有搭理，却不知道他的话给在场的所有人带来了多大的震撼。妖族之中，独觉天老、行威和阴姬等尊者已经浑身颤抖不已。64位妖尊，64兄弟姐妹，这说的是什么？已经无比清楚。传闻在数万年前，在妖族最辉煌繁盛的时期，不就有64位天阶妖尊吗？而在人族之中，浩星子尊者却以不敢相信的目光看向了洛剑清和玄灵子。他的目光失望无比，右手捏紧了太化剑，视线炙热滚烫，紧紧凝视在玄灵子的身上，等过了片刻，才移到洛剑清的身上。九莲夺天路，旁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浩星子却知道。太华山玉霄峰守了3万年的禁物，太华山3大至宝的最后一个，你明明知道修炼它会给太华山带来怎样的灾难，又怎么可以将它交给你的徒弟？你对得起当年在你师父灵牌前跪地留下的那些誓言吗？你对得起太华山的列祖列宗吗？你对得起所有尊称你为玄灵子尊者，望你守卫人族的同胞吗？九莲夺天路是妖物，是禁物，是绝对不可触碰的东西。你这是舍弃了人族的兴衰，只为你徒儿一个人。浩星子神情踌躇的看着洛剑清的背影，他的手指在颤抖，双眉紧锁，一双浑浊的眼睛中光芒不定。他的心中在天人交战，一个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师侄，一个是早已承担了上千年的责任。不知过了多久，浩星子的目光倏地坚定起来。太华山数万年的基业不可毁于一人。他的手慢慢的放在了剑柄上，时刻准备拔剑。天空中，神龙目光沉定，容纳万物。他缓缓摇手：“你便当真无话可说吗？”洛剑清道：“前辈，晚辈真的不知您在说什么。”神龙叹了声气，龙息扫地，卷起万丈尘埃。正在众人诧异的时候，他忽然张口，竟然一下子将洛剑清吞入了口中。玄灵子立刻睁大双眼，望着这一幕，目眦欲裂，拔剑就向着神龙刺来。金色神龙却长尾一摆，突然飞上云霄，
玄灵子便不依不挠地追了上去。而当骆剑清被吞入这神龙的腹中后，便立即昏死过去。他的眼皮十分沉重，即使他调起了全身的力量来抵挡，也禁不住地陷入了睡眠。直到叮咛的流水声在耳旁响起后，骆剑清才忽然醒来，然后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动弹。眼前的景物不断在变换，他看到了卯家之地的无尽沼泽，又看到了36州的广袤大地，走过8大荒原，途经13海，最终来到一片鸟语花香的青葱之地。等落地后，只见一个温婉柔美的女子向他走来，温柔笑道：“骆哥，你这次又去哪儿了？可去了10年？”骆剑清听到一道爽朗的男声在自己耳边响起：“这次我去看了整片玄天大陆。”子宋，原来那人族所谓的3大险地也不是非常危险。待明年，你便坐在我的身上，我带你一起去看。那女子却无奈一笑：“我什么时候想看那玄天大陆了？”男子哑口无言，许久后才喃喃道：“你不看，那我去了做什么？”女子眼唇低笑。骆剑清惊愕地看着这些，他的身体无法受自己控制，只能被迫着看着这一切发生。他看见了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妖兽，不似小时候玄灵子曾经教导过的那般。这些妖兽有很多都不在万兽图鉴上，令骆剑清惊叹不已。不过骆剑清也知道，此刻的自己不能沉溺于这些幻境，他需要赶紧离开这里，他要出去。但一切都只是无用功。骆剑清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待了多久，有的时候他会情不自禁地陷入昏睡，再睁开眼时还是在这里。直到那一天，他看到2道流光从遥远的地方而来，落在地上成了2个人类。骆剑清惊骇地望着其中一人，只见那人身旁的青袍男子大袖一甩，镇定道：“本尊乃36州太华山玉霄峰峰主九莲，听闻龙岛上有一位神龙，特此来看，可否现身一见？”开口的是骆剑清听了不知道多少次的男声，对方冷声道：“人族敢踏入妖境，你可知道是什么后果？”这次不用九莲开口，一旁俊逸清朗的男子便笑着说道：“前辈，您并不知晓我们此番的来意，又何必如此果断的拒绝我们？”骆剑清的视线紧紧的凝视在这人身上，仿佛要将他看透，可这人却似乎没有发现他。这是莫青。骆剑清绝对不会认错，这就是他10几年前在极北之地曾经见过的莫青前辈。然而骆剑清转手再看向莫青身旁的那个颀长男子，却看不清对方的面容，好似被藏在一团云雾中，模糊不清，怎样仔细都看不出一个外貌，只觉得风神俊朗，气度非凡，好似一把凌厉锋锐的宝剑，剑气冲天，刺穿苍穹。许久以后，骆剑清听到男声道：“那你们这次来是想做什么？”只见莫青笑容微敛，一张绝世的脸庞上露出了凝重的色彩。他抿了嘴唇，肃声道：“天下妖兽不可成仙，妖境64妖尊中，唯有苍若妖尊可以成仙。妖兽寿命悠长，但最长也不足5万年，待5万年后，世上只剩苍若妖尊一人，无比寂寥。您可想让您那63位兄弟姐妹一起成仙？”这样的莫青，骆剑清从未见过。他极富煽动性，说出来的话令骆剑清都感到心潮澎湃。于是那男生这样回答道：“你们准备如何帮本尊？”这一次莫青只是笑着，不曾开口。一旁的青衣男子却往前一步，声如洪涛，气定神闲地道：“我九莲帮你们推翻这天。”时至今日，骆剑清终于知道自己过去看到的这些事，听到的这个男声到底是什么。骆剑清早该想到的，自洪荒以后，天底下有几只神兽，又有几条神龙，一个劲离已是万分难得，那条实力远超劲离的金色神龙还能是谁？
只能是3万年前叱咤玄天大陆，被尊称为妖王的苍若妖尊。那他现在所看到的一切，应当便是3万年前发生过的事情了。骆剑清心中微紧，继续看了下去。自那以后，九莲和莫清便在龙岛上住下，与苍若妖尊商谈夺天之事。在真正看到这些事情前，骆剑清不敢相信，世上竟然会有人有这么可怕的雄心。九莲说，天道未必就是大道，谁说人不可胜天？他便要夺走这天，他要做天道，他要成为天道的主宰。起初这些疯话苍若妖尊全然不听，只觉得九莲狂妄自大。后来他们交了一次手，竟然打平，苍若便不敢再轻视对方。然而当他们说到自己的计划时，骆剑清却一直昏死过去，怎样都听不见。数百年间，苍若召集了妖界64妖尊，将这个计划告诉他们。64妖尊情同兄妹，苍若既然决定插手，其余妖尊自然相信苍若，不会反对。而且他们都知道，苍若是可以成仙的，他如今已经在天阶巅峰停留数千年，只为了能与妻子在一起，才迟迟没有飞升。苍若为何要帮九莲？他要让自己的妻子可以飞升，他要让天下妖兽从此可以成仙。在大事将起的前一夜，骆剑清看到那位温婉淑静的女子走到了苍若的身旁，将自己埋入他的怀中。柔煦的声音好似春风拂过脸颊，若哥，其实我并不想成仙，能与你在一起2万年，我便心满意足。苍若抱紧了怀中的妻子，叹息道，我还没带你看过这36州，没带你看过那3大险地，没带你看过世间无数美丽的风景，也未曾看到我们的孩儿出生，子宋只剩下3000年，你让我如何愿意与你分离？美丽的女子沉默了许久，轻轻的笑了，我的寿命不过25000年，但若是让我在陨落和大家一起去冒险中间选择，我只会选择陨落。若哥，如果失败，我们会死吗？苍若脸色一变，镇定冷静的说道，不，我们不会失败。我相信九莲，如果是他，一定会成功。第二日，64妖尊自妖境出发，来到了人族冲州之北的一处地狱。在那里，骆剑清看到了许多的人，他们之中有一部分骆剑清看不清长相，还有一部分则神色严肃的望着64妖尊。人群之中，莫清笑容和煦，目光中全是坚定。苍若妖尊，多年不见，别来无恙。莫清，那九莲可是已去准备？是，放心，自然是万无一失。然后的100年，便是骆剑清永生无法遗忘的噩梦。无边无际的神雷从天空中劈下，那雷凝聚成了鲜艳的血红色。每一道雷劈下，便有大能上前抵挡，然后有大能陨落。早在第3年的时候，便有人想要逃离，可是他们却被困在了这里，绝无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第90年时，人族的100多位尊者只剩下8位，妖族的64妖尊只剩下4位，所有人的脸上已经只剩了麻木。100年不长，长的是这几乎永远无法度过的天雷。九莲，本尊诅咒你生生世世万鬼噬心，无法超生。九莲，我莫真不入轮回，咒你无法成仙。九莲，你这该千刀万剐的小人，本尊要你拿命来还。到最后，这片苍茫大地上只剩下3人，一个是浑身伤痕的苍若妖尊，一个是被苍若始终护在身后的紫宋妖尊，还有一个便是再无了笑容的莫清。大地斑驳，沟壑纵横，苍若妖尊死死护着身后的柔美女子，目光炯炯，看向莫清，怒道：本尊相信你们，本尊一直以来都没有怀疑过你们。莫清，你如何给本尊一个交代？你现在就联系那九莲，你现在就让他停下来。
莫青的右脸处被雷霆劈开了一道血口，他转过身，神情平静地看着几乎快要发了疯的苍若妖尊。他的目光十分疲惫，嘴唇勉强的勾起，但是这笑容已经不似数百年前的清雅夺目，反而好似一个颓然的失败者，一败涂地。我若是能联系他，让他停下来，何苦又等这93年？苍若妖尊身体颤抖，不，你肯定能让他停下来，你肯定可以。你们不是生死好友吗？你们不是已经认识了数千年吗？他是你的好友，你怎么会无法让他停下来？他为了你，也不可能再这样继续下去。莫青沉默。苍若妖尊继续说道，最多再过10年，你便也撑不下去了。这结果是魂飞魄散，他是你的好友，他怎么可能看你魂飞魄散？莫青依旧不言。苍若妖尊忽然不再开口，他放声大笑起来。忽然间，他化为一条金色神龙，疯狂地就要往莫青的身上冲去。却听一道低柔的女声响起，若哥，不要。神龙在即将撞上莫青的一刻，倏地停下。苍若转了龙首，看向那站在自己身后的女子，只见后者的脸上十分疲惫，身上也有大大小小的伤痕，但他却仍旧努力的笑着，温柔道，就算只剩下几年，多陪陪我好吗？滚烫的眼泪从硕大的龙眼中流淌下来。莫青慢慢睁开了眼，见着这一幕，无声的叹了口气。他抬步离开了这片地方，将空间留给这对夫妻。临走前，他只留下一句话，却好似用尽了浑身的力气，苍若妖尊，你若那般想报复九莲，我在距离此地百里处等你，任你千刀万剐，蚀骨噬心，我莫青待九莲受过。话音落下，莫青化为一道流光，消失在了广阔无边的平原上。这片大地被深褐色的鲜血覆盖，血液如同蛛网，错杂遍布。天雷之下，无人可以保全，连最后一点尸首都被劈成了碎片，成为了真正的死无全尸。这天道的威压，相比骆剑清曾经见过的天雷威压，要强上数百遍。天雷仿佛不知疲惫，就这么不断的劈下来。他并不是真的没有意识，而是歹毒至极。当这100多位尊者陨落后，他不会劈向大地，只会劈向100里外莫青所在的那一处地方，劈向苍若妖尊，劈向被他护在身后的女子。又是3年过去，我不信，我不信！一道金光闪过，金色巨龙飞旋而上，直冲云霄，疯狂地撞向那恐怖的乌黑雷云。然而一道充斥天地的雷光闪过，顿时那龙便被神雷劈了下来，颓败的倒在地上。金色的鳞片没了色彩，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在他的背部纵横，留下股股鲜血。子宋立刻跑过来，将化为人形的苍若抱入怀中。苍若的口中不断的涌出血液，子宋以妖力灌入他的体内，努力的救治。然而一切终究是枉然。苍若轻轻伸手，温柔的抚向心上人的脸庞，他的目光十分柔和，好似在看待一样世间最珍贵的宝物。滚热的泪珠从子宋的眼中流淌下来，砸在了苍若的脸颊上。微风卷起一地狂煞，更加恐怖的天雷在雷云中酝酿。眼泪早已抑制不住的往下滴落，但是子宋却仍旧噙着那抹最柔和的笑容，好似龙岛数万年来最美丽的朝阳花。他微微的笑，百花便徐徐的开。他柔声说道，若哥，你的实力比那莫青要高，你明明还能再活20年。苍若想要开口，可是口中流出来的血液却堵住了他的话。我这一生在往生谷上迷茫度过了1000年，在第二海恣意历练了1000年。我这一生最为感谢的事，便是在2000岁时前往第一海向你祝寿。柔煦的笑容好似明亮的阳光，即使背后是乌云密布，却也有万丈光芒。
我若是没有遇见你，若哥，会是什么样呢？子宋别说话。子宋笑着，若哥，64妖尊中，我的实力属于末流，本不该活到现在。子宋，所以若哥，我还有什么好不满足的呢？话音落下，子宋无奈的笑意更盛了几分。他低下头，在苍若的额间落下一吻，将他温柔的放在了地上，认真的凝视着。这一眼好似延长成了永恒。当这一眼结束，子宋义无反顾的转过身，向那纵横交错的雷云走去。子宋，苍若挣扎着站起身来，他一把拉住了子宋的手，却见后者转过头，微笑着望他，笑容一如初见时的温柔，好似一抹阳光倏地照射进来，照亮了整片第一海。他柔柔道：“魂飞魄散时，若哥，我与你在天地间的每个角落相见。”话音落下，一道紫光闪烁，倏地，一头紫色的火渊展翅高飞，直冲雷云。子宋，苍若立即化为金龙追了上去，然而紫渊却更快他一步，径直的撞入了雷云，轰然自爆。可怕的威压瞬间弥漫天地，令金龙都被撞得跌回大地。那雷云也被这妖尊自爆的威力破坏，稍稍退散了几分。苍若茫然的倒在大地上，不知所措的望着这一幕。透过他的眼睛，骆剑清看到了天空中绽放的那朵烟花。紫渊与雷云相撞，盛大辉煌的火光照亮了整片天空。骆剑清感到自己的心在不断的颤动，他想要挣脱这里，想要去问一问九莲那里到底出了什么事。然而他所能做的只是一直看着这一幕，感受到那排山倒海来的悲痛。苍若的痛苦深深传入了骆剑清的心里，当他回过神时，觉得自己定然已经落泪。可是雷云并未因为妖尊的自爆而真正消散。接下来的4年，苍若妖尊一直化身巨龙，不断的攻击雷云。他的动作带着一股决绝的意味，视死如归的撞上这雷云，绝望如深渊。直到4年后，当一道血色雷霆降下来的时候，金龙终于无力的摔向大地，再次化为了人形。他望了一眼百里外的地方，在那里雷霆还在不断的降下，很明显还有一个人在苦苦煎熬，尚未陨落。7年前莫青与苍若说，如若你恨极了九莲，那便来找我，我带他受过。可是如今恨又如何，不恨又如何，一切再也回不到100年前。那时候64妖尊驰骋妖界，潇洒恣意，生亦何欢，死亦何惧，往事历历成了昔日。红色的雷蛇在雷云中酝酿盘旋，苍若仰躺在地上，望着这无边无际的天空。他忽然低低的笑了，笑声越来越响，越来越烈，笑到最后竟然好似在哭，但是从头到尾都没落下一滴泪。到这最后的时候，他的最后一句话又是什么呢？是像许多尊者一样诅咒九莲，诅咒他不得好死，生生世世为奴为畜，还是痛恨自己的不该，悔恨曾经的选择，恨不得将一切重新来过。苍若的笑声戛然而止，天空中的雷霆似乎也即将降下。他茫然地望着这漫天的黑云，喃喃说出了漫长人生中的最后一句话：子宋。轰！一道血红色的雷霆忽然劈下。正在此时，骆剑清忽然感觉自己身上一轻，他终于从苍若妖尊的身上离开。他还未曾来得及惊讶，便看到了那个自己跟随了数百年却从未见过的人。俊美明朗的面容，狭长清亮的眼，高处于9天之上，只有神兽才拥有的气度。骆剑清睁大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苍若妖尊，心神颤动。这苍若妖尊竟然长得与镜里有7分相似。然而天道并不给骆剑清再细想的时间，血雷已然劈下，将苍若的身体埋没。当这雷霆降下的一刻，
天地间忽然下起了雨，毛毛细雨仿佛温柔的诉说，洗刷着大地上斑驳的血迹，将这一切罪孽的过往全部洗净。龙若有泪，必然落雨。到最后，苍若还是哭了，然而64妖尊全部陨落，100多位人族尊者也无一生还，皆是魂飞魄散。不，或许还有那莫青。骆剑清忽然升起了希望，谁料他眼前的画面顿时一转，百里外的雷霆上一秒还在劈下，下一秒这里变成了无人之地。空旷贫瘠的大地上，骆剑清忽然见到无数人族尊者的鲜血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片广阔无垠的大海，而妖族64尊者的鲜血则渗入了大地，轰隆隆的巨响中，一座座大山拔地而起，这些山峰通体血红，好似鲜血雕铸，形成了一条直线，横跨在这一处平原上。先是第一座山峰隆起建成，再是第二座山峰，第三座。当第63座山峰高耸落地后，在所有山峰的最前方，一座山峰缓缓地从地面上升起。它升得并不快，但是却逐渐地超越了所有山峰的高度，超过了飞鸟，超过了云层，超过了肉眼可及的高度，孤单寂寥地耸立在那里。这样的场景令骆剑清不得不震惊，因为这些地方他实在是不能再熟悉。这片海便是风神海，每10年便会在极北之地刮一次罡风，无人可进。这片山便是枯山，在这里陨落了2位大乘期的绝世大能。苍若妖尊说，玄天大陆上有36州、8大荒原和3大险地，为何只有3个？只因为这极北之地正是3万年前被100多位两族尊者的血液浇筑而成。骆剑清望着极北之地缓缓生成的模样，被这雄浑可怕的场景震慑。不过很快，他的眼前便忽然全暗，一道古老沧桑的声音在他的耳旁夹杂着叹息响起，便是如此，九莲，你也无话要对我说吗？骆剑清沉默了许久，方才的黄粱一梦还在他的心头久久萦绕。他尽量镇定了声音，说道：若晚辈是九莲师祖，定然会心生悔意。如今虽说晚辈不是，但晚辈也想替师祖对前辈说一声对不起。只是前辈，其中或许还有一些误会和意外，您千万不要便是有误会，有意外，我们也已然陨落。骆剑清静了声，良久才道：前辈，您不是正在这里吗？你方才在幻境里也已见到，本尊已陨落3万年。骆剑清忍不住问道：前辈，您为何要让晚辈知道那些？金龙长叹一声，语气里再无3万年前的狂妄随性，却带了无尽的疲累。莫青似乎将一样东西交给了你，你可是收到了它？骆剑清忽然愣住，他现在身处在一片黑暗中，并不知道苍若前辈在哪里，可谓是敌在暗我在明。思索片刻后，骆剑清还是决定将那梅那戒拿出来。他并不知道这苍若妖尊怎么会知道那戒的事情，但是就算他想藏住这梅那戒，想必以苍若妖尊的实力，找出这那戒完全轻而易举。骆剑清取出了那梅那戒，恭敬道：前辈。莫青前辈便是将这梅那戒交给了晚辈。下一刻，一道微风扫过骆剑清的手掌，那戒也倏地消失。许久之后，苍若沙哑的笑声响起，他万般无奈的笑着。听他笑了许久，骆剑清终于再也忍不住的说道：前辈。笑声戛然而止，苍若道：莫青的遗愿本尊已然收到，然而终此一生，本尊从未欠他莫青和九莲，只有他们亏欠本尊的。你说本尊为何要帮他完成遗愿，助你一臂之力呢？骆剑清倏地怔住，他的大脑快速的转动起来，几乎刹那间就明白了苍若妖尊的意思。他万万没想到，莫青前辈的内戒里居然会有这样的东西。10几年前，他从莫青前辈那里得到了这枚那戒，
莫清前辈只说，希望他永远不会用到这那戒，也永远不会打开它。莫非从那一刻起，莫清前辈就知道自己有一天会碰上这苍若妖尊，还被他吞入口中？骆剑清沉思片刻，镇定道：前辈似乎知道，晚辈修炼的是与九莲师祖同样的功法。晚辈于刚才的幻境里看到了九莲师祖的失败，也看到了前辈的痛恨。前辈，那晚辈斗胆问上一句，您所恨的到底是九莲师祖，还是天道？有何差别？骆剑清微微一笑，自然有所差别。九莲师祖的失败导致了上百尊者的陨落，也导致了两族再也无法重现曾经的辉煌。但若是说九莲师祖是失败者，那天道便是始作俑者。你也知道，九莲师祖之所以要推翻这天，为的不仅仅是自己，更为了数千年来无人成仙的事实。苍若没有回答。骆剑清又道：九莲师祖察觉天道有异，这才决心赴天。他所做的事情乃是为了在天道下生存的每个人，他失败了，是他的过错，但是真正的敌人难道不该是那天道？苍若仍旧未曾出声。骆剑清继续说道：晚辈曾听一位前辈说过，九莲师祖只修炼到九莲夺天路的第7层，便无法再往上前进一步。而如今晚辈已经这九莲夺天路修炼到了第6层，很快就要达到九莲师祖的境界。虽说实力远不如九莲师祖，但是晚辈却是这3万年里唯一一个有机会再去夺天的人。苍若低声道：所以你想说什么？骆剑清目光坚定，镇静从容的说道：我骆剑清是要夺天。黑暗中是久久的寂静。骆剑清说完这句话后，便没有再主动开口。他所能做的已经全部做完，接下来需要的便是给对方思索的时间。苍若妖尊刚才话中有说，莫清前辈希望他能够助自己一臂之力。骆剑清知道这是一个天大的机缘。苍若妖尊的实力早已是天阶巅峰，3万年前他甚至比莫清还要强，只次于九莲。而且苍若妖尊是一头神兽，神兽自古便拥有很多秘法，每一头神兽出世时便会有天生的记忆传承，无数的秘法就藏在他们的血脉之中，一代代的累积下来。这种力量繁杂可怕，经过世世代代的积累，可以说人类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时至今日，那63位妖尊早已魂飞魄散，别说凝身现形了，就连一句遗言也无法说出口。但是苍若妖尊却还能出现，能释放出与3万年前无异的威压，能困住骆剑清如此久。许久以后，或许是一个时辰，或许是一天，或许是1年，骆剑清终于听到苍若妖尊低沉的声音：你可知道莫清在那戒里到底留下了什么？骆剑清微愣，思索片刻，恭敬道：晚辈不知。既不询问，也不好奇。骆剑清知道苍若妖尊若是想说，那他自然会说。果不其然，苍若道：他说九莲没死。骆剑清双眸睁大，但是旋即想到玉霄峰禁地中的那盏青莲本命灯，他顿时又收了心。苍若说：大道3000，我等凡人只许修炼一道，却已是在与天作对。3万年前，我们100多人全部死在了这里，就连那莫清也埋骨于此。但是九莲却还是没死。他到底做了什么？莫清未曾告诉本尊，但是他却希望本尊知晓。若你能够修炼到九莲夺天路的第7层，那你夺天的几率必然会高于九莲。心中倏地一动，骆剑清再也忍不住的问道：前辈，晚辈的天赋并不如九莲师祖。苍若却淡淡道：你不过70的骨龄，便有了如此境界，你哪里不如他？骆剑清顿时哑然，他怎么能说自己的修为
基本上是屡次三番的夺取李修成的机缘，才到如此境界的。骆剑清转眸想了想，随即看开，机缘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你争我夺，上辈子李修成得到那么多的机缘，其中有许多就是从别人那里抢来的，最终使他身死。这辈子他抢走了李修成的机缘，那就是自己的，根本无需多虑。不过骆剑清还是说道，晚辈的悟性恐怕远不及九莲师祖，一套九莲本心录便能让太华山玉霄峰凌驾于其他众修士，更不用说那一套更加可怕的九莲夺天录。骆剑清就是耗费毕生心血，恐怕也无法创造这样厉害的功法。苍若不以为意，洪亮的声音在这黑暗之中不断传荡，莫清对天道的掐算远超于本尊与九莲。他既说你成功的机会比九莲要大，那自然就是真的。往后无论是他人助你夺天，还是你只凭借自己的力量夺天，只要结果成功，便无其他担忧。可是前辈骆剑清的声音戛然而止，双目圆睁，不敢置信地望着眼前。只见在这无边无际的黑暗中，一只硕大的眼睛慢慢的出现。这眼睛有骆剑清一个人的大小，纯金色的眼瞳里好似有金沙流淌，唯有中间的瞳孔是纯粹的雪白色，如同一轮满月，就这般突兀的出现在骆剑清的面前。回回雷鸣，与龙吟共享。你想化龙吗？当骆剑清从这无边黑暗中脱身时，入目的便是一个白衣身影。玄灵子见到他，立即飞身过来，将他拉到身后，仔细的查看他身上的伤势。骆剑清脸色惨白，唇上也没有一丝血色，目光游离的望着玄灵子。他嘴唇翕动，勉强的想要开口，但是仅仅只呢喃出了一个音，便痛苦的闭上了眼睛。玄灵子手指颤抖，他右手搂着骆剑清，将自己的左手从骆剑清的腰后收回。他动作极为缓慢的低下头，正然的望着自己的左手。只见那手心处满是鲜血，几乎要被浓稠的血液打湿。剑清，骆剑清闭上了眼睛，彻底的昏死过去。一身青衫被鲜血染红，原本在那第11海上追捕妖尊行威时，骆剑清的后背便被对方剜去了一大块的肉。从第11海赶来极北之地的时候，骆剑清吃了不少丹药，同时运转灵力疗伤，这才令后背上的伤好了大半。但如今他的后背又被彻底的撕开，以脊椎为线，这伤口从颈后一直撕扯到了尾椎，完全就像是被一把锋利的刀刃劈开一样。即使这伤口已然泯合，但是流过的鲜血却仍旧沾上后背上。伤口被衣服挡着了，无法看到，但是有些疼痛却是不用看都能感受到的。这几乎是将整个人活活劈开，然后再缝起来。玄灵子握紧长剑，双目通红，怒视着眼前这条金色巨龙。龙身上已经被劈下了无数道的伤口，在骆剑清被巨龙吞入口中的这段时间内，玄灵子一直在外与这条巨龙争斗。苍若妖尊陨落3万年，但是他的残魂却也强大到可翻天覆地。玄灵子早已受伤，若不是一直不愿放弃，恐怕早就支撑不下去了。而如今他好不容易见到自己的徒儿，看到的却是受到如此重伤的徒儿，这让他如何不心痛，痛到恨不得与这条恶龙同归于尽，将他碎尸万段。玄灵子将昏死的骆剑清小心翼翼地交给了玉清子尊者，接着便飞身回去，与这条恶龙对上。无垠苍穹下，金黄色的巨龙盘旋于青天之中，一双金色瞳眸凝视在玄灵子身上，后者的身上此刻涌起了浓烈的杀气，这恐怖的杀意已经凝聚成了实体，将空气碾压击碎，威压波及了百里范围。玄灵子抬剑向前，为何伤他？巨龙口吐惊雷，你也是九莲的后人？玄灵子双目一冷，为何伤他？巨龙长尾一扫，
径直的击向玄灵子，二者瞬间缠斗在了一起。顶尖大能的战斗令天地震荡，地动山摇，枯山山脉震塌下来的碎石被他们的打斗余波撞击到，成为了满地的碎末。除了独绝天老外，两族的其他尊者都警惕的往后退去，避开这两人的攻击范围。玄灵子的剑上只有冲天的寒意，招招要对方的命，而巨龙却毫不留情，引下无数雷霆劈在玄灵子的身上。两者打得难舍难分，巨龙的力量显然比刚才吞吃洛剑清的时候更为强悍，一度将玄灵子逼到绝境。到最后，玄灵子一口金色精血喷在了剑上，顿时剑气9000丈，看似朴实无华的一剑，却拥有狂暴的剑意，浓烈的向苍若妖尊袭来。见状，独绝天老睁大眼睛，立即出手阻拦。玄灵子，你敢！然而这一剑的威势却超脱了独绝天老的预料，他被这一剑击飞，只挡住了50%的力量，剩余50%全部刺上了巨龙的心口，令他发出一声疼痛的龙吟，被打得落下地面。玄灵子化为一道流光，直接踩在了巨龙汩汩流血的心口，长剑一翻便要刺下。苍若妖尊！独绝天老惊骇的大喊道。巨龙忽然化为一个俊美的男子，伸手握住了玄灵剑，剑刃刺破他的手掌，鲜血不断的涌了出来。玄灵子不给对方喘口气的机会，默念咒语，又是一剑刺下。这一次剑破心口，彻底的刺入了苍若妖尊的胸口。然而这里却没有妖丹，即使玄灵剑已经刺穿了心口，但是苍若妖尊仍旧只是吐了口血，没有任何气息的减弱。玄灵子蹙了眉头，收剑回首。仰躺在这片大地上，苍若妖尊遥望天空，不发一言。独绝天老颤抖着手指，赶紧过来将自己的妖力灌输到苍若妖尊的身体里，却惊讶的发现自己的妖力根本不被对方接受。独绝天老声音嘶哑的说道：妖尊。苍若妖尊微微转了眸子，看向独绝天老，语气低沉的说道：你是第二海的小石妖？独绝天老不断的点头。这一幕放在任何时候都显得无比好笑。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目光真诚的望着一个年轻的男子，眼中凝聚出了泪花，身体也在不断的颤动。玄灵子沉默的看着他们。苍若妖尊叹了声气，微微笑了：你竟然也达到了天阶。妖尊，记得3万年前你还只是一个出生心智的小妖，未曾想到竟然也已经到了天阶了呀，真好，以后的妖族便看你们的了。独绝天老还是努力的将自己的妖力往苍若妖尊的身体里灌输，然而苍若却轻叹一声，用无形的力量阻止了他的行为。他淡淡道：本尊的心脏和妖丹不知何时已经被别人拿走，你不必做无用功。本尊在3万年前就已经陨落了，死后还能为我族后辈做出一点事，也算是有所用了。没有妖丹，那妖兽根本就无法修炼妖力，更不用说接受他人的妖力。妖尊！不远处，人族大能和妖族尊者们也纷纷赶了过来，围在不远处，不曾前进。苍若妖尊没有理会这些人，他望着这无边无际的天空，眼眸里渐渐露出了一丝茫然。天空中渐渐澄清，云絮舒展，在极北之地弥漫了10几年的黄沙也渐渐消散。凝视了许久后，苍若妖尊喃喃道：子宋。这时只听一道沙哑的声音忽然响起：苍若前辈，你可曾见过一条龙？苍若微微垂眸，看向那个逐渐走近的青年。只见洛剑清踉跄着脚步，腰已不能直起，却固执的向这边走来。他说道：3万年前，在您与子宋妖尊前往极北之地的时候，曾经将您2人的龙蛋放在龙岛上，设下结界。晚辈曾经见过一条龙，它与您长得7分相似，
与紫宋妖尊也有几分神似。苍若书弟睁大眼睛，而在他身旁，独觉天老却沉默地低下了头。在看到苍若妖尊的人身时，独觉天老便彻底惊呆，一时间哑口无言。3万年前的时候，独觉天老还只是一个初开灵智的小妖，在第二海上与2位尊者有一面之缘，幸运地得到了苍若妖尊的指点。尊者的相貌早已在他的记忆中变淡，如今再看到时，独觉天老悔恨不已，只恨自己没有早一点出手，竟让静离受到那般多的侮辱。苍若妖尊沉默许久，低声道：“叫什么？”静离。苍若妖尊呢喃着：“静离，原来他叫静离呀。”低低的笑声在这广阔无边的极北之地中回荡，慢慢的，众人只见苍若妖尊的身影渐渐变淡。骆剑清微怔的望着这一幕，他看着这位曾经叱咤天地、豪迈无畏的尊者，变为了一地黄沙。风轻轻吹过，黄沙掀起，随风而逝。满地碎石之中，方才的惊天大战，好似梦幻泡影。在那无边无垠的大地上，金色巨龙早已消散。所有人都正愣地望着这一幕。骆剑清不知道时间到底过了多久，但是对他而言，却感觉已经是数千年。在苍若妖尊制造的幻境中，他看到了3万年前发生过的许多事情，也对这位早已陨落的妖尊十分敬佩。然而现在，这位绝世妖尊便这样永远的魂飞魄散了。一切来得太快，又来得太过突然。妖族中除了独觉天老外，其他人都不知所措，连一向冷静多谋的鹰姬都诧异的看着，不知道该作何反应。唯有那独觉天老，他望着这漫天飞舞的黄沙，自责的低下了头，一声不吭。一阵寒风吹过，骆剑清闷哼一声，感到后背的伤口被撕裂发疼。玄灵子立即瞬移到了他的身旁，单手将他搂过来，仔细的探查伤势。正在玄灵子刚刚将灵力传输到骆剑清的身体里的一刹那，却见独觉天老忽然抬起头，目光森冷的望着不远处的师徒2人。那张苍老的脸上夹杂着复杂的神色，不单单是恨意，更有一丝要将骆剑清置之死地的杀气。玄灵子顷刻间察觉过来，直接将骆剑清挡在自己身后，看向独觉天老。骆剑清一愣：“师傅。”玄灵子抬起玄灵剑，剑指前方，光芒冷冽。独觉天老声音平静的说道：“玄灵子，你的徒弟是妖物，不可留。”骆剑清浑身一震，双眉紧锁，警惕的看向独觉天老。微寒的风将极北之地弥漫多年的黄沙渐渐吹散，玄灵子穿着一件沾满血迹的白衣，凛然而立，目光淡然，道：“一派胡言。”独觉天老却双目阴冷的望着玄灵子，他的视线穿透对方，紧紧的锁在骆剑清的身上。天阶妖尊的强大气息瞬间降下，仿似要形成一个囚笼，将骆剑清关住。玄灵子双眸一缩，金色的剑光顿时拔地而起，将独觉天老的禁锢破除。一时间，众多妖族都站在了独觉天老的身后，大多数妖尊都茫然的看向独觉天老，只有鹰姬神情莫测的思索了片刻，忽然睁大眼睛，惊骇的望向骆剑清，然后便化身出了蛇尾，危险的盯向骆剑清。独觉天老阴恻恻的说道：“今日你必得将你的徒弟交出来，灭了妖物。”玄灵子却淡淡道：“妖族执意如此，那便上前试试。”这次不用独觉天老开口，鹰姬便吐了吐鲜红的蛇信子，冷笑着说道：“玄灵子，就算你达到了化神中期又如何？且不论先前大战时你所受的重伤，就说你一人，如何面对我妖族的数十尊者？”骆剑清忍着背后的疼痛，大声道：“等不过是我人族的手下败将而已。”鹰姬笑了：“那你们便要真的以一敌万？”
骆剑清镇定道：先前在那第11海上，我人族已然获胜。妖尊鹰姬，大局已定。闻言，鹰姬脸上的笑意更盛，他玩味戏谑的目光在骆剑清的身上打转，笑意却始终不及眼底。良久，他忽然问道：大局已定，玄灵子的徒弟，你竟然如此天真吗？骆剑清眯了眼睛，蹙眉道：如今妖族确实大败。我核实，他们说的没错。低沉沙哑的声音忽然从骆剑清的身后响起，骆剑清诧异的转手看去，玄灵子则是身子一颤，没有回首。只见一头白发的浩星子尊者缓步从人群中走了出来，目光复杂的看着骆剑清，一双浑浊的眼中瞬间闪过了踌躇、思忖、狐疑和杀意，这令骆剑清下意识的翻手取出了双符剑，不自觉的提防起来。浩星子尊者问道：剑清，你如今将那九莲夺天路修炼到第几层了？骆剑清沉默不言，只是握紧了自己的剑。除了浩星子尊者外，一旁的所有人族大能都疑惑的看着他。太华山的尊者们也纷纷不解，面色茫然。玉清子尊者更是上前一步，直接问道：浩星子师兄，剑清似乎已然练了其他功法，但这只是玉霄峰的事情，你这是何意？浩星子大袖一甩，目光顿冷：九莲夺天路是什么？尔等不知，我浩星子成为太华山的掌门临近1000年，这天底下除了太华山掌门和玉霄峰峰主外，并无一人知道我太华山的最后一样至宝是什么。今日我便告知天下修士，那样至宝名为九莲夺天路。众人一片哗然。浩星子继续说道：太华山屹立玄天大陆数万年，在3万年前达到巅峰。那时我太华山玉霄峰的九莲尊者名扬天下，独创的九莲本心路乃是至高无上的天阶功法。只是在此之后，他不知做了何事，又创了一样功法，名为九莲夺天路。往事我等并不能清晰知晓，但是这套功法却令当时天地间所有的绝世大能全部陨落，也令太华山成为天下修士的众矢之的。飞花宗的长老小声道：3万年前，那时还没有我飞花宗。断魂宗的鬼修们也冷了脸，也没有我断魂宗。归元宗的大师们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归元宗那时还扎根豫州，一连数个宗门和世家都表明自己并不知晓那段历史，也不知道天下第一修真门派太华山竟然还有那样的过去。唯独墨家老祖沉默不言，最终他还是上前一步道：3万年前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他这一出口，众人才想起来，在很久很久以前，8大世家之首是墨家，并非白家。浩星子转手看了墨家老祖一眼，道：确实如此。于是从那时往后，我太华山便有一条禁令，九莲夺天路我等无法毁去，于是便交由每代的玉霄峰峰主亲自保管，绝对不可外泄。100多年前，这样功法便由吴萧子师伯交给了玄灵子师弟，一直由他保管。玉清子尊者顿时明白，他脸色微变，但还是看向玄灵子，说道：师弟，这便是你的不对了。这样功法既然是禁物，怎能让剑清去修炼呢？顿了顿，玉清子又看向浩星子尊者，悄悄传音道：师兄，就算玄灵子师弟有所不对，如今也不是责难于他的时候。玉清子可没想过，这功法是骆剑清自己偷练的，以玄灵子的修为，骆剑清怎么可能从他手中偷到功法，再悄悄修炼？不过直到现在，玉清子也没觉得这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无边苍穹之下，玄灵子仍旧背着身子，没有转身。望着他清瘦固执的背影，浩星子捏紧手指，厉声道：世世代代唯有太华山掌门和玉霄峰峰主知道九莲夺天路的存在。
也小心看护。但是有一件事却是只有太华山掌门才知晓，也一直隐瞒着历任玉霄峰峰主的。闻言，骆剑清忽然心中一紧，一丝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在场所有的人修大能也纷纷警惕起来。这一声但是已经预示着某种不好的东西，甚至会引起很多事情。只听浩星子尊者长叹一声，道：3万年前，太华山因玉霄峰而险些灭门。从那以后，太华山历任掌门便有一个密令，若是有玉霄峰弟子不顾禁令，私自修炼9连夺天路，那么格杀勿论。全场顿时寂静。玉清子尊者不敢置信的睁大眼睛，广灵子尊者等人也哑然错愕。其余宗门的修士更是没想到浩星子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骆剑清手指微颤，心中微微发寒，玄灵子则仍旧沉默的背对着这数百修士，不曾回应。妖族中独觉天老开口道：妖族也曾有预言，若有谁犯了众妖尊之怒，便是毁天灭地的妖物，必当除去。之前那62颗黑色星辰其实并非真正的星辰，而是我妖族守护万年的宝物妖尊玉像。鹰姬说道：10几年前妖尊玉像碎了2尊，至此只剩下62尊，此人便是足以毁灭2族的妖物，若不毁去，2族必亡。人族，你们怎敢包庇此人？这句话落下，人群中立刻议论纷纷。许多人修交头接耳的讨论着，他们的目光时不时的从骆剑清苍白的脸庞上划过，目光闪躲。见状，玉清子尊者立刻急道：师兄，你怎可听那阴姬妖言惑众？剑清怎么会毁灭2族？他便是修炼了呢9连夺天路，我等看着剑清长大，还会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品性？太华山首徒向来遵理循道，为天下楷模，浩星子师兄，我断魂宗绝不包庇妖物。一道冷厉嘶哑的声音忽然打断了玉清子尊者的话。只见在众人之中，阴森颓老的鬼岩老祖往前站了一步，翻手才那戒中取出了自己的万鬼招魂幡，一双细小的眼睛死死地盯在骆剑清的身上。不过多时，白家老祖也往前一步，道：我白家对妖物也绝不姑息，云家也是，苍家也不包庇妖物。只是短短数息时间，在鬼岩老祖开口后，4大宗门中已有一个表了态，8大世家里更是除了墨家全部开口。到最后，墨家的3长老也往前站了一步，阴险的看向伤重虚弱的骆剑清，道：墨家也不姑息。鬼岩老祖看向飞花宗的掌门，道：刘玉为了守卫人族，奉司毅然身陨。你身为飞花宗掌门，难道还想要看着人族颠覆？刘玉仙子神色错杂，接着忽然道：飞花宗不会出手，但亦不插手此事。鬼岩老祖又看向神剑宗的剑啸尊者，冷冷道：剑啸，你神剑宗向来为太华山马首是瞻，如今浩星子已然发令，你意欲何为？剑啸尊者犹豫的看向不远处，只见玄灵子仍旧背身，不往回看一眼。百般此存后，剑啸尊者叹气道：我神剑宗和飞花宗一样，不插手此事。最后，鬼岩老祖又看向了站在归元宗众僧人之前的灵上大师，然而还未等他开口，便见灵上大师身旁的一个年轻和尚往前走了一步，道：阿弥陀佛，施主，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你又何必如此苦苦相逼？鬼岩老祖冷了神色，本尊与灵上说话，你这小辈怎敢插嘴？佛子微微一笑，道：小僧有感而发，待施主一言。鬼岩本欲出手教训佛子，但是看着那一众和尚，却暂时忍了下来。他冷笑道：灵上，你意欲何为？灵上大师轻叹道：本无今有，
本有金吾。归元宗杀尽天下妖，不问他事。佛子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他立刻转手看向身旁的白眉僧人，却见后者又行了一个僧礼，缓缓道：若妖族胆敢迫害人修，归元宗必将全力以对，绝不轻饶。远处殷姬的脸色微微变了变，却没有开口。众人的目光全部都放在了太华山的诸多尊者身上，只见浩星子尊者面色深沉，视线仍旧牢牢定在骆剑清和玄灵子的身上。在他的身旁，玉清子尊者不断的传音劝说，广灵子尊者也神色复杂，不知道在想什么。其余几位尊者各自蹙着眉头，神色踌躇。浩星子拔出太化剑，看向玄灵子，道：师弟，你不要怪师兄。却见此时那道白衣身影缓缓转过身来，清冷俊美的脸庞上只有沉静淡漠。玄灵子目光平和地望着那向自己拔剑的浩星子尊者，墨染般的眉目微微舒展开，薄唇微起，他轻叹了一声，道：若尔等执意如此，那今日玄灵子便血洗极北之地。烈烈狂风呼啸而过，万道神雷席卷大地。玄灵子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便震慑了全场，竟然没有一人敢先动作。电光火石之间，只见独绝天老忽然抬起龙头杖，引出一座巨山石手，抓向了玄灵子，这才打破了沉寂。那巨手凝聚出了1000丈大小，浩瀚巍峨，好似一头凶猛的野兽，向玄灵子师徒二人抓来。玄灵子祭出本命剑，双手快速的掐弄手诀，一道道金色的符文便在他的面前显现，很快形成了一道圆形大阵。玄灵子右手一点，将这金色阵法点在了玄灵剑上，顿时剑身上金光大作，剑气冲天。阴姬见状，双目一缩，细长的长尾着力一甩，陡然甩向了东南角的位置。他三番两次的出现，各自瞬移到了西南、西北和东北4个方位，然后双指一并，宁！叔弟，一座正方形的阵法便陡然显现，倾覆于独绝天老的巨山石手上，瞬间就破了玄灵子的阵法。玄灵剑与这恐怖的石手撞在一起，顿时一股凶残可怖的波动震慑开来。半空中的爆炸令众人的耳边都响起一阵鸣声，冲击波好似涟漪，迅速的往4面8方扩散，将枯山山脉最后的一些碎石都碾磨成了碎渣。独绝天老厉声道：人族还在等什么？莫非真要眼睁睁看着这毁天灭地的妖物逃脱吗？此话一落地，断魂宗的鬼岩老祖便大声道：各位还不上？话音落下，鬼岩老祖手中的万鬼招魂幡用力一摇，刹那间鬼哭狼嚎，阴风飒飒，10000只合体期修为的恶鬼从那招魂幡中飞快涌出，铺天盖地的向骆剑清二人袭来。白家老祖翻手从白吉的手中吸来白家至宝白灵枪，长喝一声，巨大枪影顶天立地。墨家老祖双手握拳，拳影幻化成无数道罡风，一头凶狠的青狼幻影在空中形成。人族中除了默不作声的飞花宗外，神剑宗的剑啸老祖也无奈的拔出长剑，唯独归元宗的上百位大师纷纷飞到了妖族那边，挡在了那独绝天老的身前。灵上大师上前一步，行了一道礼，叹气道：阿弥陀佛，常行于慈心，去除怨恨想。施主，若你必然要杀我人族，贫僧绝不应允。话音落下，上百僧人一齐念起了大涅盘经，金色佛光从他们的身上闪耀起来，形成一堵厚厚的墙壁，挡在了独绝天老等一众妖尊面前。而在归元宗的数位大师身后，则是一场属于人族内部的厮杀。玄灵子身形鬼魅，穿行在诸多修士之间，白光一闪，便是剑气封喉，玄灵剑无声的收割尸体，竟然当真是要血洗众人。许多修士在临死前不敢置信的喊道：玄灵子尊者，我等同为人修，
你怎可下如此狠手？话还未曾说完，便被玄灵剑的剑光抹了脖子，此生再也无法开口。一开始还有许多修士纷纷趁着大潮往前涌，但是玄灵子狠辣决绝的手段令渡劫期以下的修士全部心生胆颤。要知道，那一道剑光扫过来，他们这些合体期修士完全无法招架，几乎只有陨落的结局。玄灵子根本不曾理会这些出声指责的修士，他一剑向前，与鬼岩老祖对上。远远的飞花宗的刘玉仙子望着这一幕，喃喃自语道：玄灵子道友果真是发怒了，你们只知晓指责他屠杀人修，可曾想到你们冲上去时也未曾想饶他的徒儿一命啊。太华山众人的聚集处，浩星子尊者手执太华剑，正欲进入战局，玉清子尊者一把拉住他，急道：师兄，为何会演变到如此局面？太华山的禁令虽说是禁令，但剑清是什么样的人，你我难道真的不知道吗？我们看着他长大，他怎么可能做出那种毁天灭地的事情？你就算不信他，难道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吗？浩星子尊者的眼中闪过一丝犹豫，但是随即他便道：太华山若亡，师妹，这等责任你承担得起吗？浩星子师兄。话音刚落，浩星子便化为一道流光，飞速的向玄灵子而去。玉清子转手，只见其他师兄弟也个个脸色复杂的看着玄灵子。到最终，火明子尊者、文龙子尊者和赵贤子尊者一起往前飞去，不顾玉清子的阻拦。而广灵子尊者则犹豫片刻，忽然也往前走了一步，令玉清子尊者惊道：广灵子师兄，莫说是剑清，连玄灵子师弟都是我们看着他长大的，你真的能忍心？师妹，至少不能让他们伤了玄灵子师弟不是？玉清子一下子愣住。广灵子道：浩星子师兄的决定我无法左右，但是至少我不会让他们伤了玄灵子师弟。下一刻，广灵子化为流光，飞到混乱的战场中，将苍家老祖和魏家老祖攻向玄灵子的招式挡住。这两人立刻怒道：广灵子，你这是何意？你难道想包庇妖物吗？广灵子冷笑道：哈哈哈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广灵子不会管，但你们若是想伤了我的师弟，那绝无可能。这下子战局彻底乱了，合体期以下的修士担心自己被波及，不敢再上前。渡劫期的修士也都被玄灵子的剑气震慑住，渐渐的也不再前进。只剩下那数十位大成期的尊者，他们个个都拥有排山倒海的力量，此刻却与玄灵子缠斗在一起。骆剑清单手托起碧绿色的明光青玉珠，将雄魂灵力灌输进去，激发出其内的能量。那条横亘在明光青玉珠上的裂缝闪烁着微微的光芒，然而此刻骆剑清却无法顾及这些，他不断的激发明光青玉珠的力量，以一己之力勉强挡在了5位大成中期的修士面前。所幸骆剑清如今已经到了渡劫期，否则以他的灵力根本无法催动明光青玉珠。玄灵子为他挡去了大多数的攻击，但是少数攻击却需要他自己抵挡。一丝鲜血从骆剑清的唇边慢慢流下，他脸色惨白，目光却十分坚定。他的视线一个个的扫过在场的这些大能，眼睛凝缩，仿佛要将他们记入心底。正在此时，骆剑清只听身后传来一道轰隆隆的巨响，他急切的回头一看，正好见到玄灵子被鬼岩老祖与浩星子夹击，身如流星，急速的砸在了大地上。师父！骆剑清双目通红的喊道。几乎没有片刻的迟疑，玄灵子立刻从那地上的大洞中飞出，一身白衣上全是鲜血，有他自己的，也有那些被无情击杀的中阶修士的。玄灵子就算修为再高，他也只是人，只是独自一个人。骆剑清自顾不暇，
不可能前来帮忙，玄灵子几乎是在与天下修士为敌，所以在一开始，玄灵子就必须起到一种威慑作用，令那些中阶修士不敢出手。否则，若是这数千人一起攻上来，玄灵子必然无力抵挡。于是他杀人如麻，一剑10人，用鲜血将极北之地染红，得到了连渡劫期修士都不敢出手的结果。然而这些人实在太多了，砰！玄灵子诧异的看向远处，只见广灵子尊者将白家老祖刺向玄灵子的长枪击开，然后冲他笑道：“师弟，你何时变得如此大意？若是再有这样的失误，吴萧子师伯可是会十分不满的。”又听砰！文龙子尊者挡住了墨家老祖的攻击，说道：“师弟，有什么事？你赶紧和浩星子师兄说清楚。”火明子尊者操纵着100把地阶法宝，轰隆隆的砸向神剑宗的剑啸尊者和云家的老祖。他蹙着眉头说道：“师弟，你竟然敢让徒弟修炼禁物，今日又犯下这等大错，师兄我定然要亲自将你擒回去，按宗门规矩处置。”这一幕令玄灵子瞳孔微颤，清冷俊逸的脸庞上也闪过一丝动容。浩星子尊者见状，刚想出声斥责，但最终只是张了嘴巴，还是没有开口。然而他不开口谴责阻止，却不代表他会就此放弃。太化剑锋锐无比，割开了玄灵子勉强布下的阵法，直接向洛剑清刺去。玄灵子大声道：“师兄！”浩星子却没有一丝犹豫，太化剑的剑气在空中画出一只青色鸾鸟，高鸣一声，俯冲向洛剑清的后背。那剑气高达1000丈，仙气太化剑仅仅是从剑鞘里拔出，便能置人于死地。然而正当那青鸾即将刺穿洛剑清的时候，只听一道清亮的龙吟在天地间响起。刹那间，青鸾停住步伐，挥舞着双翼，发出凄厉的叫声。下一刻，这只由剑气幻化而成的青鸾突然破碎。而在不远处，被归元宗的僧人们挡住去路的妖兽们也个个惊骇的看向洛剑清。独觉天老更是脸色大变，一旁的阴姬惊道：“龙威！”有妖尊不敢置信的说道：“只有神兽的天生威压才能让青鸾破碎，这一定是龙威，这太可怕了！一个人类为什么会有龙威？这不可能！”独觉天老双目一眯，挥舞着龙头杖指向了上百的归元宗僧人，狠声道：“破了这道防御！”是。这一战，无论是对于洛剑清还是对于玄灵子，都几乎将他们逼到了绝境。即使面对的是一群化神期以下的修士，即使玄灵子已经到了化神中期，这些人也足以用车轮战将玄灵子逼入死角。更不用说，在此之前，玄灵子还受了重伤。他的伤势只有洛剑清和玉清子尊者知道，当初是为了不被妖族发现伤势，才没有即刻治疗。元神之伤难以痊愈，每动用一分灵力，都是对元神的折磨。到了第3天的时候，魔道宫的七洛和秦氏兄弟得到消息，赶到了极北之地。他们原本守在第11海，等待众人回归，如今却不得不来到这里。他们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协助洛剑清和玄灵子击退那数十的人修尊者。在秦氏兄弟的协助下，七洛于人群中杀出一条血路，到了洛剑清的身旁。此时的洛剑清已经到了油尽灯枯之时，他不断的催动明光青玉珠，可是却无法避免那些实力远超于自己的大能对自己实行攻击。七洛直接来到洛剑清的身后，手掌贴在他的后背，将雄魂灵力传送过去。洛剑清一惊，只听七洛道：“你若是不想死在这里，便尽快结束这场混乱。”洛剑清声音沙哑的说道：“为何帮我？”七洛沉默片刻，道：“就当是为了莫秋吧。你若是现在死了，他以命救你，还有什么意义？”洛剑清身子一震，没有再开口。
等到第7日时，归元宗的众位僧人终于无法再抵挡住妖族的连番进攻。灵上大师口喷鲜血，被独觉天老开出了一条道。下一刻，成千上万的妖兽们呐喊着向这边冲来。独觉天老声势震人，他龙头杖一甩，正与鬼岩老祖和剑啸尊者对抗的玄灵子猝不及防的被这一击波及到，喷出了一口鲜血。乌压压的大军便这般杀了过来，映在骆剑清的眼中，几乎要让他绝望。他不知道这一切为何会演变成这样。就在数日前，他和玄灵子还为了人族牺牲了诸多。就在那第11海上，为了擒住逃跑的妖尊行威，骆剑清甚至以身犯险，拿生命做赌注，终于抓住了行威。可如今没有人再记得他曾经对人族的付出，也没有人记得他的身上还留着这些年来在两族大战中受过的伤痕。行威劈下的那一道攻击几乎掀开了骆剑清的背，可这些却没有人再提起。那他之前所做的那一切，为的到底都是什么？为解开天晴破海阵，他遇了第一道死劫；为支援魔道宫，他遇了第二道死劫；为镇守青龙卫，他遇了第3道死劫；为追捕妖尊行威，他遇了第4道死劫。在这其中，还有无数次濒临死境的危机，他一生未坑，以合体期的修为，为人族做了这般多的事。然而现在，他们却因为那道所谓的预言，因为9连夺天路，因为天道的第82道神雷，竟然要置他于死地。望着那挥舞着龙头杖朝着这边飞来的独觉天老，再看着那几乎望不到尽头的妖族大军，骆剑清忽然觉得心头有烈火在熊熊燃烧。他的眼前只剩下了一片血红，灵力在他的身体里疯狂地乱窜，竟然连明光青玉珠都无法再催动。七落惊道：“骆剑清！”轰！骆剑清缓缓转手，只见鬼岩老祖的爪子从玄灵子的肩膀上划过，掠走了一大块的血肉。玄灵子闷哼一声，踉跄的差点倒地，同时一剑刺穿了鬼岩老祖的腹部，令他倒飞10里。在骆剑清的视线里，那个人瘦的已经快要倒下去，他的白衣甚至不能算上白衣，早已被染成了鲜艳刺目的血红。这颜色彻底点燃了骆剑清心中狂躁的火焰，他忽然发出一道凄厉绝望的喊声。玄灵子立刻转手向他看来，骆剑清忽然转手看向七落，道：“前辈，助我一臂之力。”七落微愣，他犹豫片刻，脑中忽然闪过一个红衣身影，接着咬牙道：“你说，将你的元神之力借给我，我要强行进阶大成期。”七落立刻拒绝道：“不可以，你如今才不过渡劫初期的修为，怎么可能进阶到大成期？”骆剑清道：“无需真正达到大成期，只要有一瞬，我便可以借助明光青玉珠逃脱。”七落沉吟一瞬，道：“好。”话音刚落，七落掐弄手诀，直接将自己的元神引出体内。骆剑清手掌一吸，将这元神吸入了体中，顿时七落的唇边便留下了一丝血液，整个人的气息也往下暴跌，脸色苍白。将元神借由他人强行进阶，这样的行为无疑对七落是一次重伤。无论结果如何，他的元神必然会受到重创，运气好的话，可能只需要调养数百年便能恢复。运气若是不好，那可能这伤势便会伴随一生一世，令他实力大跌，直到陨落。骆剑清也是走投无路了，才会急忙的请七落帮忙。骆剑清也没想到七落居然会答应自己这样无理的要求，但是他已然无法顾及这么多。若是真的让妖族大军赶到，他会死，玄灵子会死。七落的恩情，他将会铭记一生一世，若此生无法报答，来世也定然当牛做马的报恩。天下排名第6的绝世大能，实力果然不同一般。
当七落的元神进入骆剑清的身体后，骆剑清只感觉浑身瞬间被灵力充盈，那灵力从元神之中不断涌出，伴随着浓郁的元神之力，狠烈地撞击着骆剑清浑身的经脉，令他疼得无法言说。随着这尖锐的疼痛，骆剑清不断的运转九连夺天路，将这能量攫取进来，强行的提升自己的实力。他的气息几乎是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暴涨，渡劫初期大圆满，渡劫中期，渡劫后期。当骆剑清的境界已经达到渡劫后期大圆满的时候，他暴涨的气息忽然停了下来。七落双眸一眯，忽然抬手一掌拍在了骆剑清的后背上。骆剑清闷哼一声，咬着牙再次运转起了九连夺天路。然而那道屏障便是一直这般挡在他的面前，令他无法前进半步。七落拧了细眉，左手在空中比划出了一道黑色的符文，手指一点，将符文打入骆剑清的身体里。在这符文进体的一刹那，七落清丽的脸庞上笼罩了一层淡淡的黑气，而骆剑清的气息则瞬间大涨，一举突破了大成期。骆剑清一掌拍在了明光青玉珠的上面，将熊熊灵力灌输进去。霎时间，青色的光芒亮彻天地，青色莲花从骆剑清的丹田处盘旋飞出，直接钻入了这颗明光青玉珠之中。当青莲与明光青玉珠融合的一刹那，整个极北之地都震颤了一下，令在场的所有尊者大能都齐齐怔住。众人的目光顿时全部凝聚在了骆剑清的身上，玄灵子也脸色一变，向骆剑清这里飞来。骆剑清的双手在空中形成了虚影，快速的掐弄手诀，一股股玄妙的力量从他的身上涌现，竟然将七落震退数步。明光青玉珠的光芒好似烈日，熊熊发火，上面有一条极细的裂缝，闪烁着点点白光。骆剑清哪里顾得上这条裂缝，他不断的剑灵力灌入这明光青玉珠中，强行催动了其中50%的力量。独觉天老一丈劈下，直指骆剑清，招式狠辣。鬼岩老祖怒喝一声：“本尊看你耍什么手段！”许许多多的尊者都凝聚起了自己的全力一击，阴姬更是摆下了天晴破海阵，汇聚了上千头妖兽的力量，一起向骆剑清袭来。这能量已经令空间震颤，当力量汇聚到骆剑清身遭50丈处的时候，空间被力量碾压过去，开始一寸寸的坍塌。玄灵子早已飞身向骆剑清这里而来，他挥袖布下了一道结界，同时一把将骆剑清护在了自己怀中，身子一转，将自己的后背面向上百尊者的联手攻击。这一幕看在玉清子尊者的眼中，令他身子一震。广灵子和浩星子也诧异的抿了嘴唇，后者眸光闪烁，仿佛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的东西。骆剑清同样反手拥住了玄灵子，他将自己的头轻轻的迈入对方温暖的胸膛里，鼻尖充斥着的是浓烈的血腥味，但是骆剑清从未感觉过自己的内心有过现在的平静。他紧紧的抱着玄灵子，感受着从对方身上传过来的温度。师父，沙哑的声音响起。玄灵子轻轻抚摸着骆剑清伤痕累累的身体，低声道：“剑清，不怕。”骆剑清抬起双眼，目光澄澈的望着眼前的这个人。即使是被鲜血沾染，这张脸庞依旧是10年如一日的淡雅清贵。骆剑清认真的凝视着，仿佛忘记了那些即将攻向两人的强大攻击。然而就在那些攻击真的要袭击上玄灵子的时候，却听明光青玉珠发出一道悠然震声。嗡！九连夺天路第6夺，夺皓日时光。苍茫岁月，以明光青玉珠为基石，陡然一阵可怕的威能往外震慑出去。这道虚无的力量第一个波及到的是距离最近的鬼岩老祖，他的手指率先碰到这力量，突然就僵住了。鬼岩老祖的眼睛不断转动，然而在那力量穿过他的眼睛后，他连瞳孔都不再震颤，这力量还在往外肆意。
只要被这力量触碰到的修士，无一不好像被静止住了时间，无法动弹。就连那些轰然砸向玄灵子的攻击，也都停滞在了半空中。就算是最纯粹的力量，也无法往前行动一步。玄灵子双目一缩，根本没有开口询问，拉着骆剑清便往外飞去。走！骆剑清也直接跟着玄灵子就走。两人飞速的穿过静止住的鬼岩老祖、浩星子尊者等人，甚至穿过了浩浩荡荡的妖兽大军。然而就在两人即将真的离开妖兽群的时候，却听砰的一声，那道虚无的力量轰然破碎。轰轰轰！诸位大能的攻击全部爆发，砸在了玄灵子和骆剑清刚才所在的地方，但是那里却空无一人。骆剑清心中一紧，玄灵子加快速度地带他离开，谁料却被独绝天老飞速的追了过来。苍老佝偻的老者挥舞着龙头杖，怒喝道：“尔等刚才使的是什么法术？休想离开！”骆剑清怎么会理他，更是与玄灵子一起往前飞离。然而玄灵子却吐了一口鲜血，脸色苍白，飞行的速度也比独绝天老要慢上一拍。眼见独绝天老就要追上二人，骆剑清倏地转过身子，一双狭长姣好的眸子里，小小的瞳孔突然变成了纯粹的雪白色。苍若前辈，请助晚辈一臂之力。下一刻，清亮的龙吟再次响起。这一次，一条金色巨龙从骆剑清的身上飞出。这龙的身影略显虚幻，但是纯粹的神龙威压却不容作假。当这神龙从骆剑清的身上飞出来后，可怕的威压便径直的向独绝天老压去，令他身子一颤，竟然停顿了片刻。就是这片刻，骆剑清和玄灵子彻底突破了妖兽包围，一路往南逃去。追！这是一道奇异的风景线，白衣尊者带着青衣修士一路逃窜，他们的身后跟着的是数不尽的尊者大能。他们一路飞越了无底窟、阴泽涧，最后飞入了冲州，目标明确，直奔断情崖。当骆剑清和玄灵子来到断情崖的崖顶时，他们被逼到了悬崖边缘，眼前是万丈深渊，身后是不依不挠的两族尊者。骆剑清情不自禁的伸出手，拉住了玄灵子的手，两人的手在这冰冷的寒风中触碰在了一起。起初玄灵子还下意识的缩了回去，但是望着骆剑清失望的目光，他却喉间一紧，主动的牵上了他的手。这一刻，玉清子尊者张大嘴巴，身体颤抖，浩星子尊者也不敢相信的看着这一幕，视线死死的凝视着骆剑清和玄灵子紧牵着的手上。许许多多的尊者都未曾注意到这一幕，唯独殷鸡眯了眼睛，打量了他们一眼。独绝天老往前一步，冷声道：“玄灵子，本尊不欲杀你，你将妖物交出来，此事我等既往不咎。”玄灵子目光平静的看了他一眼，不曾理会，反而转手看向骆剑清。清俊秀雅的脸庞上沾了一道道斑驳的鲜血，向来清冷的眸子此刻微微弯起。玄灵子语气柔和的说道：“剑清，你害怕吗？”站在这断情崖上，俊美绝世的青衣修士轻轻摇手，唇角微翘，便绽出一抹令天地失色的笑容来。他笑着道：“师傅，我第一次这么喜欢断情崖。”他叫断情崖，他真的能让人断情吗？玄灵子摇摇头，为师也不知。骆剑清却握紧了他的手，认真的告诉他：“我知道，师傅，这里不会让人断情。”玄灵子唇边的笑意更深了一些，他的情绪很少会这样外露，但是在此时此刻，他却觉得世间的一切都寂静了，没有风，没有云，没有太华山，没有数不尽的责任。十指交缠的时候，玄灵子又问道：“剑清，怕吗？”骆剑清语气带笑：“有你在，我又怎么会怕？”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时间被拉长到了100年的程度。冷冽的寒风嗖嗖吹过，
将玄灵子的衣角掀起。下一刻，在所有的修士面前，玄灵子单手搂住了骆剑清，动作轻柔的将他搂入怀中，然后忽然脚尖一点，两个人如同落石，瞬间就从断琴崖顶跳了下去。玄灵子师弟，骆剑清！玉清子尊者和佛子异口同声的喊了出来，但是独觉天老的速度却比他们还快。独觉天老第一个冲下了悬崖，飞速的追赶骆剑清和玄灵子，而在他的身后，浩星子等人也赶紧飞了下来，一路追赶。他们很快穿过断琴崖的第一重，一路往下，连续破了8重险境。断琴崖里的各种陷阱对于这些顶尖大能来说如同儿戏，唯有到了第7重才是真的有几分危险。眼见着众人已经飞到了第8重，即将落入第9重，忽然玄灵子抱着骆剑清义无反顾的穿越屏障，进了第9重。浩星子等人立刻在第9重前停住脚步，独觉天老犹豫片刻，竟然再次追了进去。一盏茶后，独觉天老狼狈的从第9重里逃了出来。众人立即看向他，只见独觉天老擦拭了嘴边的血液，目光幽深的说道：玄灵子和那个妖物被一阵罡风卷入，那罡风至少相当于化神后期修士的全力一击，他们有70%可能已经陨落。闻言，所有人都静了声，不再开口。能够来到这里的无一不是大乘期的人修和地阶境界的妖尊。广灵子和文龙子等人脸色大变，浩星子则是神色一顿，目光呆住。断魂宗的鬼岩老祖和白家的老祖的眼中闪过一丝喜色，但是又很快掩藏住。飞花宗的女修们撇开视线，不做表态，神剑宗则是低下头，好似什么都没听到。归元宗里，灵上大师轻叹一声道：阿弥陀佛。众位僧人与他一起叹气，说了一句阿弥陀佛。唯独在众人中间，那清秀俊朗的佛子哑然怔住，脸色渐渐白了下去。魔道宫的七洛和秦氏兄弟都一下子傻住，七洛的眼睛慢慢湿润。许久后，他抬手拭泪，小声的呢喃道：早知如此，你所做的牺牲又有什么必要？到最后，殷基冷笑了一声，道：是否陨落，只需要去看看他们的本命之物就可以了。太华山应当有这2人的本命之物吧，我们一看便知。轻柔的风从第9重险境徐徐吹到了第8重险境，在这看似无边无际的深渊里，浓烈的黑暗吞噬了一切，其内的事实无人可以探知。3年后，枯山一崩，极北之地不复曾经的凶险。除了每10年一刮的封神海罡风，它已然算不上4大险地，却给天下所有修士留下了不给磨灭的回忆，寻常人仍旧不敢进入。时光匆匆而过，当年极北之地的那场大战，如今还历历在目。恍若隔日，但所有经历过那场变故的大能们都讳莫如深，从不轻易言谈。玄灵子失踪，魔尊陨落，人族的实力大大衰减。所幸妖尊行威，还被人族把控着，当作人质，以此与妖族对抗。两族间开始了长久的冷战，双方并无一方愿意先出手，因为此刻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不得不暂停战争。太华山的凌云殿中，玄灵子和骆剑清的本命灯没有灭。玄灵子的本命灯上，金色的火焰摇摇欲坠，却始终微弱的燃烧着一点火苗。一条极深的裂缝从灯芯一直滑落到了灯座，几乎要将整座灯折断。但是就算如此，火苗仍旧没有熄灭，仍旧一日日持久的燃烧着。另一边，骆剑清的本命灯则要好上许多。3年前，当众人来到太华山探查玄灵子和骆剑清2人的本命灯时，便发现前者的本命灯几乎快要熄灭，后者则也到了熄灭的边缘。可是3年过去，骆剑清的本命灯却越来越亮，虽说不及曾经正常时候的耀眼光辉，却也绝不可能轻易熄灭。这也就是说，
骆剑清和玄灵子都未曾陨落，甚至好好的生存在那断情崖第9重险境里。人族和妖族每年都有派人看守第9重险境的出口，可是却从未见他们离开过，里面也没有任何动静。要知道，断情崖的9重险境越往下危险越大，第9重连独绝天老都不敢长留。而且断情崖的险境还有一个特点，前8重险境只要待上一段固定的时间，便会被转移出断情崖，需要再次从崖顶进入。可是骆剑清二人却已经在第9重险境里待了整整3年。独绝天老推测道，第9重险境我们从未进去过，或许其中有其他限制，可以让修士停留更久。但无论如何，他们若不是死在其中，便肯定会出来。玄灵子的伤势很重，就算他如今没有陨落，早晚也一定会陨落。人族和妖族从未有过共同的目标，而如今他们首要的目标就是击杀骆剑清。太华山身为正道之首，掌门浩星子尊者便是人族代表，他的主张得到了断魂宗、白家等多方势力的支持。对此，玉清子尊者等人都提出反对，尤其是玉清子尊者，他与骆剑清的关系是诸多师兄弟中最好的，自然不能就这么任其发展。玉清子尊者不断的去请求浩星子道，若是剑清会做出背叛人族的事情，那妖族更会如此。师兄，难道你就真的愿意相信妖族的话，而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师侄吗？然而浩星子尊者却轻轻摇手，目光深沉，太华山的禁令已然维持3万年，你无需多言。师兄，到最后第2年的时候，浩星子尊者下了禁令，将玉清子关在了青兰峰。若是说玉清子是太华山诸位峰主中最关心此事的，那他的大弟子穆天星则更是愤怒不平。得知此事的穆天星直接冲出了山门，一路往苍霜峰而去，最终被3师姐魏琼英拦下。穆天星不敢置信的看着一脸冰冷的魏琼英道，师姐，你竟然拦我！掌门师伯竟然做出那么糊涂的决定，为何你们都不反对？为何你们都不相信大师兄？魏琼英的身旁还有谢子卓、修痕、火鱼冲，他们看着急的眼睛通红的穆天星都没有开口。良久，一身黑衣的谢子卓闭了闭眼睛，在睁眼时已经双目沉着，不似年轻时的莽撞任性。谢子卓冷静的说道，师妹，你该长大了，以我等的力量不足以动摇掌门师伯的决定，就连我师父和诸位师伯师叔去劝也没有一点作用，玉清子师叔更是被罚禁足。这些事情穆天星当然知道，但他却捏紧手指说道，可是那我们也不能放弃啊，那是大师兄，是和我们一起长大的大师兄，他怎么可能做出那些事？他绝对不可能害了我们的。魏琼英垂了眸子道，你可知道今日清晨苍霜峰出了一件事？穆天星叔弟愣住，什么？魏琼英语气平静的说道，二师兄被剥夺了嫡传弟子的身份，降为普通的内门弟子。他跪在掌门师伯的门前跪了整整1个月，今日因为伤重昏迷，才被其他弟子抬走。掌门师伯一怒之下便收回了他的一切特权，罚他去思过崖面壁10年。穆天星再也说不出话来。3年前两族战争的时候，太华七子中只有骆剑清和左云墨去了，其余5人自认实力不足，都潜心闭关修炼。然而战争结束，骆剑清下落不明，左云墨则身受重伤。当时在守卫朱雀位的时候，左云墨的本命剑被独绝天老的灵压强行震断，心神大损，几乎是断了半条命。3年前左云墨是被抬回太华山的，去年才好不容易醒来，之后卧床许久。浩星子虽说严肃端正，但其实私下里十分重视左云墨。
将他当作亲子在教导。若是连这样的左云墨都无法动摇浩星子尊者，那他们这群人现在去了，也只是被斥责领罚而已。一时间，太化妻子中一个名声尽毁，天下人人得而诛之；一个重伤不醒，被剥夺身份，即将领罚撕过牙。还有5人茫然的站在苍霜峰外，沉默的望着那座被云雾环绕的山峰。穆天星忽然转身离开，只留下一句话：若不能保护自己重要的人，那我穆天星修炼的到底是什么？不达出窍期，我誓不出关。师兄师姐，就此别过。话音落下，穆天星便化为一道红色流光，消失在了天边。7个师兄妹中，就属左云墨、谢子卓和穆天星与骆剑清的关系最好。听着穆天星的话，魏琼英也沉吟了片刻，道：如今我已达到出窍中期，此次我想闭关到合体期再出关。谢子卓道：我也正有此意，不达出窍后期不出关。萧痕摸了摸脑袋，试探性的问道：那我也尽量早点达到出窍中期。火鱼冲大声道：好，我们都闭关去，定要冲击境界。10几年前，太化妻子闻名天下，10几年后也自当如此。浩明峰上，一个穿着白衣的年轻修士闭关出来，已经达到元婴后期大圆满。此人闭关1年，听说了玄灵子和骆剑清仍旧还在断情崖第9重险境里，而且本命灯仍旧没灭。他眼珠子转了转，没有再开口。他往前而去，路过时听到旁边的新人弟子小声说道：李师兄实在是太厉害了。听说李师兄前期修炼时速度非常缓慢，但自从到了金丹期，他简直是一日千里，比咱们的解师兄还要厉害。我们是3品根骨，可李师兄却没有根骨，他是我们的楷模。我们有一天会不会也像他那么厉害？李修臣嘴角一翘，脚步轻快了许多。此时此刻，太华山上境界较低的普通弟子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宗门内的气氛却十分压抑紧张。而在遥远的妖境里，独觉天老站在2尊破碎的黑色玉像前，白眉紧蹙，认真的凝视着。阴姬妖娆的身影在山洞门口出现，他低笑道：天老，我们为何不趁着玄灵子不在的机会向人族开战？玄灵子的事情一时急不来，趁此机会大败人族，才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独觉天老的目光依旧盯在2尊由碎片拼成的玉像上，阴姬便柔笑的等着。良久，独觉天老苍老的声音响起：行威在他们手上。阴姬不以为意，没有玄灵子在，他们想要击碎行威的妖丹十分困难，而且就算没有行威，我妖族也有7成机会胜利。当务之急是击杀妖物。阴姬挑了挑细眉，轻轻的笑着：就这般重要？独觉天老转过身，目光森冷的望着眼前妩媚绝美的女子，道：天下间没有任何事比这件事重要。击杀妖物，否则妖族必亡，玄天大陆必亡。阴姬碧绿色的眸子里飞快的闪过一丝寒光，他笑了笑，转身离开。然而在一转身后，他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鲜红的蛇信子从口中一吐。他冷冷的自语道：不能开战，那总得做点有意思的事情吧。骆剑清与玄灵子消失的第4年，一个惊人的秘密传遍了整个修真界。太华山的玄灵子尊者竟然和他的徒弟贝德淫乱。无数人还不知道玄灵子和骆剑清被困断情崖底的事情，他们疯狂地讨论着这件事。这个秘密随着传播越演越烈，等传到太华山的时候，浩星子尊者气得直接拍碎了一把明天木的罗汉椅。是谁在胡乱造谣，毁我太华山的名誉？浩星子立即派人去查清楚事情原委。然而无论太华山怎样辟谣，这件事已然被大多数修士认可。如果不是那样，为什么不让玄灵子尊者和他的徒儿出来辟谣？真不曾想到，
原来大宗门竟然也会出这样龌龊的事情。玄灵子尊者可是咱们人修中的最强者，他都做出这样有违伦理的事情，那我辈修士该拿什么来约束自身？外界的一切都传不入断情崖底。在跌入断情崖9重险境的第4年，一个俊美出尘的青衣修士结语微动，缓缓地睁开了双眼。无边无际的黑暗中，仿佛连时间都被吞噬扼杀，四围没有一丝声响。当洛剑清醒来时，便感觉到自己身体里的灵力干涸枯竭，血肉好似被碾碎了一般，连挪动一下的力气也没有。他在用灵石去查看自己的丹田和经脉，只见丹田里到处都是损伤，唯有一朵青色的七瓣莲花仍旧完好的盘旋在中央，而经脉更是断了不少。洛剑清咬紧牙齿，强行运转起了身体里的灵力。这些灵力从青莲元神中激发出来，很快便流往了丹田里的那些破损的地方，强硬的修复完善。自行疗伤的时候，连一分一毫的时间都是无形的折磨。剧烈的疼痛冲击着洛剑清的理智，他几乎是昏昏沉沉的完成这些事，不知时间的变幻。等丹田基本被修复了7成之后，洛剑清再次强硬的将灵力往碎裂的经脉里冲击进去。这一次，他终于疼得从喉咙里发出一道闷哼声。普通修士若是受伤到洛剑清这样的程度，出窍期一下，几乎必死无疑。就算是渡劫期的大能，也很有可能修为被废，成为一个真正的废人。能够活下来，能够睁开眼睛，洛剑清已经非常庆幸。然而他知道，他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即使暂时不会死，但是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他要去救他的师傅，那个人的伤比他重了太多。甚至在冲下这第9重险境的时候，玄灵子还将洛剑清护在了怀里，为他转身挡住了一道可怕的冲击。洛剑清醒来后并没有看到玄灵子，他不敢去想玄灵子现在怎么样了，但他一定要尽快的起身行动。和丹田相比，洛剑清的经脉碎裂得更加彻底。他调用起了元神之力，一道道虚无的力量从青莲元神中荡漾而来，冲入了那些碎坏的经脉里，温润绵长的滋润着。然而这一切始终太慢，谁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洛剑清终于被这可怕的疼痛给折腾的昏死过去。青莲元神无声运转，自行修复着主人几乎被毁坏殆尽的丹田和经脉。正当洛剑清昏迷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一团强悍凶残的烈火突然从极远的地方冲击过来。就在这团火焰即将燃烧洛剑清的时候，他的身上闪现出一道金色的光芒，洪亮的龙吟在这黑暗中响起，倏地在洛剑清的身遭竖起了一道结界。红色烈火从这结界上刮了过去，并没有停留，又往更远的地方而去。等洛剑清再次醒来时，终于发现自己的手指居然能动了。接下来他勉强的运转灵力，从那戒中取出了一颗天阶6品青神丹。没有一丝犹豫，洛剑清直接将这颗神丹吞吃下腹。曾经洛剑清就从玉清子尊者那里得过这青神丹，为的就是让自己保持清醒，可以冲击被堵塞的经脉。那时候洛剑清刚刚明白了玄灵子的心意，一时气氛惹了玄灵子生气，后者一怒之下用剑气伤了洛剑清。青神丹只有一个用处，便是令服用者保持10天10夜的清醒，但是会令五感扩大100倍。服下这颗丹药后，元神之力修复经脉和丹田的疼痛顿时就扩大了100倍。这样的疼痛即使是洛剑清都从未感受过，疼得令他浑身不自觉的颤抖，疼得双目中不由自主的凝聚出了水光。这样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当洛剑清终于可以起身后，他一边维持着灵力和元神之力来自行疗伤，一边赶紧四处寻找玄灵子的踪影。断情崖的第9重险境还从未有人来过，外界对这里没有任何的资料。洛剑清踩在这片松软的大地上，入目的只是一望无际的黑暗。在这里，
就算取出发光的宝物，光线也只能传到3丈以内的地方。骆剑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眼前是什么样的东西，只能努力的外放灵石，去寻找玄灵子。师傅，师傅，师傅！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骆剑清的身体也恢复的越来越快，可是他始终没有找到玄灵子。他的心中更加着急，寻找的速度更快了一些。终于在20天后，他忽然看到了一棵发光的树，玄灵子便躺在那棵树下，生死未知。师傅！这棵树木的巨大超乎任何人的想象，树荫如盖，闪烁着鲜红色的光芒，几乎遮蔽了10里的天空。粗壮的树干好似一座巨大的宫殿，直径1000丈，巍峨肃穆地矗立在大地之上，顶天立地。骆剑清立刻冲了过去，谁料就在相隔10丈的时候，一道火红色的结界却突然出现在了骆剑清的面前，将他轰然弹开。骆剑清被击飞了数十米，双脚在地上划出2道深嵌的痕迹，这才稳住身体。他惊愕地望着那道浮现在玄灵子周围的结界，其上散发出苍老雄浑的力量。一道道鲜艳的火色符文在这道结界上浮现出来，随光影流转，玄妙至极。骆剑清立即从那戒中取出了一个黄阶法宝，将其轰上了那结界。令人不敢相信的一幕忽然出现，这黄阶法宝竟然只是刚刚击上结界，便被那结界的威压碾压成了粉末，连一点声息都没有，悄悄地落在了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纱。除仙器外，修士的法宝共分为天地玄黄4大阶层。虽说黄阶法宝只是最末等，但是绝不该只是一个照面就成为粉末。骆剑清双眉紧锁，再取出了一颗玄阶的宝珠，向结界轰去。这一次，那宝珠撞上结界时，引起了一簇红色的火焰。火蛇卷上宝珠后，很快将它吞噬。眨眼间，这玄阶宝珠便化为灰烬，又落在了地上。骆剑清警惕地望着这一幕，良久，他才从那戒中取出了一柄地阶长枪。这把枪是骆剑清之前在2族大战时从一个合体期妖兽的身上拿来的。虽说这柄枪在地阶中只能算是一般，但是当骆剑清执起长枪，一枪刺过去时，却见那结界上忽然掀起了滔天火焰，浓烈炽热的火焰将整柄长枪吞噬。一盏茶之后，以千年玄铁锻造而成的墙头被融化成了一团铁球，只剩下拳头大小。铁球砰的一声落在了地上，至于枪杆则早已不见踪影，消失在了熊熊大火中。这一次，骆剑清直接翻手取出了双符剑，青色剑光从他的眉间倏地飞出，落入他的掌心。骆剑清运转起全身灵力，气势磅礴，有夺天之势。一道夺日月劈下，只见整个大地都稍稍颤抖了一瞬。剑光好似寒冰，携带着可怖灵力，劈在了这火红色的结界上。轰！整个结界上忽然燃起了滔天火焰，那火焰燃烧到极致时，渐渐由红变金，金色的光芒闪烁不已，一道道浩瀚如海的威压从结界上往外溢出，向骆剑清碾压过去。然而当这威压真正逼到骆剑清面前时，他却沉着冷静地掐弄手诀。下一刻，一道清亮的龙吟倏地响起，金色巨龙的幻影从骆剑清的身上飞出，呼啸着冲向那红色的结界。若是比威压，经历过埋龙骨后，我怎会怕你？不错，当年在苍若妖尊的肚子里，骆剑清得到另一个天大的机缘——埋龙骨。苍若妖尊说，他醒来时，自己的心脏和腰丹便不见了，只剩下一节龙骨。神兽的血统超乎普通妖兽，虽说在境界领悟上不及人类，但是他们的身体便是他们最强大的武器。于是苍若妖尊帮骆剑清做了一件事，埋龙骨。苍若妖尊有言在先，以本尊如今的力量，不能用最简单的法子为你埋龙骨，本尊会亲自劈裂你的后背，拔出你的脊柱，
将龙骨换上。这种疼痛你可能忍受。骆剑清没有丝毫犹豫，多谢前辈。于是当骆剑清从苍若妖尊的肚子里出来后，才会浑身血迹斑驳，好似死过一次一样。因为他几乎被苍若妖尊活生生的劈成了两半，抽去筋骨，再栽上一根龙骨。且不说买龙骨能否成功，便是愿意忍受着痛苦，便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换上龙骨后，骆剑清便得到了很少的一些龙族秘法传承，同时也拥有了真龙威压。放眼玄天大陆，神兽拥有无与伦比的种族威压，这种威压对人类也有一定影响，对妖兽更是影响极大，几乎能令天下妖兽臣服，不敢冒犯。骆剑清将龙威激发出来，他的手指在双符剑上一抹，数道符箓顿时浮现出来，剑尖往前一指，狭长优美的金龙便飞向了那可怕的结界，义无反顾地撞了上去。骆剑清默念口诀，运转着九连夺天路的力量，同时将自己全身的灵力都灌输到了背后的那根龙骨上。只见这龙骨忽然光芒万丈，一瞬间便化为了晶莹剔透的色彩，令那条金龙幻影更加凝实。轰隆隆，巨大的金龙撞上了火色的结界，瞬间结界破碎成了千万片，散落空中。骆剑清立刻脚尖点地，往前飞去，径直的去找玄灵子师傅。轰！一团烈红色的火焰从骆剑清的身旁袭来，他下意识的抬起双符剑抵挡，却被那火焰击飞数步。骆剑清稳住身形，抬眸看去，在看到对方的时候，双眸陡然睁大，不敢置信的看着那头火色凤凰。只见一头美丽偏长的火色凤凰微扬着双翼，缓缓停在了硕大的巨树枝桠上。它的一双金色瞳孔里反射出滔天的火光，长长的凤尾垂落而下，正好落在了昏迷的玄灵子的身旁。骆剑清握紧双符剑，警惕的看着对方。只见一道火光闪过，再看时，红色火凤已然消失。一个高贵绝美的女子正站在枝头上，目光如冰，望着骆剑清，神态高雅，好似端坐于霜天。他的视线仿佛寒风，令骆剑清心中一紧，已经运转了全身灵力。良久，火凤轻启红唇，双目微缩，声音冰冷的说道：“擅闯结界者，死！”龙音如盖，遮天蔽日。骆剑清如今才发现，这棵宽广无比的巨树竟然是梧桐。凤凰乌矣，羽比高冈；梧桐生矣，羽比朝阳。神兽凤凰高洁典雅，无梧桐不栖。若是说天下有什么树木能有如此遮蔽天空的辽阔雄伟，那除了传说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桃多和剑木，便只有梧桐了。骆剑清站立于梧桐的树荫下，手执双符剑，与这凤凰对峙。玄灵子此刻就昏迷于梧桐树下，然而骆剑清却不敢轻举妄动。这凤凰的气息至少是地阶实力，相当于人修渡劫期，而骆剑清也正是渡劫期修为。此刻并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帮助他，他必须小心谨慎。骆剑清先是行了一礼，接着沉着冷静的说道：“前辈，晚辈无意打破结界，只是晚辈的师傅被困于这结界之内，他身受重伤，晚辈必须救他，所以才不得已的打破了结界。”凤凰微眯着眸子望着骆剑清，没有开口。骆剑清也未着急，淡定道：“晚辈并不想冒犯前辈，现在就带师傅离去。”话音落下，骆剑清抬步向玄灵子的方向走去，也是向那凤凰的方向走去。谁料他才走了2步，却忽然听到一道破风声从身前响起。骆剑清立即抬手看去，双目一缩，抬起双符剑便挡住了那向自己扑来的滔天大火。前辈何意？凤凰目光冰冷的说道：“你可以离开，他留下。”一道极寒的光芒从骆剑清的眸子里闪过，他语气平静的问道：“为何？”
这是在下的师傅，与在下一起进入这里，为何不允许在下将他带走？说话间，已经再也不管所谓的前辈礼仪。凤凰美丽的脸庞上依旧没有情绪波动，他说道：“本尊在此地等了千万年，等的便是他。”骆剑清双眸睁大，脑子里瞬间闪过了各种各样的爱恨情仇，不过他却完全没什么醋意。原因无他，只因玄灵子今年不过300多岁，可这凤凰都在这里待了千万年，他等的怎么可能是玄灵子？骆剑清道：“前辈果真不肯放人？”凤凰冷声道：“滚！”骆剑清目光微寒，那数晚被冒犯了。下一刻，骆剑清翻手取出了一颗碧青色的宝珠，左手托珠，面前悬浮着一把锋锐无比的双符剑。他将右手则附在这宝珠的表面，雄浑磅礴的力量立刻钻涌进去，令宝珠绽放出万丈光芒。九连夺天路，第6夺夺日月。一道道巍峨撼天的力量从明光青玉珠中散溢出来，注入到了骆剑清面前的双符剑里。这把本命剑是20多年前由玄灵子一手锻造，当初便是地阶宝剑，如今更是成为了天阶法宝。虽说无法与玄灵剑和太化剑相提并论，但双符剑的光芒震天撼地，滔滔剑气驰骋万里，在空中幻化出一道100丈长的剑影，向那凤凰冲去。那凤凰高鸣一声，倏地化为了原形，径直的飞向骆剑清。他张开赤喙，顿时无数的火焰便从他的口中喷出。这火焰温度极高，仿佛已经将空气燃烧融化，触及到空间的时候，碾压过每一寸空间，节节碎裂。这温度几乎已经让大地开始变软，唯独梧桐树下仍旧保持着一阵清凉。骆剑清运转灵力，双符剑轰然飞出，轰！巨大的火凤与双符剑的幻影撞击在一起，可怕的冲击波向四周散去，令梧桐树颤动起树干，哗啦啦的落下了一地的树叶。这些树叶在凤凰赤火的燃烧下，仍旧没有一点被烧灼的痕迹。骆剑清诧异的看了一眼，脚尖一点，身子后飞，躲开了一次凤火攻击。优美高雅的火凤站立在满地的梧桐树叶上，目光如炬，盯着骆剑清。骆剑清落在了不远处，稳住身形后镇定道：“前辈，你果真要继续吗？”回答骆剑清的是火凤更加凌厉的攻击，千万道火球好似箭雨，密密麻麻，铺天盖地而来。骆剑清执起明光青玉珠，将全身灵力灌入其中，同时按照1天9阵的方位各自写下一道符箓。刹那间，一层青色的结界光膜便出现在了他的身边。这些火球撞在结界上，令结界不停的颤动。趁此机会，那火凤再次飞翔起来，他扑扇着双翼，熊熊烈火便从他的身下袭来，在空中卷出2道烈火龙卷风。炙热的温度可融化天地，令骆剑清的额上开始渗出汗水。骆剑清见状却不惊不惧，他翻手将明光青玉珠收回那戒中，右手执剑，竟然不躲不藏，忽然往前飞去。他没有一点抵抗，眼看着就要撞上那炽热滚烫的烈火，谁料此刻骆剑清居然翻手一剑，挑起了铺在地上的层层树叶。宽大的梧桐叶好似地毯，挡在了骆剑清的身前。当烈火撞上梧桐叶的时候，居然向两边滑去，丝毫没有伤害到这梧桐树叶。骆剑清的眼中闪过一抹了然的神色，双符剑在空中划出一道道漂亮的剑花。他剑指向前，无数的树叶在空中舞动翩飞，让那火凤双眼一花。等他在定睛一看时，却见骆剑清竟然已然来到了身前。凌厉冷冽的长剑穿胸而过，毫不犹豫地刺穿了火凤的胸膛。在剑刺肉体的那一刻，骆剑清双目圆睁，不敢置信地望着眼前的场景。只见双符剑十分轻飘飘的就穿过了这火凤的身体，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碍。
这里好似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东西，更不用说是身躯比玄铁还要坚硬的神兽。这里只是一团空气。被当胸穿过后，那火凤惨叫一声，往后摔去。他的唇边渗出一丝血迹，也化为了人形，胸口渐渐出现了一道伤口，汩汩的鲜血从其中流淌下来，很快将衣服打湿。骆剑清眼神茫然，但是仅仅过了片刻，便瞬间澄清：你并非实体。火凤哪里听他的话，右掌拍地，立刻飞起。那火凤脸色冰冷，几乎是用看待死人的目光在看待骆剑清。他双手一抹，一张火红色的长弓便出现在了他的掌心。顷刻间，弓弦一拉，火焰铸成的剑枝立刻出现。嗖！剑如奔雷，刺向骆剑清。骆剑清抬剑便挡，但接下来更是数不清的剑枝铺满了整片天空，不断的向他冲来。骆剑清长喝一声，再次将地上的梧桐树叶挑起。然而这一次，有一部分的剑枝却穿过梧桐叶的空隙，刺在了双符剑上。这剑枝一碰到骆剑清的皮肤，便化成火焰，将他的皮肤烧灼成黑。短短1刻钟时间，骆剑清的衣衫便破损了多处。若不是在埋龙骨之后，骆剑清的肉身被龙骨滋润，强大许多，恐怕他的身上绝对不是被烧灼发黑如此简单。骆剑清紧锁俊眉，反手为攻，左手是明光青玉珠，右手是尖锐的双符剑，以梧桐树叶为抵挡，青年身形如魅，飞快地冲向那窈窕的红衣女子。红衣火凤似乎没想到骆剑清会突然发难，他猝不及防的被双符剑刺穿了肩膀。火凤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肩膀上也渐渐出现一道血口。但是骆剑清仍然觉得自己没有刺中任何东西。骆剑清高声道：前辈，你是否知道你的身体根本给本尊死？火凤手指一抬，凌空便抓住了一支赤火锻造而成的火箭，刺向骆剑清。骆剑清堪堪躲过，凤凰手腕一动，从骆剑清的身后再刺了过来，在骆剑清的脸上划出一道浅浅的伤口。眼见这剑枝又要再刺骆剑清，骆剑清直接拿双符剑挡住，急道：你根本没有身体。火凤的动作倏地滞住，一双金色的瞳孔里闪过迷茫和彷徨。下一刻，他怒道：一派胡言！说着，又是凌厉的风声从骆剑清的身后响起。骆剑清立刻低手，躲过了一道由火焰铸成的裂锋。我是否说谎？前辈，你心里怎么会不知？本尊自然有身体，你眼前所见的便是本尊的身体。岂容你胡说！可是我刚才2剑真的刺到你的身体了吗？那为何伤口都是慢慢形成，从没有在我刺剑时便出现？说话间，两人已经过招数百下，火凤的动作越来越快，已然快要占据上风。你既然不肯相信，那我便证明给你看。骆剑清忽然放弃了抵抗，快速的飞上前，来到了这火凤的身前。3根火焰剑枝分别从骆剑清的左肩、右腿和腹部穿过，令他喷出一口鲜血。但是他却不管不顾的挥剑上前，从左向右劈向了火凤。双符剑从火凤的胸口划过，几乎要将他劈成2半。这样的情景令凤凰叔弟怔住，他呆滞的望着骆剑清。等剑离体后片刻，一道伤口才从他的右肩处形成，开始缓缓的劈向了左腹。就好像在骆剑清挥剑结束后，这伤口突然自主自动的形成了。一切与骆剑清并无太多的关联，但是却也由他而起。骆剑清抬手擦去了唇边的鲜血，哑着嗓子苦笑道：你真的还活着吗？刹那间，这烈火凤凰美目睁大，眸子里闪烁着一点点的火光。这火光渐渐变烈，随着时间流逝，竟然变成了一场滔天大火。雄浑的灵压从火凤的身上散出，
将骆剑清击飞3步。骆剑清立刻抬手，只见这刚刚还淡定沉着的神兽凤凰，此刻痛苦的大喊出声，无数的火焰在他的身遭游离，将他裹在了一层薄薄的火焰结界中。然而令骆剑清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亲眼看到这火凤身上的伤口在快速愈合。刚才他刺出来的3道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泯活着，鲜血不再流淌，血肉也逐渐合拢，到最后竟然连衣服也全部化为了最原始的模样，好像根本就没有经历过刚才的那一场大战。不，至少这火凤的气息虚弱了许多，好似受到了重创。骆剑清低声道：“前辈。”声音戛然而止。骆剑清望着火凤金色的双瞳，心神微颤，竟然感受到了一种奇异的共鸣。他身体里的鲜血开始渐渐发烫，有一种奇怪的力量从背后的龙骨上涌现出来，钻进了血液里，与这凤凰开始共鸣。这种感觉太过奇特，骆剑清完全无法形容。他好像感受到了这凤凰的情绪，感受到一片好似枯死的大海一样无边无际的悲伤。这片大海无风无浪，没有起伏，就这般安静平平的沉淀着，将数不清的感情藏在其中。深海的地方会是什么样的情景？有的只是无边的黑暗和再也不会起伏的内心。这片大海由一个神兽的精神组成，而这些精神已经全部死绝，只有曾经的悲痛绝望仍旧留在那里，让骆剑清心神微颤，差点被这无边无际的苦楚吞噬。骆剑清一咬牙齿，顿时从那可怕的情绪海洋中醒了过来。他在看向这凤凰，却见对方的金瞳里渐渐有了光彩，但是身子却虚幻了一些。他仿佛有了精神，又仿佛失去了什么。骆剑清轻声问道：“前辈。”火凤微微抬眸，眸光似海，静静地望着骆剑清。许久后，他垂了眸子，淡淡道：“我名为赤云，乃是天地间最后一只凤凰，如今算来已陨落5万年。”骆剑清身子一震，他镇定地说道：“晚辈曾经听闻，数万年前神龙绝迹，凤族和麒麟族消失在天地间，唯有龙族留下了一丝血脉。”顿了顿，骆剑清道：“实不相瞒，晚辈如今身上便埋下了一根龙骨，正是一位龙族前辈给晚辈埋下的。”赤云道：“如今还有龙族？”骆剑清刚想说没有，但是他忽然想到了那被困在偷天换日阵里的静离，于是道：“还有。”话落，骆剑清着急的转眸看了玄灵子一眼，道：“前辈，既然你此刻也愿意与晚辈交涉，那可否将晚辈的师傅还回来？晚辈不知你经历了什么，但是如今只想救晚辈的师傅。”赤云转手看了玄灵子一眼，道：“他是你的师傅？”“正是，梧桐正在为他疗伤，你也不必去打扰。以你的实力，不可能治愈他的伤势，让梧桐出手，才有一丝希望。”骆剑清犹豫片刻，最终做下决定，暂时相信眼前的这只凤凰。但是有一件事，他却一定要搞清楚。赤云前辈，你方才说你一直在等一个人，那人不是晚辈的师傅吧？赤云的眸中瞬间闪过一丝愤恨与回忆，但是很快他便掩藏了情绪。他抬着金色的瞳眸，平静地望着骆剑清，骆剑清便垂眸与他对视，视线不偏不倚，毫不躲藏。骆剑清对别人的事情并无任何兴趣，也从不想追根究底。但是既然这赤云说过我在等玄灵子，那事情便与骆剑清扯上关系了。他必然要查清楚事实，知道真相到底如何。两人依旧对视良久，赤云叹了声气，道：“他并非我所等之人，只是那人也经常穿着白衣，是我心神丧失的时候认错人了。”骆剑清顿时松了口气。赤云望他：“你不问我所等之人到底是什么人吗？”骆剑清微微一笑，
俊美脸庞上顿时如春花绽放。他道：“晚辈不喜打探别人的私事，既然前辈所等之人并非晚辈的师傅，那到底等的是何人？又与晚辈有什么关系？”赤云双眸一缩，竟然没有开口。接下来，在赤云的默许下，骆剑清盘腿坐在梧桐树下，运功为自己疗伤。玄灵子的气息也的确一天天地在上涨，而这赤云也没有伤害自己的意思。骆剑清便暂时放下了心，因为他知道，即使这赤云此刻看上去不过渡劫期的修为，可是以自己的实力想要击杀对方，难度太高，甚至很有可能被对方反杀。这只凤凰说他已陨落5万年，要知道当初那苍若妖尊也不过陨落了3万年，并且还留下了龙骨和妖丹，这才在刚刚苏醒时拥有化神期的力量。可是赤云却说，这是我的一抹执念，所以不会被你所伤。这是什么样的境界，才能让一抹执念都拥有渡劫期的实力？骆剑清甚至觉得，赤云的实力可能不止化神期，可能已然成仙。但是想想又觉得有些纰漏。若是这凤凰当真是仙，那为何他还会陨落于断情崖底？又为何会只堪堪留下一道执念，连尸骨都不存？时间渐渐过去，骆剑清原本便恢复了大半，如今更是快要达到全盛期的状态。他发现在这梧桐树的树荫下修炼，竟然会使修炼的速度大大加快。他身上的各种伤势也很快痊愈。所谓破而后立，骆剑清曾经受过多么严重的伤势，如今便得到了多大的好处。在拥有9连夺天路的情况下，骆剑清并不担心这些伤势会隐藏在自己的身体里，等候以后爆发。尤其他曾经通过七落的元神短暂的拥有过大成期修士的力量，便对渡劫期的境界领悟得更加通透。骆剑清的修为稳步晋升，十分轻易的便突破了渡劫初期，拥有了渡劫中期的力量。当骆剑清在修炼的时候，赤云便会坐在那梧桐树的枝桠上，沉默的望着远方。这断情崖的第9重险境完全是一片黑暗，只有这棵梧桐树还能释放出光芒，算作是照明。但是赤云所看的地方，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黑暗。可赤云便是日日夜夜的看着，神色安宁，眸光静和。等骆剑清稳定了自己渡劫中期的境界后，他小心翼翼的走到玄灵子的身旁，仔细的拂去后者脸颊上的一绺碎发。玄灵子双目紧闭，后仰着靠在粗壮的梧桐树干上，一身白衣上全是斑驳的血迹，唇色惨白，身体里的气息十分微弱。即使知道玄灵子此刻正在被这棵梧桐树的力量治愈着，骆剑清还是十分紧张担心。他抬起玄灵子的右手，将自己的左手附了上去，以灵力灌输到对方体内。当发现自己的灵力竟然能够融入玄灵子的身体里，为他细细修复身体里的各种伤势后，骆剑清心中一喜，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浓烈的自责和担忧。玄灵子伤的到底有多重，骆剑清如今终于知晓。元神之伤已然致命，更不用说在两人突破重围的时候，被那上百尊者围攻所留下的伤痕。骆剑清咬紧了牙齿，感觉眼眶微酸，但是他却忍了下来，努力的将自己的灵力输入玄灵子的体内。与此同时，骆剑清身体里的9连夺天路也一直在运转着，不断的为自己补充灵力。树枝上红衣如火的赤云静静的看着这一幕。又是数日过去，当骆剑清精疲力尽的时候，赤云冰冷的声音响起：“你是他的道侣。”这并非疑问句，语气相当肯定。骆剑清略微怔了怔，接着笑着颔首道：“是，他是我的道侣。”赤云垂眸看了骆剑清一眼，接着视线再转移到玄灵子身上。过了片刻，他再看向骆剑清道：“在梧桐下修炼，你的修炼速度将会快上1倍。你既然被埋过龙骨，那自然就应当知道，在这世上
我们神兽一族在觉醒时，都会得到神兽隐藏在血脉里的各种秘法传承。骆剑清点头，是，晚辈知道。赤云镇定道：世人皆知，我凤族最为知名的秘法名为涅槃，而如今我便告诉你，我们还有一个秘法名为转生。骆剑清疑惑地问道：那是何等秘法？前辈又为何要告诉我？赤云一双金色瞳眸中不带半丝情感，他无情淡漠地说道：转生是将他人的力量化为自己所有的秘法。当你伤重之时，只需要吸纳足够多的他人的力量，便可以自行治愈。我曾听闻，你们人族中有一类修士，名为魔修，也可以吸纳任何力量，夺他人的生机，但他们会与被夺之人欠下因果，并非接触业果。然我凤族的秘法转生，却不会欠下任何因果，可逃避3000大道的追究。骆剑清的心中顿时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前辈，你便放心，我已陨落，连尸身都无法保存，只留下这一丝执念。我尚且不可涅槃，更不用说是转生。但如今声音倏地顿住，赤云的目光渐渐放柔，仿佛诱惑似的说道：我现在可以将这秘法传授于你，你只需要在你的道侣身上施展秘法，短短1日便可夺走他的力量，变成化神中期，甚至化神后期。骆剑清直接翻手取出了双符剑，剑尖向前，指向赤云。他的目光寒冷如冰，声音更似寒风般冷冽：我尊你一声前辈，并非是觉得我无法杀你，而是不想引起无谓的事端。若你再敢说出这种话，若你胆敢伤害我的道侣一分一毫，我骆剑清拼死也要将你击杀，让你连这缕执念都无法存世。赤云脸上的笑容倏地僵住，慢慢的，骆剑清直接将玄灵子扶了起来，往梧桐树外走去。到最后，他直接抱起了昏迷的玄灵子，快步往外走去。就算无法让这梧桐树治疗玄灵子，就算以后可能无法找到如此安全的地方，但是骆剑清绝不允许那只凤凰这样污蔑自己的人格，更不允许对方如此诋毁他与这个人之间的感情。骆剑清决然的背影让赤云怔住。赤云开口道：若无梧桐为他疗伤，他的伤势极难治愈。骆剑清头也不回，大声道：便是死，我也与他死在一块，无需你这样心思龌龊之人挑拨。赤云绝美高雅的脸上忽然显出一丝被侮辱的愤恨，他从梧桐之压山站起，翻手便画出了一把火焰弓箭。然而在他真正的拉弓搭箭之后，他却停住了动作，目视着骆剑清越走越远。正当骆剑清走了100米远的时候，赤云高声道：那是化神中期甚至后期的力量，他修为很高，底子打得非常雄厚，而且还拥有至少4000年的寿命。你若是再吞噬他的生机，你甚至有机会直接触碰仙境。双符剑从骆剑清的眉间飞出，直接刺向那赤云，被后者闪身躲过。骆剑清双目含怒，他抱着怀中脸色惨白的人，转过身子，任凭双符剑又飞回了自己的眉间，点出一朵7瓣青莲剑纹。骆剑清一字一顿的说道：你若再敢出言挑拨诋毁，我便是死，也不允许你这样可以威胁到我与他的人再生存在这世上。话音落下，骆剑清转身便走，但是灵石却一直盯在身后，不曾松懈。正当骆剑清即将走出梧桐树荫的时候，却听身后传来一道悠长的叹息。赤云低声问道：你便是那般爱着那个人？你们人修不是最重视实力了吗？所谓的感情不过是一场过眼云烟，万年后你还会记得谁？骆剑清不理会他，继续往前走。你叫骆剑清？骆剑清抬步向前。赤云道：骆剑清，你当真愿意为了那个人不顾唾手可得的实力？这句话落下，骆剑清终于停住了步子。他站在梧桐树荫的边缘，也不回首，只是声音坚定决绝的说道：你若要杀他，
在此之前，先踏过我的尸体。赤云又道：如果是面对同样的选择，他可不一定会选你。对，他确实不会这样说。骆剑清低低的笑了一声，道：你便是杀了他，你也无法杀我，因为他会拼尽全力护我周全，即使是死，也要在死前看到我安全无恙。赤云再也没有出声。当骆剑清抬起最后一步，真的要跨出梧桐树荫的领域时，只听到身后突然传来一道低柔的笑声。说是笑声，却好像是在低声的哭泣，这样的笑声咽在喉咙深处。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狂，到最后引得骆剑清诧异的转手看去。只见在那辽阔无边的梧桐树上，一个美丽高贵的红衣女子正站在枝头，遥遥的望着他。他在笑，可是眼睛里却蓄积了泪花，泪水未曾落下来，可是笑声却沙哑颤抖。骆剑清蹙了眉头，仅仅是一瞬的犹豫，便转身再走。谁料就在此时，那凤凰高声说道：我将凤族的绝世秘法涅槃传授于你，那秘法绝不该被历史掩藏，更不该因我一人之过断送了凤族重生的希望。经过了之前的事，骆剑清哪里理会，抬步便走。背后的笑声戛然而止，骆剑清不会管身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正当他真的离开梧桐树荫后，却听到了一声坚定的话语：你就是不想学，也必须给我学。我已经要消散，凤族重生的希望便放在你的身上。骆剑清心中顿觉不对，准备取出双符剑来抵挡。谁料就在此时，一股庞大的力量却压在了他的身上，无形力量凝聚成手，将骆剑清再次抓了回去。骆剑清不敢相信，这赤云居然还有这样的力量。如果对方真的如此强悍，那自己怎么可能与他对招，还能击伤他？可是当骆剑清被抓回梧桐树下，看到赤云的时候，却忽然明白过来，这只烈火凤凰此刻已经身形虚散，仿佛下一刻就能消失。在他的身上燃烧着一簇簇金色的火焰，这火焰与骆剑清之前面对的完全不同。火焰上可怕的力量完全超越了灵力的界限，达到仙人之境，竟然是在完全燃烧自己的力量，硬是将他拉了回来。赤云的声音在这空荡荡的断情崖第九重响起，好似雷鸣，恢恢回荡。我名为赤云，凤族皇女，乃我族万年难得一见的天才。5万年前，我跃登仙台，羽化成仙，得天道赐名赤云真仙。与我即将飞升进仙界的那一日，我寻一人在玄天大陆，想见他最后一面，以后便在仙界等他。谁料却被他利用我教会他的秘法转生，夺走5成力量。自此他飞升成仙，偷渡仙界，我则陨落于凤谷，遭天道重罚，连累全族。骆剑清哑然无言。赤云的一双金瞳里燃烧起了金色火焰，他垂眸看着骆剑清，继续说道：你既有龙骨，便可学习我神兽3族的秘法。凤凰即为不死鸟，我族不当灭绝，应当生生世世繁衍不绝。天道罚我，连累全族，便绝了最后一只凤凰的生机。说完，赤云的目光对上骆剑清的说道：凤族的绝世秘法涅槃，可令你从此不死。只要你有一线生机，便可寻机涅槃，经历凤火炙烤，得转世新生。骆剑清，你可愿学？骆剑清犹豫片刻，不曾开口。赤云厉声道：天已变了，你若不学，只有死路一条。闻言，骆剑清心中一紧，道：前辈，你为何说天变了？你可否知道些什么？赤云淡淡道：大道3000，可分3000世界，我玄天大陆不过是其中一方世界，你若飞升成仙，自然明白其中玄妙。今日我以仙人身份躲过玄天大陆的天道，可以告诉你的
只有一件事，天已变了。骆剑清急道：前辈，您可否说清到底是怎么回事？赤云抬眸望了一眼天，接着才道：这天在我陨落后的2万年里变了2次。我早已陨落，自然不明白到底发生何事，但是你且需要知道，若你不学我凤族秘法，你必当无法度过这有了灵性的天道。听着这话，骆剑清心中的疑惑更是浓郁。早在20多年前，当骆剑清遇到清君的时候，清君便说天变了。后来他遇到莫清前辈，莫清前辈也说天变了。还有苍若妖尊，还有如今的赤云真仙，难道说这天真的变了？他是变成了那本求仙书中的天道？那为何说这天一共变换了2次？骆剑清忍不住的又问：前辈，你可否再说得清楚一些？什么叫这天道有了灵性？还有你为何说这天道变了2次？又为何？轰隆隆，剧烈的雷鸣在断情崖外响起，雷光映天，照亮世界，让所有守在断情崖外的修士们齐齐怔住。而在断情崖底，骆剑清也陡然停住了声音，他的嘴好像被什么封住了。他抬手看向赤云，只见后者微蹙着细眉，收回了封住他声音的手，道：你不可再说，你只需知道，你需要更多的力量才可度过天道雷劫，否则你的大限便是化神期，永世无法成仙。许多年前，在人族的传闻记载中，世间共有3族神兽，一为龙族，可排山倒海，翱翔9天；二为凤族，可浴火为灵，涅槃重生；三为麒麟，一降则河清海晏，天下太平。在那时，制霸玄天大陆的并非人族，也并非妖族，而是神兽3族。然而不知为何，逐渐的3族神兽相继灭亡。到3万年前时，麒麟族全族消失，就算拥有不死之身的凤族也不见踪影，唯独龙族还剩下苍若妖尊一人，如今也只剩下静离一人。骆剑清未曾想到凤族灭亡竟然是被天道惩罚，他无法明白为何明明是他人夺取了这凤女赤云的修为，自己偷渡成仙，天道却不惩罚那人，反过头来惩罚赤云，甚至连坐凤族。这些密事好似重重迷雾，将骆剑清困在其中，看不见前方，亦看不见退路。赤云虽说曾经有过成仙资格，差点就可以登上仙界，但他如今也只是一抹执念，连残魂都算不上。当他将凤族绝世秘法涅槃传授给骆剑清的时候，掀起了熊熊凤火，扑扇着双翼，让这大火将骆剑清包围。骆剑清刚想抵挡，便听赤云说道：不要抵抗，让这火燃烧你的肉身，在你的丹田里留下凤火种子。只是犹豫片刻，骆剑清便放弃了抵抗。凤火乃天下至纯至刚的火，被这样的烈火烧灼，骆剑清能够清晰的听到自己浑身皮肤被烧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奇怪的是，他的皮肤根本没有烧焦溃烂，连头发丝都没有被烧断，可是那种超越了肉体的痛苦却真切的顺着皮肤传到了骆剑清的身体里。火苗在经脉里流窜，激荡过每一条粗壮宽敞的经脉，往里探索，从天灵穴进入，一路向下，直到火苗窜入了无比广阔的丹田之后，竟然忽然停住了。骆剑清早已疼得满头大汗，神志恍惚，只是勉强用意志坚持的撑着，才没有昏死过去。他自然也没有看到，当赤云操纵着凤火进入他的丹田后，一看到他那莲花模样的元神，书弟惊然失色，不敢置信的睁大双眼。原来这才是大道修炼的本质吗？赤云的眼中瞬间清明许多，他仿佛看透了什么东西，不由自主的勾起唇角，露出了一抹自嘲的笑容。他举起右手，在空中虚画着许多奇奇怪怪的符号，每一笔下去
都有金色的符文在空中显现，到最后，他一掌将这些符文拍向了洛剑清。灭度，寂灭，无为，不生。我凤族愿受万火炙烤，尝世间百苦，历无尽艰难，只为得涅槃重生。离生死之苦，全净妙之乐，穷极之果德。涅槃，新生。滔天大火在洛剑清的丹田里陡然烧起，将他的整个丹田都包裹进去。洛剑清痛得从喉咙里发出一声闷哼，双臂紧紧地抱住了自己，好似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里似的，将自己裹紧，整个人蜷缩起来。可是他这般的行为却阻止不了体内熊熊燃烧的无边大火。这火好似成了食物，轰轰烈烈地扫荡过洛剑清丹田里的每一个角落，将他的丹田烧灼成一片漆黑。唯独在面对那小巧的元神时，这凤火稍微犹豫片刻，从一旁路过，谁料那元神竟然主动地纠缠上去。赤云脸色一变，赶紧操纵凤火往旁边逃去。这元神竟然不依不挠地追赶起来，凭借着在丹田里的优势，很快纠缠上了那凤火，将自己融入进了凤火之中。啊！元神进入凤火，这等炙烤让洛剑清疼到发出一道痛苦的喊声。元神乃是一个修士最为敏感的地方，如今元神都被烽火烧灼着，那自然已经疼到无法忍受的地步。若是说当初劈身埋骨的痛是绝望之痛，尚能忍受，那如今元神被烽火炙烤的痛，便有100倍之痛，痛得洛剑清恨不得放弃一切，就此陨落，也好比在这里忍受折磨为好。洛剑清元神的变化是赤云完全没有想到的，他自然知道人修的元神不能遭受烽火的炙烤，可是那青莲元神就和狗皮膏药一样，死死的扒拉在这一团烽火之中，不肯离开。即使他的主人已经口溢鲜血，疼到在地上打滚，这元神也仿似什么都不知道，专心致志的在烽火中旋转。赤云双目一眯，不行，再这样下去，这元神一定会碎，他也一定会死。下一刻，赤云的眼中闪过一丝犹豫，但最终还是手指一捏，准备将烽火收回来。轰！一股庞大雄浑的力量突然打断了赤云的行为，他被这股力量冲击的往后倒退3步，惊愕的看向洛剑清。当发现那团烽火竟然与自己失去了联系，独生生的留在洛剑清的丹田里，不再理会自己的时候，赤云大惊失色，完全无法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虽说只是一抹执念，但是却也拥有一缕凤火。这凤火是他最后的一团凤火，也是玄天大陆上最后的一团凤火。赤云原本是想借由这团凤火在洛剑清的身体里留下星点火苗，若以后洛剑清遇到什么致命的危难，可以借机涅槃，获得一次重生的机会。要知道，火苗是一用便无，那洛剑清的机会只有那一次。可是凤火却是源源不断，生生不绝，他怎么可能夺走我的凤火？这凤火是我的本命之火，与我相伴整整3万年。他并非凤族，为何能夺走凤火？难道他有我凤族的血脉？赤云立刻摇手否定了自己的结论，3族神兽，水火不容。若他真有我凤族血脉，便不可能成功买龙骨，定会遭到龙骨的反噬。他没有凤族血脉，却依旧能够夺走我的本命凤火，难道是因为他的完美元神？一切奥秘都无法得知。赤云站在这梧桐树枝上，面色复杂的看着洛剑清。茂密繁盛的树荫下，风神俊朗的青年已经疼到生死不知的程度，他的口中不断的发出各种呜咽，有的时候在说疼，有的时候在说师傅，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却在喊一个名字：吴音。这些痛苦的喊声传入赤云的耳中，让他的目光渐渐柔和。他抬手将昏迷的玄灵子又拉到了梧桐树旁，硕大的巨树便伸出几缕枝桠，轻轻地搭在了玄灵子的手上。
为他疗伤。吴英，吴英，想来这个人便是吴英吧？这个年轻的修士心智坚定，意念极强，能够让他痛到失去意识，可见这凤火对他的折磨有多深。而在这个时候，能让他用脆弱彷徨的声音喊出来的，必然是他最为信任的人。赤云的视线在骆剑清和玄灵子的身上打转，他的身形日渐的虚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已经几近透明，好似下一刻就能消失。但他仍旧守在骆剑清的身旁，等待他从那无边凤火的燃烧中醒来。鲜血从全身的毛孔中渗了出来，让骆剑清成了一个血人。如今他已经不再发出痛苦的喊声，因为已经痛到骨髓，想喊也喊不出来了。赤云沉默的望他，今日我也无法操纵凤火，结局如何，便看你的造化了。若你能够撑过这一劫，你便是世上唯一一个可以集龙骨和凤火为一生的人修。你的未来我也无法算出，只是绝不可限量。所以你是否能够度过这一劫呢？又过了整整100日，当骆剑清睁开双眼时，顿觉双目清明，浑身被雄浑的灵力充盈。骆剑清立刻用灵石探查自己的全身，很快发现自己的经脉凝实许多，在受到一番磨练后，更加宽敞结实。而丹田里更是惊人，莲花的中心，一团小小的火焰正在熊熊燃烧。那火焰远远看着都炙热滚烫，能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浪。原来要修习涅槃，竟然要在身体里留下一团凤火。骆剑清起身抬步向梧桐树走去，连连高喊了2声前辈，回答他的却是空荡荡的回声。骆剑清蹙了眉头，再次喊了一声，这一次他终于见到了赤云的身影，却在见到对方的时候惊骇的睁大双眼，前辈，你这是怎么了？只见在梧桐枝桠上，红衣凤女此刻已经虚幻到难以察觉的程度，她的身体几乎完全透明，只有微弱的火焰在那一头长发上闪烁，可以吸引他人的注意。赤云垂着眸子望向骆剑清，道：你已学会涅槃，而且得到了一团凤火。骆剑清并不知道这凤火的真实来源，他行了一礼，恭敬道：多谢前辈传授秘法。赤云也并未想告诉他这凤火的来源，只是淡淡道：借由这团凤火，只要不被伤到魂飞魄散，你便有涅槃重生的机会。切记，涅槃时要回到这里，用凤火点燃梧桐的树叶，让那火焰燃烧你的身体。梧桐是玄天大陆上最后一棵凤凰梧桐，若是没有了它，你此生便无法再涅槃。我凤族每人在出生时都会得到一颗梧桐，你眼前的便是属于我的那颗梧桐。骆剑清颔首，一定要回到这里吗？赤云道：不错，务必回到这里，用梧桐叶点燃凤火。其次，你需要知道，涅槃并不是允许你无限重生。第一次涅槃的时候，你所遇到的阻力最小，往后每一次涅槃你都会越来越危险。在我凤族历史上，只有3只凤凰成功度过了第3次涅槃，只有凤凰之祖度过了第4次涅槃。所以你并非凤凰，你最多只可涅槃2次，切记不要尝试第3次。骆剑清一一应下。赤云又嘱咐了一些注意要点，最终骆剑清忍不住的问道：前辈，你的身体？赤云目光平静的说道：我早已说过，在5万年前我便已陨落，如今只不过是回到该有的结局罢了。骆剑清静了声，不再多问。赤云转手看向身旁的梧桐，他将手轻轻的放在了这壮实粗糙的梧桐树干上，温柔的摩挲着，仿佛在回应他。庞大无比的梧桐树开始微微摇晃起来，树叶摩擦发出婆娑的声音，好似在唱一首温馨柔和的摇篮曲。展开双臂，赤云拥住了这棵梧桐，这一凤一树享受着这一刻的宁静。梧桐也分了一些树枝，
将赤云轻柔的抱在怀里，好似母亲一样抚过他的头发。许久后，赤云声音低哑的说道：“梧桐，我先走了，你便在这里好好活着。”树叶摇摆出声，仿佛在回答。赤云笑了笑：“你要替我看着世间能否再出现凤凰，若能出现，你便成为他的梧桐吧，带着我凤族的荣耀，重现玄天大陆。”梧桐温柔的抚摸着赤云的头发。做完道别后，赤云再转手看向骆剑清，坦白道：“其实只要你运转了涅槃，那就有1/1000的机会，能在熊熊燃烧的凤火中诞生一只凤凰。此事我并未提前告诉你，也因为你使用涅槃的机会最多2次，能诞生凤凰的几率实在太低。我只有一个愿望，若你一生并未使用涅槃，或者在涅槃时没有凤凰诞生，那无论你是离世陨落，还是飞升成仙，我恳求你将我凤族的凤火传给下一个人，传授他涅槃。”骆剑清心中感到一丝惊讶，但是他还是点头同意。好，前辈，晚辈知道。顿了顿，骆剑清又道：“若是晚辈在涅槃之时令凤凰诞生，那晚辈必当抚养这只凤凰长大，将它带到这里。”赤云摆摆手，没有太放在心上，因为骆剑清能够令凤凰诞生的机会太小，或许等个千年万年也不会有一只凤凰诞生。在生命的尽头，赤云坐在梧桐的树枝上，遥望远方。他的身形越来越淡，梧桐用树叶在他的身后编织了一个柔软的摇篮。他轻轻的往后躺去，便靠在这摇篮上唱起了一首歌。这首歌的语言骆剑清从未听过，却觉得婉转动人，好似百鸟齐鸣，清脆柔亮。看着赤云已经快要消散的身影，骆剑清忍不住的开口问道：“前辈，你曾经说过，有一个人使用你教会他的秘法转生，夺走了你的5成力量，飞升成仙。你可否告诉晚辈他的名字？哪一日若是在仙界遇上，晚辈定会为前辈报仇雪恨。”闻言，赤云的身子一顿，他低手看向骆剑清。这一刻，赤云美丽高贵的脸庞上只有迷茫与童真，一点没有曾经那冰冷无情的姿态，好似一个纯真的小女孩。茫然的望着骆剑清，骆剑清微微怔住，又重复了一遍，这才见赤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道：“他叫赵峰，若你见了他，定要为我告诉他，我真的十分爱慕于他，此情不悔，万年不坠。”骆剑清惊讶道：“前辈。”然而下一刻，却见赤云脸上的笑意倏地消失，眼神好似淬了毒的刀子，滔天杀气拔地而起。“你再告诉他，本尊魂飞魄散前，为他留下了一个礼物，以我凤凰之名，愿他生生世世千刀万剐，万鬼噬心，永不超生。”凶狠决绝的声音落下后，轰然一声，那魔火红色的身影化为万千光点，消失在了这梧桐树上。骆剑清睁大眼睛看着赤云彻底消散的场景，最后长叹一声，转身向昏迷的玄灵子走去。这得是如何的感情，才能爱慕到如此地步？这又得是如何的痛恨，才能以魂飞魄散之名诅咒对方永不超生？骆剑清拉起了玄灵子的手，将自己的灵力传输过去。此刻他已然达到渡劫中期大圆满的修为，再往前一步，便是渡劫后期，在梧桐的帮助下，能够更好的为玄灵子疗伤。一阵微风吹过，梧桐沙沙作响。骆剑清抬手看向这如盖的巨树，喃喃道：“赤云前辈已然恨到极致，他未曾遇见一个良人，你也不必为他太过伤心。我定然会完成他的遗愿，我会努力让凤族再现人世，我亦会努力在成仙之后，一剑将那负心人碎尸万段。”梧桐轻轻摇摆，好似在赞同骆剑清的话。无数的树叶从他的身上落下，仿佛在为赤云的消失而哭泣。
但是身为一棵树，他却只能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情绪。骆剑清一边为玄灵子疗伤，一边慢慢的躺在他的怀中，感受着那温热的温度。骆剑清低声自语道：“赤云前辈一生孤苦，师傅，我们能相会于此，便是莫大的幸运。你什么时候能够醒来呢？”凤凰梧桐果真是一样极好的修炼利器。在这梧桐的树荫之下修炼，骆剑清修炼的速度越来越快，修为也越来越精纯巩固。骆剑清一边要为玄灵子疗伤，一边还要修炼。然而这并没有令他的修炼速度减慢，青莲元神反而更快的旋转着，将雄魂灵力流遍全身经脉。赤云真仙在消散前曾经告诉骆剑清，在这断情崖第9重险境里，最为危险的地方并不是他这梧桐海，而是深处的一个黑暗的深渊。若非达到化神后期，他叮嘱骆剑清千万不要接近那里，否则极有陨落的危险。骆剑清也不贪心，在这梧桐树下有着梧桐的树荫庇护，那些外界的烈风都吹不进来，还能更好的进行修炼，已然令他十分受用。而且骆剑清渐渐发现，那团盘绕在自己的元神莲花上的凤火竟然可以涌出他的身体。骆剑清第一次将这凤火驱使出来的时候，只有一簇极小的火苗，在微弱的清风中轻轻摇动，好似下一秒就能熄灭。骆剑清运转着九莲夺天路，让青莲元神和这凤火多次触碰交融，感受凤火的火焰威力，也感受它的能量组成。一次次地实验和一次次地失败。当骆剑清真的用这凤火制成一支火焰长剑，拉弓射箭，嗖的一声窜出10里远时，只听轰然一声巨响，不知火箭到底撞上了什么东西，只是一朵绚烂的烟火在梧桐树外的暗处爆发点燃，炸成一朵美丽的烟花。赤云真仙的灵石可谓是玄天大陆上最为顶级的，他拥有着仙人级别的灵石。既然他说这第9重险境里除了那个深渊不可靠近，其他对骆剑清并无危险，骆剑清便放心下来，偶尔也会出外历练。时间便这样一天天地过去，骆剑清守在玄灵子的身旁，每日都会仔细的为他疗伤。玄灵子双目紧闭，脸色不再像曾经那样苍白，身体里破损的元神也逐渐的被修复。这一日，骆剑清正盘腿打坐修炼，让九莲夺天路吸纳着第9重险境里稀少的灵气，在身体里运转一个大周天。正在此时，他的身上忽然响起一道骨骼挤压的清脆声，停顿了片刻后，这声音再次响起，轰的一声，一股浓郁充沛的能量波从骆剑清的身上往四处扩散。这能量波撞到梧桐的躯干上，令这棵有数万年岁月的老树轻轻摇摆，落下无数的绿叶，伸出树枝将昏迷的玄灵子护在其中。然而这力量还在往外扩散，好似一道道的涟漪，一波更比一波强悍，一波更比一波凶猛，到最后竟然已然达到渡劫后期的全力一击。到此就为止了？并没有。骆剑清眉间的青莲剑纹微微一闪，一道看似轻柔实则凌厉的剑锋从他的身上扫荡过去，避开了梧桐的枝干和玄灵子，竟然将满地的梧桐落叶都劈开成2半。这落叶可是凤族皇女相依为命的神树梧桐的落叶，这棵梧桐有整整8万岁的寿命，它的落叶可以令凤火不燃，但却被这剑锋给劈开了。这力量已然达到大成初期修士的全力一击，甚至以玄妙刁钻的技巧来说，剑锋好似寒冰霜雪，刮过落叶时留下一层白色的冰晶，落叶瞬间枯黄，瞬息间就夺走了这落叶上的1半生机。然而这还没有结束，一道清亮的凤鸣从骆剑清的身上响起，下一刻又是一道龙影与之而来，一龙一凤形成虚影，从骆剑清的天灵穴冲飞窜出来，环绕着冲向天空。磅礴古老的力量从这2只神兽的身上涌现，那力量完完全全的冲破了血脉的界限，
仅以最至高无上的血脉威压，便让梧桐树叶剧烈颤动，纷纷落叶。而最为可怕的攻击，则是从骆剑清眉间窜出来的一抹青色剑光。这剑光从他的眉心飞出来后，温柔的向第九重险境的黑暗深处扫荡而去，所到之处开出朵朵青莲，引天地之力夺万物之运，竟然以一己之力照亮了那片连梧桐树都无法照亮的地方，绽放出万千光芒。这一剑看似温煦柔和，却如同最冷酷的死神，微笑间便夺人性命。双符剑化为一道青光，再次飞回了骆剑清的眉心，变成一朵七瓣青莲。如今这朵精巧的青莲剑纹更加凝实，仿佛活了过来似的，鲜活动人。骆剑清缓缓睁开双眼，一道晶亮的光芒从他的双眸中闪过，很快消失。他轻轻吐出一口浊气，吐气为剑，劈向了不远处的藏在黑暗里的一座小山。那山应声劈开，轰隆隆的往一旁倾斜，断口平整。此刻骆剑清终于到了渡劫后期大圆满的修为。他不知外界度过了多少年，但是算来他如今绝对不超过100岁。这般的逆天之才，便是放在5万年前神兽还未灭绝的时候，也是绝世天才。赤云真仙为何决意要将秘法涅槃传授给骆剑清？因为这等的天才，若不是得天道的大气运，便是有逆天改命之能。在这样的人身上，往往可能发生奇迹。涅槃时可以诞生凤凰的1/1000的几率，在这样的人身上，可能性甚至会提高到1%。骆剑清100岁前达到渡劫后期大圆满，触碰到境界瓶颈，离大成期只有一步之遥。他身怀龙骨凤火，还有被赤云真仙暗自赞叹的完美元神。在渡劫初期时，他便可利用宗门至宝，以一己之力对抗数位大成期的妖尊。而如今再加上龙骨凤火以及半步大成的修为，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大成期的境界，甚至在大成修士也是佼佼者。骆剑清稍稍调整了一下气息，将身体里雄浑的灵力稳定下来。无边无际的断情崖第9重险境中，一棵硕大的梧桐树遮挡住了骆剑清和玄灵子的身影，树叶上摇曳中点点红色的火光。整个第9重险境里，只有这棵树的附近有光线，其余都是深不可测的黑暗。然而就在第9重险境外，却有许多人已经聚集在第8重险境，准备往下突破。距离当年的那场大战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这10年内，人族与妖族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次摩擦，甚至险些开战。但是作为唯一的化神期大能，独绝天老却以一己之力将即将爆发的战争压了下来。甚至两族相聚，商谈如何深入断情崖底，寻找骆剑清和玄灵子。如今便是由阴姬和浩星子联手布下了一座阵法，名为幻天阵。幻天阵由6位修为相近的修士组成，是一座防御阵法。5年前，独绝天老追着骆剑清2人进入第9重的时候，曾经碰到一阵非常强烈凶残的罡风。那罡风实力超绝，令独绝天老受了伤，所以此次进入第9重险境，最为重要的就是防御。浩星子说道：“今日你们6人进入断情崖第9重险境，务必记得时刻维系好大阵。我们谁都不知断情崖底到底是何种情景，也不知那2人在里面如何。幻天阵可形成幻象，隐匿你们6人的行踪，但若是面对修为比你们高的存在，便无处遁藏。”一人毫不在意的笑道：“那玄灵子的本命灯如今还有些暗淡，也裂了一道大口。若是他实力恢复，我们6人加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至于那骆剑清，虽然他的本命灯已经恢复正常，但以他的实力，他便是加上你们太华山的至宝，也不可能是我们6人的对手。”说话的是白家的2长老。对于此次进入断情崖底的人选，人族和妖族各自出了3个。
由于太华山的诸位峰主都不愿进入其中，所以百年由断魂宗、神剑宗和白家派了3人进入。至于妖族，他们则是派了第2海主、第4海主和第9海主境内。听了这话，殷姬揉笑眼唇道：万一那骆剑清有了进步，你们面对他时应当如何？这次不等白家2长老开口，断魂宗的3长老便不以为意的扬起下巴，大臂一挥，就那个小畜生，本尊一缕剑光便能将他劈成2半。话音落下，这2人相视一笑，笑声在这断情崖第9重险境的入口久久回荡。浩星子的脸色变了变，最后还是没有开口。殷姬抬眸睨了他们一眼，等他们准备好6人一起进入险境时，殷姬沉了脸色，语气冰冷的说道：你等若是因大意而失败，可别想着有人能下去救你们的命。白家长老哈哈一笑：失败？这怎么可能啊！下一刻，6人化作6道光芒，窜入了断情崖的第9重险境。他们各自位于6个阵点上，刚进入第9重险境，便掐弄起手诀，以灵力为线，布下了一座玄妙的阵法。断情崖第9重的这个入口与赤云真仙所说的那个深渊十分近，这6人刚刚进来，便遭受到了一道极为狂暴的罡风。他们先是一愣，差点被这罡风冲散，但是很快，以断情崖的3长老鬼琴为首，冷静的用幻天阵度过了这次冲击。鬼琴冷着脸色道：看来我们所需要注意的并非骆剑清和玄灵子2人，而是这第9重险境。其余5人纷纷点手赞同。这一次6人也不敢再那么拖大，一直仔细的维持阵法，渡过这罡风遍地的地方。他们随意找了一个方向，一直往前走，不知是否是他们的运气太好，竟然恰恰避开了那处深渊的位置，往梧桐树而来。一路上，罡风的威力越来越小，从起初的一个时辰便来一波，慢慢变成了1天1波，甚至7天都没有一波。白家2长老白舟说道：我们应当已经离开了那罡风的发源地，正如极北之地的封神海一样，这断情崖底可能也有一片海。许许多多的罡风从那海上刮过来，我们离那还远了，所以罡风便没了。第4海主道：不错，如今我们已经有整整10天没有碰到那罡风了。白舟道：不过在这断情崖底确实十分不便，我们的所有发光法宝都不能照亮3丈以外的地方，在这片黑暗之外到底有什么，我们全部不知。万一有人躲在暗处偷袭，鬼琴哈哈大笑道：你当我们为何要布下这幻天阵？便是要集齐6人的力量抵御偷袭。除了那玄灵子，其他人根本看不到我们的行踪，而且玄灵子受了那般重的伤，就算他想要偷袭我们，也不可能突破幻天阵。6人再继续往前飞去。此时此刻，在宽广无边的梧桐树下，骆剑清正仔细的为玄灵子运功疗伤，连绵不断的灵力从他的身体里传运到玄灵子的身体中，他以9连夺天路引发玄灵子身体里9连本心路的力量，2个一脉同源的功法产生共鸣，令玄灵子的伤势愈合得更快。当骆剑清收回灵力后，梧桐便用树枝将玄灵子拉了回来，用温和的力量治愈着他的伤势。骆剑清微微一笑，伸手在梧桐粗糙的树干上抚摸了2下，道：谢谢你，梧桐。树叶沙沙摇摆，仿佛在无声回应着骆剑清的话。骆剑清唇边的笑意更盛，正在他休息结束，拉起玄灵子的手，想要再次为他疗伤时，却忽然听到梧桐剧烈的摇晃起来。这蔓延了10里范围的巨大古树疯狂地摇动着树叶，落叶缤纷，全部吹向了一个方向，在地上堆起了小山似的落叶堆。骆剑清错愕地望着这一幕，梧桐仍旧不停地摇摆着，令树叶落下。骆剑清就算得到了凤族秘法，学会了涅槃，却仍旧不是凤族，他无法与这梧桐心意相通，
只能感受到对方对自己的善意。但是如今这梧桐的异状，骆剑清却不明白到底是因为什么。梧桐还在不断的摇摆树叶，将所有的树叶都落到同一个地方。骆剑清冷静的看着这一幕，双目一缩，那里是深渊的方向。深渊出事了。梧桐还在剧烈摇晃，骆剑清再次推测到有危险。梧桐突然停滞了片刻，然后再次剧烈摇晃起来，仍旧让所有叶子都落在某一点上。骆剑清肯定的说道：真的有危险。你将所有叶子都落在那个方位，难道是那个方向有什么危险？回答骆剑清的是梧桐瞬间停止的动作。清俊秀雅的脸庞上笑意全无，骆剑清凝目思索了片刻。你在这断情崖底生活了5万年，自然比我更为了解这里。你的树枝涉及10里区域，灵石可以达到的范围或许比我更为宽广。顿了顿，骆剑清郑重地看向梧桐，道：梧桐，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我的师傅，我去就来。梧桐树叶沙沙摇晃，用无数的树枝遮挡住了玄灵子的身影，而骆剑清则化为一道流光，径直的往梧桐所指的那个方向而去。此时此刻，以幻天阵往前行进的6人组，个个神色淡定，镇定自若。从他们进入这第9重险境后，除了刚下来的时候遇到了一丝危险，接下来完全没有什么太多的险境。之前他们曾经遇到过一个巨大的黑色老虎，实力也达到了大成期修为，可有他们6人联手，根本不足为虑。神剑宗的一位长老说道：再过几天便到了100日期限，我们也必须回去禀报情况了。我看我们就走到这里往回走好了，反正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鬼琴却奇怪的笑了一声，道：剑云，你是不是害怕见到玄灵子，不敢和他碰面啊？剑云脸色一变，你……鬼琴朗笑道：你们神剑宗向来不就是太华山的走狗吗？现在我们要对付太华山的太上长老，你不敢动手是应该的。你也不必害臊。剑云拔出了自己的剑，怒道：鬼琴，你再敢侮辱我神剑宗，今日我便要了你的项上人头！哈哈哈！在这里，你还是不要和我动手的好，我就是失手杀了你。也可以说你是被玄灵子杀的，你可真得好好考虑一下。说着，鬼琴转手与白舟看了一眼，另外3个妖尊则也哈哈大笑起来，仿佛在看剑云的笑话。剑云气的脸色涨红，他直接想要离开这里，返回第8重险境。但是考虑一番后，他还是忍住了这口气，依旧与这5人维系着幻天阵，继续往前探索。鬼琴道：不过我们也确实可以往回走了，这里哪里有玄灵子和那小畜生的踪影，都是白费功夫。白舟也道：那过了今日，我们便往回走。咦，那是什么？鬼琴等人立刻向白舟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在远处一道浅红色的光芒不停闪烁着，在这无边的黑暗中相当醒目。鬼琴道：在这里居然会有光线，莫非是玄灵子？我们赶紧去那边看看。下一刻，6人化为一道流光，飞速的往那道红光处而去。与此同时，骆剑清已经飞出了梧桐的树荫范围，穿梭在一座座连绵起伏的小山中。这里没有光线，可是骆剑清在过去的1年里却曾经多次在其中历练探险，即使闭着眼睛都能熟练的走在其中。他小心翼翼的飞过一座小山，正当他即将飞越一片湖泊时，他忽然诧异的看向西南方距离3里的地方，用灵石看着3块碎石，双目睁大。不对，他前日来这附近历险的时候，正好发现这座山上的碎石摆成了一个3边相等的三角形，怎么如今其中一块石头居然已经滚落到了山脚？这附近的事情若是有风吹草动，梧桐都会告诉骆剑清。难道说有人？骆剑清早已藏匿了自己的气息，谨慎的打量四周。
他的灵识没有探测到任何东西，可是他隐隐觉得有什么东西隐藏在暗处，正在向梧桐的方向而去。骆剑清眯了双眼，顿时明白了什么。绝对有人藏住了自己的身形和气息，自己虽然无法看到对方，但是对方却一定存在。骆剑清唇角微勾，忽然取出了双符剑，一剑向前，将自己面前1里处的一座小山刺穿。轰隆隆，小山崩塌的声音传到了鬼琴等6人的耳中，他们诧异的转手看去，很快便用灵识发现了那座轰塌了的小山。鬼琴道：“那里有问题。”话音落下，6人一起往那座小山而去。而在黑暗中，双符剑化为一道青光，飞回了骆剑清的手中。他往后退了几步，将自己隐藏在了一座山峰后，双眸微垂，唇边笑意更深，双眼中却酝酿着暴风雨般可怕的恨意与杀气。在这无边无际的黑暗里，莫说是渡劫期的骆剑清，连大成期的鬼琴6人也看不见任何东西。他们维系着这幻天阵，几乎将自己的身影隐藏于虚幻，小心翼翼地靠近了那座崩塌了的小山。鬼琴抬手从山中吸来许多碎石，他仔细钻研片刻，忽然道：“这是被人用剑劈碎的。”闻言，妖族的第2海主也袭来一块碎石，他用手轻轻摸了摸，凝眉道：“有人在这里。这确实不是被我们刚才所见到的那种野兽所弄碎的，而是被人用剑弄碎的。”鬼琴惊道：“难道是玄灵子和那个小畜生？”第2海主不置可否。在这6人中，修为最高的并不是白家长老，更不是断魂宗的鬼琴，而是这第2海主。这第2海主早在1000多年前就达到了大成后期，如今已经无限接近于大圆满的修为。6人中，修为最低的是神剑宗的剑云，只有大成中期的修为，而修为最高的便是这第2海主。之所以殷姬能放心的让这6人进入第9重险境，就因为算好了玄灵子的伤势绝对没有痊愈，而他们6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将骆剑清手到擒来。不必畏惧，第2海主镇定道：“我们6人联手，如今受了伤的玄灵子也不是我们的对手，就算那个妖物实力有长，恐怕连我们的一招都接不下。”鬼琴哈哈大笑，点头道：“就是。”说着，他转手看了神剑宗的剑云一眼，道：“就是你这废物上去，恐怕都能轻易杀了那小畜生吧？”“哦，错了，不对，你可是太华山的走狗，人家太华山的大弟子，你真敢杀了！”剑云脸色涨红，怒道：“鬼琴，你断魂宗是想与我神剑宗开战吗？”鬼琴却冷笑道：“当日在极北之地时，你神剑宗不就是个墙头草，只知道听太华山的号令吗？还有在这些年的各大战役里，你神剑宗何时有过自己的主张？要不是有太华山护着你们，还真当你们可以与我断魂宗并称4大宗门。”剑云愤怒的大喊道：“今日只要离开这里，我定要与你决一死战！”鬼琴嗤笑一声，斜睨了剑云一眼，没有再开口。6人仔仔细细的将这座小山附近的每一处区域都探查了一番，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他们警惕起来，开始更加小心的在这群山之中飞行。最后来到了那棵参天大树前，抬头仰望，这棵树是我平生见过的最大的树。这是什么树？这树定然是个宝物。话音落下时，白舟和第2海主便一起出手，袭击上这棵巨树。谁料他们的攻击刚刚冲上去，一层火红色的结界便在巨树的周围显现出来，将他们的攻击全部吸纳吞噬无形。6人见状齐齐惊骇，接下来他们手段尽出，可这红色的结界却拦住了他们所有的攻击。别说能够取走巨树了，连伤害这巨树都做不到。这到底是什么结界，竟然如此厉害？他们自然不知道，这结界乃是与梧桐相伴8万年的护身结界。
梧桐并没有任何的攻击力，可是作为每只凤凰的本命术，他们至少得保住自己的安危，于是便有这一道护身结界。先前梧桐没有对骆剑清启动结界，是因为赤云已经将凤凰秘法教授给了骆剑清，梧桐将骆剑清当做了自己人。可这些尊者哪里有这特权，自然是一无所获。见到这番模样，藏在幻天阵里的6人全部都变了脸色。梧桐树的枝桠顶上，骆剑清将自己的身形藏在了树叶阴翳的地方，淡定的看他们出手。他一边抚摸着梧桐柔软宽大的叶片，一边拧紧眉头，在心中盘算起来，至少有5个人，估计有6、7人，而且修为绝对在渡劫期以上。方才骆剑清用了6成实力，在那座崩塌的小山上留下了渡劫后期大圆满修为的灵力威压。可是这群人已经探查到了那座小山，却丝毫没有退缩，这便说明他们的修为至少都在渡劫期以上。刚才攻击梧桐的人大约有6人，使用的是不同的武器，光是骆剑清认出来的便是断魂宗的万鬼。白家的枪法和一些妖尊手笔，能够在梧桐的光芒中隐藏身形，用灵石也无法扫荡，那必然是有某种宝物或者阵法，能够将5个以上尊者的气息遮掩住。若是宝物的话，那这至少得是天阶极品的宝物，肯定不是宝物，是阵法。骆剑清思索片刻，低下头，轻轻的在梧桐枝干上说了一句话。下一刻，断魂宗的鬼琴不信邪的取出了自己的百鬼朝恶钵，重重的拍响，怒道：本尊不信，不能破了你这结界。话落，一道可怕的音波从这金钵中扩散出去，向梧桐袭来。这音波上夹杂着万千厉鬼，乌黑的波纹在出了幻天阵后便暴露在空气中。奇怪的是，这一次这音波竟然令红色结界震动了一下，梧桐颤动，落下万千树叶。那鬼琴不敢置信的望着这一幕，别说他了，就连第2海主等人也诧异的看着他。接下来其他5人各施手段，却仍旧不能令红色结界动摇一分，唯独这鬼琴每一次攻击都能让梧桐落叶。第2海主等人神色各异，鬼琴却是喜出望外，勉强的抑制住了激动的心情。等到那红色结界颤动的已经快要崩碎的时候，鬼琴朝其他人行了一礼，道：各位道友，在下就不客气了。说着，鬼琴又是一击袭去，这一次竟然令红色的结界彻底碎裂。鬼琴惊喜的睁大眼睛，赶紧就准备拔树，谁料他的灵力触碰到这树之后，却根本拔不动它，令鬼琴错愕不已。鬼琴更是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去拔树，仍旧没有作用。第2海主突然低声说道：结界已破，谁说这树是你的？话还未曾落地，第2海主脚尖一点，立刻飞身向这棵巨树而去。他直接离开了幻天阵的阵眼，大阵顿时破碎，将6个人的身影都暴露在了梧桐树下。其余人在惊讶之余，也迅速的往前飞去。鬼琴更是怒吼道：这是本尊的宝物，你竟然敢抢！说着，鬼琴一个百鬼朝恶钵便向那第2海主袭去。他们2人斗在一起，鬼琴转手向白家长老说道：你去拔树，我来缠住他们。白周眼睛转了转，立即点头答应。在剩余的4人中，速度最慢的是神剑宗的剑云，速度最快的便是白周了。白周的实力并不算最强，但是他却第一个冲到了梧桐树下，二话不说，捋起袖子便将双手放在了这粗壮的树干上，怒喝一声，开始拔树。第4海主和第8海主齐齐呵斥道：你这人类竟敢拔树！白周哈哈一笑：我便是要拔树，你们能奈我？声音戛然而止，白周的双眸忽然睁大，他缓缓的低下了头，不敢置信的望向了自己的胸口。只见在那里，
一团火焰从他的胸膛中穿心而过，只留下烧焦的黑色痕迹。他的胸口上是一个大洞，心脏已经被烈火焚烧干净，血液也从他的口中不断的涌出。白舟颤动着双瞳，看向那第4海主、第8海主以及剑云长老。你轰！一团火焰从白舟的身后袭来，这次直接穿过他的眉心，将其中的识海燃烧殆尽。一息时间内，白家长老白舟死。除了远处正在争斗的第2海主和鬼琴，剑云和另外2个海主都脸色大变，根本没想着去救这白舟，而是转身便逃。然而距离梧桐最近的第4海主被这团火焰挡住了去路。他在定睛一看，只看到一个藏在火焰中的人影正挡在自己面前，不让自己离开一分。第4海主咆哮着化为一头巨鸟，双翼扑闪，向着火焰人撞来。火焰人淡定从容的抬出右掌，挡在了这第4海主的面前。忽然只听从他的身体里响起了一道清脆悦耳的凤鸣，这声音里夹杂着无数的威压，以最纯正的血脉威力将那不远处的第8海主定在了原地。正在与鬼琴相斗的第2海主也僵硬了身体，无法动弹，而首当其冲的第4海主更是浑身一颤，几乎有了想要臣服的欲望。第4海主的原型是一头飞天金鸣鹰，当这声凤鸣响起来的时候，他身体里的所有血液都剧烈的沸腾起来，好像有一种隐藏在血脉深处多年未曾回忆起来的恐怖记忆慢慢的苏醒了。凤凰是天下间第一只鸟，凤凰是百鸟之祖，凤凰一鸣，百鸟争鸣，凤凰一怒，百鸟齐音。第4海主的双翼在不断的颤抖，他的心中被无限的恐慌给笼罩了。他竟然发现自己无法站立起来，在这火焰人的面前，他情不自禁的跪了下来，眼睁睁的看着对方展开一团火焰，将自己包裹在其中。啊！滚烫极热的凤火无情的炙烤着飞天金鸣鹰的身体，他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离开，可是属于鸟类之间的顶级威压却让他无法像第8海主和第2海主那样挣开血脉的束缚。3族神兽都有各自的威压，然而只有凤凰可以说自己是百鸟之祖。在金红色的凤火中，飞天金鸣鹰化为一团黑灰，落在梧桐树下，风儿一吹便随风飘散。此时此刻，其余人都已经向各个方向逃脱。短短一炷香时间，白舟死，第4海主死。就算那白舟是被偷袭而死，就算那第4海主根本无法反抗，便死于血脉威压，但他们一死，幻天阵便无法组成。而且第2海主还怒吼道：这是什么妖兽？为什么断情崖底会有这等可怕的妖兽？能把老四压制成那样，他一定有浓郁的凤凰血脉。二哥，救我！第2海主突然回首，便见到那火焰人挡在第8海主面前的一幕。包裹在火焰人身遭的烈火在空中展开了一对羽翼，令他急速的追上了第8海主。第8海主呼啸着变成了一头巨兽，他并非鸟类，但是火焰人的血脉威压也令他心惊胆战，很难出手抵挡，反而被那些数不清的火焰围殴着。第8海主的身上一块黑一块红，黑的是被烧焦的皮肤，红的是流出来的血。他痛苦的往前飞跃着逃跑，可是火焰人的烈火双翼轻轻一颤，便能追上他，让他饱受烈火的煎熬。二哥，救我！第2海主眼神复杂的看着这一幕，突然转身便走，竟然不看一眼。第8海主不敢相信的大喊道：二哥！轰！金色的火焰滔天而起，将那第8海主包裹其内，一瞬间便化为了黑灰，落了满地。此时此刻，第2海主、鬼琴和剑云已经往3个方向各自逃脱。不知道为何，
他们在这梧桐树下竟然感觉十分难行，好像有什么东西压在他们身上，令他们的速度大大降低。偏偏那火焰人却似乎完全不受影响。第二海主脸色发黑，在心中暗自想到，要是这火焰人识趣，肯定会先去找剑云。那剑云实力最弱，这火焰人绝对不可能找自己这个铁板。谁料正在此时，一股炙热的力量从第二海主的身后冲来。他惊骇的睁大双眼，转手一看，便看到那火焰人飞到了自己面前。一堵火墙顿时拦住了自己的去路。你是什么妖兽？为何会有我妖族神兽的威压？火焰人的身形被掩藏在重重火焰中，只能看到一点黑色的影子。按照第二海主的推算，这火焰人至少是大成后期的修士，否则不可能一个照面便将白舟偷袭成功，也不可能轻易的就碾压了第八海主。火焰人根本不理会他的话，他右手往天空一指，收电！天空上便降下无数凤火，向第二海主砸来。第二海主咆哮一声，释放出万千威压，竟然挡住了火焰人的攻击。后者也丝毫不惊讶，一个是火焰，一个是无尽海水，两者在空中相遇时爆发出可怕震动，令梧桐树也轻轻颤抖了两下。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眼看着那鬼琴和剑云已经即将跑到梧桐树的边缘，不能再僵持下去。突然，熊熊火焰从这黑色人影的身上慢慢褪去，露出了一张清俊绝世的脸庞。青色剑光从眉间一闪，落在了这人的手上，变为一把银色宝剑。第二海主此时已经是伤痕累累，见着这一幕，他不敢置信的说道：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会是那个妖物？此话传入了鬼琴和剑云的耳中，让他们也惊骇的转头一看，只看见一个淡雅的青衣背影和满面惊慌错愕的第二海主。骆剑清神色淡淡，他抬起双符剑，修长的手指在剑身上轻轻一抹，一道道青色的符箓便在剑身上显现出来。每一道符箓都在空中绽放出一朵青莲花朵，一共7朵青莲。当最后一朵青莲也在剑上缓缓盛开后，轰的一声，7朵青莲全部破碎，化为凌厉可怕的剑光，向第二海主冲来。第二海主怒吼一声，就凭你这妖物也妄想杀我！说着，他化为原形，愤怒的冲骆剑清奔去。震天的爆炸声在梧桐树下轰然作响，令这粗壮巍峨的巨树轻轻摇晃，再次落下无数的绿叶。鬼琴和剑云还在不停都逃亡，那道冲击波撞在他们身上，令他们也脸色一白。听着这声音，他们情不自禁的回头看去，当看清楚具体的情形后，他们全部浑身震颤，睁大双瞳，目光闪烁。一击之下，青衣修士指尖流血，青色衣衫被力量绞成数道布条。第二海主重伤。断情崖底第9重险境，黑暗和恐慌在无声的侵袭。第二海主已经进入这里数十天，先前永远被无边无际的黑暗笼罩，如今好不容易见到了一点光源，却遭遇到了这样可怕的对手。放眼整个妖境，第二海主的实力仅次于4大妖尊和第一海主劲离。然而现在，一个渡劫期的人修竟然将他伤到如此程度。第二海主的整个右臂被一剑砍下，凌厉锋锐的剑锋好似巨浪，从他的身上凶狠地刮了过去。他的身躯上布满了一道道裂口，鲜红的血液从这破裂的伤口中流淌下来，滴在了柔软的梧桐叶上。惊恐、绝望、怀疑、害怕，在第二海主的兽瞳中一一呈现。他疯狂地大喊道：不可能！不可能！你没有大成期修士的威压，你不是大成期修士，你怎么可能伤了我？你怎么可能伤了我？是谁？是谁躲在你的身后？是谁？说着，第二海主不顾一切的转身便逃。4条腿少了一条，可他却奔得飞快。在他的身后，
骆剑清执着双符剑，快速的追了上去。他的手掌被第二海主的攻击震裂流血，鲜艳的血落在冰冷的剑上，触目惊心。这第二海主一边跑，骆剑清一边在后面追。谁料前者没有选择往梧桐树外面的地方跑，反而直接跑向了离他最近的断魂宗的鬼琴。鬼琴见状，气得大骂一声，赶紧就往前跑。可是他的速度哪里有骆剑清和这第二海主快，很快便被后两者追上。第二海主道：“你快来救我！”鬼琴怎么可能理他，埋头往前飞去。第二海主咆哮一声，直接超越了鬼琴。疯狂地突破一切阻拦。鬼琴怒斥道：“你这畜生，竟敢连累我！”这一幕落在骆剑清的眼中，令他脸色古怪，眼中闪过一丝厌恶。对于最普通的凡人来说，眼前的这两位尊者都已经是仙人般的存在，收到凡俗界的膜拜敬仰。但事实上，修为的高低从来不与品质的高下划等号。眼前这两人，一个比一个奋力的往前奔跑，似乎谁都不愿意跑在后面。若是刚才骆剑清偷袭击杀白家长老的时候，第四海主、第八海主以及那剑云愿意联手起来对抗他，或许之后两个妖尊就不会那么轻易陨落。又若是刚才骆剑清去追杀第八海主的时候，第二海主愿意回过头来救他一命，二者联手便有可能给骆剑清造成极大的麻烦。可是他们却各跑各的，从无联手的意愿。一道青色剑光好似死神一样从第二海主的背后劈下，将他完好的左臂劈断了一半。那剑光直直的从他的手肘部位往下劈来，切断血肉骨头，令第二海主血洒当场。啊呀！第二海主立刻化为人形，惨嚎一声。他这次转手向那鬼琴大喊道：“你这人类，你要是再不来帮我，你就是下一个。”鬼琴脸色变了变，最终还是停下了脚步，往骆剑清和第二海主这里冲来。如此一来，骆剑清便手执双符剑，与第二海主和鬼琴两人对上。前者身受重伤，两臂几乎全废，内里也被骆剑清的剑气震伤，但是却始终没有出现致命的伤。后者则完好无损，他手中拿着一只百鬼朝恶帛，目光凶恶的看向骆剑清。鬼琴的牙齿不停的撕磨着，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好像一只死去多年的老鬼，连双眼里都闪烁着幽暗的绿光。他用力的敲响了手中的百鬼朝恶帛，上场便是最狠厉的杀招，放出千百恶鬼，疯狂地向骆剑清袭来。而第二海主则是狂吼一声，无边烈风便向骆剑清冲来。阴森的鬼风和嘶吼着的恶鬼充斥在梧桐树下，布满了骆剑清的眼帘。他镇定从容的从那戒中取出了一颗裂了缝的宝珠，手指一点，浓郁充沛的灵力便灌输到这颗碧绿色的宝珠里，绽放出万丈光芒。切！骆剑清一声令下，青莲元神便从他的丹田中飞出，盘旋在明光青玉珠的上空。雄浑磅礴的灵力从明光青玉珠的内部往外涌溢，全部被小巧的青莲元神引导过去。在元神的七瓣莲花瓣上闪烁着晶莹的光点，青莲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最终它轻飘飘的落在了双符剑的剑尖。银色的宝剑和碧青的莲花，好似佛祖拈花一笑的美感，危险与柔美交杂在一起，让人产生了恍惚的意识。骆剑清的手十分温柔的在剑身上一抹，顿时莲花中无数的灵力全部涌入到了双符剑中。符箓一道道地亮起，第一朵虚渺的莲花在双符剑上绽放，然后是第二朵、第三朵，当第七朵莲花绽放之后，这光芒似乎有所减弱。轰！浩瀚如海的力量从青莲元神中倒灌进剑身，硬生生的催开了第八朵花。这是夺日月的一剑，冷冽的龙吟与清亮的凤鸣随着这一剑在梧桐树下轰然震鸣。
一条金色的巨龙和一只火色的凤凰从骆剑清的身体中盘旋飞出，二者缠绕在一起，与这一剑一同向鬼禽和第二海主刺去，足以媲美大成后期修士的灵力、龙骨与凤火的叠加威力，还有明光青玉珠中上万年的修士灵力，以及九莲夺天录中的无上法则。这一剑刺来时，鬼禽和第二海主面色陡白，下意识的就想逃跑。凤火至阳，龙骨至刚，千百恶鬼与这一剑刚刚触碰上，便被这两股力量碾压成了齑粉，令百鬼朝恶搏的主人鬼禽长老口吐鲜血。然而百鬼只削弱了这一剑的2分，第二海主的怒吼则削弱了这一剑的3分。当这一剑真正降临在这两人的身上时，还有足足5成的力量。第二海主忽然高喊道：“本尊不信！”鬼禽却是双目一眯，突然伸手将那断了双臂的第二海主抓了过来，挡在了自己的身前。第二海主猝不及防的被别人拉去当了肉盾，待他反应过来的时候，这寒冷刺骨的一剑已经从他的心口穿过，剑气恰恰卡在了他心脏中的那颗腰丹上，彻底消散。浓稠的血从第二海主的口中流淌出来，他沙哑着声音，断断续续的说道：“鬼禽！”鬼禽哪里管他，他用力的将化为圆形的第二海主向骆剑清砸去，就再次转身逃跑。眼见着巨大的妖兽向自己撞来，骆剑清自然向一旁躲开。他虽说能劈开这第二海主的双臂，却不意味着能够将如此巨大的坚硬腰身都劈成2半。轰隆一声巨响，这位相当于人类大成后期的妖尊便被人嫌恶似的扔在了地上。他苟延残喘的看着远方，披在腰丹上的剑气令这颗圆润的珠子裂了一条缝。咔嚓咔嚓，这条缝越来越大，忽然铮的一声，全部破碎。鬼禽，我要眼睁睁的看着你死！此刻，鬼禽虽然用尽全力的逃跑，但是却仍旧跑不过有火焰双翼的骆剑清。他已经顺利的跑出了梧桐树的范围，钻入了一片漆黑的山群中。可是令他不敢相信的是，那锋锐的剑光竟然一次次的从他的头顶劈过。这不可能！你为什么可以看清东西？你为什么可以？骆剑清抬手擦拭着唇边的鲜血，脸色略显苍白，虎口也因为刚才那强大的攻击而被震裂。他冷笑道：“这个问题，你就下地狱去问阎王吧。”在这重重的黑暗中，鬼禽想要用灵石找到骆剑清的所在，都十分有难度。而且他完全探测不出来山峰的位置，他并不知道哪里有山，哪里无山。可是在这里，骆剑清却如履平地，无论鬼禽藏在哪里，骆剑清都能极快的发现他的踪影，将他寻找出来。骆剑清眯了眼睛，转手向另一个方向看去。此刻，那剑云也已经离开了梧桐树的范围，飞身藏进了万千山峰中。若是让剑云离开这里，那便极难追寻了。骆剑清将全身灵力都灌输到明光青玉珠中，全力运转起了九莲夺天录，却将自己的灵石隐藏住。他陡然不再攻击了，令鬼禽诧异的继续往前奔逃，想要去探索原因。可是此刻鬼禽心情仓皇紧张，哪里能想懂骆剑清的想法，只能努力的往前跑。1刻钟时间过去了，骆剑清好像追丢了一般，竟然没有再攻击阻拦。鬼禽激动的想到，难道他真的不在了？这一刻，鬼禽仍旧不敢放松，他头也不回的往前奔逃。他不知道逃到哪里才能躲过这个瘟神，但是他一定要逃得更远一点。而正在此时，鬼禽却没注意到，就在他前进的方向上，一个俊美秀朗的青衣修士将自己的身形藏在2座山峰之间，手中悬浮着一颗饱满的玉珠。当鬼禽突然看到那熟悉的青光时，他的脸上顿时升起了恐惧。鬼禽睁大眼睛，大喊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颤抖害怕的声音被吞噬在了无边无际的青色剑光中。这道剑光一连撞上了7座山峰，
轰隆隆的声音过后，7座山峰应声崩裂，滑落在地上，碎成无数的碎石。然而这并未结束，这一剑直直的向剑云的方向追去。虽说在剑云身后2-3里处湮灭，但是波及出来的威压却令剑云脸色一白，更加害怕的往前逃跑。如此，第二海主死，断魂宗鬼禽死。骆剑清的身体早已因为灵力的过度使用而十分虚弱，他的掌心中不断的有鲜血往下流淌，但是他却死死的拿着自己的剑，一步一步的往前行走。他看似走得很慢，但是每一步下去，火焰双翼便用力的展示，令他走上数里的距离。当剑云即将突破重重山峰，进入那无边无际的黑暗时，他忽然停住了脚步，握紧了自己的长剑，警惕的看向前方。只见在那一片浓郁的黑暗中，一个被火焰包围的人影漫步走来，挡在了他的面前。这人明明只有渡劫后期的威压，但是剑云却完全不敢小觑，因为他眼睁睁的看着这个颠覆了自己的认知，竟然一连杀了4个大成后期和1个大成中期的尊者。在玄天大陆上，跨界杀人的事情屡见不鲜，但是从来都只发生在合体期以下。筑基期的修士或许可以杀了金丹期的修士，金丹期也可以杀了筑基期。在1万多年前，还曾经有一位出窍后期的修士部下层层险境，击杀了一位灭了自己全族的合体中期的修士，报仇雪恨。可是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在渡劫期和大成期之间。为何对于人修，只要达到渡劫期就可以被称为尊者？那就是因为每个达到渡劫期的修士都会经历天劫的洗礼，与合体期相比，有了质的飞跃。从此以后，实力大涨，可以轻易秒杀合体期修士。而大成期与渡劫期有多么大的差距，剑云比谁都清楚。这人明明只是渡劫后期，真的只是渡劫后期。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剑云的心在剧烈的颤抖，扑通扑通的心跳声好像在他的耳旁响起。他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勉强的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容。他放缓声音说道：骆剑清，你还记得我吗？当年你刚刚渡过金丹期的时候，我曾经代表神剑宗到你们太华山为你道贺。骆剑清抬步走向剑云，浑身充斥着的烽火慢慢消散，一张清俊的脸庞便显露出来。见他不回答，剑云又道：那时候你还刚刚踏过金丹初期，没想到现在竟然都已经快到大成期修为了。果然是青年才俊，果然是青年才俊。当年我还曾经给你送过一份礼物，我早就知道你的未来不可限量。骆剑清的血液顺着双福剑的剑身往下流淌，无声的滴落在了黑暗中。一双细长优美的凤眸微微弯起，清澈的眼瞳中反射着看似温煦的笑意。他凝思了一会儿，道：神剑宗的剑云长老。剑云立刻不停的点头：对，我就是剑云。这种情景放在外界，绝对实在太奇怪。一个大成期的修士，竟然因为一个渡劫期修士想起了他的名字，就这般激动，高兴的满面笑容。骆剑清笑了笑，道：许久不见。剑云的额头上渗出了细细密密的汗水，他维持着仓皇的笑容，说道：许久不见，你的伤势已经恢复了，而且还变得如此厉害。短短10年便从渡劫初期跨越到了渡劫后期，你才修炼不过70多年，就能有如此修为，真是太令我钦佩了。骆剑清微笑着望他，原来已经过去10年了。对，10年。看着这绚烂的笑容，不知怎的，剑云的心中抖了抖，说道：你可千万别出去，外面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你和玄灵子道友出去了。话说到这里，剑云突然想到，其实我与你的师傅曾经有过不错的交情。几十年前我曾去过你的结丹大理，200多年前
我也曾经去过玄灵子道友的结丹大礼。骆剑清好似来了兴趣，他问道：“你与我师父的关系很好吗？”剑云双眼一亮，立刻说道：“是，我曾经在100年前与你师父并肩作战过。玄灵子道友品性高洁，实力超绝，虽然比我小了2000岁，却是我辈的楷模呀！我十分敬佩玄灵子道友，我十分钦佩他。”骆剑清唇边的笑意更盛了几分，他低声问道：“那10年前，你为何要刺他一剑呢？”剑云一时没有听清，他下意识的问道：“你说什么？”骆剑清慢慢的抬起了双符剑，冰冷的剑直指剑云的眉心。刹那间，青年唇边的笑容消失得一干二净，好似从地狱中爬出来的绝世修罗。骆剑清双目如冰，在勾起唇角时便绽出一抹冷艳无情的笑容。他一字一顿道：“那你10年前为何伤他？”我不，下面的话，剑云再也无法出口。一把冰冷狭长的剑从他的眉间穿过，将石海粉碎。10年前的极北之地，骆剑清面对着数以千百计的两族尊者，体会到了来自地狱深处的绝望。他的师父为他挡住了大半的攻击，即使是有着化神期的修为，但是在重伤的累积下，他的师父也被无数修为远不如自己的人连番攻击之后，足足10年都无法醒来。那时候，骆剑清睁大了眼睛，死死的看着这些人。他将这些人的长相都记在了脑海里，日日夜夜的铭记回忆，至死都绝不忘记。冤有头，债有主。骆剑清挥剑而立，看着剑云失去焦距的双眼呆傻的望着自己，然后笔直的往大地上砸去。半个时辰内，人族断魂宗3长老鬼琴死，白家4长老白舟死，神剑宗3长老剑云死，妖族第2海主死，第4海主死，第8海主死。一望无际的黑暗吞噬了一切，悄无声息的藏住了所有秘密。此刻在断情崖第8重险境处，殷姬和浩星子早已在这里等了97天。按照他们原先的计划，无论鬼琴6人是否发现玄灵子和骆剑清的踪影，他们只可以在这底下待100天，第100天时必须回来。浩星子蹙着眉头，视线凝聚在第9重险境的入口，从未离开。殷姬低笑着眼唇，不以为意的讽刺道：“你就是把这入口看穿，他们也不会立刻回来。”浩星子没有反驳，直到第100天来临时，殷姬唇边的笑容才慢慢敛去。他也看向那入口，不再吭声。第101天、第102天、第103天，殷姬再也坐不住了，他直接走到了入口旁，释放灵石，仔细的往内侧探查。殷姬转手看向浩星子，说道：“不可能耽搁如此久，他们必然在底下遇到了危险。此刻我们应当……不好了！”一道尖锐的喊声从众人身后传来，殷姬和浩星子转手看去，只见神剑宗的一个合体7长老脸色苍白的飞了过来，开口便道：“剑云师伯的本命玉碎了。”在进入第9重险境的6个大能之中，剑云便是神剑宗的长老，而神剑宗也是离断情崖最近的。听了这合体7长老的传信，殷姬和浩星子的脸色顿时阴沉下去，一双蛇瞳里闪烁着幽绿色的光芒。殷姬声音阴冷的说道：“什么时候碎的？”这长老立刻道：“大约在6天前。”殷姬微眯了眸子，不曾开口。然而接下来短短3天之内，越来越多的消息都传了过来。断魂宗的人第2个来到了这里，张口便是：“鬼琴的本命鬼符碎了。”白家距离冲州断情崖最远。当白家人抵达这里时，个个悲愤仇恨，怒而呵斥道：“为何4个在这第9重险境里居然陨落了？这断情崖并不危险，远不及4大险地，以4个的修为，
就算无法战胜对手，难道还不能自保吗？当初你们不是说有一个阵法可以增强防御、隐匿气息的吗？为何4个还是陨落了？如此一来，进入断情崖第9重险境的6个尊者中，人族的3位已经全部陨落。浩心子脸色凝重的好似要滴下水来，他先安抚了暴怒不平的白家人，接着转手看向鹰姬，冷冷的问道：你妖族的3个海主如何了？到这个时候，鹰姬竟然还笑得出来。他穿着一身柔软的绿纱长裙，微微抬手，纤细白皙的皓腕就从纱裙中显露出来，遮住了淡笑着的嘴唇。然而他虽说是在笑，可笑意却不及眼底，瞳孔凝缩成了一条线，浓烈的杀气似乎能将整个第8重险境都掀翻。鹰姬低笑道：我妖族可没有你人族那般多的法术，他们3个就是死在里面。我也不知道，不过按照这样情况来看，唇边的笑意刹那间消失的一二感觉，鹰姬双目一缩，他们应当也陨落了。一听这话，白家人顿时愤怒到了极致。你说为何他们会陨落？为何8大世家和其余宗门的情况还不同？对于断魂宗和神剑宗来说，死去的鬼琴和剑云虽说是他们的宗门长老，但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们是拜在同一门派的师兄弟，但总归不是那么亲密。而白家这次来的5长老，则是白州同父同母的嫡亲兄弟，二者相伴2000多年，感情甚笃。这次白州的本命11岁，这5长老就发了疯似的往断情崖而来，势必要给白州讨一个说法。眼见那白州激动的取出了自己的铁枪，理智全无的想要直接动武。不等鹰姬出手，浩心子便一道剑光过去，压在了这5长老的枪上，语气严肃的说道：到这等时候，你竟然还如此冲动，此事我们自有定论。当务之急是弄清楚这第9重险境里到底有什么东西。白家5长老这才慢慢收了枪。鹰姬与浩心子相视一眼，浩心子说道：幻天阵并无作用。鹰姬柔笑一声，既然幻天阵能被识破，那击杀他们的必然是修为超过大成后期大圆满的，不应当是玄灵子。你们太华山不是说那玄灵子的本命灯此刻还火光微暗，并不明亮吗？浩心子似乎不大想在这个问题上开口，但他还是点点头，算是肯定。鹰姬不以为意的睨了浩心子一眼，继续说道：既然玄灵子没有恢复，那只有可能是在这第9重险境里隐藏着什么东西。那3个人族是大约隔了小半个时辰才相继陨落的，这说明对方的实力并不足以碾压他们，最多是化神初期。浩心子赞同道：不错，若是我师弟的全盛时期，应当能更快的斩杀他们3个。说完这话后，浩心子和鹰姬便没有再吱声。一旁断魂宗的6长老却是蹙起花白的眉毛，说道：看样子在这第9重险境底下，真的有一个实力相当于化神初期的怪物。鹰姬道：或许也有可能是大成后期大圆满。众人一时不再说话。长久的缄默在这第8重险境与第9重险境的交汇处停留，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到最后，白家5长老第一个沉不住气了，他握着自己沉重的长枪，对浩心子和鹰姬怒目瞪视，道：那到底如何？我4哥难道就白死了？浩心子眉头紧皱，不曾回答。倒是鹰姬柔柔一笑，问道：一点小事不足挂齿。众人立即向他看去，只见这美艳妖娆的女子被3个妖尊围绕在中间，她的身子柔弱无骨，躺倒在一个粗汉妖尊的身上，语气甜腻的说道：本尊最为擅长的哪里是那幻天阵，而是天晴破海阵。既然对方实力不行，最多只有化神初期，那我们便用9个人组成的天晴破海阵将他击碎。断情崖第9重险境，梧桐树下，骆剑清与玄灵子
一起躺倒在梧桐粗壮的树干上。他抬起眸子，望着梧桐宽广茂密的树荫，梧桐的许多枝叶都轻轻地铺在骆剑清的身上，一股股清凉如泉水的力量便顺着藤蔓传入了骆剑清的身体里，为他枯竭的灵力和损伤的经脉进行修复。为了能够尽快击杀这6人，骆剑清使出了所有杀招，几乎是费尽全身力气。他看似轻松，可是这是他进阶到渡劫后期大圆满后第一次与修士争斗，而且直接便是生死争斗。那6个对手无一不是大成期的顶尖修士，虽说不能排得上2族力量的第1阶梯，但也是第2阶梯的人物。正所谓破而后立，10年前骆剑清在2族大战的时候，一直被委派重任，率领修士对付远超于自己实力的对手。他凭借着明光青玉珠感受过无数的力量，数个大成后期大圆满的修士都将自身灵力传入过他的身体，1000多个合体期修士也将自己的灵力传入过骆剑清的身体。若是说起初骆剑清所感受到的是经脉和丹田被撑破的胀破，那后来他便渐渐习惯了。他的经脉宽度远超普通的渡劫期修士，甚至不逊色于大成中期的修士。经脉的粗壮是一个修士能使用多少灵力的关键。若是你的经脉十分宽广，那你便可以更快的吸纳天地灵气，将更多的灵力容纳在身体中，以后要使用的时候，也能非常快的将灵力运转出体内。除此以外，骆剑清的元神还与常人不同，元神经历过那么多灵力的洗礼，自然更加坚固。而且在那极北之地，骆剑清还曾经吞噬利用过七落的元神。大成后期大圆满的修士，那元神力量的雄厚，令骆剑清的境界一下子有了质的提升。想到此事，骆剑清不由垂了眸子，嘴唇紧抿。不知道七落如今怎样了？10年前他应当受了伤，自己终究是欠了他一道因果，也欠了魔道公一道因果。宽敞明亮的梧桐树下，树叶沙沙作响，一片片的阴影洒在这无边广阔的平原上。骆剑清慢慢的伸手拉住了玄灵子的右手，他轻轻的握着这只手，手指顺着对方的指缝往里而去，渐渐的十指相扣。玄灵子的手有些冰凉，掌心里并无太多温度。骆剑清便紧紧的握着，将自己的体温传过去，好像这样便可以温暖对方。良久，骆剑清喃喃道：“师傅，你要是再不醒，我可就得动粗了啊！”回答他的是梧桐树叶婆娑的声响。玄灵子仍旧紧闭双眼。骆剑清缓缓转手看向身旁人，清冷俊雅的面庞亦如和过去数十年里的一样，很少笑，又很少动，只是安静的做着自己的事，便有一种无形沉静的气质弥漫开来。骆剑清很少有机会这样仔细的去看玄灵子的长相，有的时候人的光芒太甚，便会让他人无法注意到他的五官外貌。其他人是不敢去看玄灵子的模样，而骆剑清以往是心存畏惧。后来两人在一起后，又总是没想到这种事，只当过去多少年也看腻了。然而现在看来，又怎么可能看腻？骆剑清定定的看了一会儿，手指紧紧的牵着。他慢慢的勾起唇角，轻身上前，然而在即将吻到对方的时候，又忽然停下，立刻抬手看向了这棵高大的梧桐。梧桐，你看得见吗？梧桐先是摇了摇树叶，但是又沉默下去。骆剑清嘴角一抽，忽然从地上捡起梧桐的2片叶子，贴在了树干上。做完这一切后，骆剑清微微一笑，道：“就当你看不见了，不可以看，知道吗？”梧桐微微摇晃，落下几片宽大的梧桐叶，仿佛在回应骆剑清的话。闪烁着点点火色光点的梧桐树下，一个年轻俊美的修士拉着另一个修士的手，温柔的吻了上去。这幅画面实在太过美好，在树叶沙沙的声响中，时间仿佛被拉长到无限远的地方，将一切都定格于此。然而此时此刻，
骆剑清和吴桐不知道的是，在第9重险境的入口，9个尊者正准备进入。他们9人中有8人站在了8个方向，还有1人站在8人的正中央。还未进入第9重险境，一道幽绿色的光芒便在他们的身上闪烁，组成了一个奇异的阵法。在下去前，位于外围8人中的一个修士蹙着眉头问道：“我们都是大成初期的修士，这样下去真的没问题吗？那个神秘的东西可是连第2海主都给击杀了，我们去，难道真的不是送死？”一听这话，不等殷基开口回答，他身旁的一个虎头人身的汉子便哈哈大笑道：“你这人类在害怕些什么？殷基大人的天晴破海阵还护不了你的安全，这可是天晴破海阵，你这人类也未免太胆小了吧？”你一旁的白家武长老语气古怪的说道：“为何不能让本尊也进第9重险境？”你殷基低笑一声道：“天晴破海阵最好由修为相同的人布下，才是最好的。若是骨灵和实力能够相近，那自然更好，会令天晴破海阵天衣无缝，完美无缺。你能再找到8个和你差不多骨灵的大成后期的人。”说完，殷基不再理会那武长老，转手对这9人说道：“遇到任何事都要记住，千万不可自己破了阵法。你们9人加在一起，实力远超普通的大成后期修士，可逼化神。”好。于是4个妖族尊者和5个人族尊者一起进入了第9重险境，往内探测。他们这9人往日里互不相识，几乎都是最近200年才突破大成后期，但是却已经修炼有2000年了。这次的任务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个机遇。谁都知道，断情崖每一重险境都会有相应的奖励，危险越大，奖励越丰厚。若是以前，他们9人是绝对不敢进入这里，更不可能得到机缘。然而现在9人联手，再加上妖尊殷基的天晴破海阵，这是他们最接近断情崖第9重机缘的一次，他们绝对要掌握。5个人修中有2人在进入险境前悄悄地看了对方一眼，暗自传音。而在4个妖族尊者中，有3个也暗自的传音过去，互相交流。一时间9人各怀鬼胎。当然，他们最为重要的事情还是保命。就算得不到这断情崖底的机缘，只要他们安全回去，将第9重险境里的情况报告上去，就可以得到2族的一些奖励。一共只有100天的时间。起初这9人走错了方向，望着断情崖底的深渊越来越近。当他们发现那可怕的罡风居然快要冲破天晴破海阵后，他们赶紧往回逃跑，寻找另一个方向谋出路。这一走便往梧桐树的方向去了。在第80日的时候，梧桐又摇晃着树叶，给骆剑清指了一个方向。骆剑清小心翼翼的藏好了玄灵子，警惕的寻觅对手。结果很快就发现了那9人，远远的竟然还从黑暗里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刚才击杀了那3头黑虎兽后，你是不是自己偷偷拿了什么东西？胡言乱语！本尊会偷偷拿东西？明明是你，之前我们对抗那罡风的时候，就你一个人偷偷藏在后面，没有出手。你才是躲在中间的人，你根本就是被我们8个护着。好了，现在不是讨论这些的时候。虽然我们已经有数十天没有再遇到危险，但是不可大意。殷基大人可是说了，这底下有一个不知名的化神初期的怪物，杀死了第2海主等几位大人。要是被他发现，我们可就惨了。骆剑清脸色微变，琢磨了一会儿，顿时失笑。我是不知名的化神初期的怪物。天晴破海阵并不能藏住修士的气息，渐渐的，骆剑清便清晰的感受到9道气息往自己的方向而来。借助对这一片山群的熟悉，骆剑清埋伏到了这9人的背后，一眼便看到了对方，4个妖族和5个人修。然后是
骆剑清脸色一冷，看到了这个老对手天晴破海阵。骆剑清第一次见到天晴破海阵，还是快20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人族80%以上的大能被这座阵法困在了极北之地，妖族牺牲了数千妖兽，以他们的生命为祭祀，令这座大阵包围了冲州、明州和潮州。当时还是骆剑清、佛子和云香3人悄悄偷渡大阵，最后骆剑清使用明光青玉珠，才令这座大阵崩塌。那时的骆剑清不过才合体中期，而如今却已经渡劫后期大圆满。他看似进阶了一个大境界，应当对这个阵法十分熟悉，能够轻易突破。然而那时候骆剑清的身后是文龙子等数位顶级尊者，借他们得力量，骆剑清才能一举破阵。尽管骆剑清此刻还拥有明光青玉珠，可是要与这9个大成期修士对抗，无疑是一件难事。四处是一片黑暗，这9个人走的路与先前第二海主那队人走的并不一样。重重叠叠的大山将梧桐树的光影遮挡住，他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光线，仍旧是盲人摸象似的往前行进。于是骆剑清悄悄跟在他们的身后，伺机而动。这一路上，骆剑清淡定地观察着这9个人，听到了他们的很多话。5个人修之中，有2个并不爱说话，有3个却经常开口交流。这5人有1人是散修，有1人来自断魂宗，还有3个分别来自云家、墨家和雀家。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不过2100岁，年龄最小的约1900岁，都是大成初期的修为。4个妖族之中，有1人骆剑清曾经在2族战场见过，似乎是第3海的某位妖尊，还有3人骆剑清从未见过，但也都是地阶妖尊，想来有可能是4大妖尊的手下。这4个妖族很少与那5个人修交流，双方互有种看不顺眼的迹象。这样的关系落在骆剑清的眼中，令他眉头微蹙，似乎察觉到了一点什么。很快他便在这9人一次意外中得知了某个秘密。胡丘妖尊，你刚才是故意的，你是故意让本尊独自面对那头野兽的。你在胡说些什么？本尊完全听不懂。白发尊者怒道：200年前本尊将你的独角砍断，你一定早就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是不是？哈哈哈哈，本尊的事情要你管？你人族和妖族相斗多年，若是说2族人数众多，这确实是对的，但是2族的顶层力量也就只有那么些人。多少年下来，双方都已经对方的大能十分了解，甚至大多交过手。特别是他们这种实力相近的，恐怕早就在战场上交手过多次，有血海深仇。骆剑清微微眯了眸子，无声地望着远处这看似和谐的9个人。良久，他勾起唇角，忽然一手抬剑劈开了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令那9人一下纷纷惊怔地向这边看来。待9人小心翼翼地前来检查时，还未仔细看看到底是出了什么原因，便听到一道凶猛狠厉的咆哮声。一头奇形怪状的野兽从那崩碎的小山中奔跑出来，外形像虎像牛又像狮子，浑身漆黑。9人立即出了武器，各自抵抗。这只是一头大约渡劫初期的野兽，9人轻松的便将它斩落。他们继续往前行，然而才过了半个时辰，又是一头野兽向他们咆哮而来。接下来的2天，这9人前行的速度慢了许多，总是会碰上各种各样的异兽。这种异兽并不是妖兽，身上并没有妖气，它们大多通体漆黑，一双眼睛里闪烁着绿色的光芒，即使有渡劫期甚至大成期的修为，也好像没有智慧，从不与这9人理论，上来便是杀招。就算修为再高，面对这么频繁的攻击，9人也不由有些狼狈。之前的那位独角妖尊说道：我们或许来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才会有这般多的攻击。又有一个妖尊回答道：不错，
但是这里的危险我们还能对抗。这时再也没有人说话了。云家、墨家和阙家的尊者对视一眼，不知在想些什么。有3个妖尊也互相看了一眼，目光闪烁奇怪。在远处的一片黑暗中，骆剑清藏在一座小山之中，淡笑着勾起唇角。这世上最容易分裂人心的是什么？并非苦难，而是利益。世人皆知断情崖绝对有机缘，绝对有宝物。在前8重险境里，每一重险境里都有各自的宝物，没道理说第9重险境里就没有。既然如此，那么谁不想获得宝物？骆剑清利用地形优势，给这9人制造了一系列的困难，帮他们引出了许多藏在黑暗深处，懒得去理会他们的黑暗怪兽，就是要让他们产生一种想法，这里有机缘，而且这个机缘他们很有可能可以拿到。这片山群里的野兽，骆剑清给他们取名为黑暗幽兽。他们长期生活在一片黑暗的断情崖底，一般是不会主动招惹别人，但是一旦他们发动攻击，便是不死不休。现在效果非常好，这9人已经相信这里有机缘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等他们自行分裂了。任何一个团队必然会产生小团体。骆剑清暂时还不清楚这里面是否有人暗自勾结，但是至少人族会是一个团队，妖族会是一个团体，在机人面前他们绝对水火不容。又静等了2天，骆剑清没有再去故意引出黑暗幽兽，这9人也再也没碰过危险。独角妖尊脸色凝重，说道：似乎没有再碰到那些怪兽了，我们可能出了那片区域，不如回去再看看吧。他这话一出口，另外3个妖尊纷纷答应，但是人族中那位白发尊者却冷笑了一声，道：正巧，我们5人也想回去一趟。胡迪妖尊说道：云霄，你也想回去？白发尊者挑眉道：不错。胡迪妖尊思忖半晌，不如我们暂时分开，各自回去看看。或许是我们太过集中了，无法好好搜索这片领域。若是分开来搜，说不定就能找到玄灵子和那妖物的踪影了。白发尊者竟然没有反驳，反而赞同道：好，那便这么说定了。1个时辰后在这里再集合，重组天晴破海阵。说话间，9个人就分为2组，各自返回了身后这一片漆黑的山群。他们似乎都忘记了，在第9重险境的入口处，阴姬妖尊曾经仔细叮嘱过他们，万万不可破坏天晴破海阵。当初为了防止他们遇到不测，阴姬特意施法，给他们每个人留下了一块幽绿色的宝珠，可以帮助他们随时重启天晴破海阵，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这样做。面对那藏在黑暗里的机缘，他们每个人的心脏都在狂跳。在断情崖第8重险境中，有一个机缘宝物，名为万法石，每100年才凝聚出1颗。那宝物被石头渡劫后期的野兽看守着，可以给予大成期以下的修士一次窥探大道的机会。他们在渡劫期的时候，也曾经去抢过那万法石，这几乎是断情崖前8重险境中最好的宝物了。然而，这是他们第一次来断情崖第9重险境。万法石只有石头渡劫后期的野兽看着，可这里居然有大成期的野兽，这种种迹象莫不是在说明，这里或许有比万法石更好的法宝。而且这片山群着实不大，他们先前几天几乎走遍了这里，也只碰到了几头大成初期的野兽，最多只有1个大成中期的野兽。就算他们真的碰到了大成后期的对手，只要再次聚集在一起，结成天晴破海阵，就可以抵挡对方。4个妖尊先行离开，5个人修望着他们的背影。其中一人道：我们在这里应当不会碰到那个所谓的化神初期的怪物吧？白发尊者哈哈一笑：怎么可能碰到？这里我们都走遍了，如今不过是抛开他们那些妖兽，自己再去找找机缘。若是那个化神初期的怪物真在这里，我们不是早该碰到了？
其余4人不再说话，一起往山群里飞去。很快，5个人再次分为了2个小队，各自寻找机缘。起初的第一天，众人相安无事，9个人还能各自听到远处的争斗声。似乎胡迪妖尊和他的同伴碰上了一头大成期的野兽，花费了一番功夫，才将那头野兽击杀。等到3天过后，白发尊者和那个散修就已经和其余7人隔了很远了。白发尊者一边仔细的探查黑暗中的每个角落，一边与同伴说道：200年前，我与那胡迪有一番大战。今日若是我们得到了机缘，千万不可声张。若是被古迪发现，恐怕他会联手其余人击杀我等。那散修立刻道：此事我自然知道，不过胡迪妖尊这100年内实力突飞猛进，值得小心。白发尊者冷笑道：倒也不用怕，大不了将云家那几个人拉进来，分他们一杯羹。散修道：哈哈哈，鬼真道友言之有理。白发尊者继续说道：我俩已经相识500多年，这一点他们并不知道，我们也得仔细瞒着。等到了外界，千万不可将此次我们主动破开天晴破海阵的事情说出去，以防被浩星子记上一笔。一道黑影慢慢的出现在了鬼真和这散修的身后，而他们却并没有发现。散修颔首，这种事自然不能说。鬼真道：想来古迪他们也不可能说出去，他们要是说了，肯定会被那什么阴级惩罚。顿了顿，鬼真又笑道：你是不知道，200年前我和古迪还未突破大成期，我就已经与他在战场厮杀近100年。他的修为与我相近，但是我却早他一步突破了大成期。那时候，嗖，一道微不起眼的风声从鬼真的身后响起，他说的兴致正好，并未发现，继续道：那时候他也未曾想到我竟然能在战场上突破，于是那一战我将他打得几乎半死，若不是那妖尊浩明突然出现，令我人族退军，否则我可就不是斩断他一根独角那般简单，也不会让他再轻易长出那根角。血色渐渐弥漫开来，在那散修的眉间开出了一朵花。这散修站在鬼真的身后，目光逐渐涣散，张大了嘴巴，不敢置信的看着前方的鬼真，沙哑着声音说道：鬼真道友，鬼真道，这一次能在这里碰上，也不知是他的不幸还是我的不幸。听闻他在这100年内得到了不少机缘，若是我们能够悄悄夺下他的机缘，说不定。鬼真的声音戛然而止，他清晰的感受到自己身后的一道气息倏地消失。鬼真立刻将自己的鬼刀劈了过去，谁料劈到的却是那散修的尸体。鬼刀将那散修从中间劈成2半，早已死去的散修便断成2截，从空中落下。在这样的黑暗中，鬼真看不到任何人的踪影，只能看到自己手中的鬼刀。他飞到地面上，仔细检查那散修的尸体，同时厉声呵斥道：是谁？是谁在那里？这时，鬼真突然发现那散修的尸体上竟然有一缕白色的毛。看到这缕毛的时候，鬼真双眸睁大，痛恨的斥责道：胡迪，竟然是你！你给我出来！人族的5人都留下了一点传音的方式。鬼真立刻向另外的那3人传音过去：胡迪妖尊偷袭我们，流萤道友陨落，尔等快来相助，妖族要杀绝我们。鬼真刚刚将那枚传音符掐碎，忽然便见到一道青色的身影出现在了自己面前。他睁大双眼，瞳孔颤抖的看着面前的这个人，只见后者的手中捏着一只早已死去的白色3尾狐狸，正微笑着看着他。一张清俊秀雅的脸庞明明十分出众，但看在鬼真的眼里，却觉得对方好似修罗。你怎么会是你？鬼真的目光瞬间落到对方手中的白毛狐狸手中，道：这是胡迪妖尊。难道你竟然杀了他？骆剑清微微一笑，语气温善的问道：断魂宗的长老？鬼真下意识的点头。
骆剑清的声音十分具有蛊惑性，他非常关切地问道：“还有传音符吗？”鬼针反射性地说道：“没有了。”话刚说完，他立刻明白过来。骆剑清十分遗憾地叹了口气，但笑道：“那真是可惜了。”鬼针，怎么会是你？怎么会是你？骆剑清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将手中那僵硬的狐狸尸体扔到一边，道：“既然你已经帮我将另外3人换过来了，那我也可省了一些事。此次多谢鬼针前辈了，虽说我对断魂宗并无太多好感，但为此也会给你一个痛快。”鬼针握紧了手中粗大的鬼刀，道：“给我纳命来！”骆剑清见到对方疯狂的模样，却是稍稍怔住，最后无奈的苦笑一声，双符剑从空中劈下，伴随着朵朵青莲向那鬼针劈去。鬼针这一声，最后见到的便是一片明亮的青色剑光，那光芒震天撼地。若是不在这断情崖，而是在外界，这样的光芒绝对能被所有人都看到。可是，在断情崖底，无边的黑暗却吞噬了所有的光芒，令这剑光无法被其他正向这里赶来的修士看到。一道血痕在鬼针的额头中央渐渐显露出来，他的一双眼睛里充斥着血丝，好像要被血色灌满。一瞬间，只听轰的一声，他的识海便彻底破碎。正如同骆剑清所说，这一剑用了他的90%力量，足以一剑击杀大成后期的白家4长老，更不用说是这堪堪大成初期的鬼针了。鬼针没有感受到任何痛苦，死得无声无息，身体便从半空中坠落下去。再过一个时辰，最后的3位人修来到了这里。他们未曾想到，这里早已布下了一个局，等待着他们到来。第一个陨落的是那胡迪妖尊，然后是另外3个妖尊，接下来再以胡迪妖尊之死引鬼针上钩，让他使用掉那唯一的传音符。骆剑清在问话之前就已经偷听知道，人族5个人中，每个人只有1块传音符，之所以问出那话，只是想让鬼针感到更加恐惧，并无其他太多意义。云家、墨家和阙家的3个修士万万没想到，他们的生命终止于这一片黑暗。7日后，除了那散修外，其余4人本命之物破碎的消息再次传到了浩星子和鹰姬的耳中，一切终于有了定局。浩星子镇定地说道：“那个怪物的实力绝不可能是化神中期，否则不可能相隔如此久才击杀他们。但是那怪物的实力绝对在大成后期大圆满以上，否则不可能击杀第2海主。但是他又能够击杀组成的天晴破海阵鬼针9人。”鹰姬抬起一双幽绿色的眼睛，冷冷道：“他们真的是在维系着天晴破海阵的情况下被击杀的吗？”浩星子顿时怔住。鹰姬道：“只要1人死亡，天晴破海阵必破。但是天晴破海阵不一定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击破的。”顿了顿，鹰姬转手看向一个妖尊，道：“天老何时来？”那妖尊恭敬道：“天老大人正在闭关冲击天阶中期，虽说已经派人通知他了，但是至少还需要1个月时间。”浩星子顿时愣住，问道：“独觉天老要来？”鹰姬抬眸睨了他一眼，说道：“难道凭借你们人族，有人能够下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浩星子眉头紧蹙，竟然无法反驳。毕竟除了玄灵子，放眼玄天大陆，实力最强的便是天妖尊独觉天老，除了他，真的没有其他人选。然而这一次，浩星子未曾开口，站在他身后的太华山弟子中，却有1人站了出来，大声道：“掌门师尊，若是仅仅想要让人下去看一看这断情崖第9重险境的情况，其实弟子或许有办法。”浩星子诧异的转手，只见一个英俊清朗的年轻修士正行了一礼。他花白的眉毛慢慢皱起，问道：“你是何人？为何我从未在太华山见过你？”那年轻修士道：“弟子名为李修尘，此次跟随长老代表浩明峰而来。如今骆剑清虽说实力强悍，
堪比大成后期大圆满的修士，但是他却有不少短板。修炼时间过短，更显其妖孽卓越，但同时也令他没有太多时间钻研炼器、炼丹和布阵等杂学。这些杂学玄灵子都有涉猎，并且十分擅长炼丹，而骆剑清大多只知皮毛，面对那天晴破海阵更是完全没有一点法子，只能稍施计策，让那些组成天晴破海阵的尊者们自行溃散。若是那些尊者心智坚定，不受骆剑清的算计，那骆剑清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回去。禀报断情崖底的相关情况。梧桐树下，骆剑清一边运功疗伤，一边暗自思索着接下来的事情。对方既然能够布下天晴破海阵，那么阴姬肯定在场。骆剑清对妖尊阴姬的智谋心存余悸，从不敢小瞧。按照阴姬的计划，很有可能接下来就会直接让独绝天老进入这里。10年前，骆剑清和玄灵子躲入断情崖第9重险境的时候，独绝天老就冲了过来。那时候正巧，距离入口不远处的深渊爆发了一次大型风暴，独绝天老被一道狂风击中，他立即返回第8重险境疗伤。而玄灵子为了救骆剑清，以身挡住攻击，伤势更加严重。两人也因为这风暴被分散。按照独绝天老那谨慎小心的性格，他若是敢再进第9重险境，定然是有十足把握。骆剑清站在梧桐树下，遥望着树外的无边黑暗。他静静的看了许久，忽然抬手抓住了一样东西。这东西是平白无故的从半空中掉下来的，不要说骆剑清了，连对第9重险境无比了解的梧桐都未曾注意到。当这东西出现在骆剑清的手中时，梧桐不断的摇晃枝桠，发出哗哗的声响，仿佛在表达自己的惊讶。骆剑清轻轻的抚摸着他的躯干，柔声道：“没关系的，这东西就是这么奇怪。”梧桐渐渐平静下来，骆剑清也开始翻开这本书，细细的看了起来。他这一次看的速度异常的慢，非常仔细认真的看着这书上的所有内容。在这里，他终于看到了极北之地的灾难，也看到了枯山崩塌的事情。书上说，在玄灵子背叛正道，堕落成魔后，双方约战极北之地。那时候，妖族外患突然来袭，人族无暇防备。阴姬借助枯山之崩，再施以诡计，短短1个月就失去了3州地界，死伤数亿凡人。裘仙武中说，玄灵子在此刻终于良心发现，他暂时与正道人士停止了争斗，开始帮助人族对抗妖族。书里面，玄灵子堕入魔道后，虽说没有降阶，但也仍旧只是化神初期，而独绝天老也没有进阶天阶。这一战，人族打了足足120年。李修臣一开始是与太华山的修士们并肩作战的，后来当战争持续时间太长后，他便自行离开，以一个散修的身份，悄悄的在暗地里偷袭刺杀那些妖族。他的运气很好，杀了的妖兽身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宝物，甚至有一个合体期妖族身上还有一把钥匙。凭借这把钥匙，李修臣得到了一个宝藏，一步晋级合体期。那一战，李修臣战功显赫，很快得到人族的嘉奖，可是玄灵子却始终要杀了他。无奈之下，李修臣一直逃亡着，一路碰到各色美女，各种奇遇。这本书的结尾终结在两族的一场大战，玄灵子和独绝天老在望州州城外对上，双方一触即发。玄灵子入魔后实力大涨，而他却不知道阴姬已经埋下了一层层的险境，等军上钩。骆剑清很想知道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玄灵子会不会出事？可是这本书就在这里完了，无法看到任何再多的东西。炙热的烽火在骆剑清的手中燃烧闪烁，将这本厚厚的书瞬间烧成了灰烬。骆剑清沉默地看着那满地的书灰，一阵微风吹过，这书灰便随风而散，好像从未存在过。骆剑清有一种奇怪的预感，
他总觉得就在那一战后可能会出事。上辈子他死了以后，难道他的师傅真的能与正道重修旧好？眼中能够容得下李修臣？既然在断情崖上玄灵子能为他斩杀正道数百人，那他就不可能容忍李修臣，也不可能任凭李修臣带着所谓的宝物来救他。是的，在裘仙武的结尾处很明显的埋下了一个伏笔，李修臣将去救玄灵子。这个伏笔埋得太过浅显，骆剑清一眼便看出来了。可也正因为此，他更想知道玄灵子看到李修臣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良久，骆剑清无奈的笑了一声，走到玄灵子的身旁，顺势坐下。他抬起玄灵子的手，将自己的手掌附了上去，同时开始为对方输送灵力。感受着自己的灵力正在不断修复对方破损的经脉和丹田，骆剑清唇边的笑意越来越盛。他轻叹一声道：其实上辈子的事情我也不是那么好奇，因为我相信你。这句话被树叶摇摆的婆娑声遮掩住，好似清风的低喃，机不可闻。然而就在下一刻，却见梧桐忽然用力的摇晃起来。骆剑清立刻惊诧的抬手看去，谁知梧桐只是摇晃了一瞬，竟然就不再动了，又恢复了平静。骆剑清心中一紧，问道：梧桐，是又有人靠近这里了吗？梧桐没有动作。按照骆剑清和梧桐相处这么多年的习惯，一般梧桐没有反应的时候便是默认了。但是不知怎的，骆剑清的心中忽然有点诡异的不祥感。他又问道：那你方才为什么突然那样激烈的摇晃？顿了顿，骆剑清又问道：真的没有人吗？梧桐还是默认着。骆剑清微微蹙起眉头，但是却没有再说什么。时间便这样慢慢的过去。3日后，正当骆剑清一如既往的为玄灵子疗伤时，他忽然浑身一凛，身体里的九连夺天路开始疯狂地运转起来。九连夺天路根本不受骆剑清的控制，不断的为他吸纳着梧桐树旁的天地灵气，同时也带他感受着隐隐约约的天道规则。这些天道规则，骆剑清此刻还不能真正掌控，但他已经可以触碰到，这也是他修炼如此快的原因之一。敢问这世上有谁可以直观的触碰到天道规则？唯有骆剑清。可是这一次，骆剑清在感受着那些天道规则的同时，竟然察觉到了一道极其浓郁的天道因果。若是说正常人与天道间的因果联系有一分亮度，那这人的因果联系已经堪比太阳，灼灼散发着耀眼光辉。骆剑清双目一缩，脑中顿时闪过一个名字。若要说谁可以获得天道如此眷顾，令天道如此重视，世间唯有一人。骆剑清立即抬手对梧桐说道：梧桐，请护住我的师傅。梧桐伸出树叶，轻轻护住了玄灵子，将他的身形遮挡住，而骆剑清却立即飞身离开。不过多时，骆剑清便找到了2个人。这2人完全比之前鬼针那9人幸运太多。他们一眼便看见了散发着点带你红光的梧桐树，并且径直的往这里来。其中一人骆剑清并不认识，但能感受到对方身上至少大成后期大圆满的境界。而另一人李修臣，骆剑清立刻找了一个隐蔽的山峰，藏在其中，悄悄的打量对方。令骆剑清诧异的是，李修臣和那陌生的人修竟然都没有使用任何阵法，就这么大大方方的往梧桐树而来。他们大摇大摆，毫无顾忌，仿佛完全不怕有人会像杀了第2海主鬼针那样的杀了他们。骆剑清虽说阵法不精，但有无阵法还是可以察觉出来的。再仔细的观察片刻，骆剑清双眸一缩，直接一道剑光劈了过去。原本这青色剑光直劈那陌生人修的眉心识海，不过后者却察觉到了一丝危险，赶紧往旁边让了半分，这剑光便刺穿了他的肩膀，令他发出痛苦的喊声。是谁？
是谁竟敢偷袭本尊？一道青色的身影出现在李修尘和这陌生人修的面前，令他们惊骇的睁大双眼。骆剑清微微笑着，目光柔和谦逊，如同一个翩翩君子。他并不在意将自己的真容暴露在这二人面前，因为他知道这两人绝对不可能离开这里。这陌生人修虽说是大成后期大圆满，但骆剑清手中可有2条相同境界的尊者的性命。至于李修尘，骆剑清自认或许天道会用尽一切办法来救李修尘，令自己暂时也无法杀了他，可是将他困在这断情崖底，让他无法逃出去，骆剑清还是做得到的。那陌生人修冷声道：你便是那骆剑清？骆剑清挑起一眉：你是何人？本尊是何人？你没有资格知道。那陌生人修嘴上说着狂妄的话语，却握紧了手中的长棍。很明显，他十分提防骆剑清。他说：你可敢与本尊一战？闻言，骆剑清倒是怔住了。他问道：与你一战？那修士自豪的扬起下巴道：不错，本尊给你机会，与本尊一战。骆剑清苦笑着摇了摇手，叹气道：你们似乎还不明白如今的局势。那修士愣了愣：你说什么？灿烂的笑容在青衣修士的唇边绽放开来，顿时间百花齐放，明媚动人。他语气淡然的说道：如今并不是你与我一战，而是我在3招之内取你性命。那修士睁大双眼：放肆！话音刚落，那修士忽然偷袭过来，他挥舞着手中长棍，成千上万的棍影铺天盖地的向骆剑清扑来。然而骆剑清却是轻轻抬起了手中的双符剑，只听嗡的一声，一簇鲜艳的火苗从双符剑上闪烁而起，击在棍影中央。轰！漫天棍影被这簇火苗击散。那修士不敢置信的说道：怎么可能？一旁的李修尘却大喊道：你怎么会有凤火？这是我的凤火！骆剑清闻言一怔，转眸看了李修尘一眼，没有理他。骆剑清执着双符剑，脚尖一点，向那陌生修士击去。这一剑看似是朴实无华的一剑，但是冰冷银白的剑身上却倒映着星星火光。这火越烧越烈，越烧越燃，当与长棍相撞的时候，令整片山群都震荡了2下，天地间发出轰隆隆的巨响。骆剑清的手掌被震裂流血，他只倒退3步，便稳住了身形。而那大成后期大圆满的陌生修士，则是往后倒跌数10步，身上全是血，口中也不停的吐血，一根长棍上更是裂出了一道裂纹。他不停的喘着气，运转灵力恢复。然而骆剑清怎么会给对手喘口气的机会？他运转起九莲夺天路，以明光青玉珠的威力，劈出了一道青色的剑影。这一剑从那陌生修士的识海中穿过，令他浑身一僵，识海瞬时破碎。骆剑清轻轻挥动着双符剑，目光冷然的看向了李修尘，不再去理会那将死的陌生修士。谁料就在此刻，那修士沙哑的说道：李修尘，你快点让我们……李修尘一剑刺去，竟然将那陌生修士的嘴巴刺烂，让这人再也说不出最后的话。这一次来得太快，令骆剑清都没来得及反应。他转手看去，只见那修士双眸睁大，不敢置信的看着李修尘，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李修尘收回自己的剑，十分警惕的看着骆剑清。骆剑清面带笑容，好似几10年前李修尘刚入太华山时候的一般，步伐稳健的向他走来。一股清雅淡漠的气质从骆剑清的身上散溢出来，让那张本就俊美绝世的脸庞更显光滑。他每走一步，能牵动任何人的心情，看他的风采便似观赏君兰。端地是风度雅致，连手指间的鲜血都不那么可怖，反而如朱砂般的点缀其间。这种气质，任凭李修尘修为进步再快，
境界再高也不可能拥有。与眼前这人相比，他永远就好像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太华山新人弟子，而对方却是高高在上的太华山首徒玉霄峰传人。李修臣的脸上闪过一抹嫉妒和羞赧，这些都落在骆剑清的眼中，却无法令他产生更多的情绪。他只是垂着眸子，冷漠都看着李修臣，听对方这样说道：“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你就是杀了我，也肯定会有人替我报仇的。”闻言，骆剑清脸色古怪，他笑了笑，反问道：“谁说我要杀你了？”李修臣一下子呆住：“你不杀我？”骆剑清唇边笑意更深，他语气悠长的问道：“我能杀了你？”李修臣双目睁大，他还未曾反应过来，便见一道凌厉的剑光窜向他的左眼，仅仅是一瞬间，他的左眼便被刺穿。啊！剧烈的疼痛令李修臣痛苦的嘶嚎起来，他恨不得就地打滚。但是骆剑清的剑光却又忽然袭来，这一次竟然将他的左臂齐根砍断。啊！痛！骆剑清微笑着看着他，透过自己那只完好的右眼，李修臣看着骆剑清脸上温善美好的笑容，却感觉自己好像看到了一个夜叉。那笑容看似美丽，底下却藏着可怕的剧毒。你根本不是人，你是魔鬼！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们怎么说也是师兄弟。骆剑清先是一愣，接着忽然想起来，按照李修臣的记忆，自己好像确实没故意招惹过他。当初在北斗真君遗迹里的事情，李修臣全部忘记了，两人间确实没什么深仇大恨。然而李修臣的问题，骆剑清根本懒得回答。他轻轻挥剑，便是砍断了李修臣的另一只手臂，顿时鲜血直流，好似喷泉。李修臣这次真的疼得在地上打滚了，可是骆剑清看着他这番模样，心中却有些诧异。他隐隐觉得有哪里不对，想当初他不过是想要打李修臣一下，天道就要降下神雷来阻拦，怎么如今他都把李修臣的眼睛刺瞎了，双臂也砍断了，天道却什么反应都没有。事出反常必有妖。骆剑清镇定地看着李修臣，也不带他去梧桐树，就在这山群之中望着对方。再多的疼痛到最后也都成了习惯，毕竟李修臣现在已经到了合体期，断了双臂，瞎了眼睛，他也不可能死，只是他不断的向骆剑清骂道：“你要杀就杀，我们同门师兄弟一场，你为何要这样折磨我？”骆剑清淡笑着望他：“既然同门师兄弟，那我更要顾及情义，留你一命。”你！李修臣眼珠子一转，破口大骂道：“你这个畜生！你背叛宗门，你被天下人所不齿，你就是那个妖物，你会害死我们所有人的，你就是个畜生！”骆剑清微笑着站在李修臣的对面，任凭他一口一骂，仿佛什么都没有听见。骂到最后，李修臣似乎也有些疲累了，他哑着嗓子骂道：“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和自己的师傅搞在一起，你们两个都不要脸，你这个女婊子，你有妈生没妈教！”骂到最后，李修臣已经完全不顾任何的礼义廉耻，什么样的脏话都骂出口了。听到这些话，骆剑清脸上的笑意慢慢消失。他并不在意李修臣这种小人的脏话，但是李修臣不该骂到他的母亲，更不该骂到玄灵子。然而骆剑清也不是那种冲动的人，他语气森冷的说道：“你就这么想死？”李修臣微微愣住，停住了骂声。骆剑清却勾了唇角：“说说看，为什么你一心想死？既然你都表现得这么明显了，那我也不介意向你询问原因。”李修臣的脸色顿时惨白下去，他结结巴巴的反驳道：“你才想寻死呢！你这个畜生，你啊！”骆剑清一剑将这家伙的嘴给搅烂，让他再也骂不出口。世界顿时清静了，原本骆剑清是
想要从李修车的口中探出一些消息，才没有弄烂他的嘴。现在他已经懒得理会对方。谁料下一刻，李修成见自己的嘴烂了，竟然突然要自爆。骆剑清双眸一缩，滔天灵力滚滚而来，以磅礴气势压制住了李修成的一举一动，让他再也无法动弹。骆剑清将一颗清神丹打入李修成的口中，语气冰冷的说道：“你这般想死，定然有金蝉脱壳的方法。在我面前，你休想死！从今日开始，我每隔一炷香，割你一块肉，每隔半个时辰，剥你一寸皮。哪日你将外面的情况告诉我，哪日你或许能得到解脱。”李修成惊恐的骆剑清瞳孔震颤，害怕的倒在地上。骆剑清薄唇微勾，笑容毫无温度，仿佛在看待一个死物。李修成的忍耐力明显比骆剑清想象中的更差，骆剑清只等了半个时辰，剜去了他的一些肉，刚准备从他身上剥皮，李修成便痛得直打滚，眼泪鼻涕一大把的说了一个真相出来：“我以前在历练的时候有得到过一个宝物，这个宝物可以让我有不死之身，只要我的元神没有碎，我就可以复活。现在在断情崖的第9重险境外，他们全部都围在那里，就等着要抓你和玄灵子了。你千万不要出去，我真的没有撒谎，我没有撒谎。”少了2根胳膊的李修成看上去无比可怜，眼泪在他的脸上横淌，他倒在地上就好像一根长长的棍子，身上血肉淋漓。骆剑清并没有理会李修成的惨状，他仔细思索了片刻，问道：“阴姬应当在外面，还有谁？”李修成一五一十的说道：“还有浩星子，断魂宗的鬼岩老祖，白家的老祖，云家、墨家、魏家、阙家，他们都有派人来，还有不少散修。”顿了顿，李修成想起来，妖族也来了不少，很多都是大成期和渡劫期的妖尊。骆剑清垂眸望他，没有说谎。李修成哭着道：“我真的没有说谎。”骆剑清淡然的问道：“独觉天老没有来？”李修成的眼中闪过一抹幽光，他用力的点头：“他没来，他根本没来。”骆剑清却忽然笑了：“那他马上就要来了吧？”李修成顿时不敢再说话了。骆剑清抬步走向前，目光镇定的看着眼前这个十分狼狈的年轻修士，他的目光仔细的凝视在对方的脸庞上，看着他哭红了的眼睛，看着他全是求饶，恨不得给自己跪下的表情，骆剑清叹了一口气，忽然觉得不知道自己在执着什么。就是这种东西，上辈子竟然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骆剑清问道：“刚才你似乎认出了我使用的火焰，为何你说这是你的凤火？”李修成一下子哑了，不肯开口。骆剑清淡定的抬起手指，轻轻一动，一块肉就从李修成的嘴唇上剜了出来，他疼得痛喊起来。骆剑清道：“我能治好你的嘴，让你重新说话，就能再废了他。你要是真不想说，那也没有关系。”李修成立即说道：“我说，以前我遇到过一个隐士大能，他说我能得到凤火，然后我就对凤火非常上心，看了很多关于凤火的资料，你一使出来，我就认出来了。还有独觉天老确实快要来了，应该至少还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他似乎在闭关冲击化神中期，所以到现在也没有来。他现在是真的没有来，真的啊！”骆剑清的视线在李修成的脸上打转，目光狐疑，嘴唇微抿。李修成赶紧给自己立了毒誓，保证自己没有撒谎。若是独觉天老现在就来了，那他就天打雷劈，不得好死。那你倒是找个理由告诉我，为何你的那戒会是空的？骆剑清这才笑了起来，他问道：“你不如再立个毒誓，向天道发誓，你是因为得到什么莫名其妙的算命，才觉得自己能拥有凤火，也是真的只有元神碎了，才是必死无疑。”李修成一下子睁大双眼，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骆剑清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盛，这样灿烂和煦的笑容在此刻却不能让李修成感到一丝暖意。他的心如坠冰窖，冰寒刺骨，牙齿也情不自禁的打颤。许久后，李修成沙哑着声音说道：“我真的没有说谎。”骆剑清没有再看他一眼，只是抬眸望向梧桐树的方向，然后再转手看向了第9重险境的出口。很明显，那个方位必然是出口了，因为所有来到梧桐树附近的修士全部是从那个方位来的，而且那个方位还是赤云前辈消散前曾经说过的深渊的方位。沉吟片刻后，骆剑清从那戒中取出了一个捆仙索，将李修成捆上了，扔在这无边山群之中。临走前，骆剑清想了想，还是一剑刺穿了李修成的另一只眼睛，同时又是一道剑气再度刺破李修成即将恢复的左眼，令他双眼流血，痛嚎出声。对于李修成这样的天道之子，骆剑清绝不敢轻视。他敢相信，若是不做绝一些，即使面对重重险境，李修成也很有可能从捆仙索里逃脱。骆剑清做完这一切后，便赶紧转身向梧桐树飞去。身后传来李修成的骂街声，所说语言之粗鄙不堪，令骆剑清听着听着居然有点想笑。他莫名觉得，若是让自家师傅听到这些话，恐怕连对方在骂人都不知道。骆剑清用了最快的速度赶到梧桐树下，找到了悬铃子。他一只手轻轻抚摸在粗糙的梧桐树干上，温柔地摩挲着这些经历数万年历史的树皮。梧桐树仿佛也察觉到了什么，它轻轻摇晃着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几根藤蔓慢慢地盘旋下来，缠绕在骆剑清的手臂上，仿佛在轻声安慰。骆剑清低低地笑了一声，道：“我必须得先行离开这里了。梧桐，再不离开，一个我不可能抵抗的敌人就要来了。”梧桐微微晃动。骆剑清又道：“不过现在我还无法真正离开断情崖第9重险境。赤云前辈说过，对我而言，这里唯一有危险的就是那处深渊。赤云前辈说，我若是想要离开第9重险境，除了走出口，唯有走深渊。可是我现在别无选择，以我一人之力，若是逐一击破，还能与他们对抗2、3，若是他们连起手来，骆剑清倏地沉默下去。”梧桐不断的摇摆着，急促的想要表达些什么。骆剑清温柔有力的按在了他的枝干上，语气镇定的说道：“你护不了我，也护不了我的师傅。你身为赤云前辈的本命梧桐，若是赤云前辈还在，你或许还能护得了我们1、2，但是你不知道独绝天老是怎样的人。他活了数万年，如今可能已经突破到化神中期，我们如何拦他？如今唯一的计策只有躲。”梧桐沉寂下来，树叶也渐渐搭拢起来。骆剑清见状，扑哧一笑：“我又不是不回来了，有机会我会来找你的。而且我不是还答应了赤云前辈，若我此生不涅槃重生，或者涅槃时未曾诞生凤凰，那我便要将秘法涅槃传授给下一个人。到时候我必然会带那个人来这里，将涅槃传授给他。”梧桐微微晃动树叶，仿佛在无声应和。接下来，骆剑清简单的与梧桐道了别，然后就扶起了悬铃子，一路往回而去。飞行10里，快要离开梧桐范围的时候，骆剑清倏地转过头，遥望这棵树荫如盖的参天大树，10里长的树枝不断的摇晃着。这样一棵巨大到足以遮蔽天空的大树，一旦摇晃起来，便令天地颤动。无边无际的大地上，一片片碧绿色的梧桐树叶落了下来，夹杂着点点火色红光，形成一场绚烂辉煌的绿色大雨。骆剑清抬手拾起一片树叶，放入自己的怀中，紧贴着心脏的位置放着，然后向梧桐笑了笑，接着再无留念的转身便走。巨树在骆剑清的身后渐渐变成一个小点，骆剑清不得不走，必须得走。不仅仅是因为独绝天老即将到来，
若是他仍旧留在第9重险境，肯定会遭受对方的埋伏。更是因为他若是留在梧桐这里，也会牵连到梧桐。梧桐的护身结界再过厉害，能敌过独绝天老和上百大成7修士的联手吗？既然梧桐已经在第9重险境平安无事的度过了5万年，那骆剑清更不能因为自己令梧桐被毁灭。很快，骆剑清便扶着玄灵子找到了被捆在山上的李修尘。看到对方情况的时候，骆剑清嘴角微抽，为自己的明智感到了欣慰。他早就知道李修尘这个人的气运十分强大，他一人的气运恐怕强过了整个玄天大陆上所有人的气运总和。明明骆剑清已经刺瞎他的双眼，断了他的双臂，可是李修尘现在却已经好了大半，双臂慢慢的长了出来，连眼睛也都快要复明。为什么？因为就在他所在的这块山壁旁，突然长出了几颗红色的小果子。骆剑清敢保证，在他离开这里的时候，这些果子还没有长出来。怎么他一回来，果子都成熟了？只剩下最后一颗果子了。骆剑清抬手就将果子吸来，仔细的辨识了一番。骆剑清虽说在炼丹上并无太多造诣，可是却也基本认识玄天大陆上的大多数灵药。这果子他从未见过，但是并不妨碍骆剑清观察到，这果子里面蕴藏了浓郁的灵力，甚至还有一股股源源不断的生机。骆剑清以前曾经偷看过凡人的志怪小说，上面总是说有大气运的主角能够出门采宝物，掉牙捡秘籍，落水见灵药，遇难有美人。当时骆剑清觉得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就拿他所知道的一些修士事迹，机缘确实往往伴随着危险不错，可是1000个修士中，也经常只有1人可以得到机缘。每个机缘若都是你的，那天道必然大乱，谁还敢说天道公正公平？而如今，一个真正的天道之子就被捆在骆剑清的面前，一脸茫然。骆剑清面无表情的抬起手指，移动一抹剑气，再次将李修尘刚刚长出来的手臂砍断。啊！痛！这下子，李修尘就是再傻也知道，骆剑清肯定是回来了。他一个劲的求饶，可骆剑清却直接将他用捆仙索捆着，提着绳子的一边往前飞行。骆剑清并没有刻意折磨李修尘的意思，只是他两手扶着玄灵子，总不能让他腾出一只手专门拎着李修尘吧。于是一开始骆剑清压根没在意到李修尘的问题。捆仙索长长垂下，好似一条吊坠，下面悬着浑身是血的李修尘。这里山群林立，李修尘不断的撞在山峰尖上，每撞一下他就痛嚎一声，狠狠的骂上骆剑清一句：你这猪狗不如的畜生，你就是不要脸的畜生，老子一定会宰了你。骆剑清正准备将李修尘往上面提点，听到这话，他忽然就松开了捆仙索，让李修尘继续撞上一座座的山峰。这些山峰哪里有合体期修士的肉身坚硬，每次都被李修尘撞碎，把李修尘撞得一脸血，连鼻骨都断了，连骨也断了几根。骆剑清没把李修尘的脏话放在心上，只是每当李修尘骂出一句话，骆剑清就一不小心的往某座山峰的方向飞去，将李修尘撞得满脸血，牙齿早已全部被撞碎，脸上的骨头也撞得断成数块。这时候李修尘恨不得自己没有在去年达到合体期，否则他早就该晕过去，而不是这么直生生的面对一座座未知的山峰。当真正离开这片山群的时候，李修尘也终于如愿以偿的晕了过去。等他醒来后，又是破口大骂。闻言，骆剑清不怒反笑，问道：你就这般想要找死？听到找死2个字，李修尘激动的更加骂了起来。骆剑清淡定的往下空飞了飞，李修尘双眼被刺瞎，根本不明白四周是什么情况，只感觉到自己在下降。等他忽然落入一片寒冷刺骨的湖水里的时候，他被灌了一肚子的水，终于明白过来，
骆剑清你嗨嗨，骆剑清你王八嗨嗨，骆剑清你不要脸嗨嗨嗨嗨。冰冷的湖水从四面八方灌来，骆剑清时上时下，令李修臣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他的灵力早就被骆剑清封住，防止他自爆，现在他连骂都骂不出口，还要忍受这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灌进来的湖水。而且渐渐的，李修臣发现有什么东西在撕咬他的身体。骆剑清带笑的声音从上方传来，这湖中有一种体型很小的鱼，它们本身十分脆弱，出窍期的修为便能宰杀它们，可是它们的牙齿却十分尖锐锋利，甚至能够刺破合体期修士的肉身。顿了顿，骆剑清好似关切的问道：你达到渡劫期了吗？李修臣在这湖里被咬得浑身是血，连块完整的肉都没有了以后，李修臣终于稍微轻松了一些。骆剑清也不想再折腾他，他的当务之急是赶紧往深渊而去。在那里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危难，但是骆剑清非去不可，因为他别无选择。而正在此时，第9重险境的入口处，一个中年修士从第8重险境的入口匆匆赶来，开口便是：掌门师尊，李修臣的本命灯并未碎。一听这话，浩心子脸色顿时凝重下来，他皱着眉头还未开口，一旁一个黑头发的中年修士便大声说道：既然那李修臣的本命灯未曾碎，为何他们还不回来？那个李修臣不是说了吗？他曾经得了一个法宝，可以携带一人平安离开险境。一个妖尊声音阴恻恻的说道：说不定他们在里面遇到什么困境了。那黑头发修士立刻道：怎么可能？我大哥可是大成后期大圆满的修为，这断情崖底要是有让他无法面对的险境，那为何李修臣的本命灯没碎？另一个妖族冷笑起来：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在里面寻找断情崖底的机缘，乐不思蜀，不想回来了。我大哥才不是这样的人。好了好了，既然本命灯没碎，那说明他们二人还活着。浩心子看向那黑头发的修士道：可惜勉昌道友没有本命之物，否则也可知道他的安危。黑头发修士不以为意的说道：那个合体期的小家伙都没事，我大哥自然没事。众人便这般焦急的等待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原本那黑头发修士还十分自得悠闲，天天吹嘘着他大哥能够以一介散修的身份达到大成后期大圆满的修为是多么厉害，但是渐渐的，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他们还没有回来？浩心子安慰道：勉为道友你稍安勿躁，或许他们即将回来。勉为着急的来回踱步，他忍不住的说道：浩心子道友，你快看看你那弟子留给你的宝珠，他不是说无论里面发生什么情况，他和我大哥都可以完好无恙的从这宝珠里回来的吗？你快看看那宝珠有没有事。浩心子抬袖取出宝珠道：你看，这宝珠十分正常，并没有任何异样。勉为又道：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都过去20天了，不是说好了只在里面探查10天，无论结果如何必须回来的吗？浩心子也无法回答。噗，一道清脆如银铃的笑声响起，众人立刻看去，只见鹰姬穿过妖族众人，缓缓走来，红唇一勾道：你还真相信你大哥能从这宝珠里出来？勉为一下子傻了眼，鹰姬妖尊，你这是何意？鹰姬冷冷道：本尊还从未听过世上有什么宝物可以令大成后期大圆满的修士多一条命。那姓李的小子只有合体期修为，他说这是他的本命宝物，已经与他心意相通，我们无法强夺，这才让他进入第9重险境。可是他硬是说这宝物能够容纳2个人死里逃生，你就便真的那般信了？勉为呆住了。鹰姬又道：看着吧，姓李的小子肯定有办法出来，他不会那般傻的去送死。至于你的大哥，你为他自求多福吧。太华山，
我要你们偿命！好心子蹙起眉头，挡住了勉为尊者的一道长棍，镇定道：切莫被人挑拨。勉为道友，一切还未有定数，我相信我太华山的弟子不会说谎。勉为哪里信？那你将我大哥还给我。好心子道：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勉为提起长棍就要劈下，殷姬便在一旁掩唇低笑。正在好心子一剑劈晕勉为的时候，却听一道沧桑古老的声音从远处响起：殷姬，我早就说过，追杀妖物是我等的大事，此刻并不是你玩弄人心的时候，你又何必如此？骆剑清一路向深渊而去。最近这6年时间，他一直待在梧桐树附近，为了照顾玄灵子，鲜少走远。所幸这断情崖第9重险境里并无太大的危险，骆剑清一路上也只碰到了几头大成期的黑暗巨兽，大多数还是渡劫期以下的妖兽，根本无法对骆剑清造成一点威胁。李修尘被悬挂在长长的捆仙索上，好似一只钟摆，左右摇晃。起初他还会骂骂骆剑清，嘴上说一些不干净的脏话。骆剑清有空便折磨他一下，没空便一剑将他的嘴戳烂。到后来，李修尘就算嘴巴复原了，也不敢再随便骂人了。等快要抵达深渊的时候，那一道道裂缝已经愈加明显，呼啸而过的寒风好似尖锐的刀子从骆剑清的脸颊上刮过，虽说无法刺破他的皮肤，可是那股子寒意却顺着他的脚底板往头顶上爬，还未来到深渊，便能感受到隐藏在其内的恐怖压抑。李修尘似乎也发现自己正在往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而去，他大声喊道：你这是要去哪里？我不去，我绝对不要去，你现在就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好了。骆剑清冷冷道：闭嘴。李修尘挣扎着想要逃脱，他虽说已经有合体期修为，可是他的肉身却比骆剑清差了太多。这些罡风目前不能对他造成生命威胁，可是却一片片的刮着他的皮肉，让他痛苦的不断嘶吼。我求求你杀了我吧，骆剑清，大师兄，大师兄，我是你的师弟啊，我们同门师兄弟一场，你不如一剑刺穿我的元神，我就是死也不想再受这些折磨了啊！骆剑清径直的往前飞着，哪里理会李修尘？李修尘继续嚎叫道：你杀了我吧，你让我死，我真的想死，你刺穿我的元神吧。大师兄，你是我们太华山的大师兄，我一直非常崇敬你，你让我死吧。李修尘便这样咆哮了一路，一直在说骆剑清的各种好话，一会儿说骆剑清绝对是被陷害他从来不信骆剑清会背叛太华山，一会儿又说好心子那帮正道人士以及妖族众人都是嫉妒，他们是嫉妒骆剑清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修为，他们都无耻下流。等到快要临近深渊的时候，那罡风已经变成了一个时辰来一波，将李修尘割的全身再没什么好肉。到这时候他已经开始疯癫了，嘴里嘟嘟囔囔的，不知道在骂好心子还是在骂骆剑清。骆剑清稍稍思索了一会儿，估摸着是该骂自己了。之前李修尘说自己有重生之法，但只要元神破碎，那就必死无疑，没有回转之地。骆剑清怎么可能信他？按照李修尘这种人的品性，那就是贪生怕死，怎么可能主动寻死？骆剑清绝不可能动手杀他，无论能否杀得了他。总之此刻是不可能杀他的。扶着玄灵子，骆剑清很快到了深渊附近。走到这里，他已经本能的感到了一丝危险，他更加小心翼翼。然而正当他即将跨过一片湖泊时，却忽然听到一道破风声从自己的身后响起。骆剑清赶紧往湖上的一座小岛那边躲去，但一切已晚，对方已然发现他。是你？独觉天老诧异的声音陡然响起。断情崖第9重险境里是一片浓郁的永远化不开的黑暗，
不知是否是元神变异的缘故，骆剑清的灵识比之前那些进入这里的大乘期修士还要强大，他能透过这片迷雾般的黑暗，看到大约100米以外的东西。骆剑清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如此倒霉。他此刻正处于第9重险境的入口附近，独绝天老居然会选择这个时候进入第9重险境，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恰在骆剑清经过的时候，他就刚好进来了。而且他的灵识竟然也可以扩大到100米以上的范围，能察觉到骆剑清的行踪。骆剑清的脑中瞬间闪过7、8种逃跑的法子，谁料就在此刻，李修臣听到独绝天老的声音，激动的大喊道：“是谁？是谁来救我了吗？快来救我！我在这里！快来救我！啊！”骆剑清第无数次的废了李修臣的嘴，可是独绝天老已经从惊愕的状态中反应过来，快速的飞向骆剑清这里。如山般的浩瀚灵压轰隆隆的降临，将骆剑清的肩膀往下压了3寸，整个人向下一沉。骆剑清咬牙抬起了双符剑，以一剑抵挡住独绝天老的威压逼迫。这下子也不管到底如何了，他抱起玄灵子，手里拎着捆仙索的绳子，转身便往深渊的方向赶去。独绝天老怒道：“哪里逃！”李修臣高兴坏了，可是嘴又被骆剑清刺烂，暂时说不出话，只能发出呜咽的激动声。正在此时，只听独绝天老的身旁响起一道惊骇的声音：“你是太华山那个姓李的弟子？我大哥呢？我大哥在哪里？我大哥是不是不在了？啊呀，我要杀了你！”下一刻，不等骆剑清反应，一根巨大的长棍便从身后向他这里拍来。骆剑清翻手准备挡下这一棍，毕竟这一棍的威力大概只有大乘初期，以他的力量可以轻松应对。然而骆剑清并未想到，这棍影从他的手旁擦过，径直的打在了李修臣的头顶。骆剑清睁大双眼，只听咔嚓一声，李修臣的脑袋上裂了一条缝，鼓鼓的鲜血从那条裂口中流淌出来，李修臣瞎了的双眼睁得滚圆。这一棍同时击碎了他的识海和元神，他到临死时也仿佛不知道自己居然会这么死了，然后便咽了气。这一切来得太快，骆剑清当机立断的将捆仙索扔掉，任凭李修臣的身体掉入了大湖之中，被一群食人鱼吞吃。那个偷袭李修臣的修士嘶嚎道：“我大哥真的死了吗？”骆剑清心中闪过一丝鄙夷，但是却无话可说。他已经猜到了，这修士可能与之前自己杀死的那个大乘后期大圆满的修士有关系，但是那人早就死了，此刻你再杀了李修臣还有什么用？只是让李修臣没感到多大痛苦，居然就这么轻松的死了。骆剑清第一次觉得自己不该思考太多，迟迟不去杀李修臣。虽然他心里清楚李修臣有9成可能性没有死，而且还可能已经获得解脱，可是如今李修臣死得如此没有痛苦，早知道就该由他自己亲手将李修臣折磨致死。不过现在去想，这些并无大用。骆剑清抱住玄灵子便往前飞逃，越靠近深渊，那罡风便越来越猛烈，甚至骆剑清隐隐觉得这不是普通的罡风。罡风是威压凝聚到一定程度，以灵力为风，向外吹刮的狂风。强悍的罡风所到之处，扫荡一切，比如极北之地的风神海，每隔10年便会在整个极北之地刮一次风暴，在那1年内，连玄灵子都不敢轻易进入极北之地。风神海便是3万年前由近100位人类化神期大能陨落后，以血为海，以灵力为风形成的一个险地。除了风神海，骆剑清早年还在流焰谷碰到过罡风。那罡风是由一头地阶风系妖尊的灵力形成的，远不如风神海的罡风，比这深渊的罡风也差了许多。当年骆剑清和莫秋不过才金丹期修为，都从其中安全离开。身后独绝天老追得越来越紧，
那个陌生的大成初期人修已经被骆剑清和独绝天老甩远，再也看不见踪影。骆剑清就是速度再快，天赋再妖孽，两个大境界的差距，也令他不可能超越独绝天老。大成期与化神期有着天壤之别，在玄灵子进阶化神期前，人族与妖族打得不可开交，甚至妖族占据上风。可是，一旦玄灵子进阶化神期，妖族便只能签订和平契约，两族维持了100年和平。骆剑清可以击杀大成后期大圆满的修士，但是他却不可能斗得过独绝天老，更何况是极有可能已经突破化神中期的独绝天老。硕大的汗珠从骆剑清的额头上滴下，眼前袭来的罡风越来越强劲，身后的妖尊也追得越来越紧。当看到10里外的那处深渊时，骆剑清已经感觉自己被浓郁的风潮包围住，罡风四面八方都吹袭过来，根本无法招架。此时，独绝天老也真的追了上来。独绝天老一手向天，磅礴妖力便凝聚成一座巨山，挡在了骆剑清的身前。可怖的威压从这巨山之上弥漫开去，打在骆剑清的身后，逼得他倒退3步，更加抱紧了怀中的人。骆剑清缓缓转手，看向了独绝天老。深渊的罡风再为强劲，此刻也只是非常平静的刮着，并没有遇到10年前那般狂暴的场景。这样的罡风，骆剑清也能应付，他的对手只有眼前这一位深不可测的妖尊。独绝天老拄着一根龙头拐杖，一步步的走到了骆剑清的面前。他远望着俊美倔强的青衣修士，视线很快扫到了后者怀中昏迷不醒的玄灵子身上。独绝天老双目一缩，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但很快又警惕起来。他声音森冷，问道：“之前那些人，莫非都是你杀的？”骆剑清紧紧握住了双符剑，没有透露一点消息。独绝天老冷声道：“果然是你杀的。”独绝天老第一眼就看出来了，骆剑清此刻才不过渡劫后期大圆满，可是之前进入第9重险境的人修和妖尊中，却有至少3人是大成后期大圆满的修为。若是这些人都是骆剑清杀的，那此子果真是妖物，此子不可留。独绝天老猛地抬起了龙头拐杖，引下了一道道银白色的雷霆。这第9重险境的黑暗天空中，一条条银蛇在浓黑中翻滚，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独绝天老往前一指，粗壮的雷霆便从空中劈下，携带着一条条细小的闪电，直直的往骆剑清身上劈去。骆剑清敏锐的感觉到了一丝致命的气息，可他却并未惊慌。他立刻取出明光青玉珠，青莲元神从丹田里飞出，将自己的灵力灌入其中，另一只手则在双符剑上点出了一朵朵的青色莲花。花开1朵，再开2朵，明光青玉珠上绽放出万丈光芒，逼出了第8朵青莲。骆剑清低喝一声，抬手握剑向前劈去。巨大的剑影与这恐怖的雷霆撞在了一起，发出轰然巨响，令四周猛烈的罡风也被碾压破碎。一时间，这附近竟然成了罡风的真空区，没有一道罡风在其中流淌。独绝天老脸色微白，居然往后倒退3步。骆剑清更是唇边溢血，一连往后退了数十步，才稳住身形。这第一击，双方便使出了杀招。骆剑清感觉自己手腕的骨头好像被独绝天老的力量逼得错位了一根，他直接徒手将骨头掰了回来，立即直剑右上，一手持着明光青玉珠为自己输送灵力，另一手则握紧双符剑，朵朵青莲在那冰冷的剑身上绽放。雷金电散，血剑双符，双符剑可引9天玄雷。骆剑清以剑引雷，又运转着9连夺天路，两种截然相反的气息便出现在剑身上，交叉碰撞，与独绝天老手中的巨山相撞。碰碰碰，每一击都能震撼出惊天巨响，令无数罡风被碾压成齑粉。
当骆剑清终于一剑刺穿那座妖力形成的大山时，独绝天老终于口吐鲜血，往后连跌10步，而骆剑清却已经双手透血，剑柄被浓郁刺目的血染红。他的手掌早就在那一次次的碰撞中被撞裂，手腕颤抖的几乎快抓不住剑，身体里的灵力也即将枯竭，体内的骨头断了好几根，唇边流下的血早已将胸口的青山打湿。明明一方是这种惨状，另一方却刚刚才吐了一口血。可是独绝天老却不敢置信的睁大眼睛，惊道：“你的实力怎么会这般强悍？”是。即使骆剑清早已落了下风，甚至几乎快被独绝天老击败，可是就凭他渡劫后期大圆满的修为，能将使出全身气力的独绝天老逼到这般程度，已经足以彰显他的逆天之能。独绝天老的眼中闪过一抹浓烈的杀气，不可留！独绝天老咆哮一声，忽然一拳轰上了天空。轰隆隆，天空好似在往下降落，那磅礴可怖的威压令骆剑清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但下一刻，他便咬紧牙齿，任凭口中还在流淌鲜血，也硬生生地抬起了头。天空真的在不断降落，以妖力形成的无边苍穹压在骆剑清的头顶，压得他的骨头嘎吱嘎吱的作响，似乎快要被根根碾碎。骆剑清大喝一声，双眸红的气血，举起明光青玉珠，以青莲元神为引，将自己浑身的灵力都灌入其中。下一刻，明光青玉珠绽放出刺目耀眼的光芒，浩瀚庞大的灵力从这小小的珠子里溢了出来，形成一片汪洋大海，想要与天空相抗。苍穹在坠落，大海在暴涨，骆剑清的唇边不断溢出鲜血，可是他从未放弃，一直将那快要被榨干的灵力输入到明光青玉珠中，努力的挡在这片天空之前。然而只听咔嚓一声脆响，骆剑清倏地吐出了一大口的血，那片大海也猛然往下降，天空随之快速的坠落。正在那片天空即将狠狠的砸在骆剑清的身上时，忽然一只温热的手缓缓贴在了骆剑清的后背上。骆剑清身子一僵，感觉到一股雄浑的灵力顺着掌心与皮肤相触碰的地方传了过来，一下子便将明光青玉珠中注满了灵力。大海疯狂暴涨，将天空撑碎。轰然的爆炸声过后，骆剑清僵着身体，未曾转手，便听耳畔传来一道低哑温柔的声音，好像很久没有说过话似的。这人的声音十分低沉，每一个字都念得轻柔，声音嘶哑，却十分动听。他认真的说着：“剑清，不怕，为师在。”骆剑清一回首，便看见了那个人。玄灵子的脸色还有些苍白，唇上也无血色。他将右手紧紧的贴在骆剑清的后背上，温暖磅礴的灵力便是从这里传送进骆剑清的身体里，再传入了明光青玉珠中。这一眼看似平静短暂，但却好像相视了万年。骆剑清的眼中倒映着玄灵子清冷的脸庞，后者微微弯着腰，也不言语，但是一切却已经尽在骆剑清的掌握中。骆剑清喉咙微涩，他哑着嗓子喊了一句师傅，忽然便见到玄灵子抿住了嘴唇，轻轻向他颔首。顿时骆剑清双眸微睁，立刻明白过来，将一切想要说的话都压了下去。骆剑清镇定冷静的传音道：“师傅，你将灵力借我，我用明光青玉珠将它击退。此战需要速战速决，这里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且只要我等出现一丝差错，独绝天老就会发现异常，你且小心。”玄灵子轻轻颔首，接着抬眸看向独绝天老，淡淡道：“剑清，为何手下留情？”骆剑清微微一笑，从容说道：“师傅，弟子听闻你与这独绝天老是上百年的老对手了，弟子想要将其留给你。不过天妖尊的实力不过尔尔，是弟子多虑了，此等对手完全无需师傅动手。”这话传入独绝天老的耳中，
令他脸色微沉，却没有冲动。在看到玄灵子的那一刻，独觉天老便自知不妙。他不知道玄灵子是否早就在一旁等候着，就等着在关键时候给自己致命一击。但是他知道，现在的自己绝对不会是玄灵子的对手，除非玄灵子重伤未愈。洛剑清话落后，玄灵子施施然的收回了手，十分镇定的站在一旁，并未再出声。一时间，双方的对峙好像又回到了洛剑清和独觉天老的相斗。前者浑身是血，手骨也断了一根，狼狈不堪；后者却只是唇边溢血，但是却面色严峻，不敢轻视。洛剑清轻松自如的模样，令独觉天老心生狐疑。仔细观察，却见俊美清朗的青衣修士抬起了双符剑，剑尖前悬浮着一颗碧绿透亮的圆珠，温润绵长的灵力好似一条条浅色的绸缎从这珠子里流淌出来，缠绕在冰冷细长的剑上。先前在与独觉天老相斗时，洛剑清已然用了10成力量，却只能让对方后退几步，根本未曾受重伤。可如今他竟然十分淡定的又开始准备进攻，这令独觉天老不得不起疑，也更加小心起来。玄灵子淡漠的声音适时的响起：“剑清，为师是如何教授你这道剑法的？”洛剑清双手执剑，元神之力从指尖攀附到双符剑上。他微笑的说道：“乾为实，坤为虚，剑气入怀，浩荡天地任我行。”最后一个字落下时，一道青色的剑光好似烈日，轰轰烈烈的照亮了这片无边无际的黑暗。那光芒耀眼异常，令独觉天老都惊怔的呆住。他明明没有从这一剑上感受到多少杀伤力，可是这奇异的剑芒却令他不得不防备。这难道是一道非常厉害的剑法？所以连他都无法感受到剑威。独觉天老立刻运转起身体里的雄魂妖力，怒喝一声：“山来！”刹那间，一座大山便出现在了他的手掌中。他持着这座大山向那抹剑影袭去。妖力形成的大山和灵力形成的剑影轰隆隆的撞在了一起。这时，令独觉天老未曾想到的事情出现了，这剑影竟然轻轻一碰就碎了。独觉天老惊道：“陷阱！”他低手一看，却见玄灵子不知何时又站在了洛剑清的身后，一手附在后者的背上。他的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银色光辉，肉眼可见的庞大灵力从他的掌心传入洛剑清的身体里，而洛剑清却早已将双符剑收了起来，双手捧着一颗圆润的宝珠，将全部灵力灌输进去。明光青玉珠，太华山的3大至宝之一，凝聚了3万年来玉霄峰数代峰主的最后灵力，可谓是一件准仙器。此刻这仙气便闪烁出无与伦比的光辉，千万道光芒从珠身传到四面八方，那力量令整个第9重险境都在颤抖。远处梧桐树不断的摇晃身躯，树叶哗啦啦作响，仿佛在焦急的说着什么。第9重险境的入口处，鹰姬和浩星子也感受到了这股异动，他们赶紧进入了第9重险境，顺着力量的方向直直的往深渊这边冲来。而此刻的独觉天老却遇见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3万年，独觉天老已经活了3万年，在这3万年内，他见过无数的化神期尊者，甚至还见过一位化神后期的人类大能，可是从未有谁用这样可怕的力量来对付过他。曾经的他境界太低，根本不在那些大能的眼中，如今的他境界虽高，但世上却再也没有了化神后期的大能。洛剑清浑身的每一个毛孔中都渗出了一道道的血丝，玄灵子本就惨白的脸色也更加显得透明，唇边留下血丝。这一击是两人的最后一击，在与玄灵子对视的那一眼起，洛剑清就知道自家师傅的伤势并未痊愈，有些话不需要语言便能轻易的心意相通。他们需要找一个机会偷袭独觉天老。
安全的离开这里。为了创造这个机会，骆剑清使诈欺骗了独绝天老。他顺着玄灵子的话编出了一个莫须有的剑招。独绝天老想的太多又太过谨慎，那一剑就如他感受到的一样，真的没有什么杀伤力，只是徒有其表。而骆剑清要的正是这徒有其表，然后给独绝天老致命一击。骆剑清从未将如此雄厚的灵力注入明光青玉珠，也从未见过明光青玉珠绽放出如此可怕的光芒。每一次的使用，明光青玉珠中的力量都在减少。这样的法宝是消耗品，若是里面的力量全部用完，那它和普通的天阶法宝没有任何区别。骆剑清低喝一声，青莲元神从丹田里飞旋出来，融入了明光青玉珠内。玄灵子双目一缩，剑清。骆剑清道：起。刹那间，青色的灵力从明光青玉珠中爆发出来，形成一道尖细的剑影，飞速向独绝天老冲去。这一剑并未多么顶天立地，只是看似寻常的一剑，也没有多么耀眼的光辉，却令独绝天老浑身的毛孔都竖了起来，感觉到了久违的生死绝境的威胁。独绝天老长喝一声，运转起全身的妖力，疯狂地后退，全力抵挡这一击。而在这一击后，他却无法顾及骆剑清和玄灵子的情况，也并未注意到骆剑清整个人无力的向后倒下，被玄灵子抱在怀中，一秒也没犹豫的转身便走。骆剑清在之前就悄悄传音给玄灵子，告诉他我们无路可走，只能去深渊。若是全盛时期的骆剑清和玄灵子借助明光青玉珠和九莲夺天路，或许还能从第9重险境的入口冲出去，谋求生路。可是此刻二人纷纷受了伤，唯一的选择便是原来的出路——深渊。玄灵子并不知道那是一个怎样的地方，但是他却相信自己的徒儿。他抱着骆剑清一路往后飞去，以最快的速度穿梭在爆裂狂躁的罡风之中，勉强的使用灵力撑开结界，挡住这些罡风。当玄灵子看到那一个巨大黑暗的深洞时，他倏地停下了脚步，怀中是昏厥过去，生死不知的骆剑清面前是一个危险至极的险境。玄灵子心里清楚，世上无人知道独绝天老的本体到底是什么，但却都知道想杀死独绝天老极难。据说在1万多年前，曾经有一位化神中期的人类大能想要击杀堪堪大成中期的独绝天老，都没有成功。即使是玄灵子全盛时期，借助明光青玉珠也不一定能击杀对方，更不用说是此刻。那一剑不可能杀了独绝天老，但是却很有可能将他重伤。身后并没有任何追兵，玄灵子眉目淡然，他微微垂手看向了怀中的骆剑清，他伸出手轻轻地擦拭着骆剑清唇边的血迹，这鲜血令饱满的嘴唇更加红润，拉开那挡住眼睛的碎发，便能看到一张极其好看的脸。这张脸的主人是玄灵子曾经午夜梦回时的梦魇，也是他这一生最逃不过的爱人。许久，玄灵子缓缓低手，吻上了骆剑清冰凉的嘴唇。这只是蜻蜓点水的一吻，一吻过后，玄灵子抬手看向这不见底的深渊，一步向前，突然跳了下去。这一跳，谁也不知生死，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玄灵子紧紧地将骆剑清拥入怀中，用尽最后的灵力撑开结界，护住两人。可是他并未曾想到，在这深渊的内部，罡风更为强劲。那些罡风冲撞在玄灵子的结界上，大约下降了4万丈时。只听砰的一声，结界破裂，一道罡风撞在了玄灵子的身上。玄灵子脸色一白，喉间泛起了一阵腥涩的味道。他紧皱着眉头，更加拥紧了骆剑清。一路往下5万丈，罡风的强劲已然超脱了玄灵子的想象，连他的身体都被罡风撕裂，刮出了一条条的伤口。玄灵子不知今日是否会死在这里，
但是他却不得不做好最坏的打算。他将玄灵剑从眉心换了出来，右手在空中虚画出几道符箓，玄灵剑便化为一道金光，钻入了骆剑清的眉心。刹那间，骆剑清的眉心映出了一朵八瓣青莲，比原先多了一半。花瓣的边缘处亮着莹莹的金光，有浅浅的光影在识海中闪烁。玄灵子低声道：“若真到那个时候，护着他。”玄灵剑在骆剑清的眉心闪耀出金光，仿佛在无声的回答。见状，玄灵子却沉默了片刻，问道：“你这次不会伤他？”玄灵剑并无任何反应，似乎不明白主人在说什么。下一刻，只见一道更为猛烈的罡风从左侧吹刮过来，玄灵子脸色一凛，取过明光青玉珠便迎了上去。滔滔灵力从玄灵子的指尖传入明光青玉珠中，化为一道金色剑影，刺向那道罡风。轰！剑影、罡风应声而碎。这还只是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无数的罡风向这边而来，玄灵子一一抵挡。若是骆剑清此刻清醒着，他便会惊骇的知道，仅凭他一个人是绝对不可能带着玄灵子离开这里。赤云真仙说的并没有错，他勒令骆剑清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进入深渊，因为他知道这里的困难并非骆剑清可以应付。然而此刻的玄灵子也只是强弩之末，但他将一道形成龙卷的罡风击散后，他身子一晃，拥着骆剑清的手也稍稍松了一些，顿时骆剑清便滑了出去，往下坠落。剑清！玄灵子恐惧的大喊道。玄灵子立刻运转灵力追了上去，无法顾及一道罡风从自己的身后袭击过来。可口中喷出炙热的血，玄灵子终于追上了骆剑清，再次拉住了他。此刻两人已经下坠8万丈，可这深渊就好像没有尽头一样，永远无法着地。玄灵子的白衣早已被鲜血打湿，这血有骆剑清的，更多的还是他自己的。当两人下落到9万丈时，每一道罡风的力量已经达到了大成后期大圆满修士的全力一击。数百道罡风就这么刮过来，连玄灵子也无法应对。玄灵子轻叹一声，只能拥紧了怀中的人。无法同生，总算共死。而这一次，我死在你前面，不用再面对那样没了呼吸的你。一道道的罡风刮在玄灵子的身上，在他的后背上割出无数深可见骨的血口。玄灵子的脸上并无太大的喜悲，也未曾喊痛，只是垂眸拥着自己的徒儿，冷静的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玄灵子的灵识察觉到，在他们下落了99800丈的时候，身子右侧处有一道可怕的罡风袭来。这一道罡风已然突破大成期的界限，可以说相当于化神初期修士的全力一击。放在曾经，这一击对于玄灵子来说并不难应对，可是此刻他只能看着这一道攻击袭来，无奈的闭上了双眼。罡风即将袭来，已经卷上了玄灵子的衣角。玄灵子难得的勾起唇角，轻声的念出了那2个字：剑清。轰！好像突然穿过了什么东西，一瞬间，所有的罡风全部消失，黑暗也再也不见。玄灵子陡然觉得压在身上的风暴一下子消失了，他立即睁开双眼，扫视四周。只见此刻他和骆剑清竟然处于一片蔚蓝的天空之上，一条条连绵起伏的山脉好似埋藏在大地之下的翠绿巨龙，湖光所映之处是明亮的龙眼，而在山脉闭塞之间是一座座繁华的都城。玄灵子心中一怔，立即抬手往天上看去，可是哪里有深渊的影子？下意识的他双指并拢，向自己坠落下来的地方挥舞了一道剑光。这金色剑光穿过云层，击散了一片片的浓云，并没有撞到任何东西上。骆剑清和玄灵子下降的速度很快，然而此刻四围已经好像没有了任何威胁。
玄灵子当机立断，撑开一道结界，两人的身形便消失在了半空中。然而在此之前，玄灵子的一滴金色的血却已经顺着他的指尖直落向下，正好砸进了一座异常繁华的都城的市集里。这滴血如同炮弹，轰然一声砸在地上，凝结成血珠，离地1寸时悬浮于半空中，不再往下。可是这滴血造成的巨大冲击，却在地上轰出了一个半径3米的大洞，一连掀翻了3个摊贩的摊子。今天正是荣国都城1年1度的朝圣日，许多国家的使臣都前来为皇帝祝贺，送上礼物。这个市集里也聚集了比以往更多的人，这滴血砸下来之前，便在空中摩擦出了火花，被人发现，令大家纷纷躲开。等血落地面溅起的沙尘慢慢平息后，许多人才一拥而上，看到了那样奇异的东西。这是金色的小珠子，是什么？竟然有这么大的威力！遥远的天空中，一道微风吹过，整个荣国都没有人发现，有2位顶尖大能从他们头顶一跃而过，向着东方飞去。而在第9重险境的入口处，自从殷基和浩星子率领众人追过去后，便只剩下鬼岩老祖、白家老祖和第3海主在这里守着。令人奇异的是，在他们的身旁竟然坐着一个脸色发白的年轻人。他的修为只有合体期，可却被鬼岩老祖当面询问着：“你是说，居然是洛剑清一个人杀了之前的那么多人？”年轻修士用力的点头道：“对，就是洛剑清。他在我面前杀了冕昌尊者，我都没来得救他。”说着，这人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可是却没能够挤下一滴泪。他沙哑着声音说道：“若是我再能快一点，若是那洛剑清能不那般心狠手辣，将冕昌尊者的元神击碎，或许他也能回来。”没错，就在半个时辰前，浩星子手中的那颗宝珠忽然亮了起来，化为一道白光，变成了李修尘。这一幕令众人目瞪口呆，连殷基都惊骇的看着，不明白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然后李修尘便说了自己知道的一些事，他将洛剑清杀了所有人这个消息广而告之，并且在他的话语中，洛剑清完全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魔鬼。他的眼睛就是被洛剑清戳瞎的，双臂也被砍了，还饱受折磨。最后他还说道：“虽然我不知底下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似乎天妖尊已经去阻拦他们了。”正在此时，殷基和浩星子等人的身影出现在了第9重险境的入口处。殷基甩着巨大的蛇尾，将浑身是血、昏迷过去的独绝天老放在了地上，一脸阴沉的看向李修尘。他快速的往前，口中吐出一条长长的鲜红色的蛇信子，冷冷的说道：“你最好给我说清楚，你到底在里面看到了什么？还有，玄灵子和那个妖物到底去了哪里？”段秦崖深不见底，第9重险境更是被重重黑暗包围，连独绝天老都在其内受了重伤，更不用说其他大能。然而，既然确定当初那些人都是被洛剑清击杀，并非遇到第9重险境里的危险，殷基便再次布下了一座13人组成的天晴破海阵，令这13人再进入第9重险境，探查玄灵子和洛剑清的下落。这13人都是大成初期的修士，他们加在一起布下这座大阵，威力可堪化神中气。见他们进去，鬼岩老祖沉了脸色，镇定道：“可惜这天晴破海阵的攻击效果并非那么明显，若是有凤羽相思阵在，当初那妖物和玄灵子也不会轻易逃脱。”殷基闻言却是一笑，挑眉道：“凤思已死，难道你还想让他活过来不成？”妖族第一阵法大师妖尊殷基最善天晴破海阵，此阵一落，极难突破。而人族第一阵法大师凤思仙子最善凤羽相思阵，此阵可敌10万大军，杀7阶以下一切妖兽。不过在一旁听着这话，浩星子沉默的敛了双眼。
放眼这第9重险境的入口，聚集了世间绝大多数的顶尖大能，妖族几乎倾巢而出，仁修宗门中8大世家全部到齐，4大宗门中来了断魂宗和神剑宗，而正道之首太华山的掌门也在此地。可是这里却没有归元宗和飞花宗的身影。归元宗的大师们自知无力阻拦，便封闭山门，潜心念经超度那些在两族大战中往生的无辜人修。飞花宗却早已元气大伤，这些女修也封闭了山门，不问世事。若是凤丝仙子真的还未陨落，她恐怕不会来此帮助捉拿洛剑清和玄灵子。所有人都知道，凤丝仙子自200年前在战场上遇见玄灵子后，便对他一见倾心。凤羽相思阵怎会用来对抗玄灵子？只怕如果凤丝仙子还在，他还有可能号令飞花宗帮助洛剑清2人逃脱升天。接下来两族人马在断情崖第9重险境里找了足足1年，也未曾找到洛剑清和玄灵子的身影。独绝天老受了极重的剑伤，虽说并无生命危险，可他也开始闭关，迟迟不出。众人已经确定这第9重险境里没有什么致命的危险，所有大成期以上的修士便纷纷进入。对于修为低点的修士来说，只要远离深渊，他们便可以在这里如鱼得水；而对于大成后期的修士来说，他们只要不进入深渊，其余也不成问题。殷基和浩星子站在深渊旁，看着这个硕大的黑洞。浩星子的腰间别着一把修长的宝剑，浅黄色的剑穗因为微弱的风而轻轻晃动。剑虽未曾出鞘，可是一股股豪迈狂放的剑气却透过剑鞘往外传出，仙气太化剑的威力由此可见。至于殷基，则以天晴破海阵来抵挡深渊吹出来的罡风，他十分怡然自得，从容不迫。他伸出右手，一条碧绿色的小蛇便从雪白浩腕中游了出来，飞速地钻入了这漆黑的深渊。砰！深渊中传出一道巨响，殷基冷色一沉，语气森冷地说道：“10000丈，渡劫后期不可入。”殷基的本体便是一条蛇，他方才用妖力幻化出一条拥有渡劫后期修为的小蛇，令其进入深渊。可这小蛇只是下去了10000丈，便被那无处不在的罡风搅成了碎末。浩星子道：“我等若是联手下去，可有风险？”殷基抬手掩唇，反问一句：“我何时要与你这老头一起下去？”浩星子倏地怔住，你……殷基唇边笑意渐深，声音妖娆：“我才不过活了10000多年，还有数千年的寿命，我为何要随你这将死的人修，进入这不知生死的险境？进入深渊的事情便这样被耽搁下来了。”虽说鬼岩老祖和白家老祖等人都十分支持追杀洛剑清的事情，可当他们得知深渊的危险后，谁都不愿意先下去一试。妖族中独绝天老身受重伤，同时也不好直接命令殷基去送死。万一这深渊真的凶险异常，他们都回不来了，那可如何是好？不过殷基也不会真的那么违逆独绝天老的意思，他虽不肯下去，但也做出了安排。第一，守住第9重险境的入口。世人皆知，断情崖每一重险境都有相应的停留时间。第1重险境只可停留1日，第2重险境停留7日，第3重险境停留1月。无论这第9重险境可以令每个修士停留多久，那2人早晚必须出来。第二，搜索整个玄天大陆，只要他们还在玄天大陆，便一定会被搜出来。玄灵子和那妖物都受了重伤，他们不可能躲在任何险境。人族的36州和8大荒原，妖族的13海和本境，都是搜查的范围。最后一点，既然你们说那妖物已经达到了渡劫后期大圆满的修为，那么距离他突破大成期的日子已然不远。只要他决意突破，便会引发天地异象，到时候寻找他们的踪影便易如反掌。时光如梭，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眨眼间10年便过去了。这10年里发生了2件大事。第一件事与断情崖有关，两族一直有派人守在断情崖底，同时不断的在断情崖搜索。他们虽然没有发现骆剑清和玄灵子的身影，但是却发现了一棵巨大的树。见到这么大的树，任何人都知道肯定是宝物。可是这大树周围却有一层火红色的结界，连鬼岩老祖亲自下去都没能破开结界。而第二件事却是与魔道宫有关。众所周知，自从20年前极北之地一役后，魔道宫一蹶不起。魔道宫原本有4位大成后期大圆满的修士，分别是魔尊魔千秋、大管事七落、左护法秦龟鹤和右护法秦思仪。然而魔千秋与那静离一起被困于一方小世界，按照他曾经的伤势，他应当于10年前便陨落。七落在协助骆剑清逃跑的时候，元神受了重伤，直到如今也未曾完全恢复。魔道宫一下子少了2个强大的力量，而且因为他们协助骆剑清2人逃跑，更是被其余正道几队欺压。如今的魔道宫虽说还不至于到人人可欺的地步，但也是满目疮痍，万分荒凉。10年前，在魔千秋应当陨落的大限之日，魔女云香含泪登上魔道宫的宝座，成了新一任的魔道宫公主。然而她不过才合体期修为，虽说实力超绝，可仍旧无法服众。于是天下魔修不再像曾经那般敬仰畏惧魔道宫，这里的修士走的走，逃的逃。说是魔道宫，却只剩下一个花架子，再无昔日可以与太华山争夺天下的霸气。短短20年，沧海桑田，曾经带领正道抵抗妖族的玄灵子尊者已经消散在众人的记忆中。太华山的许多年轻弟子只是听说过一个传说，在七峰最中央的那座玉霄峰上，曾经有一位绝世大能，他还有一个极其妖孽的徒弟。传闻那大能是化神中期的修为，那徒弟更是只有渡劫初期的境界。但是就是他们2人，却冲破了2族近100位大成期的尊者的包围，打败了妖族的一个天阶妖尊，逃亡至今，无人知晓他们的行踪。浩明峰，一个新入门的杂役弟子一边扫着地上的落叶，一边小声与同伴说道：“我还听说那2位前辈其实是道侣呢。”同伴立刻睁大眼睛，惊道：“他们不是师徒吗？怎么会是道侣？”杂役弟子摇摇头，悄悄说道：“是的，他们既是师徒，又是道侣。天下很多人都不耻他们的行径。你知道断魂宗吗？就是4大宗门之首的那个断魂宗。听说他们的弟子经常说那2位前辈的坏话，说他们是师徒背德淫乱，恶心下流。”嘘，你怎么能在咱们太华山说这话？不怕被解师兄听到？我已经听到了。冰冷低沉的声音忽然从这2人的身后响起，吓得2人赶紧回头看去，个个吓成了受惊的小鸟，缩成一团，颤抖着声音说道：“谢师兄，我们错了。”谢子卓穿着一身黑衣，脸色铁青，并无笑意。70年前，那个跟在自家大师兄身后插科打诨、谈笑作乐的4师弟，如今已不再稚嫩。他毅然群峰之中，不苟言笑，好似一个黑面阎罗。谢子卓淡淡道：“今日傍晚去找你们的19师兄领罚。”2个弟子立刻鞠躬：“是。”黑衣修士从这2个杂役弟子的身旁路过，就在他即将飞身离去前，他却仍旧是停下了脚步，也不回身，只是语气郑重的说道：“20年前，你们还未出生，那时的事情你们不可能知情。妖族散播我太华山修士的谣言，你们便这般以讹传讹，轻信他人。他们是否是道侣，与尔等何干？就算他们是道侣，那又如何？只不过是相守度过漫长修炼道途的人罢了。你们不过才练气1层修为，他们一个眼神便能让你们魂飞魄散。再敢背后胡言，
我便将你们赶出太华山。话音落下，谢子卓化为一道流光，消失在了浩明峰上。世人永远不会记得你对他的好，只会记得他们所想要记得的东西。太华山七峰中，玉霄峰上再无人烟，两座青竹小屋也被杂草包围。然而在屋内，竹榻上的被子折叠得整整齐齐，书桌上还摊开一本书，一切都好似昨日，什么都没发生过。该在的人也都在，不曾离开。极北之地一役之后的第21年，人族在玄天大陆搜查的队伍已经将8大荒原搜了5个，36州也搜查了29个。白家老祖带队的人马来到了元州。元州上共有21个小国家，最大的国家名为昌国，最小的国家名为秦国。一到元州，白家老祖便来到了昌国。这个国家对修真界的事情较为了解，国师也是一位出窍中期的修士。见到白家老祖一行人，这昌国的皇帝和国师亲自接待，向白家老祖讲述元州的事情。皇帝恭敬地说道：先人有所不知，元州四处是山，不像他们龙州和豫州，那是一片平原，土壤肥沃，多么富足啊！我昌国还算不错，靠近元河，整个元河的上游都属于我昌国。白家老祖对这些凡人食物并无太多兴趣，他的目光在皇帝准备的一些歌女舞女身上打转。看了一会儿歌舞后，白家老祖随意的说道：我不想知道你们元州的事情，只问问你，最近这10几年里，你们元州有发生过什么奇异的事情吗？比如出现什么厉害的仙人？这次幻国师回答了：前辈，我元州地处玄天大陆的东南角，再往东去就是4大险地之一的梦煞之地。这梦煞之地可比当年的极北之地还要凶险，连渡劫期的大能都不会来这里。就是有大成期的仙人去了梦煞之地，晚辈又怎么会知道？白家老祖不耐烦的摆摆手，这10几年里就一点奇怪的事情都没有了。国师想了想道：真没有。白家老祖冷了脸色，不再开口。和他猜想的一样，在这元州，他们又要一无所获。然而就在此时，那皇帝却忽然道：朕忽然想起一件事，在元州的东部有一个国家名为荣国，在我元州也算是国力昌盛的大国了。11年前，在他们荣国1年1度的朝圣日上，他们皇帝得了一颗金色的珠子。听说这珠子可以悬浮在半空中，谁都无法接近。白家老祖先是皱了眉头，金色珠子？那国师笑了，或许是修士的什么宝物吧。荣国没有国师，他们国家富裕，但从不信邪，也不修炼，只信仰他们的皇帝，所以才有了朝圣日。皇帝也只是凡人，自然不知道修真界的法宝不过是悬浮在半空中的一颗珠子罢了，或许连皇阶法宝都不是。听了这国师的话，那皇帝虽说心里不快，但也未曾表现出来，说道：是啊，那荣国皇帝还把这颗金色珠子当了什么宝物？说是天赐灵物，供奉了足足11年。等等，你说11年？白家老祖突然惊道。皇帝诧异的点头：是，仙人，那珠子正是11年前从天而降，出现在荣国都城的。11年，11年，11年，11年前，玄灵子和那妖物不正好从断青崖第9重险境里消失？